二当家，别再弄了，奴家真要受不了了。大夏女子监狱一间办公室内，曼陀罗趴在床上，诱人身躯轻轻扭动着，发出一声声娇喘。啪！林北突然一巴掌拍在了他的翘臀上，喝道：“老实点，再乱动扎死你！”随之轻轻扭动银针，将一丝丝精华真气输送了进去。好舒服。二当家，你真厉害。丝丝燥热感传来，曼陀罗一脸享受，红彤彤的脸颊更有如熟透了的苹果，娇艳欲滴。呼！终于，随着林北最后一针的扎下，一股白色液体从曼陀罗身后流了出来，困扰他多年的寒毒也终于解除。二当家大恩，奴家愿以身相报。曼陀罗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随即翻过身，笑盈盈地拄着香腮，将粉嫩玉足抵在林北腹部，抛去一个媚眼。在女子监狱，谁不知道二当家一武双绝，针法绝世，无数女犯人为得其一针，绞尽脑汁。即便曼陀罗身为闻名世界，令无数强者颤抖的暗夜女王也不例外。少废话，我要的东西找到了吗？林北退后一步，冷声道。曼陀罗立刻收敛笑容，将一枚喜印恭敬地递了过去。喜印通体青色，质感古朴，9条神龙盘旋其上，巨口大张，散发着气吞山河的王者气息。林北接过喜印，眼眶瞬间一红，身躯也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此印名为败将印，持此印者可使亿万生灵为兵，100万战神为将，也是林北父亲大夏第一异姓王镇北王林天君当年所执王印。然而就在5年前，为大夏立下无数功勋的镇北王却被告通敌叛国，林北父亲以及他的3位战神哥哥皆被送上了刑场，而监斩他们的却是林北的妻子沈南薇，是他亲手斩下了林北父亲和3位哥哥的头颅。一夜之间，曾风光无限的林家彻底从大夏除名，林家58口男丁也全都被屠戮殆尽，唯有林北因念镇北王曾功勋卓著，遂留有幼子为林家延续香火，但也被关进了这座女子监狱。所幸林北身负武道圣体，被大当家骆玉烟看中，收为徒弟，传授龙皇诀。如今5年过去，林北的龙皇诀已然大成，此刻周身涌动着极为恐怖的气息，便是暗夜女王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二当家息怒，奴家快要被你弄死了。我知道你母亲和3位嫂子的下落，还请二当家快快收工。曼陀罗脸色发白，满脸焦急地说道。林北身躯一震，周身狂暴的气息瞬间平复下来，激动道：快说，我母亲和3位嫂子现在在哪？当年林家被灭，除了林北以外，还有他的母亲和3位嫂子活了下来，但失去了林家庇护，他们也只能四处逃窜，苟延残喘，彼此间也失去了联系。这些年，最让林北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和3位待他如亲生弟弟一般的嫂子了。回二当家，你的2嫂和3嫂前不久在帝都出现过，但具体在什么地方，我还正在调查。至于你母亲和大嫂，他们于3天前回到了江北林家祖宅，并且你的大嫂叶相思还说，誓死也要重振林家荣光。听着曼陀罗的叙述，林北内心一震，涌起浓浓的感动。他没想到5年过去，叶相思仍对林家不离不弃，如此情谊怎能不还？多谢了，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林北深吸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说道：二当家不必客气，等你回归江北，奴家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曼陀罗长松口气，拍了拍胸脯，随后急忙穿好散落在地的衣服跑了出去。二当家真是太强了，差点把奴家搞死了呢，好怕怕。而随着曼陀罗离开，林北也走了出去。5年牢狱，如今龙皇诀大成，也是时候出去了。父亲，哥哥们，你们放心，我不仅会照顾好母亲和嫂子们，还会找出当年真凶，为你们报仇雪恨，还林家清白。林北声音冰寒，周身杀意涌动。哒哒哒。也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军装、肩抗5星、容貌绝美的女人走了进来，在她身后跟着一位女兵，沈南薇。林北在见到女人的刹那，双目瞬间变得赤红，杀气冲天。你竟然还敢来见我！随即身影一闪，来到沈南薇身前，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莫说林家是冤枉的，就算真的通敌叛国，她沈南薇身为林家儿媳，又怎么可以亲手斩下自己公公的头？她是怎么下得去手的？林北，我知道你恨我，但我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你父亲和你的哥哥们叛国证据确凿，他们死得不冤。沈南薇脸颊涨红，却是没有反抗。不冤。林北目眦欲裂，暴吼道：不管他们是不是冤枉的，我林家和常亏待过你，别人或许有资格，唯独你沈南薇没有。沈南薇面无表情，叛国之人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啪！林北怒极，一巴掌扇了过去。沈南薇脸颊红肿，
一丝鲜血顺着嘴角溢了出来。放肆！我家小姐现在乃是大夏第一女战神，你竟敢对她不敬，找死！身旁女兵顿时大怒，但还不等她出手，林北直接一拳轰了过去。滚！砰！女兵倒飞出去，狠狠砸在地上，直接晕死了过去。好一个人人得而诛之！那你亲手杀了自己公公，是否也该天诛地灭？林北面庞狰狞，眼中流淌着强烈的恨意。沈南威看着此刻的林北，心中微微一惊，感觉他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林北，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唯唯诺诺，从不敢反抗，但现在不过这还远远不够。沈南威擦了一下嘴角血迹，掏出一份离婚协议，书递了过去。当年的事，我问心无愧，无需多言。但现在的我，身为大夏第一女战神，一言可定万人生死，而你只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劳改犯。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如日月与萤火，这份婚姻自然也没必要持续下去了。不过看在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现在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我就会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你母亲和3位正在受苦受难的嫂子，我也会替你妥善安排。看着如此冷漠毫无悔意的沈南威，林北彻底死了心，目光冰寒。很好，沈南威，我等这一天也很久了，但母亲和嫂子们我自会照顾，不劳你费心。至于你，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林北飞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每一笔都用足了力气，仿佛在宣泄着对沈南威的怨恨。而林北的每一个笔画都有如一把锋锐的利刃，狠狠地扎在沈南威心上。随着最后一笔落下，沈南威的内心无比刺痛，仿佛被割裂成了2半一般。沈南威接过离婚协议书，强行使自己平静下来，讥笑道：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我随时等你来找我报仇，不过前提是你至少要拥有战神的实力。虽然这对你来说遥不可及，但只要你努力追赶，还是会有那么一点机会的。砰！话音落下，林北猛然轰出一拳，沈南威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10多米远，砸在了墙上。接着林北紧随而至，快若闪电，再次掐住了沈南威的脖子，将他一点点提了起来。战神很遥不可及吗？你是大夏第一女战神，又如何？林北目光迸射杀意，声音冷冽彻骨。现在你的命就在我手中，我想杀你易如反掌，但我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当年的事多有蹊跷。等我查明真相，若发现你真的参与其中，我必灭你沈家满门。话音落下，林北将沈南威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沈南威大口咳血，头发凌乱，狼狈不堪。看着离去的林北，眼中更是充满了惊骇。最开始他因为没有反抗，所以并不觉得林北有多恐怖，但刚才他却发现自己在林北面前竟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林北刚刚所给他的感觉就宛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深不可测。短短5年时间，他怎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小姐，你刚才怎么不还手？这时那名女兵也因为刚才的震动清醒了过来，满脸疑惑地问道。沈南威苦笑一声，我要说我还不了手，你信吗？这怎么可能？女兵瞪大眼睛，震惊万分。在他心目中，自己家小姐是大夏第一女战神，无可匹敌的存在，怎么会抵抗不了一个入狱5年的废物少爷？哼！就算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但你为了他以身入局，差点把命丢了，可他却还这样对你，真是狼心狗肺。女兵怒哼一声，愤愤不平道：好了，红豆，不要再说了。沈南威抬手打住女兵，眼中闪过一抹坚定的光芒。我既然以身入局，就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如今林北出狱，江北的天估计要乱了，这盘棋也该轮到咱们侄子了。1天后，林家祖宅门前，林北看着杂草丛生、破败荒乱的宅院，心中涌起无限的悲凉。昔日的林家何其辉煌强盛，无数军政要员为踏入林家大门挤破了脑袋，现如今却树倒猢狲散。不过好在他的母亲和嫂子们都还活着，不曾离弃林家。他还有亲人。叶相思，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也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笑声从宅院里传了出来。是周涛，江北周家长子，林家曾经的附属。依靠林家，周家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了江北的一流家族。却没想到周家竟然狼心狗肺，暗中状告林家通敌叛国。林北神色骤然一冷，他到死都忘不掉这个声音，眼中杀意涌动，飞快走了进去。与此同时，林家祠堂内，数十个精壮保镖将祠堂团团围住，其中有2个保镖压着一个中年妇女，是林北母亲云兰，而周涛则是坐在椅子上，手中拿着鞭子，满脸戏谑的看着像狗一样被铁链拴在供奉桌腿上的叶相思。叶相思啊叶相思，没想到林家都灭了，
你这些年却还能在暗中搞小动作，害我周家损失惨重。幸亏本少技高一筹，谎称周家被灭，这才把你骗了出来。哼，根本少斗，你还嫩了点。啪！周涛怒哼一声，突然一鞭子抽在了叶相思身上。本就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的叶相思，此刻越发严重，伤痕见骨，皮肉翻滚，看起来无比凄惨。但叶相思的眼神却无比坚定，宁死不屈，死死地看着周涛。周涛，你这个畜生，有本事放了相思，冲我来！云兰再也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随后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突然挣开了保镖的束缚，跑过去把叶相思搂在了怀里。看着怀中被打得奄奄一息，脸上都遍布伤痕的叶相思，云兰更是心痛到险些窒息。这些年，叶相思为了给林家报仇，一直在暗中跟周家作对，正因此才落得了现在这个下场。是林家拖累了他。妈，我没事。叶相思干咳两声，虚弱至极，却视死如归。我身为林家媳，理应为林家付出所有，哪怕是死也在所不惜。云兰瞬间哭得泣不成声，心里更是充满了自责。都怪妈，是妈没用，没有保护好你。叶相思微微一笑，温声道：妈，你无需愧疚。这些年，你一直都把我当亲女儿看待，你对我的好，相思一直都记着呢。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婆婆，能嫁入林家，是我的荣幸。说到这里，叶相思突然看向周涛，眼中燃烧起滔天恨意，歇斯底里地吼道：周涛，你今天有本事就杀了我，但即便我死了，林家也不会倒，早晚有一天，林北会为我们报仇的。周涛闻言不屑一笑，呵呵，都这个时候了，你们竟然还惦记着那个废物，一个劳改犯罢了，不回来还好，要是回来了，正好送他下地狱。至于你们俩，好不容易抓到的，我可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你们俩死了。周涛冷哼一声，抬头看向祠堂内供奉的林家牌位，父亲林天君，大哥林觉士，二哥林学文，三哥林修武。啧，曾经的林家一门四杰，风光无限，现杀了多少人啊？就连娶的女人都是万里挑一的大美人，哪怕老夫人上了年纪，如今都风韵犹存啊。周涛摩挲着下巴，淫荡的目光在云兰和叶相思身上来回游离。不过正好，等一会本少就当着你们林家死者的面，让他们看看你们这对婆媳到底有多骚，哈哈。周涛话音落下，身后的保镖们立刻行动，就要控制住云兰和叶相思。不要！云兰惊恐大叫，却无能为力，眼看着两人就要被周涛欺负。砰！也就在这时，破门声响起，一道身影如风一般冲了进来，一拳就将周涛给轰飞了出去。周涛如皮球一般滚出去老远，怒不可遏。谁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管周家的事？然而刚一抬头，在看到来人后，满脸错愕。是你？你竟然还敢回来！林北充满杀意的双眼死死地瞪着周涛，低沉冰冷的声音更如九幽地狱的恶魔在宅院内回荡开来。我回来了，但你该死了！林北话音刚落，身影一闪，如鬼魅一般来到周涛身前。周涛瞬间大惊失色，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林北钢铁一般的拳头就已经轰在了他的肚子上。噗！周涛喷出一大口鲜血，胆汁都差点吐出来，面庞剧烈扭曲。小子，你找死！快放了我家少爷！周家保镖们见状不妙，立即冲了上去。林北置若罔闻，随手打出一道真气，化作万千刀刃。刷刷刷！瞬间，那些周家保镖就全都被封了喉，死得不能再死。这云兰和叶相思皆是瞪大了眼睛，感到万分的不可置信。曾经的林北，别说杀人，就连杀只鸡都不敢，但现在他们俩却是从林北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十分恐怖的力量。不过也只是片刻，云兰便喜极而泣，仰头看向天空。天君，你看到了吗？咱们的儿子不仅活着回来了，还学了一身本事呢。而周涛却是被吓得满眼惊恐，浑身颤抖。林北的强悍深深地震撼到了他。刚才是你打的我嫂子，也是你要辱我至亲。林北看着面前瑟瑟发抖的周涛，寒声质问道：不是我。林少，不，林爷，我刚才是在跟他们闹着玩呢。我并没有。周涛险些吓尿，连连摆手。咔嚓！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林北就已经出手扯掉了他的胳膊。我的胳膊疼死我了！周涛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剧烈的痛苦使他摔倒在地，捂着鲜血流淌的伤口疯狂翻滚。儿子，你千万别冲动。周涛的父亲现在已经成为了江北总督，你要是杀了他，很容易会惹上大麻烦的。云兰见林北起了杀心，连忙劝阻。他虽然也恨不得灭了周家满门，但更不希望自己儿子出事。
小北，妈说的对，你现在虽然本事大了，可周家也跟以前不同了。叶相思也出口劝道，眼中布满担忧。没错，我爸现在是江北总督，握有5000城防军。你今天要是再敢动我一下，我爸一定会踏平你们林家。周涛也趁机发出威胁，试图恐吓住林北。哦，然而回答他的只是林北淡淡的一个字：砰！随即林北便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脑袋上，脑壳碎裂，血肉四溅。这一幕直接让云兰和叶相思惊呆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俩做梦也想不到林北竟然直接把周涛给杀了。而林北至始至终都平静到了极点，仿佛杀周涛就有如杀只蚂蚁一般。父亲，哥哥们，我回来了。周涛只是开始，并非结束。凡是当年参与谋害我林家的人，我都会一一将其找出来，为你们报仇雪恨。林北拖着周涛的尸体，让其跪在林家牌位前，仿佛在给林家人认罪悔过一般。随后又倒了一杯酒，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祭奠完亲人，林北转身看向比5年前沧桑了许多的云兰，瞬间红了眼睛，哽咽道：妈，是儿子不孝，这些年让你受苦了。儿子。云兰泪流满面，跑过去抱住林北，母子2人紧紧相拥，彼此的身躯也都轻轻地颤抖了起来，仿佛在诉说着这5年对彼此的思念。良久，云兰松开林北，擦干眼泪，吸了口气道：妈没事，妈这几年过得很好，反倒是你大嫂这些年为林家吃了不少苦。林北看向叶相思，以掌作刀，劈开锁链，把她扶了起来。如沟壑一般纵横的伤口深可见骨，触目惊心，不只是身体，就连那张精致俏脸也都被划满了口子。林北内心剧痛，这些口子仿佛被划在了他的身上一样。自从他上大学起，因为父亲和哥哥们外出征战，便一直是叶相思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无微不至，细心照料，完全是把他当成了亲弟弟。而在林北心中，叶相思也是除了自己父母兄弟最亲的人。这些年，你大嫂一直在暗中跟周家作对，他还成立了一个媒体公司，专门负责收集周家的黑料。虽然也让周家损失了不少钱财，可现在的周家已经不是当初的周家了。周家家主周如贵，如今身为江北总督，位高权重，期间曾几次派人暗杀你大嫂，幸亏你大嫂机智，不然怕是早就……听着自己母亲的阐述，林北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云兰虽然说的简单，但他能够想到叶相思这些年到底有多么危险。他是在用命与整个周家做抗衡，他为林家做的实在是太多了。大嫂，谢谢你这些年为林家的付出，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些事由我去做。林北扶着叶相思坐下，眼中浮起蓬勃杀意。周家必灭。叶相思暖心一笑，有林北这句话，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林家不可无后，作为林家现存的唯一男丁，谁都可以出事，唯独他不能。但还不等他开口说话，云兰突然抢先道：好了，咱们5年未见，就先不说这些事了，趁着周家还没收到风声之前，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唉，可惜沈南威要是没有背叛林家就好了，咱们有他相助，又岂会轮得到一个小小周家骑在咱们头上拉屎。云兰神色复杂的叹了口气，对于沈南威，他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妈，别再跟我提他，我们已经离婚了，他已不再是林家人。听到沈南威，林北脸色瞬冷。你说什么？离婚了？云兰愣了愣，并没有多说，而是问道：那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准备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林北摇头：妈，在大仇未报之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云兰脸色一板：那怎么行？你是林家现存的唯一男丁，为了林家的香火延续，你也得早点结婚生子。既然你没有心仪的姑娘，那妈给你物色一个。谁？林北下意识开口，却不料云兰把目光投向了叶相思。你大嫂现在也单着呢，她怎么样？林北闻言当场愣住。小叔子和大嫂成婚的案例并不是没有，却也是凤毛麟角，毕竟这多少都关乎一些人伦。但云兰却不是在开玩笑，扭头向叶相思问道：相思，你怎么看？妈，我对您一向是言听计从，为了林家，我更是可以付出所有。可惜我现在毁了容，根本就配不上小北。叶相思自卑地低下头，神色落寞。丈夫去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已经算不上是林家人，但她想当一辈子的林家人，嫁给林北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对方是不会答应的。毁容了有什么？我挑儿媳从不看样貌，只看品性。我也相信我儿子也不会是那种肤浅的人。云兰笑了笑，扭头看向林北，却发现对方眉头紧皱，似乎对这件事有所不满。云兰脸色当即一变，微怒道：臭小子，你什么意思？难道是看不上你嫂子？林北回过神，连忙道：妈，我没有。那你皱眉干什么？你知道这5年你嫂子为林家付出了多少吗？
多次死里逃生，辛辛苦苦创建公司，他不仅是为了重铸林家荣光，更主要的是为了救你出狱。现在你嫂子孤身一人，又被毁了容，后半生怎么办？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嫂子后半生孤苦伶仃，受人嘲笑，遭人欺辱吗？你这么做对得你死去的大哥吗？云岚声色俱厉，恨铁不成钢地质问道。我……林北说不出话来，神色复杂地看着叶相思。他知道这些年叶相思为林家付出了很多，他也知道自己应该倾尽全力让叶相思过上好生活，但他毕竟是自己的嫂子啊。哼，磨磨唧唧的算什么男人？到底同不同意？给个痛快话。反正我是认定相思做一辈子的儿媳了，你要是不同意，等以后相思嫁人了，我就让他们给我养老，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全当没你这个儿子。见林北还在犹豫，云岚气恼不已地说起了狠话。林北闻言哭笑不得，老妈逼迫人的手段还真是跟以前一样高，当初他就是靠这种手段拿下父亲的吧。不过也仅是片刻，林北的神色就恢复了正常，随后单膝跪在了叶相思身前。嫂子，我愿意娶你，无关对你的感激，更无关对你的可怜施舍，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愿意嫁给我吗？林北声情并茂，无比真诚。小北，你……叶相思受宠若惊，她没想到林北竟然真的会娶她，只是其实你不用勉强的，现在的嫂子配不上你。叶相思很快就又低下了头，哽咽道：嫂子，你不用自卑，我能治好你脸上的伤。林北内心一痛，温声道：你说什么？叶相思激动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如果她的容貌真能恢复，那她就又是江北第一美人了，到时外界人也就不会嘲笑林北娶了个丑八怪了。嫂子，相信我。林北郑重说道，以他的本事，就算是死人都能救活，帮叶相思恢复容貌更是小菜一碟，只不过需要一味药材而已。叶相思喜极而泣，不管林北是不是在安慰他，至少没有嫌弃他。好，真是太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相思以后还是咱们林家人。云岚喜出望外，连连拍手叫好。即便叶相思对林家忠心无二，但谁也不能保证她以后不改嫁。现在这个疑虑彻底没有了。对了，儿子，你真能治好相思的伤吗？云岚有些不放心地问道。可以，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做一件事。林北声音低沉，看着遍体鳞伤的叶相思，眼中杀意迸射。周家该消失了。与此同时，周家庄园，今天是周家家主江北总督周如贵的60诞辰，数不清的豪车纷至沓来，整个周家门庭若市，喜庆洋洋。然此刻宅院中的周如贵却是眉头紧锁，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小涛怎么还不回来？父亲过寿，当儿子的不在场，多少都有些说不过去。老爷不必担心，少爷还是很懂事的，如此重要的场合，他是绝对不会迟到的。应该是有些事情还没处理完吧，估计一会就能回来了。一旁的管家随口猜测道。真要是有事情没处理完，就算不来也没什么，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才好。周如贵揉了揉狂跳不止的眼皮，担忧道：老爷多虑了，镇北王都死了，现在整个江北以您为尊，可不会有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去得罪少爷。管家一脸媚笑道：你说的有道理，但不知为何，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宁。快，继续加派人手去找，务必要在寿宴开始之前把他给我找回来。周如贵急声命令道。是。管家躬身领命。哗啦啦，也就在这时，一些重要人物入场了。千叶集团董事长宋汉白玉佛一对，江家家主宋战国青铜佩剑一柄，古玩协会副会长宋唐三彩一对。一道道壮喝声传来，周如贵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些许，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这些礼物无不是千万级别以上，价值连城，以前只有镇北王府才能拥有，至于周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现在攻守一行了。并且这些人虽然都是江北的顶级权贵，但却这次寿宴身份最尊贵的。他刚刚接到电话，沈南薇也要来给他贺寿。现如今的大夏第一女战神，身份之尊贵，不知道甩他这个江北总督多少条街。这也是周如贵最为骄傲的地方，有大夏第一女战神撑门面，将会风光无限，接下来的寿礼也将会越发贵重。然而就在他没好猜想的时候，一道如闷雷般的喝声从门口传了进来。林家林北送人头一颗。周家庄园门口，他是镇北王的小儿子，当初的北境世子林北。他不是入狱了吗？怎么出来了？拎着人头来贺寿，这是要找周家算账啊。可惜现在的周家乃是江北霸主，他这不是在找死吗？众多富豪们看着
林北手中拎着的用白布包裹的人头，纷纷惊骇不已，放肆！你竟敢在周家门口撒野！来人，给我拿下！一名周家护卫队队长立刻带着数十名护卫队员冲了过去。林北浑然不惧，杀意蓬勃，一掌拍出，真气席卷，横扫八方。噗噗噗！那些护卫队队员顷刻间就全都被鲜血狂喷，肢体断裂。就连那位护卫队队长也被林北一掌拍碎了脑袋，刺鼻的血腥味弥漫，鲜血如河流淌，触目惊心。这千叶集团董事长江家家主、古玩协会副会长全都惊呆得说不出话来。5年前，林北还是一个不学无术、依靠家世才能生存的纨绔，但镇北王却绕过自己已经成为战神的前3个儿子，立了小儿子林北为世子。这件事当初让整个华夏都感到不可思议，现如今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其他富豪们也全都面露惊容。5年过去，林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周身滔天杀气弥漫，气势强横，犹如一尊从地狱走出的杀神，震慑的他们全都瑟瑟发抖。而林北则是在众多惊惧目光中走进了周家庄园，在场无一人敢拦，包括周家内院剩下的数十名护卫也全都吓得四散逃窜。林北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来到了摆宴席的内院。他打开白布包裹，露出周涛人头，拎在手中。林北送人头1颗，请周家满门升天。一道惊雷般的喝声响彻全场，惊动了所有人。林北竟然杀了周涛，他疯了不成？而人群中，刚刚从管家口中得知发生了什么事的周如贵，在看到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之后，目眦欲裂，悲痛欲绝，险些昏厥过去。我的儿子！林北，你竟敢杀我儿子！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周如贵穿出人群，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怒吼声。紧接着，一旁的管家便匆匆拨出了电话，准备调集5000城防军。周如贵，我且问你，当初灭我林家之人到底是谁？你若如实回答，我留你全尸，否则今日周家鸡犬不留！林北怒喝，杀意冲天。大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质问周叔？周叔莫慌，今天有我们在，谁都动不了你。数位青年自告奋勇，从人群中走出，挡在周如贵面前。他们分别来自赵钱孙李4大家族，是整个江北的顶级豪门，但相比今日的周家却要差上一些。不过此刻却是他们表现的好机会。其中赵家长子赵宋第一个走了出来，笑容轻佻，以命令的语气说道：林北，镇北王已死，你已经不再是当年威风无限的世子了，一个劳改犯也配在周家撒野？赶紧跪下，自负谢罪！林北冷喝一声：滚，不然死！你说什么？让我滚！赵宋身为赵家大少，平日里嚣张惯了，还从未受到过这种待遇，自然不能忍受本世子最后说一遍，今天只杀周家人，但若有人阻拦，一律是周家同伙处理，杀无赦。林北环视周围，寒声警告道。赵宋一脸不屑：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狂言？本少今天还就阻拦了，来，你杀个试试！噗嗤！不等他说完，林北以掌作刀，划出一道真气，瞬间割破了他的喉咙。赵宋双眼大睁，难以置信地倒了下去。我可是赵家长子啊，他是怎么敢的？而刚刚还自告奋勇的4大家族公子哥们瞬间吓得脸色苍白，惊恐不已。这个蠢货！孙家大少孙少杰看着死的不能再死的赵宋，在心里怒骂一声：他连周涛都杀了，你多个鸡毛，真是个臭煞笔！林世子，这些年你或许在监狱里学了一些本事，但光凭这些你就想在周家闹事，还远远不够。孙少杰走了出来，脸色凝重，挥手说道：宋师傅，出来吧，看在我曾经跟他相识的份上，给他留一个全尸。结节！怪笑声响起，一个身穿黑色武袍的老者负手走了出来，他傲然而立，瞥了林北一眼，轻蔑摇头：你小子倒是杀伐果断，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可惜你的实力太弱了，还不值得老夫出手，自杀吧，这样还能死得体面点。林北冷笑：好一个孙家，连养的狗都这么着急送死吗？你敢辱我，给我死！宋师傅瞬间震怒，腾空而起，凶狠拍出一掌。慢着！周如贵急忙阻拦，却晚了一步，脸上布满担忧。林北能闯进周家内院，一定是解决了门口的数十名护卫，实力必然十分恐怖。周叔放心，宋师傅乃是我孙家雇佣来的玄境武者，杀林北不过是挥挥手的事。孙少杰满脸自信：没错，玄境武者可以一敌百，这个林北他死定了。钱家大少钱如松戏谑一笑：砰！可就在这时，随着一道闷沉声传来，宋师傅如炮弹一般飞了出去，溅起漫天血雨，顷刻间就没了气息。什么？
他竟然一招打死了宋师傅。孙少杰和钱如松皆是瞪大了眼睛，脸色发白，亡魂皆冒。周如贵，我最后问你一遍，当年背后灭我林家满门的到底是谁？林北声音冰冷刺骨，蕴含无限杀意，大步朝周如贵走去。林世子，差不多就可以了，今日的周家已轮不到你来放肆。突然，一道低沉苍老的声音响起，一名头发花白、形如枯槁的老者缓步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金老。周如贵微微欠身，连他都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十分恭敬，周围更是爆发出一阵阵惊呼声，竟然是拳王金台。天啊，怪不得周家这些年发展迅猛，原来是得到了拳王的帮助。听说他20年前曾凭借双拳灭了一个1000人帮派，5年前更是突破到了地境。地境武者恐怖如斯，宋老在他面前都是一个渣渣，这回林北估计是要完了。千叶集团董事长、江家家主、古玩协会副会长等人也都发出一声声轻叹，为林北感到悲哀。然林北看都未看金台一眼，冰冷吐出一句：挡我者死，庶子找死。金台勃然大怒，作为成名多年的武道高手，自出道以来未逢一败，断然受不了此等侮辱，当即轰出一拳，拳风猛烈，劲气激荡，刮得众人脸颊生疼。哼，老夫一生行善，本不愿杀人，但现在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老夫。在金台眼中，林北已经成为了死人。废话真多。林北冷哼一声，懒得躲避，任由恐怖拳风轰在自己身上，身影一闪便来到了金台身前。这怎么可能？看着完好无损的林北，金台瞳孔猛缩，自己的这一拳蕴含千斤之力，他怎么可能没事？砰！然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林北就已经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肩膀上。咔嚓一声脆响，骨骼碎裂。啊！金台发出一道杀猪般的嚎叫。我说了，挡我者死。看得出来，你已经对这个世间没有眷恋了。林北面无表情，大手抓在了金台脑袋上，一股死亡寒意袭遍全身。金台满眼惊恐，不要杀！砰！不等他说完，林北就捏碎了金台脑袋，脑浆四溅。嘶！周围人顿时不停地倒吸起凉气，看着林北的眼神更是充满了震撼和恐惧。那可是地境武者啊，竟然被他一巴掌拍死了！这小子啥时候变得这妖牛逼了？怪不得他敢单枪匹马找我复仇，原来是拥有了秒杀地境武者的实力。周如贵内心狂震，看着缓步朝他走来的林北，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此刻林北周身爆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杀意，有如从地狱走出的死神一般，让人单是看一眼脊背发凉，亡魂皆冒。这股杀意他只在当年的镇北王身上感受到过。这5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变化这么大？周如贵，我再问你一遍，当年灭我林家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林北暴喝一声，掐住了周如贵脖子，将他一点点提了起来。我不知道，你今天有种就杀了我，但我的5000城防军马上就到，他们一定会将你踩成肉泥。周如贵被掐得喘不过气来，面庞狰狞地威胁道：不说，那你就去死吧。林北双眼猩红，迸射蓬勃杀意，大手一用力就要扭断周如贵喉咙住手。突然一道轻喝声传来，在场所有人的目光整齐看向门口，无不愣住，竟然是沈战神。他怎么来了？这回有好戏看了。众所周知，当年身为林家儿媳的沈南薇亲手斩下了自己公公的头，自此沈南薇被林家除名，因此在世人看来，沈南薇早就已经与林家决裂。此次前来，林北怕是要遭殃了。而一身军装的沈南薇则是在红豆的护卫下缓步走了进来。沈战神，救我！周如贵有如抓到了救命稻草，大呼道。沈南薇点了下头，命令道：林北，放了他，我可以对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林北怒极反笑，笑声深寒，呵呵，好一个既往不咎！周如贵诬告我林家谋反，害得我家破人亡，我难道不该杀他们吗？而你又亲手斩了我父亲和3位哥哥的头，你竟然也好意思对我说既往不咎？沈南薇，你若是着急投胎，我可以成全你。沈南薇神色一冷，怒道：林北，你当真要继续执迷不悟下去吗？擅杀大夏官员是死罪，我有义务将你就地正法。就算你武力超群，可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将会受到无终止的追杀。林北看着一脸认真的沈南薇，冷笑连连。你要不说，我差点都忘了，你沈南薇向来依法办事，刚正不阿，连自己公公的头都舍得斩，杀我这个前夫自然也是情理之中。说到这儿，林北眼神突然一凝，厉喝道：可是你应该知道，我要做的事神也难挡。从今日起，我林北要大开杀戒，
凡是参与覆灭我林家之人，统统灭杀。你沈南威也不例外。沈南威面色一正，眼中闪过一抹失望。5年过去，本以为他成长了许多，可除了拥有一身武力之外，做事怎么还如当初那般冲动？少年心性，鲁莽易怒，又怎能找出幕后真凶，报仇雪恨？周如贵，我最后问你一遍，幕后黑手到底是3王中的哪一个？不理会沈南威，林北再次怒吼一声，双眼猩红。是东海王、平西王，还是那外表忠厚老实的靖南王？回答我。在大夏4方境内，4王镇守4方，国主坐镇中都，4王之权，便是国主也要为之忌惮。因此，林北知道林家覆灭乃是王权霸主之争，而能与镇北王府抗衡者，唯有3王。但具体是哪一个，林北不知道。至于国主，则被林北排除在外，因为当初就是国主力排众议，留下了他的性命。如果是国主所为，为何不将他们林家满门抄斩？斩草除根的道理，傻子都懂。呵呵，林北，镇北王府覆灭，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幕后凶手实力之强，远超你想象。所以我今天就算是死，也不会告诉你。周如贵面庞狰狞，忽然如疯了一般激烈吼道：你不是要报仇吗？来，杀了我，看看我的5000城防军到底能不能活剐了你。林北神色一狠，就要动手。哒哒哒，突然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黑压压的士兵铺天盖地地冲进了周家，瞬间将庄园围了个水泄不通。数不清的黑洞洞的枪口整齐划一，指向林北，一股冰冷杀意弥漫开来。在场的社会名流无不吓得肝胆俱颤，狂吞口水。与此同时，一道低沉有力的喝声从人群中传出：江北城防司司长周波率5000城防军前来平乱。林北，快滚过来受死！周如贵看着院子里站满的士兵，底气横生，目眦欲裂地低吼道：林北，就算你这5年学了一身本事，连天境武者都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这5000城防军，哪怕是宗师武者，也会在顷刻间被打成筛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要用你的人头祭我在天之灵。周波迎面走来，怒喝一声：林北，赶快放了我干爹，别逼我动手。林北，收手吧，今天之事是你有错在先。周如贵就算真的杀了你，也合法合规。我虽然身为大夏第一女战神，但也绝对不会徇私舞弊。不过看在咱们曾夫妻一场的份上，只要你现在肯回心转意，不再胡闹，我可以保你安然无恙地离开周家。沈南威神色担忧，耐心劝说道：杀一名总督，罪责太大，即便是他也保不住。沈战神，林北杀了我儿子，绝不能放他离开。周如贵闻言顿时一急，连忙道：闭嘴！沈南威厉喝一声：周如贵，注意你的身份，本战神做事还轮不到你来管。至于你儿子，他自己短命，死了怪谁？你……周如贵气得脸色涨红，眼神怨毒，却不敢吭声，但在心里已经对林北定下了死刑。只要沈南威一离开，他就会立刻让人杀了林北。呵呵，你们在这说了这么多，搞得好像真掌握了我的性命一样。可本世子的命就凭你们也配？林北眯起眼睛，环视周围，沉声冷笑：本世子要杀人，莫说是5000城防军，纵是100万大军又如何？都给我滚！吼！龙吟声响彻，如惊雷穿空，震耳欲聋，蕴含无尽威压。那5000城防军大脑瞬间一片空白，面色痛苦，手中枪支纷纷掉落在地。更有甚者，肝胆破碎，狂吐胆汁。士兵们眼中皆是布满了惊恐，如见了魔鬼一般，也顾不得命令，纷纷四散逃窜。顷刻间，5000城防军就如潮水一般退去林北一言，震退5000军。在场的社会名流们也是脸色发白，险些失聪，惊惧不已。5000城防军就这么跑了？他还是人吗？将军，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也太牛逼了吧！红豆捂着耳朵，满脸震惊地说道：看来之前是我小看他了。沈南威的心里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林北此刻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范畴。不过林北收工，神色如常，仿佛没花费一点力气，迈过尸体，大步朝周如贵走去。住手，休想伤我干爹！周波见状，不顾身体异样，奋不顾身地挡在了周如贵身前。是条好狗，可惜你站错了队。林北目光冰冷，一巴掌将周波拍飞了过去。噗！周波骨骼碎裂，喷出一大口鲜血，却仍艰难地伸出手，想要继续阻拦林北。然而还不等他站起来，身子一软，便没了气息。周波！周如贵嘶吼一声，心在滴血。亲儿子、干儿子竟在1天之内都死了，周家完了！
周如贵，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林北最后问道。我若说了，你能放过我？周如贵试图挣扎。不能。林北果断回复。呵，反正横竖都是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真当我周如贵是贪生怕死之人？周如贵冷笑一声，视死如归。你若说了，我去找幕后黑手报仇。如果我死在了复仇路上，你也算是报仇雪恨了。林北说完，周如贵陷入了犹豫。片刻后，他仰天狂笑了起来。好，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连审问手法都如此与众不同。既如此，反正说与不说，我周家都要落得个满门覆灭的下场，告诉你又何妨？到时究竟是你能报仇，还是我能报仇，全看你是强是弱了。周如贵下了决心，一咬牙说道：是逍遥侯，当年是他让我污垢镇北王谋反的证据。逍遥侯？林北一脸意外。在大夏四方境内，逍遥侯爵对算的尚是一个另类，因其父亲是建国功臣，他子凭富贵，成为了大夏唯一的逍遥侯，自在逍遥，无人约束，不掌权势。但无论什么官，见他都要自降一级，因此他便以侯之身与王比肩。镇北王当年与他也是交情匪浅，在林北记忆里，逍遥侯是一个无心权势、仗义仁厚的人。当真是他要害我父亲，你没骗我？林北沉声质问道。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但人心隔肚皮，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完全看透一个人，而往往大多事情都不是人表面看到的那样。周如贵话音刚落，林北眸子一沉，扭头看向沈南威。大多事情都不是人表面看到的那样，当真如此吗？好，说完了就上路吧。看在这件事的份上，我留你一个全尸。林北回过神，手掌一划，瞬间割破周如贵咽喉。他死得悄无声息，没有受到一丝痛苦。而随着周如贵的倒下，在场众人无不瞪大了眼睛，震撼惶恐。他竟然真的杀了江北总督，短短5年不见，他怎么成长到了如此地步？王终究是王，即便镇北王不在，也遮挡不住他的锋芒。王者归来，大夏的天要变了。看着林北离去的背影，千叶集团董事长、江家家主、古玩协会副会长等江北顶级权贵皆是满眼敬畏，他们仿佛从林北身上看到了当年镇北王的影子。站住！可就在林北刚走到门口的时候，沈南威追了出来。怎么？你要抓我问罪？沈南威，你认为你能拦得住我？林北头也未回，嗤笑道。林北，你以为自己武力超群就天下无敌了吗？你想过杀了周如贵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你做事如此鲁莽，真以为凭借孤身一人就能为林家报仇了吗？沈南威没有回答林北的问题，而是发出了3连问。后果？抱歉，我从未想过，因为在当今世上还没人能给我带来后果。至于为林家报仇，我一人足矣。林北握紧拳头，掷地有声。沈南威闻言讥笑道：呵呵，没想到归根结底你终究是个鼠目寸光的人。你如今再厉害，能比得过你父亲？当初镇北王孤身一人喝退10万军，可若不是他主动交出兵权，又岂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一个人的身后若是没有强大的势力支撑，就算能力再强，到头来也难逃一死。轰隆隆！然而还不等林北说话，一阵刺耳的马达轰鸣声突然响起，10多辆劳斯莱斯驶了过来。车门打开，一位身穿开叉旗袍，将2条笔直大长腿裸露在外，身材丰满的绝美女人走了下来。谁说二当家身后没有势力支撑的？李妙妃，是你？看着走过来的绝美女人，沈南威立即皱起了眉头。在大夏的亿万女人中，能与他沈南威媲美者唯有李妙妃。她是大夏第一黑暗组织暗殿的殿主，至于暗殿，则是专门为人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以及经营一些黑暗产业。也正因此，暗殿除了拥有强大的武力系统以外，资产也极为雄厚，富可敌国。而让沈南威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李妙妃怎么来了？她跟林北又是什么关系？也就在这时，李妙妃缓步走到林北身前，随后在沈南威无比震惊的目光中单膝跪地，无比恭敬地说道：暗殿公主李妙妃，见过二当家。暗殿公主李妙妃。林北呢喃一声，暗殿不是曼陀罗创建的组织吗？随即问道：你是曼陀罗的女儿？是的呢，听说二当家回归江北，奴家奉母亲之命前来服侍二当家。李妙妃声音娇媚，笑意盈盈，风情万种。林北神色古怪，忽然明白了在他出狱时曼陀罗所说的大礼，想必就是眼前的李妙妃了。用自己女儿当礼物，这个曼陀罗为了巴结她，还真是用心良苦啊。沈战神，我刚才看你很威风吗？要不咱俩比划比划？李妙妃站起身，
笑容玩味地对沈南威挑衅道：“李妙飞，你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你那些钱都是不义之财，要不是我家将军不愿意跟你计较，你的暗店早就亡了。”红豆虽然也十分震撼，不知道李妙飞跟林北是什么关系，但李妙飞和沈南威一直是死对头，他一看见对方就气不打一处来。哟，小红豆，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吗？都敢这么跟本公主说话了。正在摆弄着指甲的李妙飞神色突然一冷：“沈南威，你要是管不好自己的狗，本公主可以替你管教管教。”你！红豆气急，忍不住就要动手。够了，退下！沈南威轻喝一声，红豆一脸不忿，但还是退了回去。李妙飞，你别得意，终有一天，我会让你的暗店在大夏彻底出名。沈南威看着李妙飞，语气决然冰冷：“随时恭候，但就怕你没那个本事。”李妙飞不屑一笑，随即走到沈南威身前，凑到他耳边戏谑道：“哦，对了，我听说你跟二当家离婚了，离得好啊！你以为二当家家族被灭，沦为罪犯，配不上你？殊不知，你才是那个最大的小丑。我真的很期待，当你看到二当家君临世界的那一天，你脸上充满痛苦的表情。”哈哈！大笑声中，李妙飞亲自打开车门，随后匍匐在地，将身后的浑圆艇翘高高拱起，媚声道：“奴家恭请二当家上车。”林北看了一眼有如奴仆一般的李妙飞，微微皱眉，却并没有踩着他的后背，而是直接上了车。车队疾驰而去，留下沈南威和红豆满目震撼地愣在原地。将军，你说到底是如外界传言那般，李妙飞真有那种癖好，还是林北真的成长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红豆满目疑惑，苦思冥想许久，都要把小脑瓜想爆了，也没想明白。你感觉呢？沈南威反问道。我感觉不出来。红豆用力挠头，苦涩一笑，以你的智商，感觉不出来是正常的。沈南威轻笑一声，目光深邃。不过短短5年就能让暗店俯首，他确实是变强了，并且随着他的变强，连暗店都出来了，其余的牛鬼蛇神应该也要坐不住了。但这盘棋终究是由本阁主执子，这些年隐藏在暗中的老鼠们都快点出来吧。本阁主正好将其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江北赵家待客厅内，赵家家主赵红景在听到管家的禀告后，目眦欲裂地站起身。你说什么？我儿子死了！赵红景杀气冲天，一巴掌拍碎了身前茶几，歇斯底里地吼道：“好一个林北，竟敢杀我儿子！我要把他碎尸万段！”一旁的管家吓得瑟瑟发抖，艰难开口。可是林北刚刚灭了周家，赵红景瞬间如遭雷击，不再说话。家主，林北此次回归江北，必然是有了足够的底气，连周家都被他灭了，我们赵家不是对手。君子报仇，10年不晚。要不然这口气就先咽了吧。听着管家的劝说，赵红景刚刚减轻的怒气再一次提了上来。混账，你是想让我当缩头乌龟，对杀子之仇视而不见？林北灭了周家又怎么样？他难不成还是无敌的？去，告诉江北武盟，就说我赵家愿意倾家荡产，请武盟出手灭杀林北。管家吓傻了眼，赵家资产数10亿，看来家主这是要准备跟林北不死不休了。另一边，帝都特刑司司长韩震在听到周家被灭的消息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哼，简直是无法无天！他林北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劳改犯，私自越狱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擅杀大夏官员！传令，迅速调集燕云18禁卫，随我前往江北。一时间，随着周家被灭的消息迅速传开，整个江北风雨欲来。唯有一气质儒雅的中年人，此刻站在江北一家5星级酒店的窗口，笑容戏谑地看着整个江北。好一个镇北王府的世子，还真是让本侯意外呢。可想要找本侯报仇，光有灭杀周家的本事还远远不够。跪在他身旁的女模特满眼崇拜地说道：“侯爷智力超凡，对付一个纨绔世子，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逍遥侯得意一笑，傲然道：“当年连镇北王都是本侯的掌心玩物，他一个废物纨绔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既然他想玩，本侯就先陪他好好玩玩。你说我若是下一道悬赏令，他会不会连觉都睡不安生？”女巫一脸谄媚道：“侯爷果真是聪明绝顶啊！”逍遥侯心神激荡，忽然捏起女魔的下巴：“你倒是会说话，就是不知吹喇叭的功夫，有没有进步？”哼。女魔扭动了一下诱人娇躯，娇哼道：“侯爷，你坏！”哈哈。逍遥侯仰头大笑，随即猛地按住了女魔的后脑勺：“你个骚货，少废话，继续！”劳斯莱斯车队一路疾驰，回到了镇北王府。林北向李妙飞到了巨蟹，就要下车。二当家请留步。李妙飞急忙抓住了林北：“还有事？
二当家，母亲说了，让我好好服侍你。李妙飞妩媚一笑，突然拉着林北的胳膊放在了自己胸口，一团柔软的触感骤然传来，呼之欲出的丰满，让人欲罢不能。林北眉头一皱，厌恶地收回手。我已经有老婆了，请自重。李妙飞看着别过头的林北，还以为他是害羞了，掩嘴娇笑了起来。二当家竟然也会害羞，还真是可爱呢。说着，他扒开分叉旗袍，将比之修长的大腿搭在了林北腿上，涂着红色指甲油的小脚丫粉嫩雪白，轻轻勾动了起来，带来一股触电般的感觉。二当家，奴家的技术可是很好的哦，只要你想，奴家会像小狗一样听话哦。看着媚态盈盈的李妙飞，林北忍着心中的躁动，冷笑道：果然跟你妈一个德行。可是你这么骚，你妈知道吗？哥哥。李妙飞咯咯一笑，性感娇躯扭动，花枝招展。二当家也说了，奴家跟母亲一个德行，并且母亲可比奴家还骚呢。林北顿时无言以对。二当家，别犹豫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又是在车里，难道你真的一点也不心动吗？趁着林北愣神的功夫，李妙飞环住了林北的脖子，一屁股坐在了林北身上。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二当家拿下，自此以后暗店就真的再无敌手了。你长得确实很好，也够骚，想必功夫也应该不错，但你比起我的嫂子如何？林北笑了笑，拍了拍李妙飞充满弹性的脸蛋，随即推开他下了车。李妙飞顿时呆愣在后座上，他知道林北的大嫂是叶相思，抛去江北第一美人的身份不说，单是嫂子这个身份就已经不是他所能比拟的了。毕竟又有哪个小叔子能拒绝自己的嫂子呢？二当家，这是瑞士银行的顶级黑卡，拥有1000亿额度，现在送给二当家当礼物，只希望二当家能永远把暗店当朋友。可就在林北刚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妙飞追了过来，将一张通体镶嵌金边的黑卡递了过去。看在你如此诚心的份上，我就不客气了，以后只要暗店站好队，就永远都是我的朋友。林北接过至尊黑卡，微微一笑，他要复仇，重现镇北王府的辉煌，所以需要这些东西。而李妙飞的嘴角也是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人也好，钱也罢，只要收其一，暗店便可更上一层楼，称霸世界。回到王府，林北刚一走进内院，就看到一位身穿护士装、五官精致的美女，神色焦急地拉着叶相思的手，眉头当即一皱，快步走了过去。相思，你听我的，林北现在闯了大祸，很快就会要有敌人杀过来，我已经动用家族关系，替你找了一个十分安全的住所，趁着对方还没赶到，赶紧跟我走。宋之浅急不可耐，拽着叶相思就要往出走。叶相思没有动，而是道：之前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林北还没回来，我不能走。叶相思，宋之浅气得跺起了脚，你这5年已经为林家付出很多了，好几次更是差点把命搭进去。可林北呢？他才刚回到江北，就杀了赵宋，灭了周家，闯了弥天大祸。现在赵家不会放过他，大夏政府更不会放过他。你要是不走，一定会受到牵连。相思，我知道你重情重义，但也没必要为了林家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啊。说到最后，宋之浅的眼中布满了哀求。叶相思跟他一起长大，是她最好的闺蜜，在小时候她有一次贪玩落水，还是叶相思救的她，因此她早就把叶相思当成了自己的亲姐姐，不希望她出事。而面对宋之浅苦口婆心的劝说，叶相思无动于衷，神色坚定。周家被灭的消息在第一时间登上了新闻热搜，叶相思自然也看到了，但相比于宋之浅的担忧，她却是异常的欣慰高兴。林北能灭了周家，证明他的本事大了，这是好事。相思，别再犹豫了，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见叶相思还不动，宋之浅急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之前你的好。叶相思内心泛起浓浓感动，但还不等他把话说话，一道充满自信的声音传了进来：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本世子既已归来，谁都动不了我的家人。林北阔步走来，周身气势强横，霸气侧漏。叶相思的眼睛立刻明亮了起来，泛着异彩，这才是镇北王府的世子。然而宋之浅却是感到了天大的好笑。呵呵，林北，你当真还和5年前一样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你灭了周家又能怎么样？你再厉害还能敌得过整个大夏吗？你为了报仇做事不计后果，相思怎么办？你到底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想过？这些年相思为了保住你的性命吃了多少苦，可你呢？刚一出狱就把他置于险境，我真是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自私的人。面对宋之浅的斥责，林北没有生气，而是道：宋之浅，我知道因为嫂子的缘故，你这些年一直对我存有偏见，但如今的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我。既然敢灭周家，
我就不怕后果。赵家也好，整个大夏也罢，凡是阻我复仇的人都要死。林北语气冷冽，蕴含滔天杀意。宋之前有些被震撼到了，此时的林北给他一种杀神般的感觉。但很快他就用力摇起了脑袋，嗤笑道：才短短5年，你在成长又能变得怎么厉害？杀了大夏官员，就是与整个大夏为敌。你可以不爱惜自己的命，但我不能让相思陪着你送死。说着再次拉起叶相思的手，相思，别信他的，跟我走。然叶相思却是把手抽了回来，微笑道：之前我相信他。你……宋之前愣住了，他不知道林北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叶相思甘愿付出生命。之前你能不顾危机前来营救，这份情我们林家记下了。但林北是我儿子，他是什么人我很清楚，所以我也相信他。一旁的云兰语气委婉地说道：林北是林家最后的希望，如果他死了，那么林家也彻底完了，那他们是死是活也就不重要了。你们……而听到云兰也选择相信林北，宋之浅是彻底傻眼了。疯了，你们全都疯了。也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道怒喝声：林北，还我儿子命来！宋之前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不好，是赵家家主赵弘景，他带人杀过来了。林北眯起眼睛，来的倒是挺快，但就都这么着急送死？哗啦啦，随着赵弘景的喝声落下，上百名身形精壮的保镖冲进王府，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随之他也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则是跟着一位身穿白色舞袍，胸口上带有金色蒙字的中年男子。你是林北，就是你杀了我儿子。刚一进来，赵弘景冰冷的目光就捕捉到了林北，咬牙问道：是我，你有意见？林北冷然一笑：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这么跟我们家主说话？赵弘景的贴身保镖顿时大怒，握紧拳头就冲了过去。被赵家养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也是时候展现一下技术了。至于林北灭了周家的事，他100个不信。网络时代夸大其词的事情多了，谁信谁是傻逼。啪！可还不等他近身，就被林北一巴掌扇飞了出去，鲜血狂喷，当场没了气息。在场的其余保镖们皆是心神狂震，此人是他们的保镖队长，有玄境实力，却被林北一巴掌拍死了。看来林北灭了周家，一眼喝退5000军的事情是真的。赵弘景也是一愣，神色怨毒，低吼道：杀我儿子和保镖，我要你死！给我上，剁了他！哗啦啦，赵家供养的上百名保镖瞬间如潮水一般冲了过去，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形式各异的武器，身上也都散发着浓烈的杀伐之气，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完了完了，这些人是赵弘景的100人小队，每个人都是退役特种兵，虽不是武者，但每个人都拥有黄境的实力。100个人，也就是100个黄境武者，就算是天境武者都要避其锋芒。宋之前脸色惨白，失声惊呼道：天境武者也要避其锋芒吗？叶相思呢喃一声，眼中布满了担忧。虽然林北一言喝退5000军，但那是气势上的震慑。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即便不是武者，可光凭借那一身常年身居高位的气势，也能让很多武者胆寒。但现在却是真刀实枪的战斗。小北，不行你就跑，别管我们。云兰也一脸担忧，焦急的大喝一声：跑！哼，本家主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跑得了？赵弘景不屑的冷哼一声，但还不等把话说完，砰砰砰，一道道闷沉声响起，林北如入无人之境，每一拳轰出都伴随一人灭亡。仅是片刻的功夫，王府内就躺满了尸体，尸堆如山，鲜血成河，触目惊心。我靠，他这也太猛了吧！宋之浅张大嘴巴，满目震惊。他之前以为林北在吹牛，没想到实力竟然真的如此恐怖，连赵弘景堪比天境武者的100人小队都轻而易举地收拾了，也未必不能带领林家重现辉煌。叶相思和云兰也是无比欣喜，他们同样没想到林北竟然会变得这么强。在周家时，本世子就已经说过，从今以后要大开杀戒，周家找死也就罢了，你们赵家竟然也来凑热闹，那就死！林北暴喝一声，杀意冲云霄。赵弘景瞬间如遭雷击，遍体生寒，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林北的拳头就已经呼啸而至。林世子，风头也出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再不识趣，本盟主可就不能给你留拳师了。也就在这时，那名胸口带有金色蒙字的中年男子如鬼魅一般挡在赵弘景身前，接住了林北的拳头，半步宗师。林北面色一正，林世子果然好眼力。中年男人阴冷一笑，倨傲道：但你既然看出了我的修为，就应该知道天境武者和宗师之间的差距。你要识趣，立刻自负，
我可以留你一个全尸。话音落下，中年男人大手一挥，周身顿时散发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寒气，如风雪一般肆虐席卷，令在场众人遍体生寒。然赵红景则是精神大振，指着林北喊道：林北，就算你是天境武者又怎么样？宗师之下皆蝼蚁，即便是半步宗师，杀你也易如反掌，还不快快受死！林北一脸不屑，半步宗师杀天境确实易如反掌，但本世子何时说过我是天境了？轰！话音落下，林北周身也爆发出一股强横气息，如海啸一般汹涌狂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随即林北眼神一凝，果断出手，一巴掌狠狠地拍向了中年男子。不好，他也是半步宗师！中年男子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瞳孔猛缩，随之立马架起双臂抵挡。砰！但林北力重千钧，中年男子只感觉自己被大山压住了一般，眼中瞬间布满了惊恐，额头也是冷汗直流，急忙喊道：林北，我可是江北武盟副盟主，你今天杀了我容易，但你身为武者，难道连武盟金令也不认了吗？武盟金令！林北眉头一皱，收回了压在中年男子肩膀的手掌。得到释放，中年男子长松口气，但心中惊恐不减。他身为半步宗师，刚才却感觉在林北面前如蝼蚁一般，根本无法反抗。这小子难不成已经是宗师了？可是才过去5年时间，他就算拥有妖孽般的天赋，也不可能啊！中年男子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索性直接掏出了一块金色令牌。令牌通体灿金色，做工精致，正面刻着江北2个字，反面则是刻有刀剑图案，散发着浓烈的威严与杀伐之气。高高举起令牌，中年男子大声道：林北，老夫乃是江北武盟副盟主冯天道，大夏境内凡是武者皆由武盟统领，今令在此，如总盟主亲临。现在我以江北武盟副盟主的身份，令你马上束手就擒，随我回江北武盟接受处置。冯天道沉声命令道，声音充满威压，高高在上，仿佛真正的上位者一般。武盟金令给了他很大的底气。赵红景也得意地笑了，这就是他花费大价钱请江北武盟出手的原因。即便林北再厉害，可只要是武者，就都要听从手持武盟金令者的号令，不然就是与整个华夏武盟为敌。迄今为止，武盟成立100年，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违背武盟金令。然林北却是发出一声冷笑，拿着一块破令牌，也想叫我做事？区区武盟算个什么东西？砰！话音落下，林北大手一挥，打出一道真气，武盟金令瞬间被轰成了齑粉，现场一片死寂。看着那随风飘散的金色粉末，赵红景整个人都傻了。那可是象征武盟身份的金令啊！凡是武者都要听令行事，若有违背者，便是与武盟为敌，将会受到武盟无穷无尽的追杀。他是怎么敢的？冯天道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你竟然敢毁坏武盟金令！林北大手一挥，怒哼道：哼！武盟成立的初衷是扶危济困，为国为民，可要是都像你这般助纣为虐，仗势欺人，别说是毁了金令，明天本世子就灭了你们武盟！好狂，却又正义凛然，振聋发聩。宋之前美眸闪亮，怎么突然感觉他有些帅了呢？叶相思和云兰也是暗暗点头。镇北王府的世子不仅要能力出众，还要拥有一颗济世救民的心。此刻的林北显然全部拥有了，唯有冯天道眼神阴翳，歇斯底里地吼道：林北，你已经不是当初镇北王府的世子了，毁了金令就是与整个武盟为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武盟最大的敌人，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哦。然而回答他的却是林北轻飘飘的一个字。冯天道气结，突然有一种浑身戾气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说完了没？林北突然又问道。你要干什么？冯天道心里突然生出一股不妙的预感，既然没有遗言可交代了，就上路吧。林北突然闪身来到冯天道身前，抬起手掌。你要杀我？冯天道瞳孔猛缩。废话，你都说了，我现在是武盟最大的敌人，既然是敌人，我不杀你，难道还给自己留祸患？林北倍感好笑，随之便一巴掌拍碎了冯天道的脑袋。直到死，冯天道都不敢相信，一个落魄世子竟然真的敢杀他。你竟然杀了江北武盟副盟主！看着身首分离的冯天道，赵红景吓得脸色惨白，亡魂皆冒。别着急，我这就送你下去陪他。林北说完，来到赵红景身前。别杀我，我知道错了，只要你不杀我，我愿意贡献出赵家全部资产。赵红景连忙求饶，心里充满了懊悔。他知道林北很强，因此做了万全准备。
却没想到林北强到了无法无天，竟然连武蒙金令都敢不认。住手！然而就在林北即将要动手的时候，一道充满威严的低沉喝声传了进来，刷刷刷。紧接着18道穿着黑衣，头戴黑色纱巾，腰间别有弯刀，散发着冰冷杀意的身影冲了进来。他们是燕云18禁卫。看着那些人胸口上的燕字，见多识广的云岚惊呼出声。燕云18禁卫，纵横帝都10多年未逢一败。公公还活着的时候，曾对他们做出过极高的评价：快如风，烈如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叶相思神色凝重，语气里充满了担忧。那这么说，林北岂不是危险了？宋之前也是一脸的忧心忡忡，他本以为林北胜券在握了，没想到竟然又来了一个燕云18禁卫。果然，一个人就算实力再强，也是无法与整个国家抗衡的。然林北却是神色不变，看向走进来的为首男子：“你是？”大夏特勤司司长韩震。韩震负手而立，一身官气十足，神色倨傲地说道：“林北，你杀了江北总督周如贵，严重触犯了大夏法律。今日本司长奉命前来拿你，劝你赶快束手就擒，不要做无谓的反抗。”韩震，原来他就是韩震。林北眯起眼睛，怒声道：“少说废话，你带了多少人？一并叫出来，省着我一个个去杀。”你说什么？韩震瞬间暴怒，自己可是带了燕云18禁卫前来，整体实力堪比宗师，他凭什么如此猖狂？真以为自己还是镇北王府的世子？哼！既然你执意找死，本司长就成全你，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法律的威严，至高无上。话音落下，韩震大手一挥，燕云18禁卫瞬间出动，带来一股可怕的毁灭性气息，叶相思等人尽皆色变。赵弘景却是布满喜色，激动大喊道：“杀了他！杀了他！为我死去的儿子和冯盟主报仇！”韩震闻言猛地看向赵弘景，同时喝止住了燕云18禁卫。“你刚才说什么？”赵弘景愣了一下，还以为韩震和冯天道是至交好友，急忙煽风点火道：“韩司长，实不相瞒，这个林北时再是无法无天，他杀了冯盟主也就算了，竟然还毁了武蒙金令，实在是罪大恶极，我建议立刻将他就地正法。”韩震身躯一震，沉声问道：“你说他毁了武蒙金令？”“对。”赵弘景看着韩震阴沉的脸色，面色大喜。武蒙虽然是江湖组织，但因为势力太大，一直都备受大夏军政两界重视。现在林北毁了武蒙金令，韩司长一定是生气了。林北，这次我看你还不死。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韩震突然一挥手，撤！燕云18禁卫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也快步走了出去。赵弘景彻底傻眼了，什么情况？林北可是毁了武蒙金令，杀了武蒙副盟主啊！你不是应该杀了他吗？怎么走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韩震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他知道赵弘景口中的冯盟主是谁，也知道对方拥有半步宗师的实力，但连半步宗师都死在了林北手上，而且对方连武蒙金令都敢损毁，那么再杀他一个特行司的司长，多鸡毛！即便有堪比宗师的燕云18禁卫在身旁，他也不敢赌，毕竟能杀了半步宗师，其实力一定不弱于宗师。站住！我让你走了吗？可就在这时，林北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韩震闻言缓缓转过身，沉声道：“林世子，这件事本司长都已经不准备追究了，你还想如何？”林北不屑冷哼：“你是不追究了，可本世子说不追究了吗？试图帮助周如贵，擅闯镇北王府，其罪当诛。但看在国主的面子上，你和燕云18禁卫各自断一臂，这件事就算了了。”你说什么？韩震闻言脸上瞬间布满了怒火。大夏特信司是专门为国主服务的机构，不隶属于任何部门，权限极大，就连四方境内的指挥使也要给几分面子。他一个落魄世子怎么敢的？林北，你别太得寸进尺了，本司长今天可不是怕了你，而是不想跟你一个落魄世子计较。镇北王府已灭，你以为自己还是当初高高在上的世子吗？现在你又杀了周如贵，触犯了大夏法律，只要本司长一句话就可以将你就地诛杀。但看在当初镇北王为大夏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份上，本司长这才决定饶你一命，你可别不识好歹。韩震咬牙怒喝，面庞青筋毕露，属实是被气到了，自己只是不打没把握的仗而已，不代表真的怕了你好吗？林北冷然一笑，呵，说了这么多，你只不过是在给自己拖延时间罢了，等回去整合力量再回来缉拿我。我说的可对？见自己心思被拆穿，韩震眼中闪过一缕深寒杀意，凝声道：既然都被你看穿了，那就去死吧，给我上！嗖！
燕云18禁卫再次出动，找死！林北眼神一凝，也不再废话，一拳轰了过去。而韩震则是直接掉头就跑。作为官场20多年的常青树，除了自身实力够强以外，还要能狗。但凡有一点风险的事情，都不会去做。当然，燕云18禁卫能杀了林北，自然是大好事。可要是杀不了呢？但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还能调集力量。届时，就算林北再强，也得给我死！吼！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震耳的龙吟声响彻，似乎有真龙虚影，翱翔9天，恐怖的真气如潮水一般激荡开来。扑哧哧，天空中爆发出一团团血雾，燕云18禁卫无不被洞穿胸膛，化为漫天碎肉。这一切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还没跑出门的韩震看当场被震慑在了原地，心脏狂跳，满眼惊恐。他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刚才让你留一臂，你不愿，那就把双手都留下吧。林北低沉冰冷的声音响彻，身影更是如鬼魅般来到韩震身前。咔嚓，随后只听一道刺耳声响，鲜血飞溅，2条胳膊飞入空中。啊！林北，不，林世子，我错了，求求你饶我一命。我不是来帮周如贵报仇的，我当年也没有参与谋害镇北王，我只是一心为公，秉公执法罢了啊！哈哈！韩震一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边在地上疯狂打滚，边疯狂求饶。你一心为公，秉公执法？林北神色一冷，沉声质问道：那败将印是怎么回事？当年镇北王府被灭，你作为国主的御林军却浑水摸鱼偷走了败将印，现在又打着秉公执法的名义来诛杀我，你其心为何？本世子会不知？你是否也想说，这个天下凭什么国主做的，你却做不得？你韩震看着已经知晓事情真相的林北，心神俱震，惊骇不已。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并非是空有武力、做事冲动的鲁莽之人。当年镇北王府被灭，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你虽没有参与灭杀镇北王，却心怀不轨，觊觎我父帅印。现在废你双臂，以作惩戒。回去告诉当年那些跟你一同的偷盗小人，把当年从镇北王府带走的东西都被本世子送回来，不然待本世子查明，必灭其9族。林北暴喝一声，杀气冲天，随即一脚将韩震踢出了王府。当年镇北王拥有2件宝物，一是可使亿万生灵为兵，100万战神为将的败将印，二是可上杀君不正下斩臣不忠的斩地剑。败将印已被曼陀罗偷回，至于斩地剑不知所在何方。因此不杀韩震的原因，林北是想告诉隐藏在暗中的斩地剑偷盗者，主动交出宝物，可活，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也就在这时，赵红锦趁林北不注意，偷偷摸摸跑到了门口，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见林北的目光依旧看向他处，长松口气，随后撒腿就要跑。扑哧！突然一道劲气激射而来，瞬间洞穿了赵红锦的后脑勺。赵红锦双眼大睁，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人能在名誉、女子监狱、二当家的手中逃脱。解决掉所有人，林北仰头望天，该杀的都杀了，不该杀的也得到了应有的惩戒。接下来真正的罪魁祸首还能坐得住吗？一念至此，林北顿感轻松了一些，缓缓转过身，然而却是一愣。他发现叶向思也好，母亲云兰也罢，包括宋之前，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花吗？林北开了句玩笑。哈哈，帅，简直太帅了。我为之前说过的话向你道歉，从此以后你林北就是我的偶像。宋之前的眼睛无比闪亮，像个小迷妹一般，兴高采烈地蹦跳起来。他天生慕强，对于强大的男人向来没有抵抗力，而林北刚才所展现的能力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强大所能形容了。叶相思摇头一笑，拿自己的这个好闺蜜有些没办法，不过看着林北的眼神也是充满了喜悦和欣慰。林家要复兴了，好儿子，我就知道你可以的。云兰擦了一把眼泪，喜极而泣。林北闻言，鼻子瞬间一酸，母亲的这句话道出了太多的心酸。当年镇北王顶着压力立下不学无术的他为世子，不仅家族内部质疑，大夏各界也饱受争议。毕竟镇北王的世子是要肩负起未来守护大夏的重任的。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当年的镇北王没有选错人。然而就在这时，叶相思突然走上前，满眼不舍地说道：小北，上午定的婚约是嫂子说的一句玩笑话，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嫂子，所以咱们不合适。面对突然改变主意的叶相思，林北稍微愣了片刻，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嫂子，你是觉得自己容貌被毁，配不上我是吗？
叶相思神色复杂，狠狠地咬了下嘴唇道：“小北，有些话不用明说，知道就好。”上午，林北虽然杀了周涛，但他并不知道林北的真正实力。可现在，林北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已经具备了镇北王当初的风采。他值得更好的。嫂子，我说了能治好你，现在我就去给你买药。林北一脸郑重地说完，转身就走了出去。小北，叶相思不想给林北添麻烦，急忙阻拦，却是晚了一步。林北的态度虽然不似开玩笑，但容貌被毁，真的能治好吗？世子，等一下。刚走出王府没多远，身后传来宋之浅的喊声。林北停下脚步，宋之浅气喘吁吁地小跑过来，幽怨道：“世子，你走得也太快了吧！”一对飓风也因那一声声娇喘跌宕起伏，仿佛要把那一身护士装成豹一般。林北笑了笑：“有事？”宋之浅直言道：“世子，我能追随你吗？”“追随我？”林北面色一正：“对，就是追随你在身边，哪怕是当一个小侍女也好。”宋之浅用力点头，直言不讳，眼中充满了渴望。“为什么？”林北疑惑。宋之浅崇拜道：“因为世子你 man 啊，我就喜欢 man 的男人。”林北有些哭笑不得：“你好歹也是宋家大小姐，追随我算怎么回事？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想了，我还要给嫂子买药，就先不奉陪了。”说完转身欲走，宋之浅神色一急，立马拦住了林北：“世子，你要买药怎么不找我啊？”“找你？”“对啊，我们宋家可是江北最大的医药世家，什么药没有？”林北拍了一下脑门，自己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赶忙问道：“那你们家有冰姬草吗？”“冰姬草？”宋之浅一下子被问住了，尴尬挠头：“这个好像还真没有。”林北顿时无语。不过我们家虽然没有，但万药斋一定有。宋之浅立马补充道：“万药斋？”“对，就是万药斋。它是大夏近5年刚刚兴起的医药龙头企业，比我们宋家还要强很多。至于冰姬草，我听说好像是他们江北分店的镇店之宝，就是价钱比较贵，不过只要世子想要，我可以帮你。”宋之浅拍着呼之欲出的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道：“谢谢，但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林北到了巨蟹，挥手拦了辆出租车，直奔万药斋而去。而宋之浅望着离去的出租车，神色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若追随不成，他还能助我宋家摆脱危机吗？难道他也跟那些好色公子一样，需要我奉献身体才可以吗？江北城郊，韩震一路逃亡，步履蹒跚，一直到荒无人烟的山脚，待确定林北不会反悔追上来杀他后，方才停下来。他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脸色发白，剧烈的痛苦侵袭着神经，却咬牙强忍着，眼中充满了怨毒。“林北，你竟然敢废我双臂！给我等着，我一定要杀了你！”嘶吼一声，本想打电话求助，发现双臂已断，叫天无路，叫地无门。韩震绝望了。滴滴滴，突然一道军车驶了过来，车门打开，沈南威和红豆走了下来。韩震神色大喜：“沈战神，救我！”沈南威看着双臂已断的韩震，皱眉道：“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韩震面庞狰狞，咬牙切齿地说道：“是林北，他杀了周如贵，我本想抓他正法，不料被他所伤。1天之内杀总督，伤特刑司司长，简直是无法无天。沈战神，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这个林北当真是狂妄至极。沈南威也是暴怒，当即道：“你放心，我现在身为北境掌控者，一定会为你讨还公道。”多谢沈战神。韩震激动不已，早就听闻沈南威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看来传言所言非虚。不过，沈南威语气突然一顿，韩震顿感不妙。不过什么？亏你还是特刑司司长，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吗？就算林北罪恶滔天，可是我家将军白白帮你。不等沈南威说话，红豆一脸鄙夷道。韩震瞬间恍然，谄媚道：“沈战神，我还是颇有家资的，只要你帮我杀了林北，我可以给你5个亿当作谢礼。”这么多？红豆大吃一惊，哼，看来你些年没少贪啊，果然不是个好鸟。韩震嘿嘿一笑，毕竟官当的也不小，弄些钱还是很简单的。呸！红豆一脸厌恶，随即便抽出腰间匕首抵在了韩震脖子上。你这个死贪官，我家将军才不要你的臭钱，快点把紫玉交出来！韩震内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沈南威。紫玉的事是绝等机密，他是怎么知道的？当年你偷走了败将印，可镇北王却一直将紫玉跟败将印放在一起。这件事林北不知道，可我却知道，所以只要你现在交出紫玉，我就帮你杀了林北。似乎是看出了韩震心中所想，沈南威开口说道。韩震闻言
陷入了犹豫之中。相比于败僵硬，紫玉才是真正的宝物。只要有紫玉在，就有东山再起的本钱。哼，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说这荒郊野岭的，我要是杀了你，会有人知道吗？红豆突然一用力，匕首划破了韩震的脖子，渗出一丝血迹。韩震瞬间吓得亡魂皆冒，立马认了怂，交，我交，但是你们一定要帮我杀了林北。沈南威郑重点头，没问题。好。韩震一咬牙，忍痛割爱道：紫玉就在我的内裤兜里。什么？你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内裤兜里？红豆傻眼了，沈南威也是一愣，没想到韩震竟然会把紫玉带在身上，但他还是说道：红豆，取出来。将军。红豆本想拒绝，可当他看到沈南威那充满威严的眼神后，只能不满地发出一声轻哼。哼，你就知道欺负我。随后手掌一翻，掌心匕首飞速旋转，割坏了韩震的裤子，一块散发着紫色光芒，通体残缺的玉块被红豆用真气吸了过来，随后一脸嫌恶地交到了沈南威手里。将军，好恶心。沈南威接过玉块，眼中却是布满喜色。紫玉一共5块，他现在已经得到了1块，距离极其不远了。而韩震的心却是在滴血，不过此刻走投无路的他也只能低头认命了。沈战神，你看紫玉都给你了，是不是能帮我杀？杀了。不等他说完，沈南威淡漠的一摆手，噗嗤，红豆瞬间割破了韩震的喉咙。沈南威，你……韩震瞪大双眼，难以置信的倒了下去。不是杀林北吗？我叫林北。哼，死贪官，不把你千刀万剐就已经是便宜你了。红豆痛恨的哼了一声，随即对沈南威说道：将军，现在还剩下4块紫玉，但是线索却中断了，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沈南威把玩着紫玉，目光深邃道：放心好了，紫玉的线索林北会帮我们引出来的。我总感觉当年之事的真相与这5块紫玉脱不开关系，或许只有集齐他，棋局才可破，大事方可成。与此同时，江北武盟盟主高俅在得知冯天道的死讯后，愤怒地拍碎了桌子，目眦欲裂地吼道：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就算当年朕北王活着的时候，也会对我们武盟礼让3分，他林北不过是一个落魄世子罢了，怎么敢杀我的副盟主啊？回答我。面对暴怒的高俅，武盟众人全都吓得不敢说话，瑟瑟发抖。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盟主发这么大的火。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偌大的武盟3000武者，竟然被一个纨绔杀了咱们的副盟主。去，传令，哪怕林北真的是宗师，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我抓来，甚至就算绑架他的家人遭世人耻笑，也在所不惜。随着高俅的一声令下，武盟的3000武者顺势出动。而另一边，江北的一家豪华酒店中，逍遥侯在得知韩震被废的消息后，不由皱紧了眉头，连叶云18禁卫都不是对手了。看来这小家伙的修为已经突破到宗师了啊！一念至此，逍遥侯立刻掏出电话拨了出去。空你几啊？亲爱的上任先生，帮我杀个人，我把老婆送给你。林北并不知道韩震被杀的事情，他一路乘车来到了万药斋。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刚一进门，一名店员迎了上来。冰肌草有吗？林北问道。冰肌草是炼制冰肌玉骨膏的核心药材，而冰肌玉骨膏则具有修复人体所有外伤的功效。先生，冰肌草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有倒是有，就是价格有些贵，需要1个亿。店员很是客气地说道。钱不是问题。林北直接把李妙飞送给他的黑卡递了过去。滴，刷卡成功，1亿元。听着美妙的提示音，店员眼睛闪亮，激动不已。这也太好了吧！1个亿说花就花了，而且还是从自己手里买走的，光提成就有好几10万呢。先生稍等，我这就去给你拿药。店员兴高采烈地跑上楼，然而没过多大一会，他就满脸失落歉然地走了下来。先生，不好意思，冰肌草已经被人预定走了。被人预定走了。林北眉头一皱，他付过定金了。那倒没有。店员摇头，既然没付定金，那就还是无主之物。林北阔气道，继续刷卡，我愿意出3倍价钱。店员神色一喜，真好啊。可是，哼，本少要的东西也敢抢，你也配？也就在这时，一道怒哼声传来，一个身着昂贵、气质不凡的青年，神色倨傲地走了进来。合手。店员看见来人，急忙恭敬地迎了上去。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你连定金都没付，算不得抢。林北不愿与他纠缠，讲理道：你在跟本少讲道理。你可知，在整个江北，哪怕天上掉下个钢镚，也得姓何。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少抢？赶紧滚，不然把你丢到江里喂鱼！何少一脸嚣张，不停戳着林北胸口威胁道。林北神色一冷，突然抓住了何少的手指，威胁我？既然道理讲不通，那我也给你2个选择，要么滚，要么死。林北语气冰寒，随即用力一掰。啊！何少发出一声痛叫，身体随着林北的用力向下弯曲。混账，你竟敢伤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一旁的店员吓坏了，也连忙劝道：先生，不可以啊，他可是和天九州商会会长的儿子。九州商会，大夏顶级商会，据说掌握着整个大夏国库一般的财富，实力雄厚。管他什么商会，冰姬草，我今天要定了！林北冷喝一声。和天满眼怨毒，疼得面庞扭曲。他带来的那2名保镖也冲了上去，不过都被林北一巴掌给扇飞了。这位先生，你这么做似乎有点过分了吧？这时，一个身穿紧身皮衣皮裤，腰间缠着一条红边，身材穿着结实火辣的妙龄女子走了出来。小姐，店员赶忙躬身行礼，随即退到一旁。过分吗？林北看了一眼女子，冷声道：没在你的店里杀人，就已经是给你们万药斋的面子了。好猖狂！女子目光一沉，抽出了腰间鞭子。要是不想毁了万药斋，劝你最好别动手。察觉到女子的动作，林北低喝一声，蕴含威严，震人心灵。女子娇躯一震，竟是一时间被喝住了。只感觉眼前的林北不简单，甚至还有那么一丝熟悉。见女子停手，林北不再理会，转身再看向何天。现在你还想要冰姬草吗？何天满脸怒火，不甘地嘶吼道：小子，冰姬草可是送给李店主的，你今天抢了冰姬草，九州商会不会放过你，李店主更不会放过你。什么九州商会？什么李店主？连暗夜女王都得向他俯首称臣，一个李店主又算得了什么？我知道了，你说了这么多，是想死。林北满脸杀意，一脚踢在了何天的胸口上。噗嗤，何天喷出一大口鲜血，倒飞了出去，肋骨都断了好几根。哈哈，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何天捂着胸口，神色怨毒地撂下一句狠话，随后赶忙跑了。林北懒得理会，重新看向女子说道：我已经付过钱了，把冰姬草给我。女子脸色低沉：先生，你刚刚在我的店里闹完事，不应该给个说法吗？你想要什么说法？林北冷然一笑，不过下句话还没出口，目光忽然落在了女子丰满的胸脯上，当即皱起眉头：你有病！放肆！你竟敢诅咒我家小姐，赶紧到！店员愤怒呵斥，但还不等把话说完，女子突然拦住了他，诧异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病？林北轻轻一笑：这还不简单，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体内有噬火蛊作祟，只要一见到阳光就会燥热难耐，我猜这也是你为什么衣着如此暴露的原因吧。女子顿时满目震惊，她体内确实被人下了一种叫做噬火蛊的蛊术，只要一遇到阳光，身体就燥热难耐，这些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但这件事是机密，她竟然能一眼看出来，也太厉害了吧。敢问先生可有解决之法？女子忍不住问道，态度客气了许多。办法倒是有，不过……林北的话刚说到一半，女子还以为他是想要冰姬草，赶忙一挥手：去，把冰姬草给这位先生拿来。林北愣了一下，苦笑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无妨，先生本就是付了钱的，冰姬草理应给你。女子微微一笑：那谢了。林北也不做作，点了下头。没过多久，店员把一个黄花梨木盒递到了林北手上，打开一看，待确定是冰姬草无疑后，林北笑了：有了这冰姬草，嫂子的容貌就可以恢复了。先生，这回你可以告诉我医治之法了吧？女子迫不及待地问道。可以。林北合上木盒说道：把你的鞭子给我。女子愣了一下，却还是乖乖地把鞭子递了过去。林北接过鞭子，又对店员吩咐道：再去拿一条绳子过来，把你家小姐绑上。店员一脸懵逼，谁家好人治病用这种办法？确定不是有那种爱好？女子的脸色也变得十分古怪，质疑道：先生，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林北一本正经道：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的治疗办法，但苗疆蛊术向来以诡异著称，想要破除必须要找其弱点，一击破之。而噬火蛊的弱点便是惧怕疼痛，因此只要找准噬火蛊的所在位置，施以剧烈痛楚，噬火蛊便会主动离开你的身体。女子闻言依旧感到难以置信，鞭子抽在她身上，跟体内的噬火蛊有什么关系？当然，你要是不信，也可以拒绝治疗。若不是看在冰姬草的份上，我也懒得管。见女子依旧持怀疑态度，林北冷漠道：他不是圣人，言尽于此，治与不治，向来不强求。
我。女子面色犹豫，好片刻后用力一咬牙：“先生，我治。成与不成，只有试过才知道。不就是几鞭子吗？以前又不是没挨过。可要是真的治好了，以后也就不用再忍受那燥热难耐，连出个家门都要百般防护的痛苦了。如果治不好，到时候再杀了他也不迟。”好。林北赞赏点头，这丫头倒是有些魄力。随即再对店员吩咐道：“把你家小姐绑起来吧。”是。自家小姐都同意了，店员也懒得多嘴，拿着绳子来到了女子身前。“小姐，得罪了，来吧。”女子张开双臂，放松了身体。店员学着在电视上看到的捆绑手法，把女子结结实实地捆在了柱子上。似乎捆得太紧，女子的飓风比之前大了一些，高高耸起。做完这一切，女子深吸口气，随后闭上了眼睛。“先生，我准备好了。”林北轻嗯一声，举起鞭子。“好，我接下来会刺你3鞭，每一鞭都会痛入骨髓，一定要坚持住。”女子神色坚定：“先生放心，我可以的。”林北见状不再多言，突然一鞭子抽了过去。啪！一道刺耳声响骤然传来，女子的身上顿时出现了一条又深又长的鞭痕，鲜血渗出，店员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这一鞭子光是看着都让人头皮发麻。女子也感受到了剧烈的痛苦，娇躯巨震，但却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林北见状，也是对女子坚韧的毅力越发赞赏。这种痛苦，就连他的师傅骆玉烟有时候都难以忍受，没想到他竟然坚持下来了。还有2鞭，坚持住！林北沉声提醒，接着又是一鞭子抽了过去。啪！一道破风声响起，这一次明显比上次更加用力，并且还是打在了刚才的伤口上。女子脸上的痛苦更甚，面庞扭曲，冷汗直冒，但还是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店员看得胆战心惊，这得多疼啊！要是治不好，以自家小姐的秉性，还不得把这小子扒皮抽骨。最后一鞭，林北说完，又是一鞭子精准地抽在了原有的伤口上。连续3鞭子抽下去，伤口已然是皮肉翻滚，深可见骨。啊！而女子也终于是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叫，声音尖锐，仿佛是受到了极致的虐待。羞羞！然而就在这时，一条通体火红的小虫子顺着女子的伤口快速爬了出来，仿佛是受到了惊吓，朝着门外疾驰而去。哪里跑！林北眼疾手快，迅速拍出一掌，砰！那条虫子顷刻间就化为了血雾，爆发出一股灼热气浪。女子瞧的这一幕，顿时大喜，她的噬火骨竟然真的被取出来了。随即也顾不得身体上的剧痛，双臂用力一震，绳索碎开，激动地跑到大街上。双臂张开，感受着烈阳照射下来的火热温度，身体再无一丝异样。原来阳光竟是如此温暖。女子满怀喜悦地回到店里，感激涕零道：“先生大恩，如月永生难忘。从此以后，你就是我南靖海家的大恩人。”林北摆了下手，举手之劳罢了。你既然已经没事，我就不久留了，告辞。等一下！海如月急忙阻拦：“先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林北丢下名字，林北阔步离开。林北，海如月秀眉微邹，喃喃道：“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有些熟悉呢？”一旁的店员忽然说道：“小姐，以前的北京世子不就是叫林北吗？”是他。海如月一惊，紧接着便是想了起来，怪不得我从见他第一眼就觉得有些熟悉，原来他就是当初的北境世子。海如月美眸流转，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世人都说苗疆古树天下一绝，但他却能轻松破之，如此本事，在这大夏四方境内，有人怕是要坐不住了。看来大夏的天要变了，我海家是否也该趁势随风起呢？半个小时后，林北拿着冰姬草回到王府，却发现王府再次遭到了破坏，遍地狼藉，嫂子和母亲也不在家。林北内心一沉，顿感不妙。世子，是你吗？这时，一道虚弱的呼唤声从一旁的角落里传来出来。林北循声望去，只见宋之浅浑身是血的靠在墙角路，凄惨无比，赶忙跑过去，急声道：“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我母亲和嫂子呢？”“是武蒙，他们抓走了相思和老夫人。我本想阻拦，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世子，对不起，是我没用，没有保护好他们。”听着语气里充满愧疚的宋之浅，林北暴怒，眼中迸射出蓬勃杀意。好一个武蒙，找死！你不用自责，这件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林北回过神，赶忙道：“先别说话了，我来为你治疗。”宋之浅闻言，开心地笑了：“世子，我没事，就是受了一些皮外伤，你不用管我，赶紧去救相思和老夫人。”林北没说话，
先是为宋之前仔细检查一番，待确定他真的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之后，为其输送一缕真气过去，帮其止住了伤势。随即站起身，步伐沉重地朝着门外走去。滔天杀气席卷而出，天地为之变色。武盟，你们的死期到了。江北武盟，叶相思和云岚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周围站满了武盟弟子，对他们虎视眈眈。主位上坐着一位面色阴沉的中年人，正是江北武盟盟主高俅。在他身旁则是站着一位穿着花衬衫和豆豆鞋的青年，高小牙，高俅的弟弟。而此刻的高小牙笑容淫荡，大哥，这两位可都是极品啊，你确定不要？你先玩，等你玩够了我再出马。高俅满眼怨毒地说道。林北，这就是你得罪武盟的下场，不仅要杀了你，还要侮辱你的至亲之人，那小弟就却之不恭了。高小牙激动地走了过去，贪婪的目光在叶相思和云岚身上游历，一个虽然毁了容，另一个还老点，但可都是林家的女人啊，尤其是这身材，这胸脯，啧。高小牙戳了戳手，随后迫不及待地扑了过去。嗷嗷嗷！二爷威武！周围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他们每个人也都眼神兴奋，仿佛在观看一场美妙的电影一般。显然以前也是没少见过这种事。畜生，你今天要是敢碰我们一下，小北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叶相思见高小牙朝他扑过来，惊慌失措的大吼道。哼，林北算个什么东西，他不来也就算了，要是敢来，我们武盟正好送他下地狱。高小牙一脸不屑。是吗？也就在这时，一道死神般的声音响起，砰！随之守卫门口的弟子们全都倒飞了进来，在场的武盟弟子全都大吃一惊，数十名黄境武者就这么被解决了。高俅的内心也是为之一震，豁然站起身，双眼死死地盯着走进来的林北。小北！叶相思和云岚看到林北，纷纷激动大叫道：妈，嫂子，别怕，我来了。林北安慰一声，随即充满杀意的眼神猛地瞪向了高俅。你就是林北，也是你杀了我的副盟主？高俅眼神阴翳地问道。是我。林北冷声道。把脖子准备好，我送你一个痛快。狂妄，这里可是武盟的地盘，藏有3000武者，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啊？高小牙一脸不屑，主动把脖子伸了过去。来，赶快过来杀我，我倒要看看当着我们武盟3000武者的面你是怎么杀。噗嗤！不等他把话说完，林北闪电般出手，一颗圆滚滚的脑袋瞬间如皮球一般滚落在地。嘶！在场所有人顿时全都懵了，纷纷倒抽起凉气。当着这么多武盟弟子的面，竟然说杀就杀了，而且他们都没看清林北是怎么出手的。二弟！高俅嘶吼一声，目眦欲裂，周身爆发出滔天般的杀气。混账，你竟敢杀我弟弟！来人，给我弄死他！哗啦啦，3000武盟弟子顷刻间全都冲了出来，恐怖的真气纵横激荡，如洪水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小北，当心！叶相思担忧大喊。滚！然而林北只是喝出一字：吼！震耳的龙吟声响彻，真龙咆哮，威震四方。噗噗噗！冲在最前面的数十名武者顷刻间全都化为了血雾，剩余的武者们全都被吓傻了，像是看魔鬼似的，眼中充满了惊恐，驻足不前。杀人如割草，他还是人吗？高俅也是彻底被震慑住了，他知道林北很强，有可能是宗师，但也不可能这么强啊，因为就算是宗师，也不可能在片刻间就杀死这么多的黄境武者。哼，武盟身为江湖正道魁首，却在你的带领下坏事做尽，现在还敢来绑架我的家人，我留你何用？去死！林北愤怒至极，一拳轰向了高俅。不，别杀我，我身后可是有人。高俅彻底慌了，感受到了浓浓的死亡威胁，惶恐大叫。但林北根本不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直接一拳把他轰成了碎肉。而随着高俅被杀，剩余的2000多名武盟弟子顿时如惊弓之鸟一般疯狂逃窜，江北武盟也随之覆灭。之后林北给云岚和叶相思松绑，带着两人离开了武盟。然而就在林北刚离开武盟没多久，不远处的一个小巷子里，3个身材都较为爱笑，眼眶凹陷的青年缓缓走了出来。其中一个较为肥胖的青年脸色凝重地说道：逍遥侯猜得不错，这位北京世子的确跟以前不一样了。另一名偏瘦的青年舔了下嘴唇，幽息，这回有挑战了。哼，就算他灭了武盟又能怎么样？只要我们3个在一起，还有办不成的事吗？最后一个独臂青年满脸傲然道。另外2人互相对视一眼，皆是戏谑地笑了。是啊，他们3个迄今为止还从没失过一次手。林北该死了。20分钟后，3人回到王府，
儿子，相思受了惊吓，今晚你就留下来陪她吧，千万给我陪好了，可别让妈失望。刚一进院，云兰就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林北肩膀，简单嘱咐了几句后，便直接回到了房间。林北哪里不知道母亲的意思，摇头苦笑起来。嫂子的伤还没好呢，他现在哪有心情想那些事？把叶向思送回房间，放到床上。嫂子，已经没事了，今天一定被吓到了吧？先好好休息吧。林北目光温柔，帮他盖好被子。叶相思神色复杂，我今天确实被吓到了，但不是因为遇到了绑架，而是……说到这里，他的眼中又浮现出了浓浓的自卑，赶忙别过头，不想让林北看到他现在的丑模样。林北变强是好事，但变得越强，也就意味着自己跟他的差距越大。他不想耽误他。嫂子，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容貌一定会恢复的。现在我已经拿到了炼制冰肌玉骨膏的关键药材，明天早上就能给你上药，用不了几天，你的容貌就能恢复如初了。林北看出了叶相思的顾虑，温声安慰道：小北，我的容貌真的能恢复吗？叶相思不可置信道：一定能的，相信我。林北握住叶相思的手，鼓励道：嫂子相信你。叶相思笑了，眼含期待。又有哪个女人能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呢？如果真的能恢复容貌，到时候就算跟林北仍旧存在巨大差距，可哪怕只给林北当个解决生理需求的工具，也算对得起林家了。接着林北又简单跟叶相思聊了几句，便出去炼药了。可就在他刚走到厨房的时候，突然察觉到不远处传来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林北玩味一笑，佯装不知走进了厨房。猫抓老鼠嘛，可东瀛人只配当老鼠啊。走进厨房，林北找到了当年二嫂专门用来制毒的炉鼎。好在这5年厨房没有遭到破坏，炉鼎还在。将事先准备的辅助药材以及冰肌草一并放进去，随后点燃火焰，开始炼制起来。而冰肌玉骨膏乃是高级药方，极难炼制，据说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个人炼制成功过，并且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林北不一样，一武双绝的他炼制冰肌玉骨膏只需要1个晚上。次日早上，随着一缕刺鼻的味道而来，一团黑乎乎的膏药被林北从炉鼎中取了出来。这就是冰肌玉骨膏，虽然看着不起眼，却是让无数女人为之疯狂的神药。林北将药装好，兴高采烈地回到叶相思房间。嫂子，药弄好了。此时的叶相思已经起床，正戴着口罩坐在窗前发呆。听到声音，看向林北，目光落在了那团黑乎乎的膏药上。小北，你确定这是药？叶相思捂住鼻子，难以置信。外形难看也就罢了，味道还极其难闻，跟坨屎一样。他还真是没见过这种药。嫂子，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份药膏，它不仅能治好你脸上的伤，还能让你青春永驻。曾经更是有米国女皇愿意割其一岛给我，来换取我手中的药膏呢。林北有些自豪地说道。这就是明玉二当家享誉世界，让无数势力甘愿为之低头的原因。除去强大的武力，还有那逆天级别的医术，生死人肉白骨根本不在话下。这药膏当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叶相思将信将疑，倒不是他不信任林北，实在是味道太难闻了。嫂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相信我，只要敷上，不出1天，你的容貌就能恢复如初。林北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叶相思见状也不再犹豫。好吧，嫂子相信你。不管怎么说，容貌都已经这样了，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好，嫂子，你先躺下，我这就给你敷药。叶相思按照林北的吩咐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林北用手指沾了一点药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叶相思脸上。哦，刺鼻的气味顺着鼻孔直冲大脑，叶相思一个没忍住，险些把早饭吐出来。不过他还是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而林北手法娴熟，没多大一会就将叶相思脸上的伤口全部涂抹均匀了。嫂子，这段期间不能说话，我先出去，有事你就摇这个铃铛，我立马进来。林北将事先准备好的铃铛放到床头，又吩咐一些注意事项后走了出去。叶相思来到镜子前，看着自己那涂满黑乎乎药膏的脸，不由苦笑了起来。希望这东西能起作用吧，不然可真就不配待在林北身边了。从叶相思房间出来，林北来到院子里，先是装作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闲逛几圈，似乎有些心烦，随后朝着王府后山走去，布置了一夜阵法，眼看着就要完成，准备给林北来个瓮中捉鳖的3位东瀛上人顿时全都懵逼了。这什么情况？他怎么走了？胖子上忍满脸疑惑，瘦子上忍挠了挠头，难不成是发现咱们了？不能啊，咱们3个都隐藏好了气息，他就算是宗师也不可能发现啊。独臂上忍也很是费解，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算了，先不想了，也许真的只是偶然罢了。但不管如何，逍遥侯的老婆咱们都收了，今天必须杀了他。对，就算没有灭宗大阵，凭咱们3位宗师的实力，杀他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三人很快就做好决定，随后隐藏好气息，快速追了上去。而反观林北，则是一路来到后山的一座山谷之中，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宛如一座牢笼。尤西，他竟然敢来这种地方，简直是自寻死路啊！这座山谷距离市区足有10公里，荒无人烟，他到时候就算想叫人都只能白费力气。绝杀之地，他今天死啦死啦的。三人见林北自己走向绝路，都开心的笑了。先不说他们3人都是宗师，并且还隐藏暗中，又是在这绝杀之地，只要进行偷袭，保准成功。他们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失败的理由。然而就当他们3人刚要准备动手的时候，只听一道破空声突然传来，一支由真气凝结而成的气剑朝着独臂上忍击射而去，快若闪电，势不可挡。噗！三人谁都没反应过来，就见独臂男子被气剑洞穿了胸膛，满眼不可置信地掉下了山谷。与此同时，林北玩味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潜伏了整整1夜，还不出来吗？老三，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看见自己的弟弟倒下，脸上皆是布满了惊恐。他是怎么发现我们的？而且还一招秒杀了位宗师，他的是什么实力？难不成覆灭武盟也是如此简单？一瞬间，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的脑海中出现了无数个猜测，全都是关于林北真正实力的。但越想，他们发现林北越发恐怖，秒杀宗师啊，根本不敢想。跑！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细思极恐，掉头就跑。自本世子龙皇诀大成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你们认为自己会是那个例外吗？林北冷然一笑，随后大手朝山顶用力一抓，给我过来！一股恐怖的吸力犹如强力磁铁一般，瞬间把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给吸了过来。八嘎，他竟然是大宗师！什么？大宗师？砰！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重重地砸在地上，两人心里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宗师之上为大宗师，可一人震一城，是真正站在武道绝巅的人物。两人彻底绝望了，看着林北的眼神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如此年纪的大宗师，别说见，听都没听过，他是怎么做到的？简直是畜生、变态、妖孽！而林北看着趴在地上的2名东瀛上忍，神色也冷了下来。区东瀛鬼子也敢来我大夏境内作恶，本世子今天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非人的滋味。山谷中，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在听到林北的威胁后，皆是一脸不屑。哼，我们兄弟俩纵横东瀛几10年，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你那非人的手段？真是笑话！有什么本事都尽管使出来吧，我们兄弟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林北眸光一沉，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我本想给你们机会，让你们主动说出幕后主使，但既然你们不珍惜，也就怪不得我了。话音落下，林北瞬间出手，只听几道咔嚓的脆响传来，胖子上忍和瘦子上忍的四肢顷刻间粉碎，失去了行动能力。剧烈的痛苦袭上神经，两人面庞扭曲，却硬生生的忍了下来。呵呵，你就这点本事吗？如果废了四肢就是你的手段，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听着两人的鄙夷声，林北邪魅一笑，别急，这只是开胃菜，好戏还在后头呢。随即林北捡起一块石头，蹲下身掰开了胖子上忍的嘴巴。我知道你们两人的想法，如果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就咬舌自尽。可是你认为我会给你们这个机会吗？胖子上忍瞳孔一缩，顿感不妙。砰！果不其然，下一秒林北就一石头砸在了他的门牙上。啊！这一次胖子上忍再也忍不住，痛苦地嚎叫起来。那2颗完好的门牙也掉在了地上，嘴里更是布满了鲜血，痛不欲生。砰砰砰！但这并没有完，林北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一石头接着一石头的朝他嘴巴砸去。啊啊！我的牙，跟随我几10年的牙，杀了我！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林北玩味一笑，杀了你？不好意思，我还没玩够呢。说完，林北突然捏住胖子上忍的指甲，猛地一用力就将其拽了下来。啊！胖子上忍再次发出一道响彻整个山谷的痛吼，前所未有的痛苦侵袭着神经，再也忍不住晕了过去。这就受不了了，没意思。林北看着昏厥过去的胖子上忍，失望摇头，随即扭头看向瘦子上忍，咧嘴一笑：现在该你了。别搞我！瘦子上忍看着林北那人畜无害的笑容，
竟是直接吓尿了，慌忙叫道：“自己哥哥被折磨得惨样，光是看一眼就让他头皮发麻，那根本就不是人所能承受度的痛苦，狠，实在是太狠了，简直就是个魔鬼。”这就软了。林北倍感无趣，站起身说道：“说吧，到底是谁指使你来的？”瘦子上忍吞了一下口水，满眼惊恐地说道：“是逍遥侯。”逍遥侯？林北皱眉，眼中闪过一缕深寒杀意，竟然真的是他。看似不慕权力，逍遥自在，实则一直在布局谋划是吗？世子，你看我都说了，是不是能饶我一命？我毕竟也是东瀛人，如果贸然杀了我，影响了两国关系，可就不好了。瘦子上忍是彻底服气了，卑微求饶道：“大夏跟东瀛的关系很重要吗？区区弹丸小国，灭了又如何？”林北冷哼一声，随即便一巴掌拍碎了瘦子上忍的脑袋。胖子上忍自然也不例外。对于东瀛人，林北一直都十分痛恨。当年若不是师父阻拦，他早就把东瀛女皇抓来关进女子监狱了。几十年前耀武扬威也就罢了，可今日的大夏威震宇内，一群野狗也敢冒犯主家，这是……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紫色光芒从瘦子上忍的胸口散发出来。林北的目光当即被吸引了，好奇地扒开瘦子上忍的胸口，看到了一块通体紫色的玉佩，不，准确地说应该叫做玉块，是玉佩的残缺一角。林北取下玉块放在掌心，看着其内散发出的紫色光芒，下意识地输送了一缕真气进去。轰！顷刻间，一道紫色光柱直冲云霄，如擎天之柱一般，光芒耀眼，散发着极其恐怖的能量。即便是林北也感受到了一股压力。林北大为震撼，急忙收回真气。果不其然，光柱立刻消失，玉块恢复到了常态。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会蕴含如此恐怖的能量？林北满腹疑惑。自从龙皇诀大成，纵横世界无敌手，自然也是见识到了许多奇珍异宝，但眼下这块紫玉给他的感觉却是要比他之前见过的任何宝物都要神秘。想了半天，打了多个电话，都是没有问清楚。林北无奈，只能收好紫玉，但他知道这块紫玉一定是绝世珍宝，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起到大用。与此同时，东瀛商会，你说什么？东瀛三郎全都死了？会长千叶无归在听到手下的禀告后，一脸震惊地站起身。手下惶恐点头，启禀会长，他们确实都死了，而且还都死得很惨。八个，谁问你他们的死状了？3个废物，死了也就死了。可是紫玉呢？那块紫玉可是当年从镇北王府得到的宝物，这么多年一直被咱们商会视为至宝。上一次二郎立了大功，我才把紫玉借给他佩戴1个月，可他竟然死了。千叶无归怒不可遏，目眦欲裂地吼道：“说话啊，你特么哑巴了？紫玉，我问你紫玉呢？”看着气急败坏的千叶无归，手下被吓傻了，好片刻后才蹦出一句话：“我不知道啊。”啪！千叶无归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废物，全都是废物，不知道还不快去找，看看三郎最近接了什么任务，是被何人所杀。但不管是谁，哪怕是大夏国主，也要把那块紫玉给本会长抢回来，不然咱们东瀛就彻底失去了侵略大夏的资本。手下一脸懵逼的点头：“好好好，我这就去。”随后赶忙跑了出去。千叶无归气的血压都高了，身体摇摇欲坠，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不管是谁，既然敢夺紫玉，就都得给本会长死。江北一间豪华酒店中，逍遥侯在听到东瀛三郎被杀的消息后，整个人都傻了。那可是3位宗师级别的强者，竟然就这么死了，这怎么可能啊？林北到底是什么实力？侯爷，要不这件事还是算了吧，毕竟是镇北王的儿子，潜力之大，实在是无法想。闭嘴！不等保镖说完，逍遥侯厉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镇北王的死跟我有不可磨灭的关系，而林北又灭了周家，他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跟我有关。现在你竟然跟我说算了，我是可以算了，林北能算了吗？难不成你要我抹干净脖子等死？可是保镖欲言又止，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了肚子里。可是再这么下去，咱们搞不好都得死啊！哼，就算他杀宗师如土狗又怎么样？他林北再厉害，难道还能与整个江北为敌不成？去通知何家，就说本侯已至江北，让他们给本侯举办接风宴，并邀请江北的所有名流前来赴宴。本侯还就不信了，集江北所有名流之力，还收拾不了他一个林北。逍遥侯握紧拳头，眼中迸射出浓烈杀机。林北，本侯这次一定要弄死你！与此同时，江北人民医院一间 VIP 病房内，经过1夜的治疗休养，何天恢复了许多。
九州商会会长和天父亲和世玉看着一脸痛苦的儿子，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哼，好一个林北，真以为他灭了周家就无敌了吗？我们九州商会可不是好惹的，敢伤我儿子，本会长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和天神色怨毒，歇斯底里的吼道：爸，杀了，不，先把他抓来，我也要打断他的肋骨，然后一点点的折磨死他。我要当着他的面玩他的亲人，我要让他体验到这个世界上最极致的痛苦。和世玉郑重点头，沉声道：儿子放心，爸一定会把他抓来。不过逍遥侯刚刚传来消息，让咱们何家给他举办接风宴，等宴会一过，爸就立刻动手。和天凝声道：那就先让他蹦跶几天，到时我一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镇北王府，林北刚一回来就直奔叶相思而去。距离敷药已经过去了小半天时间，不出意外，嫂子的伤应该好了吧？然而偌大的房间里却是空无一人。林北面色一正，嫂子呢？去哪儿了？哗啦啦。也就在这时，卫生间里传来一阵流水声，一道若隐若无的曼妙躯体在门窗里轻轻扭动着。嫂子在洗澡，看来伤势好了。林北低声呢喃，看了一眼卫生间，便收回了目光。好饭很快就能吃到了。不急。林北怀着有些激动的心情躺在床上耐心地等待起来。然而不知为何，躺在床上没多久，一股困意袭了上来。许是昨晚没睡好，没过多大一会他就沉睡了过去，还做了一个梦，杀了镇北王，一统大夏。梦境中，林北置身事外，亲眼看到一群身穿黑衣，胸口写着古字，气息强横的武者铺天盖地地朝镇北王攻杀过去，仿佛千军万马源源不断。而镇北王手持长枪，浑身是血，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宛如不败战神，巍峨地立于王府之中。他那充满威严的冷酷眼神，更是有如一方尊主，睥睨天下。然而他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在不知杀了多少人后，被一人刺穿胸膛，仰天倒了下去。四周再次涌现出大量武者，将镇北王活捉。可就在这时，一女子持剑前来，在人群中疯狂杀戮，每一剑挥出都伴随一颗人头掉落。但女子也如镇北王一样，终究因寡不敌众，被活捉了。也是在这时，林北看清了女子的容貌，这张可以颠倒众生的脸，他无比熟悉。沈南薇，为什么会是你？轰！林北猛然惊醒，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心中更是布满了疑惑。那个人为什么是沈南薇？分明是他亲手斩了林家众人的头，又为什么会帮助林家？还有那些衣服上带古字的武者，其身后势力就是罪魁祸首吗？这个梦又是真是假？林北有些迷茫了，他不知道是该相信现实，还是相信这场梦。小北，突然一道温柔轻灵的女音传来：嫂子。林北猛地抬起头，看到了不知何时坐在自己身边的叶相思。此时的叶相思伤势已经彻底恢复了，皮肤光滑细腻，晶莹剔透，还散发着一丝淡淡的沐浴露清香。她的穿着也很清凉，只裹了一件薄纱睡衣，刚刚盖过臀部，两条雪白笔直的大腿搭在林北腿上，嘴角嵌着微笑。林北一时间竟是看痴了，全然忘记了刚才梦中的一切。他没想到嫂子竟然会这么美，就跟仙女一样。小北，谢谢你，真没想到你的医术竟然这么高。叶相思满脸喜色，在看到自己崭新的容貌后，她都是被震惊到了。之前本来都已经绝望了，以为会当一辈子的丑八怪，却不曾想容貌不仅恢复了，而且还比之前更美了。她那亮丽的双眸也充满了自信，而后突然搂住了林北的脖子。刚才听你说出了沈南薇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是梦到了她，还是仍旧对她念念不忘，但咱俩的婚约是妈定下的，所以你现在是我的。叶相思猛地把林北推倒在床上，随后毫不避讳地坐在了他身上。他缓缓俯身，捏住林北下巴，犹如女王一般，霸气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乖，听话，嫂子会疼惜你的。感受着突然变得如此主动的叶相思，林北心跳加速，眼神火热，用力吞了一下口水，随后一个翻身把叶相思压在了身下。嫂子，我还是喜欢在上面。小北厉害了，那需要嫂子跪着吗？可以，但这样我可是很粗鲁的。嫂子不怕，今晚弄死我。这一夜是林北这5年来最快乐的一夜，一同将积攒了5年的全部发泄了出去，直到天明他才结束战斗。而此时的叶相思浑身瘫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嫂子，对不起，我昨晚粗鲁了。看着被自己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嫂子，林北心中充满了愧疚。可这种事容易上头，一旦开始
就很难控制住。小北，咱们已经是夫妻了，这是嫂子的责任。只是接下来咱们还得继续努力。嫂子不是易孕体质，一晚上未必能怀孕。叶向思有气无力地说道。嫂子，你别这样，我怕你受不了。林北一脸心疼道。小北，你不用联系嫂子，为了林家的血脉延续，嫂子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叶相思大义凛然道，试图起身坐起来，然而下体又是传来一股剧痛，倒吸了一口凉气。嫂子，林北神色一慌，急忙输送了一缕真气过去。叶相思这才缓解了许多，宠溺一笑道：小北，嫂子没事的，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变强了，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就别在嫂子身上浪费时间了。去吧，忙你该做的事，嫂子休息一会就好了。林北满目担忧，嫂子，你确定没事吗？真没事。叶相思强颜欢笑，那好吧，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事立刻给我打电话。林北犹豫了一下，还是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他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沉溺在儿女情长之中。然林北前脚刚走，叶相思就痛苦地皱起了眉头。这家伙什么时候变这么猛了？怪不得沈南威要跟他离婚，这么猛，哪个女人能受得了？不行，我得找人帮忙。一念至此，叶相思立即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很快，对面就接听了，传来了一道软如如的声音：亲爱的姐姐，你是想妹妹了吗？叶相思玩味一笑，我确实是想你了，想让你回来跟我一起伺候小北。啊，小北出狱了。叶夕瑶愣了一下，大喜道：姐姐，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叶相思苦笑道：他也是这几天才回来的，我本想着带他去找你，不曾想他却……接着叶相思将林北这2日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妹妹。哇，小北也太猛了吧，连周涛都杀了，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即便隔着电话，叶相思也能想象到叶夕瑶那无比崇拜和兴奋的表情。他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武力猛，那方面也很猛。叶相思哭笑不得道：那方面？叶夕瑶愣了一下，旋即便反应了过来：你这是跟他做过了？怎么样，是不是跟当年老天师说的一样，需要很多人一起才可以？叶相思点了下头，反正我自己是受不了，你要是还不回来，再多搞几次，你估计就见不到我这个姐姐了。哟吼，看来老天师当年果然没骗我们，这小家伙还真就得咱们3姐妹一起出手才能降服住。只可惜老三最近有大事要做，抽不开身。不过姐姐莫怕，妹妹这就回去看我这个二嫂怎么收拾她。叶夕瑶一阵欢呼雀跃，随即便挂断了电话，收拾起行李来。叶相思松了口气，幸好妹妹同意回来，不然还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公公，您当年说我们3姐妹是林北而生的，我们是林北称王路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您放心，我们3姐妹的命是您给的，您的话我们就算是死也会遵守。叶相思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抹坚韧的光芒。与此同时，帝都的一间写字楼里，看着突然收拾起行李的叶夕瑶，经纪人一脸焦急：我的大影后，你又在抽什么风哦？明天就要进剧组了，你要是突然走了，咱们可怎么向投资方交代哦？叶夕瑶只顾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地说道：有什么可交代的？就说本影后回去给小叔子生孩子去了，告诉他滚远点，不然本影后就让小叔子砸了他的公司。叶夕瑶一脸霸气，随后拖起行李，急匆匆地走了出去。经纪人懵逼了：给小叔子生孩子？你不是一向不近男色的吗？什么时候玩得这么花了？从叶相思房间出来，林北给李妙飞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帮忙查询逍遥侯的所在位置。眼下已经锁定了逍遥侯与当年林家覆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查明当年真相。世子，真的是你吗？然而就在林北刚走出王府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相貌粗犷的中年男人激动地走了过来，在他身后则是跟着一位身材高挑、气质容貌绝佳的少女。你是？林北仔细看了粗犷男人2眼，感到一丝熟悉，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世子，是我啊，我是黄忠信，当年镇北军中的千总，咱们见过的。黄忠信赶忙从兜里掏出一块黑色令牌，上面写着镇北2个字，这是当年镇北军的千总令牌。林北看着令牌，眼眶瞬间一红。当年随着镇北王被杀，曾令世界各国都闻风丧胆的镇北军也随之消亡。一晃5年过去，没想到竟然还能见到故人旧物，因此对于黄忠信这个人，他也是想了起来。你就是当年从万千敌人中救出我大哥的黄叔叔？是我啊，世子。黄忠信热泪盈眶，激动道：属下听说世子你回了江北，便立刻赶来了，本以为是谣言，没想到竟然真的见到了世子。说着，
黄忠信突然跪在了地上，一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现在世子归来，属下又能继续追随镇北王了。镇北军迁总黄忠信，叩见世子。林北深受感动，他本以为昔日的镇北军已经鸟作兽散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在效忠。黄叔叔不必多礼，快请起。林北急忙伸手去扶黄忠信，然黄忠信却并没有起来，而是对身后的少女命令道：玄威，你还愣着干什么？见了世子还不赶快下跪行礼？然黄玄威只是看了林北一眼，便鄙夷的别过头，连脚都没抬。哼，让本小姐给一个落魄世子行礼，开什么玩笑？玄威，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还不过来拜见世子？见自己女儿不动，黄忠信轻喝一声：爸，你能不能别那么迂腐了？要是镇北王还在，女儿别说行礼，就算把命贡献给镇北王都没问题。但他林北算什么东西？身为北境世子，却不学无术，要不是他担不起重任，镇北军又怎能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黄玄威一脸气愤，看着林北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浓浓的厌恶。放肆！他是北境世子，是未来的镇北王，就算他一无是处，你也要无条件的拥护他，敬拜他。黄忠信怒目圆睁，厉喝到黄玄威愣了一下，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你竟然让我敬拜他！哼，别说他现在不是镇北王，哪怕真的成为了镇北王，就很了不起吗？你女儿，我现在还是望北阁的9大圣姬呢。黄玄威轻哼一声，满是傲然地扬起头。望北阁？你竟然是望北阁的人？林北目光微动，脱口出道：你竟然知道望北阁？黄玄威感到一丝诧异，随即立马鄙夷道：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你是一个废物的事实。混账！黄忠信暴怒，扬起巴掌就要扇过去。黄叔，算了。林北急忙制止，愧疚道：你女儿说的对，当年确实是我不学无术，要不然即便父亲身死，镇北军也不会四分五裂。世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分明是暗地里那些小人作祟，等查明真相，老夫一定亲自手刃了他们。黄忠信咬牙切齿，满脸杀意地说道：黄叔，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你先起来，这样跪着我心里不舒服。林北扶起黄忠信，郑重保证道：世子确实成长了许多，收敛了许多锋芒，这要是换作5年前，小女刚才至少也要挨一顿鞭子。属下多谢世子能够宽恕小女。黄忠信双手抱拳，满脸欣慰道：黄叔叔不必客气，你女儿现在都是望北阁的9大圣姬了，有些傲气是正常的。林北看了黄玄威一眼，似笑非笑道：望北阁，大夏第一神秘势力，世人不知其阁主是谁，也不知其具体实力，只知内有一圣女、4天使、9圣姬，但望北阁却是要让暗夜女王所创立的暗殿都要为之忌惮的存在。迄今为止，望北阁一共出手过3次，分别灭了一小国，杀了熊国元首，逾50万敌军于大夏国门之外，战绩是极致辉煌。自然而然的，林北对望北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是调查了整整1年，都没能查出其阁主到底是何方神圣。唉，傲气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如果不是镇北军人人都充满傲气，不愿低头，他们也不可能。唉，黄忠信欲言又止，重重地叹了口气，神色伤感。黄叔，你快说镇北军到底怎么了？林北内心一惊，急忙追问道：回世子，镇北军过得凄惨啊！自镇北王死后，30万镇北军由于群龙无首，便被三王和各路指挥使收入麾下，又因为镇北王被告通敌叛国，所以其他军营的士兵都对咱们镇北军百般欺辱，甚至还有不少人被他们活脱脱的打成了残废。世子，那可都是咱们北境的同胞啊，是当年跟随镇北王东征西讨，逾100万敌军于国门之外，守卫大夏的英雄啊！可他们要死在敌人手里也就罢了，现在竟然折在了自己人手中，我心痛啊！黄忠信死死地抓着林北的手，眼眶发红。堂堂千总，坑坑虎将，流血不流泪，但此时却像个小孩子，哭得泣不成声。林北心如刀割，怒不可遏地攥紧了拳头。镇北军是他父亲的毕生心血，当年随着镇北王府被灭，镇北军也随之消散了，但毕竟曾经为大夏流过血，立过功，林北想着会有人去善待他们，却不曾想镇北军竟然会过得如此凄惨。英雄不该是这个遭遇，自己父亲的毕生心血更不能任其消散。林北眼眶发红，忍着要流下来的泪水，咬牙道：黄叔，我要重建镇北军。世子，你说的是真的吗？黄忠信神色大喜，激动道：每一位镇北军都对林家和北境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天是镇北军，一辈子都是，因此
凭借世子你的威望，只要登高一呼，被分割在大夏各地的30万镇北军一定会闻声而来。如此便好。林北深吸口气，郑重嘱咐道：“皇叔，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以我之名，重召昔日旧部，回归北境。”黄忠信无比激动，单膝跪地，抱拳道：“世子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呵呵，就凭他也想重建镇北军？一旁的黄玄威满脸不屑。林北懒得搭理，仰头看天，心情前所未有的沉重。父亲，您请放心，儿子一定会重建镇北军，更会保护好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到任何欺辱。林北，把紫玉交出来。突然，一道厉喝声传了过来。林北循声望去，只见是一个身穿和服、脚踩木屐的美艳少女，提着一把长剑，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东瀛娘们。林北眉头一皱，随即恍然：“你跟那3个东瀛人是一伙的？”“没错，我是东瀛商会会长的千金千叶美子。”“林北，你抢了属于我们东瀛商会的紫玉，奉劝你赶紧把它交出来，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千叶美子长剑前指，气势汹汹地说道：“就凭你！”林北看了千叶美子一眼，不屑一笑：“区区半步宗师还不值得本世子出手。皇叔，你去给他点教训瞧瞧。”“遵命，世子。”黄忠信躬身领命，抽出身后大刀，怒哼道：“小女娃娃，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孤身一人也敢来找我们世子的麻烦。不过也好，老夫的大刀早就饥渴难耐了，今天正好拿你开刀，看招！”话音落下，黄忠信猛跺地面，一刀凶狠地劈了过去，刀锋猛烈，威力惊人。“老东西，你找！”千叶美子话没说完，黄忠信的大刀就已经劈了过来，神色顿时大变。怎么会这么快？砰！下一秒，他就被黄忠信一刀劈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这怎么可能？千叶美子大惊失色，满脸的难以置信。自己平日里可是轻而易举就能击败东瀛三郎的东瀛第一天才啊！因此，在听到自己老爹说起林北杀了东瀛三郎如何恐怖之后，心里100个不服。于是，急于证明自己的他，提着一把剑就过来了，却不曾想，连林北手下的这关都没过去。这怎么可能啊！东瀛女娃，受死！这时，黄忠信又是一刀劈了过来，直奔千叶美子面门。平日里养尊处优惯了的千叶美子，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寒意笼罩，吓得脸都白了，紧闭起眼睛，慌忙大喊道：“雅媚蝶，雅媚蝶，别杀我！我知道紫玉的秘密。”“住手！”突然，林北叫住黄忠信，快步走了过去。黄忠信立即收回大刀，退了回来。世子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圣旨，必须遵从。你知道紫玉的秘密？林北心中好奇，毕竟紫玉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太强了。我知道，我知道。千叶美子点头如捣蒜，哀求道：“但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你先说，只要我满意就放过你。”林北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好，我相信你。”千叶美子眨了眨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怎么看林北都不像会说谎的人，便坦诚相告：“紫玉蕴含着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力量，只要能够将这股力量成功发掘出来，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毁灭国家的力量，林北惊呆了，因为即便是现在的他也做不到。果然，东瀛亡我大夏之心不死。林北眼中迸射出森寒杀意，瞪向千叶美子。千叶美子差点没被吓死，颤声道：“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你不是说好不杀我的吗？”林北闻言，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收敛起杀意，沉声道：“放心，我说了不杀你，就绝对不会杀你。但我不管你身后站着什么人，对大夏有何企图，请你回去告诉他，凡有敢犯我大夏者，必诛之。”一道如惊雷般的喝声骤然响起，蕴含无限威严。千叶美子的大脑嗡嗡作响，竟是愣住了，只感觉此时的林北有如天上的神明，强大不可侵犯。但不知为何，他的内心竟是不自觉地产生一股痴迷。黄忠信也是面色一正，只感觉此时的林北有如当年的镇北王一般，王霸之气毕露，单是简单的站在那里，就令人下意识的想要臣服。哼，神气什么？说到底，不还是一个只知道躲在别人身后的废物？唯有黄玄威一脸鄙夷。林北懒得搭理他，又对千叶美子说道：“记住我说的话，滚！”千叶美子如蒙大赦，急忙头也不回的跑了。但刚一离开林北视线，他就又不服了。自己明明能轻而易举的打败东瀛三郎，怎么会如此轻松的就落败呢？到底是为什么啊？不行，我可是东瀛第一天才，绝对不能就这么败了。林北，你给我等着，我早晚要打败你。目送千叶美子离去，
林北对黄忠信吩咐道：“黄叔，接下来就辛苦你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帮我召回镇北军旧部。”黄忠信双手抱拳，郑重道：“世子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林北点了下头，拍了下黄忠信肩膀，随后就要离开。站住！突然，黄玄威叫住了他：“有事？林北，你没资格吩咐我爸做事。他只是看在镇北王的面子上，才对你尊敬有加，但这不是你能命令他的资本。如今的你，只是一个落魄世子罢了，请你注意好自己的身份。”黄玄威对于真把自己父亲当作下人使用的林北，心中不由得再次浮起一股怒火，冷声警告道：“放肆！你这个死丫头，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世子，看我不打死！”黄忠信勃然大怒，扬起巴掌就要再次打过去，不过却被林北给拦住了。他上前一步，冷笑道：“听你的口气，是觉得我应该依附你们父女，是吗？”“没错，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黄玄威傲然道：“现在的你孤身一人，无权无势，只有依附我们，你才能有更好的未来。林北，接受现实吧，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当初权势无双的世子了。”林北眸光一沉，不屑道：“本世子从不需要依附任何人，也没有人有资格让本世子依附。相反，放眼当今世界，谁不以依附本世子为荣？黄玄威，你真以为自己是望北阁的9天圣姬就很了不起吗？”黄玄威闻言，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脸上布满了冷笑。“林北，你以为靠吹牛就能改变自己是废物的现实吗？现在的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依附？又有哪个瞎眼的会来依附你？”林北脸色一冷，忍不住要发火：“我来依附！”突然一道清冷女音传来，黄玄威循声望去，当场愣住。暗殿公主李妙妃，她怎么来了？李妙妃阔步走来，瞪了黄玄威一眼，讥讽道：“哼，你算老几，也配如此跟二当家说话？现在我来依附二当家，你觉得可够？”李妙妃语气冰冷，气场全开，散发出女王般的威严。黄玄威傻眼了，堂堂暗殿公主怎么会依附一个落魄世子？这怎么可能？奴家李妙妃给二当家请安。李妙妃单膝跪地，大声道。这一幕更是让黄玄威瞠目结舌，包括黄忠信也是震撼不已。他们做梦都不曾想到，如今的林北竟然能让暗殿公主甘心为奴真，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啊！龙永远是龙，起来吧！林北背起双手，淡淡道：“你怎么来了？”李妙妃微微一笑：“二当家还真是贵人多忘事，不是您刚刚吩咐奴家去查询逍遥侯的位置吗？现在奴家给您送消息来了。”“这么快就查到了？”林北神色一喜，急忙问道：“逍遥侯在哪儿？”“他此刻就在江北。”李妙妃将何家要为逍遥侯举办接风宴的事说了出来。“接风宴？”林北眼神一凝：“呵，明知我在江北，他却还敢举办接风宴，这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啊？”李妙妃问道：“二当家，咱们去吗？”“去，不仅要去，还要光明正大的去。”林北攥紧拳头，眼中突然迸射出蓬勃杀意，寒声道：“他在背后躲了这么长时间，搞了这么多事，也是时候结束了。”看着李妙妃亲自给林北毕恭毕敬开车门，疾驰而去的两人，黄玄威一脸的难以置信：“女儿，这次是你看走眼了。龙永远是龙，即便遭遇过前底，也依旧能遨游9天。从今以后，还是收起你那高傲的姿态吧。”黄忠信看着林北离去的方向，语重心长地说道：“爸，我不服。”黄玄威银牙紧咬，不甘心道：“他虽然能令李妙妃服手，但未必用了什么手段。帝王贵胄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些权谋之术吗？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都只是小道罢了。除非林北能打败我，不然就算他成为了下一任镇北王，我依旧看不起他。”黄玄威一脸不忿，身为望北阁的9大圣姬，向来都是以实力说话。黄忠信见状，摇了摇头，轻叹口气：“用什么手段能让暗殿公主李妙妃臣服？难道不是绝对的个人实力？”3日后，何家庄园门口豪车云集，人声鼎沸，江北各路名流纷至沓来，甚至就连南境的一些世家、北境的豪门望族也都来了。能与王比肩的逍遥侯，他的接风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门庭若市的何家也迎来了高光，叫逍遥侯滚出来见我。然而就在这时，林北来到门口，对接待人员冷声命令道：“大胆！你是哪里来的不怕死的，竟敢侮辱侯爷！来人！”接待人员勃然大怒，立即叫来了数十名保镖。“我说了，叫逍遥侯滚出来见我。”林北语气森寒：“你找死！”
接待人员大手一挥，保镖们瞬间蜂拥而上。滚！林北怒喝，一巴掌扇了出去，一名保镖当场被击飞了出去。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与此同时，庄园内部，宋之潜看着端坐在主位，一大群气质尊贵的社会名流围在身旁，与其谈笑风生的逍遥侯，心里生出了不小震撼吧。这个逍遥侯还真是不一般，竟然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大人物来给他接风，排场可比周如辉的寿宴大多了。宋之潜的父亲宋振国目光深邃地点头道：逍遥侯虽然事后，却能与王比肩，更何况这次举办接风宴的还是何世玉，他可是九州商会的会长，资产雄厚，就连逍遥侯都要给几分面子。只可惜在场这么多顶级权贵，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咱们宋家。宋振国重重地叹了口气，满脸忧愁：爸，这些权贵再厉害，我看也不如林世子，与其想法设法地巴结他们，还不如跟林世子打好关系。宋之潜开口建议道：你是说林北？宋振国不屑摇头，还是算了吧。他虽然灭了周家，但毕竟是镇北王的儿子，当年覆灭林家的幕后黑手是不会放过他的，自身难保尚且吃力，更别提帮咱们宋家了。宋之潜则是有些不以为然，他之前也跟自己父亲是一种想法，但后来林北实在是把他的脸打得太疼了，不仅灭了周家，还灭了江北五盟。只不过覆灭江北五盟这件事，除了他没人知道罢了。望北阁圣基道。也就在这时，随着一道传喝声，黄玄威走了进来，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他神色倨傲，环视作为，当即发出一声冷笑：来的人倒是不少，可惜都是一群酒囊饭袋。沈战神道。然而随着下一道传唤声响起，他立马愣住了。沈南威竟然也来了，他不是跟逍遥侯是政敌吗？怎么也来赴宴了？难不成是和好了？而坐在主位上的逍遥侯在看到沈南威的身影后，眼中浮起一缕得意的光芒。沈南威是他请来的，目的是为了说动他一起对付林北。在他看来，沈南威亲手斩了镇北王的头，即便跟他是政敌，但在这件事上两人会目的一致，并且还有江北以及南境的社会名流在，只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还弄不死一个林北。逍遥侯，给我滚出来！也就在这时，一道惊雷般的喝声传来，10多个保镖从门外倒飞了进来。林北如入无人之境，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林北！逍遥侯微微一惊，看着杀气滔天的林北，眼中阴冷了下来。他本以为在联合好江北的各大势力之后，再去给予林北雷霆一击，没想到他竟然主动过来了。找死！黄玄威面色一正，没想到林北竟然真的来了。沈南威也是感到一丝诧异，神色复杂地看向林北：是你？也就在这时，坐在轮椅上的何天看到了林北，顿时目眦欲裂。小子，我还正找你呢，没想到你竟然敢主动来！来人！何天暴喝一声，10多个气息强横的武者就冲了进来。他们与刚才门口的保镖不同，全都实力强劲，修为最差的也有玄境。我找的是逍遥侯，你想先来送死？林北目光冰寒，杀意凛然地说道：林北，你少猖狂，这里可是何家的地盘，本少今天一定让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给我上，先废了他的4肢！何天歇斯底里地吼道。轰！何家雇佣而来的武者们瞬间出动，朝林北发起了凌厉攻击，恐怖的真气如海啸一般汹涌而至。找死！林北怒哼一声，猛然拍出一掌，卷起一道狂风，砰砰砰！那些实力强劲的武者们顷刻间就都倒飞了出去。这何家请来的高手，实力最弱的都有玄境，就算是我也要花费一番手脚，他的实力难不成还在我之上？黄玄威一脸震惊，难以置信。何天也是脸色巨变，他没想到林北竟然这么强，就算灭亡了周家，可周家最强的高手也才地境而已，但自己请来的这10多个武者，其中可是有天境的存在啊！何天眼中布满了怨毒，死死地瞪视着林北，凝声道：林北，别以为这样你就赢了，我何家可不是那么好闯的。李店主，出来吧！结结，小子，就是你抢了本店主的冰姬草！随着何天的话音落下，一道极其阴冷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紧接着一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老者走了出来。莫说冰姬草是本世子花钱买的，就算真抢了又如何？林北满脸狂傲地说道。哼，真是好大的口气，你可知老夫是谁？李店主眯起眼睛，如毒蛇一般散发着摄人的寒芒。林北一脸不屑，我管你是谁，不想死就赶紧滚！李店主眼中瞬间迸射出一股森寒杀意。林北，
你别不知死活，他可是龙王殿在江北分店的店主，就算是当初的镇北王，也要给龙王殿3分薄面。赶紧跪下向李店主求饶，不然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黄玄威急声劝道。在来之前，黄忠信一再嘱咐他，务必要保护好林北的安全。为此，即便他对林北有再大的意见，也不能坐视不管。别说是一个龙王殿在江北分店的店主，就算是龙王殿总店主来了，敢阻拦本世子，也要死。林北握紧拳头，寒声道：本世子最后再说一遍，今天找的是逍遥侯，与其他人等无关。不想死的就都给我滚，不然统统杀无赦！轰！话音落下，一股滔天杀意爆发而出，令所有人为之色变。狂妄，给本店主死！李店主彻底暴怒，猛然轰出一拳。不好！黄玄威脸色一变，立即就要出手。李店主乃是宗师巅峰武者，只差一步就迈入大宗师，堪称江北武道界第一人。因此在他看来，林北根本接不住李店主的一招。然而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林北的身影不知何时消失在原地，李店主一拳击空，整个人为之一愣。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本世子杀大宗师，尚如土狗，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本世子面前叫嚣？低沉冰冷的声音在庄园内响彻而起，随之只听扑哧一声，李店主的胸膛就被洞穿出一个血洞。他双眼大睁，满是震惊地看着林北，因为他根本就没看清林北是怎么出手的，便仰头倒了下去。周围众人瞬间都瞪大了眼睛，既震惊又惶恐。那可是无限接近大宗师的绝世强者啊，竟然就这么死了！这不可能，不可能！何天瞳孔猛缩，随即发了疯般嘶吼起来。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不，准确的说是不敢。何世玉倒抽一口凉气，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林北灭了周家，他猜测到了对方会很强，于是特意把李店主请来，为的就是发生变故，却不曾想事情会变成这样。秒杀宗师，他还是人吗？逍遥侯的脸色也是一沉，不过却并未惊慌，毕竟他还有底牌。他既然能秒杀宗师，那岂不是也能秒杀我？黄玄威的心里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满脸自嘲。一想到之前对林北的百般鄙视，顿感自己如小丑一般，可笑至极。原来他不仅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还是一位武道绝顶强者。他只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不跟我计较罢了。爸，你快看，我说了吧，世子是无敌的。而宋之浅满眼崇拜，兴高采烈地蹦跳起来。他是很强，但他杀了龙王殿的人，后果可不是他能承担得起的。宋振国摇了摇头，依旧对林北不看好。哼，鼠目寸光。宋之浅轻哼一声，大翻白眼。小姐，他的实力好像并不是我们之前猜测的那样。红豆脸色凝重，此刻的林北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沈南薇不语，定定地看着林北，神色复杂。林北，你的极限到底在哪儿？林世子，之前的事都是误会，我们何家并没有跟你为敌的意思，刚才只是听说世子勇武，所以想试试你的身手罢了。现在看来，世子果然继承了镇北王的风采，举世无敌，在下佩服。这时何世玉一反常态地走了过来，媚笑道：能屈能伸，方为丈夫。此刻连龙王殿的李店主都死了，林北已然势不可挡，继续拉硬，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哦，林北感到一丝诧异，讥笑道：这就怂了？何世玉陪笑道：世子威武霸气，如天神临凡，英勇无双，能向世子臣服，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还请世子开恩，别跟我计较。爸，一旁的何天在看到父亲自己如此卑微的姿态后，气得脸都红了，倍感屈辱。闭嘴！但何世玉直接一声厉喝，打断了他。世子，犬子不懂事，你就把他当个屁，直接放了就行了。林北嗤笑一声，怪不得你能成为九州商会的会长，原来是靠着厚颜无耻上的位。何世玉嘿嘿一笑，世子过奖，世子过奖。说完，心里松了一大口气，看林北的样子是不准备追究了，今天的危机算是躲过去了。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日后有的是时间召集力量，到时候再去找林北报仇也不迟。况且林北杀了龙王殿分店店主，龙王殿也不会放过他。可惜。然而就在这时，林北突然摇了下头，轻叹口气。何世玉顿时一惊，大感不妙，但还不等他说话，林北便抢先说道：可惜你已经记恨上我了，如果我今天放了你，你日后一定还会来报复我。所以话音落下，林北突然一掌拍在了何世玉的胸口上。噗！何世玉瞬间喷出一大口鲜血，双眼睁得犹如铜铃，充满了怨毒和悔恨。
你特么竟然不按照套路出牌！北境数十万军队是不会放过你的，爸！而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在自己身前的何天，顿时目眦欲裂，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吼声：“林北，你竟敢杀我爸！我早晚要弄死！”砰！不等他说完，林北直接一巴掌把他拍飞了出去，当场毙命。不好意思，本世子向来不留祸患，所以还是你先死吧。什么？九州商会会长的竟然死了？随着何天被杀，在场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眼中皆是充满了震惊和惶恐。九州商会，北境第一商会，资产数千亿，是北境第一财团。北境每年的军费支出几乎都是靠九州商会供养的，杀了他，无疑是动了北境军队的底线。北境都已经不是林家的了，他是怎么敢的？然而林北却是神色如常，仿佛杀了何世玉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逍遥侯，你的狗腿子已经死了，现在还不出来吗？林北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有如神魔之音，震人心灵。哈哈！突然一道大笑声响起，逍遥侯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脸上布满了玩味笑容。贤侄，士别3日，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相比于5年前，如今的你确实有称霸一方的资格了。但即便如此，你以为自己今天就稳赢了吗？林北闻言，眼中闪过一缕寒芒，听你的语气是承认了当年之事与你有关。逍遥侯点头道：周如贵都已经告诉你了，本后要是再狡辩下去，反倒是显得胆小怕事了。既如此，那就把当年之事的前因后果都说出来吧。这样，你死之后，我给你找一块风水宝地，绝不让你扑尸荒野。林北激动地握紧拳头，声音冰寒地说道：呵呵，贤侄，你未免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吧？真以为自己武道通神就能100%吃掉我？逍遥侯冷然一笑，不屑道：吃不掉你吗？林北眼神一凝，饱含杀机。呵，想吃掉我还真没有那么容易。逍遥侯眯起眼睛环视周围，戏谑道：林北灭了周家，杀了九州商会会长，凡是得罪过他的人必死无疑。而你们当中，当初谁没参与过抢夺镇北王府财产的事件？甚至你们当中还有很多人侮辱过镇北王府的女人。而现在林北杀回来了，他又如此狠辣暴虐，你们认为自己还能作弊上官吗？要是还不出手，等到时候被他逐个击破。逍遥侯话音刚落，在场众人全都脸色大变，全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年镇北王府覆灭，树倒猢狲散，江北的所有顶级权贵几乎都参与了抢夺镇北王府财产的事件。以林北的个性，必定会将这件事追查到底，到时谁都得不到好果子。因此唯有各路权贵合力，才能让林北有所忌惮。众人心中几乎生出了相同的想法，紧接着便传来一阵如浪潮般的声讨。哼，林北，你如此嗜杀，犯下滔天大罪，劝你还是赶紧收手为好。没错，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镇北王也死了，你就算查到真相又有什么用？赶紧收手吧，不然我们江北所有的权贵将会组成联盟，一起到国主面前弹劾你。镇北王本来就是通敌卖国，是大夏罪人，当初要不是国主仁慈，你以为自己能活到今天？要是再不收手，你的罪行将被公之于众，激起民愤，到时就算是国主也保不住你。逍遥侯见众权贵轻而易举的就联合到了一起，得意的笑了，又对沈南威说道：沈战神，当年的事你也有所参与，难道不准备说2句吗？沈南威闻言立马站了出来，同其他人一般严厉指责道：林北，灭了周家已经够了，你再这么是杀下去，一定会激起民愤，到时候谁都保不住你，趁早收手，不然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听着沈南威那冰冷无情的话语，林北因为梦境，从而对沈南威产生的改善想法消失了，他的心也彻底冷了，眼中更是流淌着蓬勃杀意。沈南威，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试问北境的安危是谁守护的？沈南威一下子被问住了，低头不语。林北见状，怒不可遏地暴喝道：回答我！沈南威身躯一震，咬牙说道：是镇北王，大夏的安危是谁守护的？也是镇北王。又是谁让大夏天下太平，万民安乐？还是镇北王？连续3连问，每一道问题都如同惊雷一般，直击在场每个人的心灵。指责林北的权贵脸色也都变得难看了起来。既然你都知道，又有什么脸面说我引起众怒？到底是我引起众怒，还是我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和惧怕？亦或是你沈南威真的参与了当年事件，怕我查出真相牵连到你？林北死死地盯着沈南威，双目通红地质问道：林北，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但镇北王谋反已成事实，现在江北的所有权贵也都已经置心一处，你唯有就此罢休，才能平息祸端，不然后果你承担不起。沈南威咬着牙，一脸冷漠地威胁道。沈战神说的有道理，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与整个世界为敌，贤侄，众怒可不好平息，抓紧收手，这样没准还能留下一条性命。逍遥侯背着双手，幸灾乐祸道，就算是当今国主也不敢犯众怒，他林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是笑话。林北闻言目眦欲裂，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怒吼，我父亲一生为国，到头来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分明是你们所有人对不起他，现在你们这群猪狗又为了自身利益倒打一耙，既如此，犯了众怒又如何？如果世人都以为我父亲通敌叛国，那我灭了整个大夏又何妨？林北气得身躯颤抖，杀气滔天，状若疯狂。哼，真是大言不惭，就凭你也想灭了整个大夏？先问问江北的权贵们答应不答应？没错，我们每个家族的身后都有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你杀一个家族就会得罪不知道多少家势力，你若是再是杀下去，到时将会得罪整个大夏的权贵，试问到时你如何自处？大夏虽广阔，但还会有你的容身之地吗？在场的所有权贵们皆是一脸愤怒地发出威胁。林北眯起眼睛凝声道，你们当真以为本世子不敢？话音落下，群情激愤。呵，你真的敢吗？吓唬人谁不会？有本事就来啊！对，有本事你就来，来杀了我，还有我，还有我们，有本事你就把我们全都杀！砰砰砰，随着一颗颗人头滚落在地，鲜血如泉涌一般喷洒，顷刻间就染红了地面，整座庄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在场的所有权贵全都吓傻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上心头，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黄玄威也被吓到了，从林北进门才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连杀了10多个人，并且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名流，江北的顶级权贵，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这可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怎么敢这么做？沈南威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短短5年不见，他怎么变得如此嗜杀？这么做可是会激起民愤的，他当真一点都不害怕吗？爸，你快看，你快看，林世子好帅啊！我就说吧，他现在是无敌的。唯有宋之浅一脸兴奋，像个小迷妹一样，眼中充满了崇拜。宋振国一阵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林北杀了这么多人，江北的权贵会放过他吗？凭一人之力，当真能与整个江北抗衡？他不信，还有谁不怕死的来？也就在这时，林北暴喝一声，冰冷且充满杀意的眼神瞪向周围，如死神之眼一般，带来一股恐怖的压迫感。众人立刻吓得全都老实的闭上了嘴巴，不再叫嚣，很明显是被林北震慑住了。逍遥侯也是一脸惊惧，震撼到了极点。他也不曾想到林北竟然真的敢与所有的江北权贵为敌，疯了，他简直疯了。逍遥侯，看在我曾经叫你一声叔的份上，你还有什么手段都一起使出来吧，本世子等你。林北看向逍遥侯，声音冰寒地说道。林北，你别得意得太早了。逍遥侯眼神阴冷，面庞狰狞，寒声道，你杀了这么多江北权贵，动摇了江北根基，用不了多久，江北就会陷入混乱，到时经济瘫痪，无数青年失业，镇北王辛苦一生，用生命给江北百姓带来的安乐生活将会毁于你手。试问你这么做对得起死去的镇北王吗？又对得起国主的仁慈吗？逍遥侯越说越激动，有如一个心系万民的好官。林北似乎被问住了，不再言语。见状，逍遥侯得意地笑了起来。众所周知，镇北王的毕生目标就是让大夏太平，百姓安乐。如今北境的繁荣是镇北王一生的心血，林北身为人子，怎敢破坏？你这是在破我！也就在这时，林北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逍遥侯脸色一变，顿感不妙。北境的繁荣是我父亲打下来的，大夏的安宁也是我父亲千辛万苦换来的。你们这些坐享其成者，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本世子？还有这群只知趋炎附势、仗势欺人的猪狗，如果他们也能代表江北的根基，那这种腐烂到底的根基留着又有何用？林北怒喝，声若惊雷，震人心灵。在场的权贵们竟然全都说不出话来。逍遥侯也是一样，哑口无言，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可即便这些权贵该死，但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势必会对江北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甚至还会引发动乱，到时候受苦的只能是百姓。这点你有想过吗？这时沈南微沉声反驳道，目光中带着失望。
乱！林北忽地笑了，傲然道：“一群只知道欺压百姓的杂碎，死了也就死了，只要本世子还在，江北就乱不了。”随即大喝一声：“李妙妃！”奴家在。李妙妃从门外走了进来，单膝跪地道：“二当家有何吩咐？”听令，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江北新一任省主，总管一切军政经济大权，若有不从者，杀无赦。林北如帝王一般命令道，威严四射。是。李妙妃当即领命，没说一句废话。在场众人再次被深深的震惊到了。就算他现在武道通神，可已经不是当初的北京世子了，没有丝毫官职，凭什么敢随意插手江北政务？沈南威，本世子的安排，你可满意？林北看向沈南威，似笑非笑地说道：“林北，你放肆，这是造反的行为。按照大夏律令，只有国主才有资格任命官员，就连三王和我都没资格，你又凭什么？”沈南威面如寒霜，没想到林北的胆子竟然这么大，急忙厉声喝道：“赶紧收回你刚才说的话，不然别怪我对你无情。”逍遥侯见状，也抓住了机会，赶忙帮腔：“林北，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就凭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完全可以判你谋反之罪，还不赶紧跪下受缚，跟我进京向国主请罪？当年就连镇北王都死在了谋反之罪上，他林北又多什么？难不成能比当初的镇北王还厉害？”逍遥侯满眼兴奋，他都以为这局要输了，没想到林北竟然主动受死。果然少年轻狂，不是什么好事。呵，然林北却是发出一声冷笑，随即低沉且霸气的声音在庄园内响彻而起：“这个天下没什么人是本世子不能杀的，也没什么事是本世子不能做的。从此以后，本世子就是这天下。”和谭谋反一说，林北怒喝，舌战惊雷，充满杀意的目光猛然瞪向周围：“你们当中还有谁对本世子刚才的命令不服？一并站出来！”众人看着杀意凛然的林北，全都吓得满眼惊恐，畏缩不前。我……可就在这时，有一个中年人笑容谄媚地站了出来：“你不服？”林北眼神一冷，当即一掌拍了出去。不！中年人直接傻了：“我没说我不服，我是说我服，你别冲扑！”然而林北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他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便直接没了气息。但是林北知道这个人，他是江北百姓的代表，却开设赌场，强暴幼女，无恶不作。随后林北再次环视周围，见那些权贵彻底被震慑住之后，饱含杀意的双眼看向了逍遥侯：“你要是还有手段，就继续，本世子奉陪到底；若是没有，就说出当年之事的真相，到时本世子会亲自给你下葬。”逍遥侯看着那些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各路权贵，内心如坠冰窟。多年的苦心经营，机关算计，如今算是毁于一旦了。他很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自嘲道：“你还真是本后的好贤侄，镇北王的好儿子啊！短短5年时间，你就由内到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看来这盘棋，你有资格入局了。”林北一脸不屑：“何谓棋局？不过是你们自以为是的狂妄认知罢了。我既敢出狱报仇，便无惧任何对手。谁打谁死！”瞧得林北那冰冷霸气的眼神，逍遥侯不由笑了起来：“好，很好，看来终究是本后小看了你。当年的漏网之鱼，如今已成深海巨鲸了。不过可惜，本侯的命你还没资格取。”突然逍遥侯面色一狠，猛地咬紧了牙齿，噗嗤，随即他便是喷出一大口鲜血，脖子和脸上都布满了血丝，眼球凸起，如有魔鬼一般狰狞可怖。人活一世，若不能登临绝巅，便是死也不坠那万丈深渊。无权无势，即便能与王比肩，又与猪狗何异？我虽死，却依旧自在逍遥。最后一个字说完，逍遥侯咣当一下砸在了地上，没了气息。全场瞬间一片死寂。逍遥侯竟然自杀了。林北也是愣了一下，倍感意外。然而下一秒，当他看到从逍遥侯嘴角流出的黑色血迹后，仿佛明白了什么，蹲下身，用手指沾上一抹血迹，放在鼻尖轻轻嗅了嗅。碧茶之毒。林北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所谓碧茶之毒，乃是武道界最为致命的毒素之一，凡中此毒者，将会在瞬息间丧命。就算是大宗师级别的武者，也抵挡不住碧茶之毒的毒性。因此逍遥侯一定是时刻将碧茶之毒藏在口中，随时为今天做准备。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害怕被审问出什么重要信息吗？林北思绪活络，越想越觉得是这个原因。逍遥侯是在保护幕后真凶，主谋另有其人。想罢，林北豁然站起身，命令道：“李妙妃，限你3日之内帮我查到关于碧茶之毒的线索，
看看到底哪些势力拥有此毒。逍遥侯死了，那就从必查之毒查起，线索不会断。是，二当家。李妙飞躬身领命，吩咐完，林北意味深长地看了沈南威一眼，便离开了。将军，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吗？红豆看着从容离去的林北，担忧道：以他现在的实力，很有可能已经在你之上，万一要是控制不住，破坏了您的计划，可就……沈南威戏谑一笑，打断道：你当真认为他能破坏我的计划，而不是那个帮我完成计划的人？短短几天时间，他先是杀了周如贵，再杀逍遥侯，这不正是咱们要做的事情吗？可现在根本不用咱们动手，他就已经帮咱们做了。有这样一枚好妻子不用，你不觉得可惜吗？红豆觉得有理，点了下头，但很快又用力摇了起来。不对，您的计划是杀周如贵和逍遥侯。既然如此，您不与林北联合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处处与他作对，逼他动怒呢？这么做不是逼他杀你吗？红豆挠起了小脑瓜，满是不解。沈南威闻言一脸无奈，伸出雪白玉指，狠狠地戳了一下红豆的脑门。你啊，脑袋瓜长得倒是不小，可怎么就是不灵光呢？将军，红豆跺了跺脚，一脸委屈。好了好了，我错了，不嘲笑你了。沈南威见状急忙改口，宠溺道：其实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你只需知道林北是咱们计划中最有用的棋子就行了，只要跟着他走下去，大事可成。看着沈南威那深邃的眼神，红豆用力点头，崇拜道：将军，我相信你，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最棒的。世子，等一下。林北刚离开何家没走多远，身后就传来一道喊声：你怎么也在这儿？林北看着从何家跑出来的宋之浅，满脸疑惑地问道。宋之浅闻言，兴奋的小脸瞬间一黑，幽怨道：世子，人家当真就这么没存在感吗？明明一直都在好不好？林北顿时一脸尴尬，他刚才只顾着杀人了，还真就没注意。不过他懒得解释，直接转移了话题。你的伤好了，都是些皮外伤，擦点药就没事了。宋之浅用力蹦跳了几下，不信你看，我现在又生龙活虎了呢。没事就好。林北呵呵一笑，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宋之浅犹豫了一下，随后鼓足勇气说道：世子，我想请你吃饭。请我吃饭？对。宋之浅内心忐忑起来，要是换作5年前，即便林北身为北境世子，可凭借叶相思的关系，他也相信林北一定会给他面子，但现在不好说。好。然而林北接下来的回答直接让他愣住了。世子，你这么快就答应了？怎么了？吃顿饭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林北有些哭笑不得，况且你之前也算是为了我嫂子受的伤，所以这顿饭我请你。不用不用，这顿我请。宋之浅连忙摆手，一脸惊喜道：那世子，我请你去怡红楼。怡红楼？那不是江北最好的风月会所吗？林北神色古怪，邹眉道：你确定要带我去怡红楼吃饭？对啊。宋之浅嘻嘻一笑，挤眉弄眼道：世子，我虽然是女人，但好歹也是成年人了，知道你们男人的想法。洗脚、按摩，啪啪啪，你们男人不就喜欢这3件套吗？所以我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事先包下了怡红楼的2名头牌，全都是极品，包你满意。嘻嘻嘻。林北看着兴致勃勃的宋之浅，一阵无语，自己都已经是有妇之夫了，怎么能做出如此违背道德的事？这娘们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世子，你该不会是担心被相思知道吧？你放心，我的保密工作很好的，哪怕是打死我，我都不会说出去的。似是察觉到了林北的顾虑，叶相思拍着胸脯保证道：呵呵。林北不屑一笑，真以为本世子是那种低俗的人？怡红楼那种破地方，狗都不走。狗不去我去，去的就是怡红楼，但目的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解救那些家庭穷苦的女人。世子，请上车。宋之浅会心一笑，亲自为林北打开了车门，随后扭头朝自己父亲递去一个得意洋洋的眼神，似乎在说：你就瞧好吧。宋振国一脸的哭笑不得，他首先没有想到林北竟然这么强，其次他更没想到林北竟然也与那些花花公子一样，对这种事毫无抵抗力。果然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只是希望能够成功吧。世子，请留步。也就在这时，黄玄威走了过来。有事？林北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世子，玄威是来向您道歉的，之前是我心高气傲，侮辱了您，还请世子看在家父的份上，原谅玄威之前的所作所为。黄玄威深鞠一躬，语气诚恳道：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高高在上，起来吧。
这件事我压根就没放在心上。林北见状摆了摆手，懒得计较，多谢世子恩典。黄玄威神色一喜，满眼钦佩，实力强也就罢了，心胸竟然还如此宽广，看来之前确实是我鼠目寸光了。一念至此，他紧接着又说道：世子，虽然您原谅了我，但玄威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您能答应。什么？林北面露疑惑。扑通，突然黄玄威跪在了地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世子天资卓绝，武道通神，玄威希望能够拜您为师，跟随左右。你要拜我为师？林北微微一愣，有些没想到。黄玄威郑重点头，没错，希望世子能够成全。同样的年纪，他自己修炼了20多年，才有了接近大宗师的境界。虽然放眼整个大夏是天之骄子一般的存在，但林北却只是修炼了5年，就拥有了秒杀宗师的实力。这份天赋和实力，放眼整个世界都是无人可比拟的存在。因此他有所预感，用不了多久，林北就会成为大夏武道第一人，趁早拜师，成为首席弟子，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呵呵，堂堂望北阁的9大圣姬，竟然想要拜我为师，有意思。林北笑了笑，摇头道：可惜你的天赋太菜了，还不配成为我的徒弟。说完径直上了车，消失在原地。黄玄威整个人都傻了，他竟然说我菜，拜托，我好歹也是华夏武道界100年难遇的天才好吗？真是气死我了。黄玄威一脸气恼地握紧了拳头，不过只是片刻，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对，自从我修武以来，哪怕是武盟总盟主都不止一次夸赞过我的天赋，以他的眼光不可能看不出来，所以他这是在报复我，是因为记恨我之前对他的侮辱。对，一定是这样。一念至此，黄玄威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哼，林北，你这点小伎俩还瞒不过我。我知道你一定也很想收我为徒，等着吧，我一定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收我为徒将会是你这辈子做的正确的选择。北境军营，营帐中，数名身穿军装的高层将领围在一起窃窃私语。听说了吗？何家倒了，全部资产都被暗店收走了。我知道是林北干的，他不仅杀了何世玉，还封了李妙飞为江北省主。哎，没了何家，我们的军费将会减少1大半，搞不好连士兵的工资都发不起。说的没错，但是这才过去短短5年时间，当初的纨绔怎么就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众将领疑惑，面露忧愁，不知所措。毕竟是镇北王的儿子，他要真的是废物，当初镇北王也不会力排众议，立他为世子。也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军装、肩抗4星、满目威严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指挥使。众将领微微一愣，旋即赶忙站起身，躬身行礼，参见指挥使。北境指挥使雷千珏轻轻摆了下手，不必多礼，都坐下吧。是。众将领看了一眼雷千珏，纷纷倍感疑惑，他不是去前线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雷千珏看着自己的手下们，也不废话，直言道：诸位，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那就是林北回来了，又灭了何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如今的地位？毕竟北境曾经是林家的，我们只是鸠占鹊巢罢了。众将领闻言整齐点头，却又面露担忧。不管怎么说，林家才是北境的王，即便镇北王府没了，可只要林北还在，随便登高一呼，散落在大夏各地的30万镇北军依旧会重新归附。没错，而且现在的林北武道实力非同一般，我们当中怕是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所以要不我们还是……不等此人说完，雷千珏突然寒声打断，所以诸位为了自己的未来，林北也必须死。话虽如此，但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是啊，他连宗师武者都能秒杀，我们去了也只是送死。众将领纷纷畏惧道，显然都是被林北最近的战绩给吓怕了。哼，你们这群孬种，一个林北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你们也配称北境将领？雷千珏忽然一巴掌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他林北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我们手中目前握有50万大军，你们怕什么啊？可是军队是不能随意出动的啊。是啊，现在有外地敌环伺，我们的军队可是要守卫家园的。没错，要是为了对付林北就动用军队，从而使边境沦陷，我们必将成为大夏的千古罪人。看着一致反对用兵的众将领，雷千珏赶忙变换了态度，语气也缓和了不少。诸军不用担心，只是对付一个林北而已，还用不了那么军队，只需带些人去扫了李妙飞的暗店，夺回何家的财产，这样咱们的军费不仅能够得到解决，林北也一定会坐不住，杀上门来。众将领闻言，眼睛纷纷一亮，随即一致躬身抱拳，异口同声道：
指挥使圣明。哼！雷千珏冷然一笑，眼中闪过一缕寒芒。林北，你的死期很快就到了。南境龙王殿，龙王殿殿主萧天策在得知李店主被杀后，神色不起丝毫波澜。他坐在纯金制成的龙椅上，单手拄着额头，眼也不睁地说道：一个废物，死了也就死了。至于那个林北，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罢了，不值一提。要是没其他的事，就赶紧出去，别打扰本店主休息。是。手下无奈离开。轰！然而下一秒，萧天策便猛地睁开了眼睛，爆射出2道金光，一股恐怖的气势爆发而出，整座宫殿都是为之一震。他眼神凝起，死死地看着门外，冰冷且充满杀机。好一个林北，镇北王都死了，你竟然还敢如此猖狂，连我战神殿的人都敢动，真当我萧天策不存在吗？天九，去把他的脑袋给本店主带回来。话音落下，似乎有一道影子从萧天策身后飞了出去，悄无声息。怡红楼，装修奢华，高端大气，是江北最高档的风月场所。姑娘的样貌自然也不用多说，清一色的大长腿、小蛮腰、低胸配黑丝，令人眼花缭乱。但却有一女子与众不同，身穿开叉旗袍，面带薄纱，身材玲珑，气质出众，一双桃花眼更是雪白明亮，灿若星辰，丝毫不像风尘女子。林北当即被她吸引了，而对方似乎也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微微一笑，缓步走了过来。宋小姐。女子来到近前，朝宋之前打了声招呼。林北看向她，瞬间恍然，原来她就是宋之前所说的头牌，怪不得与众不同。一会就有劳你了，务必要给我伺候好世子，知道吗？宋之浅吩咐道。宋小姐放心，妾一定用尽全力。女子盈盈一笑，声音轻灵婉转，悦人心扉。好。宋之前点了下头，随即有些紧张地问道：世子，你觉得怎么样？完美。林北微微一笑，十分满意。世子喜欢就好。宋之浅松了口气，随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世子，包房就在楼上，请慢用。林北看了他一眼，说道：美人虽好，但无功不受禄，况且我之前还欠你一个人情。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求我？见自己的心思被看穿，宋之浅干脆也不再隐瞒。世子，你猜对了，我确实是有事求你，但我深知以自己如今的身份地位，与你是天差地别，因此世子如果愿意相助，之前将感激不尽；若是不帮，之前也绝对不会埋怨。毕竟如今的你还能与我说上几句话，就已经是之前的荣幸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自幼就生活在这种圈子里的宋之前，对当下的社会状态实在是太了解不过了，因此他才没有第一时间请求林北帮忙，就是害怕被拒绝。然林北在听到宋之浅的话后，脸色当即一变，微怒道：你把本世子当成什么人了？你是我嫂子的闺蜜，之前又为我嫂子挡过刀，单凭这2点，无论你有何事，我都会全力相助，不要把本世子也想成那些势利之人，好吗？宋之浅闻言，目光呆滞，心中涌起浓浓的感动。世子，他怎么可以这么好？在当今社会，像他这种好人真的不多了。世子，谢谢你。宋之浅眼眶发红，感激涕零道：谢就不必了，有事说事。当然以后要是能再多来一些头牌，倒也不错。林北目光落在身穿旗袍的女子身上，半开玩笑道。宋之浅一脸的哭笑不得，没想到5年过去了，世子竟然一点都没变，还是跟以往一样风流，就是苦了相思了。不过这种想法自然是不能说出来的，他赶忙收敛情绪，说道：世子，其实我们宋家是遇到了危机，希望你能帮我们宋家渡过难关。什么危机？就是宋之浅张嘴欲言，可还不等开口，突然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走了过来。这位美女，要不要跟本少共饮一杯呢？青年淫荡的目光在旗袍女子身上肆意游离。极品啊，这要是玩一晚上还不得爽上天。不好意思先生，妾今晚已经有人了。旗袍女子十分客气地回道。青年闻言瞬间看向林北，一脸不屑道：你说的就是他吧？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东西？诺，这是100万，赶紧拿钱滚蛋。这位美女，今晚必须是我的。青年趾高气扬地掏出一张支票递了过去，满脸蔑视。滚！然林北只是轻吐一字，看都没看支票一眼，脸上布满了冷色。青年勃然大怒：你竟敢骂我，知道本少是谁吗？林北怒哼道：我管你是谁，赶紧滚，不然死！呵呵，还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这么跟本少说话。行，你给我等着，
看本少今天怎么弄死！青年神色凶狠，掏出电话就要叫人。啪！林北直接一巴掌把他扇飞了出去。不动手在那儿瞎逼逼什么？聒噪！旗袍女子微微一惊，这就是传说中的世子，做事还真是果断。好了，这回安静了，可以说出你们宋家到底遇到了什么危机了。林北甩了下手掌，神色平静地对宋之浅说道。好。宋之浅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说道，其实我们宋家的危机就是我母亲被我二叔霸占了。怡红楼外，青年如断了线的风筝，狠狠地砸在了门口的地面上，发出一道杀猪般的嚎叫。少爷，你怎么了？守在门口的保镖赶忙过去把青年给扶了起来。滚开！青年气急败坏，愤怒地推开保镖，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目光凶狠道，好小子，你竟敢对本少动手，给我等着，本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说完，他立即掏出电话打了出去。喂，是天门武道堂吗？我是少主李子天，立刻给我调人，限你10分钟之内赶到怡红楼。与此同时，怡红楼的包厢内，林北得知了宋家的危机后，满脸怒火。原来宋家家主宋振国不仅被自己弟弟宋振江夺了权和家产，还霸占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宋之浅的母亲温红颜。因此宋之浅这才去医院当了护士，赚钱补贴家用。哼，没想到你们宋家竟然出了这么个丧尽天良的畜生。走，去宋家，本世子倒要看看他还能猖狂多久。林北说罢，愤怒地走了出去。世子，你真好。宋之浅深受感动，急忙跟了上去。然林北没走几步，突然想到了什么，回身说道，美人，洗干净，等我回来。旗袍女子乖巧一笑，世子放心，奴家一定洗得白白的，香香的。真乖。林北满意一笑，目光落在女子有些鼓起的小腹处，似有一团能量被他压制在了此处。他的身份果然不一般。林北目光微动，没有多说，走了出去。让刚才的小子给我滚出来，不然本少今天砸了你的怡红楼。也就在这时，一道猖狂的怒喝声从门外传了进来。恰好走到门口的林北看到了气势汹汹的李子天，在他身后则是站着数十位武道高手。怪不得这么猖狂，原来是叫人去了。林北笑了，朝他走了过去。而李子天见林北竟然还敢过来，也是冷笑了起来。呵，好小子，还算你有点勇气。不过敢打本少，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死。给我上，弄死他！话音落下，李子天大手一挥，身后的武者们立刻朝林北冲了过去。住手！也就在这时，旗袍女子走了出来。李子天赶忙叫停手下，媚笑道，美女是害怕见血是吧？你放心，只要你今晚好好陪我，本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惊吓。去，把这小子拉到郊外，活埋了。李子天随意摆了下手，似乎可以随意操控林北的命运一样。呵呵。然旗袍女子却是冷笑两声，一改之前温柔的气质，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寒气，威严毕露。李少，请收回你刚才的话，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本楼主今天给你一个面子，带着你的人速速离开，不然本楼主明天就灭了你们天门。话音落下，全场皆惊。什么？楼主？他难不成是怡红楼的楼主？林北一脸诧异，看向旗袍女子。他已经猜测到了女子身份不凡，却没想到她竟然是怡红楼的楼主。宋之浅更是傻眼了，什么情况？自己找的怡红楼的头牌竟然是怡红楼的楼主？堂堂楼主去当头牌，当今社会已经卷到这个份上了吗？当然，这还不是最令宋之浅震惊的。在他的认知中，身为北境8大世家的天门，远比怡红楼要可怕得多。怡红楼虽然是江北最顶级的风月场所，可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群风尘女子，靠着美色攀上了一些大人物的权势罢了。但天门却是传承上百年的家族，其势力根深蒂固，人脉广阔，实力极强。李子天也是愣了一下，但很快他就邪恶地笑了起来。嘿嘿，怪不得本少见你气质不凡，原来你是怡红楼的楼主。正好，要是普通女人，本少还看不上眼呢。你这位楼主倒是很合本世子的口味。看着笑容淫荡的李子天，旗袍女子也是笑了。李少，小女虽不才，可要是动起火来，也是会杀人的。杀人？呵呵，你可知我们天门乃是北境8大世家之一，门内高手无数，更是有大宗师级别的强者坐镇。就凭你，也敢跟我们天门抗衡？李子天一脸傲然，天门的实力是他最大的底气。看来李少是不准备相信了。旗袍女子神色一冷，随即玉手猛然一挥。切，你一个娘们能掀起什么风？李子天不屑地撇起了嘴，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见一股恐怖的寒气席卷而来。顷刻间，
他带来的那些天门高手就全都被冻成了冰雕。他瞬间瞪大了眼睛，满脸惊骇。但旗袍女子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也如同其他人一般被冻了起来。极寒之体，林北感受着那股极寒之气，惊讶地看了过去。世子，让您见笑了。旗袍女子微微一笑。你叫什么名字？林北盯着他问道。回世子，妾名韩月娥。韩月娥，大宗师，极寒之体。林北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有意思。不过他却是没时间多问，而是跟着宋之潜快速赶往了宋家。而林北前脚刚走，韩月娥就立即掏出电话打了过去。主人，我见到世子了。宋家客厅内，渡边先生在下实在无能，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没能调教好嫂子。等一会，怕是需要你亲自出马了。宋振江对坐在身旁的东瀛男人一脸惭愧道：哼，1个月过去了，连人家的手都没碰到，你弟就是个大弟，废物。渡边太郎竖起中指，鄙视道：对，我是废物。渡边先生说的是。宋振江连连点头，讨好道：算了，虽然你没调教好，但也是人妻了，符合我弟口味。渡边太郎摆了下手，眼中闪过一抹贪婪的光芒。嘿嘿，渡边先生喜欢就好。宋振江谄媚道：温红颜那个娘们已经被我囚禁在后院了，现在就等着渡边先生你去享受了。渡边太郎邪魅一笑，激动地站了起来。畜生，你们这2个丧尽天良的畜生，有本事冲我来，放了我的妻女。也就在这时，被五花大绑在地上的宋振国双眼猩红地大骂道：本来刚才从何家回来后，他准备跟宋振江谈谈，试图借助林北的名号让宋振江归还权力，不成想宋振江不仅不还，还把他绑了起来，并且还叫来了渡边太郎，并且还要把他的妻子送给对方。宋振国顿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恨不得把他们俩碎尸万段。啪！你这个绿王八还敢叫！宋振江一巴掌扇了过去，鄙视道：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你就是个废物。宋家交到你手上，迟早也要败亡。宋振国目眦欲裂，暴吼道：宋振江，我早晚要杀了你，就凭你！宋振江一脸不屑，懒得搭理他，转头对渡边太郎媚笑道：渡边先生，你不是最喜欢那种调调了吗？要不你把他带上，等一会让他在一旁看着如何？渡边太郎眼睛一亮，优西，你弟大的聪明。随后不给宋振国反抗的机会，拽着他就走向了后院。宋振江看着渡边太郎离开的方向，眯起了眼睛。先是夺宋振国的权，再霸占他的妻子，最后再把他的妻子送给渡边太郎，换取依附东瀛商会的机会。如此，只需牺牲宋振国一个人的小家，就能换来整个宋家的飞黄腾达。优西，我真是太聪明了。宋振江得意地笑了，不过可惜就是没能玩到大嫂。但渡边先生的调教技术一向很好，等他享用完，温红颜那个娘们应该就能从烈马变成母狗了吧。砰！然而就在这时，破门声传来，林北带着宋之潜闯了进来。宋振江，赶紧把我妈放了！宋之潜气势汹汹地问道。宋之潜，你竟然还敢回来！宋振江愣了一下，旋即脑海中闪过一个疯狂的想法，淫笑道：嘿嘿，不过回来得到正是时候，我享用不到你母亲，享用你也不错。丧尽天良，畜生不如！然而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如闪电般冲了进来，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你想死！宋振江的脸色瞬间大变，眼中布满了惊恐，因为他根本就没看清林北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是鬼吗？宋振江，我妈到底被你关哪儿了？宋之潜急声质问道。在后院。宋振江被掐得喘不过气来，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连忙说道。宋之潜闻言，立刻火急火燎地朝后院走去。咔嚓！而林北也直接掐断了宋振江的脖子。宋振江双眼大睁，死不瞑目。他做梦也没想到，本来还在计划着如何带领宋家成为江北第一世家的他，竟然就这么死了。后院一间房间里，宋之潜的母亲温红颜被渡边太郎死死地按在床上，裤子也被撕扯得不成样子，露出充满韵味的紫色。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我就算是化作孤魂野鬼，也会一直纠缠你，让你永世不得安宁。温红颜趴在床上，攥紧了拳头，歇斯底里地威胁道。优西，纠缠大滴好，我就喜欢被你这种美人纠缠。嘿嘿。渡边太郎笑容猥琐，神色兴奋，随后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你放心，一会还有你女儿呢，我会让你们俩成为我最好的补品。温红颜脸色巨变，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杀意。被捆在墙柱上的宋振国双眼更是要喷出火来，都怪自己无能啊，不然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妻女被欺辱。
这简直就像是一把刀插在了他的胸口上，险些痛到窒息。砰！然而就在渡边太郎马上要得逞的时候，房门被破开，紧接着一只大手朝他闪电般拍了过去。东瀛果然都是一群猪狗。砰！随着林北的话音落下，渡边太郎被拍飞了出去，传来一道闷沉声响，瞬间惊动了宋家的所有人，全都冲了过来。而宋振国瞧得此幕，却是满脸惊喜。世子，他没想到林北竟然真的愿意帮助他们宋家。要知道，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宋家跟林北都不在一个档次，换成其他人甚至都不会看他们宋家一眼，但林北却来了。爸妈，你们怎么样？宋之浅急忙跑过去给父母松绑。妈没事。温红颜装作无事的笑了笑，随后看向了林北。世子，难不成他就是当年北境的第一纨绔？八嘎！也就在这时，被摔得蒙头转向的渡边太郎站了起来，面庞狰狞地骂道：“你这个直内猪，竟敢偷袭我！给我死！”渡边太郎怒不可遏，右脚一跺地面，就要攻向林北。但还不等他动手，林北就如鬼魅一般来到了他身前，随即掐住他的脖子，将他一点点给提了起来。渡边太郎脸色瞬变，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他是谁？怎么会这么强？本世子曾说过，凡有敢犯我大夏者，必诛之。既然你们东瀛人找死，今天就成全你。林北神色一狠，猛然用力，就要掐断渡边太郎的脖子。世子，他是林北。渡边太郎闻言，瞬间反应了过来，眼中布满了惊恐。住手！他是东瀛人，不能杀。没错，他不仅是东瀛人，还是东瀛商会的副会长。杀了他，我们承担不起后果。这时，一众赶过来的宋家人见情况不妙，纷纷劝说道：“东瀛商会。”林北眯起眼睛，诧异道：“你是东瀛商会的人？先是有东瀛三郎，接着又是千叶美子，现在又来了一个副会长，这帮东瀛人到底是想干什么？”渡边太郎艰难开口：“没错，我是东瀛商会的副会长。林北，我知道你很强，但我们东瀛商会可不是好惹的，并且我们会长已经开始召集各路高手，今天只要你敢动我一下，我们东瀛商会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林北倍感好笑，也就是说，你们会长准备诛杀我？没错，你抢了紫玉，我们东瀛商会是不会放过你的。渡边太郎恶狠狠地说道。宋振国闻言连忙劝道：“世子，他说的对，东瀛商会不好惹，要不还是把他放了吧。他要辱你妻女，你竟然让我放了他。”林北震惊道。宋振国叹了口气：“世子，他虽然罪该万死，但毕竟是东瀛人，我们惹不起。没错，东瀛人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林北，你别以为自己最近战绩辉煌就有多么了不起，赶紧放了他，要是惹怒了东瀛人，我们全都吃不了兜着走。”宋家众人也接连大叫道：“哼，一个东瀛人杀了也就杀了，有什么惹不起的？我看你们就是跪久了，站不起来了，就你们也配称之为大夏人？”林北怒哼一声，心中充满了鄙视，随即大手猛地一用力，就掐断了渡边太郎的脖子。渡边太郎双眼一翻，顷刻间就没了气息，直到死他都不敢相信林北竟然真的敢杀他。难道他就不怕东瀛商会的报复吗？不好，他竟然真的杀了渡边先生！完了完了，这回是彻底完了，东瀛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林北，看你干的好事，你赶紧去找东瀛人请罪，别连累我们宋家。宋家人纷纷暴怒，指着林北发起了攻击。哼，你们这群窝囊废，不就是杀了一个东瀛人吗？有什么好怕的？有世子在，他们东瀛人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直接灭了他们就是。宋之浅双手掐腰，愤愤不平地说道：“说得对，你们这群人真是白活了这么大岁数，都不如一个女人。区东瀛人直接灭了就是。”林北不屑道，随即便走了出去。啊！宋之浅见状，直接傻眼了，自己只是说说而已，他怎么就当真了？于是急忙拉起温红颜的手，跟了上去。也就在这时，林北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横的力量，猛地转过头，只见宋之浅和温红颜相握的掌心间有一股雄浑能量在通过两人的掌心彼此流通，这是一中飘逸的双灵圣体。林北大为震惊，所谓双灵圣体是出现在母女身上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修炼体质，只有母女两人心意相连，才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否则单独拿出一人都与寻常人无异。这也是为什么林北之前没有发现宋之浅身体异常的原因。而与双灵圣体进行三修，将会提高数十倍乃是上百倍的修炼速度，但前提是需要母女两人心意相通，并且愿意跟同一个人三修。怪不得渡边太郎要侮辱他们母女，原来是这个原因。林北很是心动，不过当他看到宋振国后，
便立刻压制住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宋振国还活着呢，做人要守道德。与此同时，东瀛商会，千叶无归正在疯狂炫饭，脸上布满了怒火。东瀛三郎被杀，丢了子玉，千叶美子又私自去找林北麻烦，打草惊蛇，因此他很是气愤，唯有通过炫饭才能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怒气。林北，你给我等着，本会长早晚要杀了你，抢回子玉。千叶无归在心里怒吼一声，随即抱着羊腿啃下了一大块肉。一旁的手下们在看到自己会长的状态后，也都跟着大快朵颐了起来。砰！然而就在这时，林北突然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地上，整座大楼都跟着晃动了起来。环视周围，在看到个个都吃得满嘴流油的东瀛人后，玩味道：“还吃？收你们来了！”什么人？随着林北突兀的出现，在场的东瀛武士皆是一惊。我，林北寒声道：“你是谁？”一名商会长老愤怒地站了起来。林北？什么？你是林北？那名长老当场愣住，脸上布满了震惊。你就是林北？千叶无归也急忙放下手中羊腿，满目震撼地站了起来。他竟然敢孤身闯入东瀛商会，找死不成？没错，就是我。你们不是正在调集高手，准备要弄死我吗？现在不用去找我了，我自己来了。只不过今天要死的是你们。林北眼神一冷，杀意迸射。林北，你放肆！这里可是东瀛商会，拥有着上百名玄境高手，还轮不到你来撒野。那名长老当即暴怒，随后便是一掌朝林北凶狠地拍了过去。恐怖的真气爆发而出，空间都是为之一震，宗师修为尽显无疑。不自量力！林北轻哼一声，神色平静，随意挥出一掌。噗！那名宗师境界的长老当场被拍飞了出去，暴毙身亡。什么？他竟然能秒杀宗师？在场的东瀛武士们全都被吓到了，每个人的眼中也都充满了浓浓的惊恐。唯有大宗师级别的武者才能秒杀宗师，也就是说，林北现在的境界至少是大宗师。他才多大啊？就算打娘胎里修炼，也不可能是大宗师啊！千叶无归也是眼皮狂抖，林北的强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身为东瀛商会会长，又召集了上百位玄境高手，给了他很大底气。他不信林北能是整个东瀛商会的对手。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上，一起杀了他！上百名玄境，就算是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他淹死。千叶无归目眦欲裂地暴吼道，脸上青筋毕露，狰狞可怖。那些刚刚被千叶无归召集过来的东瀛高手们见状也不再犹豫，立即冲了上去。上百名玄境，就算是大宗师也得死。哼！一群东瀛猪狗也敢在我大夏的地盘上撒野，都给我死！林北暴喝一声，滔天杀意爆发，一道真龙虚影破体而出，震耳的龙吟声如雷鸣般响彻，散发着浓烈的毁灭性气息，势不可挡。噗噗噗！顷刻间，那些东瀛武士就全都被真龙虚影给洞穿了胸口，漫天鲜血如暴雨一般洒落下来，整座商会都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触目惊心。咕咚！千叶无归直接吓傻了，狂吞口水，疯狂后退。秒杀大宗师也就罢了，可他竟然连上百名玄境武者都能秒杀，这是大宗师武者都做不到的事情。难道他的修为已经超过大宗师了？那得是什么境界啊？迄今为止修武数十年也没见到过啊！啊！也就在这时，一道真气突然撞击到了千叶无归的胸口上，仿佛被千斤巨石砸中了一般，瞬间倒飞了出去，发出一声惨叫。就这么点人也想杀我？再去叫，最好是把你们东瀛人都给叫过来。今天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若是你们东瀛人都来了，本世子今天正好灭了你们整个东瀛。林北一脚狠狠地踩在千叶无归的胸口上，浑身被鲜血浸染，有如一个血人，杀意冲天。千叶无归吓得身躯狂颤，一股黄色液体竟是顺着裤裆流了出来。别杀我，我已经没人了，求求你放过我！千叶无归满眼惊恐，疯狂求饶，没人了。林北擦了一下脸上的血迹，冷笑道：既然叫不来人，你还有脸逼逼？去死！噗嗤，一道血柱溅射而起，千叶无归的胸口当场被洞穿，死得不能再死。哗啦啦！也就在这时，一众宋家人赶了过来，恰好看到了千叶无归被杀的一幕，以及遍地的尸体。顷刻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脊背发凉。堂堂东瀛商会就这么被灭了。从今以后，你们给本世子记住，如今的大夏已经不是100年前的大夏，大夏人早就站起来了。区区东瀛人有何惧？若再敢来犯，亡国灭种！林北声若惊雷，威严毕露，震人心魂。
周身更是爆发出一股睥睨天下的王者气势。在场的宋家人全都被深深的震撼到了，看着林北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恐惧和敬佩。哇哇哇！世子好帅！宋之浅第一个回过神，欢呼雀跃的蹦跳起来，崇拜到了极点。他当真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问红颜的眼中则是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宋振国也呆愣了好久，随之回过神，快步走到林北身边，一脸媚笑道：世子威武，世子霸气。林北微微邹眉，眼中浮起一丝厌恶。他对宋振国可谓是没有一点好感，守不住自己妻子，遇到事情只会无能狂怒也就罢了，还是个趋炎附势的人，难怪会被宋振江夺权，也是废物一个。世子，感谢你帮了我们宋家大忙，为表感激，我们宋家的好东西随你挑选，我身为家主，定不会吝啬。宋振国拍着胸脯，满脸阔气地说道。林北呵呵一笑，看向一旁的温红颜，戏谑道：我看你老婆就挺不错的，你难道也不吝啬吗？宋振国闻言当场愣住，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北竟然会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温红颜也是一惊，精致的容颜上浮起一丝怒气。世子，请注意言辞。林北笑而不语，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温红颜，饱满的身材，绝美的脸蛋，40多岁的年纪正是最好的时候，就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饱满多汁，风韵犹存。世子，你瞎说什么呢？宋之浅的脸色也是一变，嗔怒道：呵呵。林北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既然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至于你们宋家的其他好东西，还是免了吧。说完，林北不再废话，转身就要离开。世子，请等一下。突然，宋振国连忙叫住了他。你同意了？林北回身笑着打趣道：世子，如果你能让我宋家成为江北第一世家，我可以同意你的请求。宋振国沉思片刻，满脸凝重地说道：你说什么？这回轮到林北震惊了，他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即便温红颜和宋之前罕见的双灵圣体，但他身为北境世子，又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做那种毫无道德底线的事？可令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宋振国竟然同意了。怎么，你就那么喜欢当女王八？呵呵。林北笑容古怪，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赶忙逃离。唉，世子，你别走啊，我说的是真的，没跟你开玩笑。见林北跑得比兔子还快，宋振国急忙大喊道。可林北早就不见了踪影，无奈只能原地叹气。爸，你就这么想赶我们走吗？这时宋之浅红着眼眶问道。唉。宋振国重重地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之前我养了你这么多年，已经无愧于你们母女了。至于宋家，即便我不赶你们，你们也迟早要离开的。宋之前紧咬嘴唇，沉默不语，眼中却是充满了不舍。是啊，江北宋家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但不管怎么说，宋振国都是对他有养育之恩，怎么能说走就走？宋振国，这些年多谢了，至于以后，我相信世子会替你照顾好我们的。温红颜深鞠一躬，真诚地道了句谢，随后看向林北离去的方向，眼中闪过一抹深邃的光芒。世子，我们来了。镇北王府。林北刚一回来，就直接奔向了自己母亲的房间。自从他出狱以来，还没跟母亲好好聊过天呢，所以想跟母亲好好聊聊。但还没等说几句话，就被云兰给赶了出来。你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跟我有什么好聊的？赶紧去陪你媳妇去，尽快给我生个孩子出来，不然打断你的腿。看着穷凶极恶的母亲，林北一脸的哭笑不得，无奈只能乖乖的回到了自己房间。嫂子，我回来了。然而林北在屋里环视一圈，都没看见自己嫂子的身影。嫂子呢？难道是又洗澡去了？是小北回来了吗？也就在这时，卫生间里传来一道清脆的女音。果然，嫂子又在洗澡。是我。林北回复一句，走向了卫生间。这么晚才回来，应该累坏了吧？快进来，好好泡个热水澡。听着这道声音，林北眼中浮起一丝疑惑，这声音怎么跟嫂子有点不像呢？还愣着干什么？倒是进来啊！难不成还想让嫂子亲自出去请你？卫生间里传来一阵催促声。啊，好。林北回过神，懒得再多想，这是自己家，外人是进不来的。卫生间里只能是嫂子。一念至此，林北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去。反正都已经是夫妻了，一起洗澡也是很正常的事。况且他上次洗鸳鸯浴还是跟沈南薇一起洗的，都过去好几年了，自然是有些怀念当初的感觉。然而就在林北刚走进卫生间的时候，直接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只见洒满玫瑰花瓣的浴缸里，此时正躺着一个衣无寸缕的绝色美女，一条雪白长腿伸了出来，
搭在浴缸边缘，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粉嫩小脚丫在轻轻勾动着，带来一股极致的魅惑。整个卫生间也充满着玫瑰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女人的长相，她与叶相思有7分相似，却不是叶相思。二嫂，怎么是你？林北惊呼一声，整个人都傻了，随后赶忙转过身，不再去看眼前的香艳一幕。哟，小叔子，你怎么个事儿？才5年不见就变得这么害羞了？赶紧滚过来，给你二嫂好好戳戳后背。叶夕瑶看着林北的背影，笑意盈盈地嘲弄道：二嫂，什么叫我怎么个事儿？我倒想问问你是怎么个事儿。林北深呼口气，压制着乱跳的心脏说道：但还别说，比起大嫂，二嫂的身材更有料，玩得也更花。犹记得她在跟二哥刚结婚的时候买了不少情趣衣服，好像还有镣铐鞭子什么的，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用。叶夕瑶闻言媚笑一声：小叔子，二嫂都这样了，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难不成还想让二嫂主动过去？二嫂，你是说你也要跟我？林北瞪大双眼，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世界现在这么疯狂了吗？大嫂也就算了，二嫂竟然也想，那三嫂该不会也有这个意思吧？小叔子，恭喜你，猜对了。昨天听大姐说你很猛，把她折腾了个半死。哼，本女王的姐姐也是你能欺负的，赶快滚过来，让二嫂看看你到底怎么个事儿。叶夕瑶娇喝一声，命令道。林北面色一正，在他印象中，叶夕瑶一直都是活泼古怪的性格，什么时候成女王了？二嫂，你这是在跟我玩 cosplay？ 叶夕瑶娇滴滴地说道。怎么？难道你不喜欢？林北没说话，呼吸却变得沉重了起来。哥哥。叶夕瑶偷笑2声，但见林北还在犹豫，眼中金光一闪，正色道：小叔子，你就别装了，你的身体都已经出卖你了，而且二嫂是心甘情愿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逼迫。你的哥哥们都已经死了，我们姐妹3曾经又身为林家的女人，因此在外界人眼中身份最是敏感，根本无人敢娶，更何况我们3也想当一辈子的林家人，所以你要是还不同意的话，二嫂也就只能以死明志了。听着自己二嫂悲痛欲绝的语气，林北神色顿时一慌，担心叶夕瑶真的会做傻事，于是赶忙转过身冲了过去。二嫂，别！呜！然而正准备把头撞向浴缸的叶夕瑶忽然抬起头，随后猛地搂住了林北的脖子，堵住了他的嘴唇。林北的大脑瞬间短路了，双眼睁得老大，自己身为堂堂女子监狱2当家，竟然被一个女人给强了。不过在温润红唇的滋润下，他很快沦陷了。卫生间内气温骤升，足足10多分钟后，叶夕瑶才松开林北，舔了一下有些酥麻的嘴唇，抛了个媚眼道：小叔子，你真厉害，弄得二嫂嘴巴都麻了。不过二嫂是不是比你大嫂厉害？林北摸了一下自己被咬破的嘴唇，苦笑道：你可比大嫂狂野多了。嘻嘻。叶夕瑶一脸得意，撒娇道：小叔子，别生气嘛，二嫂刚才也是有些激动，才不小心弄伤你的。但是咱们既然都决定做了，就应该好好玩嘛，你说是不是？林北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叶夕瑶诱人的身材。二嫂，你就不怕我玩死你啊？玩死我？好啊好啊，快来快来，赶紧让二嫂领教一下你到底有多勇猛。叶夕瑶不由反喜，欢呼雀跃地朝林北扑了过去。亲爱的小叔子，乖哈，你的前半夜是二嫂的，后半夜是大嫂的，我们姐妹俩合力就不信治不了你。哼，小叔子也想反天，赶紧给姑奶奶老实躺好。东瀛商会门口，当外出寻宝归来的千叶美子看到变成废墟的总部大楼后，整个人都傻了。自己才离开1天的功夫，家怎么就没了？谁干的？小姐。也就在这时，一个侥幸存活下来的东瀛武士艰难地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千叶美子赶忙走过去，急声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呢？那名东瀛武士一脸虚弱地说道：是林北，他杀了会长大人，灭了商会。你说什么？我爸死了。千叶美子震惊不已，愣在原地。小姐，请节哀，我知道会长的死会对你造成很大的打击，但你放心，东瀛一定会帮会长大人报仇的。那名东瀛武士语气伤感地安慰道。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千叶美子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反而还仰头大笑了起来。哈哈，我爸死了，我爸竟然死了，死得好，死得真好啊！从此以后，凡是生活在江北，不是整个北境的东瀛人，都要以我为首，我就是北境东瀛人的新头目。千叶美子满脸兴奋，激动无比。那名东瀛武士傻眼了，不是，就算是干爹，可好歹也养了你18年，你就是这么孝顺自己养父的。然而
他刚要开口反驳，便是看到了千叶美子那充满威严的眼神。那名东瀛武士立马闭上了嘴巴，心生惊惧。果然，权力是这个世界上能最快改变一个人的毒药。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也就在这时，千叶美子向他问道：回小不，会长，我叫井上野狗。那名东瀛武士立马改口，媚笑道：井上野狗，好一个野狗，都伤成这样了，竟然还没死。千叶美子看着浑身是血却仍旧交谈自如的井上野狗，轻轻点了下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东瀛商会新一任的副会长了。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召集所有散落在北境的东瀛人，本小姐要带领你们灭杀林北，一统大夏。千叶美子眼中闪过一抹自信的光芒，豪气干云地说道：是，会长万岁。井上野狗双手抱拳，一脸惊喜地恭维道。千叶美子得意地笑了，暗道：哼，林北，你给我等着，待本会长整合所有东瀛人的资源为己用，就不信一剑刺不死你。与此同时，镇北王府刚刚结束一龙戏二凤的林北正准备和两位嫂子温存一会，不料黄忠信突然发来了消息，说是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是被林北派去召集镇北军旧部，这么早就赶了过来，想必是有了重要消息，因此绝不能怠慢。无奈林北只能起床穿好衣服出门迎客。然林北前脚刚走，已经累得起不来床的叶向思和叶夕瑶就开始小声埋怨了起来：姐姐，他怎么真的这么猛啊？我本以为咱们俩能收拾得了他，没想到……姐姐，妹妹的屁股都要被拍肿了，你赶快过来给我揉揉。叶相思一脸苦笑，不过对于妹妹一向宠爱的她，还是没忍心拒绝。然而就在她刚刚翻身的时候，身后也是传来一股剧痛，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妹妹，姐姐怕是也不行了啊，你的屁股也被拍肿了吗？叶夕瑶当即变了脸色，气愤道：这个坏家伙，咱俩可是他嫂子，他怎么舍得下这么重的手？叶相思苦笑道：爱到深处情不自禁呗。叶夕瑶无语了，呈大字形往床上一躺，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那以后可怎么办啊？光靠咱俩也不是他的对手啊。三妹又在做大事，一时半会回不来，咱们俩岂不是要遭很长时间的罪？叶相思耸了下肩膀，无奈道：目前看来好像是这样的啊。叶夕瑶绝望了，小脸瞬间捏成了茄子，遭一晚上罪就已经要受不了了，要是再多遭几天，还不得真被干死啊。等等，突然叶夕瑶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睛突然一亮：姐姐，我记着你好像有个好闺蜜叫宋之浅对吧？对。叶相思先是下意识地点了下头，随后便是很快反应了过来，警惕道：你要干什么？我可警告你，之前可是我最好的闺蜜，你可不能祸害她。叶夕瑶满脸无辜：姐姐，你看你说的叫哪门子话？妹妹的心地多善良啊，你看我是坑人的人吗？你是？叶相思一本正经道。叶夕瑶脸色一黑，翻了个白眼。不过很快他就又有了好点子，抓着叶相思的手臂摇了起来：姐姐，咱们的小叔子现在这么优秀，以后注定是要封王的，而自古以来王侯将相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对吧？叶相思了一声，对。叶夕瑶神色一喜，所以让宋之前也过来帮咱们分担一下压力，是不是也不算过分？是也不是？叶相思眉头微皱，总觉得叶夕瑶哪里说的不对，却又说不出来。叶夕瑶不管他，继续蛊惑道：姐姐，你犹豫了，这就证明你也觉得妹妹的想法是对的，所以要不也把之前给拉上岸？姐姐英明。林北并不知道自己两位嫂子正在对他的未来生活做努力，快步来到王府门口，见到了黄忠信。参见世子。见到林北，黄忠信立马下跪行礼：皇叔，以后这些礼节就免了，快起来，先说正事。林北扶起他，快速说道：谢世子恩典。黄忠信双手抱拳，随即正色道：禀世子，经过属下的调查，目前已经得知了镇北军的分布情况，其中以西境人数最多，大约有20万人左右，全都归凭西王掌管。南境有3万人，西境有6万人，至于咱们北境只有1万人，现在隶属于北境指挥使雷千珏的麾下。听着黄忠信的禀告，林北点了下头，算是对镇北军的分布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那镇北军的将领们呢？还剩下多少？黄忠信神色伤感，重重地叹了口气道：回世子，将领所剩无几了，具体还有谁在，我也不是很清楚。林北虎目一红，心痛不已。其实他早就想到了，随着镇北王府的覆灭，昔日那些忠于镇北王的将领们大多数都难逃一死，只不过他不想接受这个结果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镇北军的士兵还是将领，都是他父亲一生的心血，理应重归旧部，再创辉煌。走，去北境军营，先让那1万镇北军士兵回家。林北语气一沉，眼神透着前所未有的坚决。是。黄忠信躬身，激动地颤抖了起来。5年了，镇北军终于要回归了吗？世子，救我！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女子的求救声传了过来。林北循声望去，只见李妙飞浑身是血的朝着王府奔逃而来，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气息强横的黑衣蒙面人。嘿嘿，李妙飞，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劝你还是乖乖跟我回去，享受小爷长枪的滋味吧。二当家，救我！李妙飞踉踉跄跄地跑到林北身边，再也撑不住，扑通一下摔在了地上，浑身伤痕累累，气息虚弱，狼狈到了极点。林北见状，双眼瞬间迸射出蓬勃杀意，愤怒地看着追上来的蒙面人，寒声道：刚才是你把他伤成这样的？没错，就是我。蒙面人冷然一笑，道：想必你就是林北吧？怎么，你想杀我？知道就好。林北目光一沉，随即便是一拳轰了出去。嗖！然而接下来出乎意料的一幕那发生了，只见蒙面人脚尖平点，如水波荡漾一般，瞬间就移动出了上百米距离，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林北的攻击。凌波微步。林北愣了一下，没想到失传已久的绝世武功凌波微步就竟然重现江湖了。林北，我知道你强得很怕，不仅一言喝退5000军，还杀了逍遥侯与何世玉，甚至就连江北武盟和东瀛商会都亡在了你的手里。或许放眼当今整个北境武道界，已经没人是你的对手了。但是小爷虽然打不过你，可论起速度，呵呵，就算100个你也比不上。蒙面人玩味一笑，随即化作重叠的光影，顷刻间消失在了原地。有猖狂大笑声从远方传来，充满着挑衅。林北，如果你真有本事，就来追我呀，小爷等你，哈哈。想跑？林北眯起眼睛，右脚一跺地面，就要追上去。二当家，别冲动。李妙飞赶忙发出阻拦。林北回头看了一眼，你并无性命危险，先好好养伤，我去就回。李妙飞急声道：世子，他是雷千诀的贴身护卫风行者，不仅本身拥有着接近大宗师的修为，速度更是天下一绝。而且他昨晚还带人灭了江北暗殿，并一路把我追杀到这里，为的就是激怒你，从而引你到北境军营。因此据奴家猜测，雷千诀现在已经在北境军营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一去，必然会对你发起最猛烈的进攻。李妙飞能在20多岁的年纪就被曼陀罗给予重任，统领整个大夏暗殿，跟他聪明的头脑是分不开的。他起初还在疑惑自己跟雷千诀并无仇恨，他为什么要派人灭了自己在江北的暗殿分部？这事在与整个暗殿结仇是最愚蠢的行为。可在经过一晚上的逃亡，风行者明明能追上他，却故意放他逃离，他便想到了缘由。雷千诀的目的是林北。你是说雷千诀要对付我？林北皱起了眉头，沉声问道。没错。李妙飞神色凝重，虚弱道：二当家，奴家知道你举世无敌，但北境军营驻扎着15万大军，同时还配备着当下最先进的军事武器，就算是你也难以抗衡。可是他们伤了你。林北语气森冷，杀意四射。李妙飞内心一暖，抢笑道：二当家，奴家能听到你这句话，就算是死也心满意足了。可奴家的命贱还不值得你去冒险，更何况奴家的暗殿也不是浪得虚名的。二当家且稍等几日，待奴家调集力量之后，定会让雷千绝悔恨终生。林北目光冰寒，怒声道：本世子报仇从来不隔夜，伤了我的人就这么想一走了之，绝无可能。说完不再废话，暴冲了出去。世子，等等我！黄忠信见状，担心林北遇到危险，急忙追了上去。而李妙飞则是开心的笑了，像个思春的小女孩，泛起了花痴。二当家竟然说我是他的人，此生就算是死也无悔了。林北奔行没一会，就感受到了黄忠信的气息，于是停下脚步，等待对方追上来。世子，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可是北境军营，不是武盟和东瀛商会，更不是周家何家，15万大军啊，就算一人射一发子弹，也会把你打成筛子的。黄忠信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满脸担忧地劝道：黄叔，你要知道，本世子的人只有本世子能动，其他人碰一根毫毛都不行。雷千诀想要对付我，尽管冲我来，但他却动了李妙飞，我必杀他。林北攥紧拳头，周身杀意凌人。黄忠信深受感动，身为世子，未来的镇北王，如此袒护下属，这是件大好事。但世子，
雷千珏趁火打劫，占了北境，现在估计是害怕你要抢走他辛辛苦苦才得到的权利，所以才要对付你的。这种人固然万分可恨，也迟早是要杀的，但绝不是现在。黄忠信苦口婆心地劝说，你是未来的镇北王，镇北军也需要你重振辉煌，你的肩膀上担着重任，因此不管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林北不悦道，黄叔，你的意思是说本世子冲动了？黄忠信不顾要生气的林北，继续劝谏道，没错，你确实冲动了，因为北境军营不仅驻扎着15万大军，还有风行者在，以他的速度，只要你不能在瞬间将其杀死，他就会一直侵扰你，影响你的战斗力。因此北境还送了风行者一个死亡灵者的称号，外界更是传言想要杀雷千珏，必须要先杀掉风行者。可是你现在连风行者都追不上，又何谈杀雷千珏呢？听着黄忠信的忠告良言，林北欣慰地笑了。黄忠信果然是忠信两全，镇北军需要的就是他这样的将领。把想法埋在心里，林北笑问道，黄叔，你怎么就认为我追不上风行者？黄忠信摇头苦笑，世子，你就别自大了，风行者的速度是大夏最快的，而且现在距离他逃跑都已经过去10多分钟了，估计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试问你怎么追？林北冷笑摇头，随后突然问道，黄叔，你体验过双飞的感觉没有？黄忠信闻言，嘴角顿时狠狠一抽，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世子你竟然还有心思唠黄课，能不能正经点？不过他还是回了句没有。林北点了下头，随后伸了个懒腰，望向天空，已经很久没双飞了，今天就带你体验一把。话音落下，在黄忠信一脸懵逼的眼神中，林北拉起他的手，随即纵身一跃，竟是真的飞向了高空。耳边风声呼啸而过，下方的城市更是疯狂倒退，快若闪电。我操，世子他竟然会飞！黄忠信满目震惊，激动的连粗口都爆了出来。他是万万没有想到，林北说的双飞竟然是这个意思。世子牛逼！风行者一路狂奔，身体化成了残影。10多分钟后，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见没有林北的身影，开心的笑了。林北，纵使你武道天赋超群，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当你的速度追赶不上我的速度的时候，就算你有移山填海的能力，也不过是我的活靶子罢了。风行者傲然得意，他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想先检测一下林北的实力罢了。现在看来，林北的速度跟他要差上很多，不足为惧。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残影突然从他头顶飞了过去。风行者猛地抬起头，只见前方不远处，林北带着黄忠信从高空落了下来。这怎么可能？风行者瞬间大惊，难以置信，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而且还是从高空落下来的，难不成他会飞？你刚才让我追你，现在我追上来了，你可还有遗言？轰！林北身影一闪，顷刻间来到风行者身前，如风一般的速度让风行者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呆愣在了原地。他一直都以为自己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却不曾想风行者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竟是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了，痛苦的双手抓着头皮，不停地喃道：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还会有人比我快？林北看着丧失斗志的他，冷笑道：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一个修武的，凭什么跟我这个修仙的斗？砰！话音落下，林北猛然拍出一掌，风行者倒飞出去，瞬间没了气息。然而在临死之前，他却是闭上了眼睛，死得毫无遗憾，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修武的是不可能跟修仙者抗衡的。世子，你当真是又让我开了眼？黄忠信看着顷刻间就死于非命的风行者，由衷的敬佩道。他不曾想到，才短短5年不见，昔日的北境第一纨绔就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在他看来，如今林北的实力已经丝毫不亚于当年的镇北王了，当真恐怖如斯。黄叔，既然知道我的实力，可否跟我闯一闯那北境军营？林北看向黄忠信，笑问道。世子，你虽勇武，但毕竟是军营，要不还是……黄忠信欲言又止，面露担忧。在整个大夏历史上，天赋卓绝者、武道通神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但却没有一人能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军队抗衡。军队永远都是军队，是国家的镇国基石，是非个人之力所能挑战的存在。皇叔，在本世子眼中，北境的军营只能姓林，莫说是15万大军，便是100万大军，又能如何？他雷千珏敢拦，他便死。今日的你，且听龙吟就好。林北风轻云淡地说完，再次腾空而起，朝北境军营飞了过去。疯了，真是疯了！
黄忠信一脸无奈，只好跟了上去。与此同时，北境军营指挥使营帐中，沈战神，您请放心，我已经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林北一到，上万士兵就会立刻冲出来把他射成筛子。雷千珏看着坐在对面的沈南威，信心十足地说道：你做事我放心，但林北曾一言喝退5000军，万不可轻敌。沈南威目光微沉，脸色凝重地说道：林北，反正你都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不如再帮我杀了雷千珏可好？无妨，就算他能一言喝退5000军，但我的手中可是掌握着15万大军，那可是15万啊，哪怕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他淹死。况且我还有风行者在，光凭他一人就够林北喝一壶的了。雷千珏满脸自信，他实在是想不出在自己的地盘林北拿什么跟他斗。雷指挥使，你还是把林北想得太简单了，风行者恐怕都不是林北的一合之敌。沈南威摇头说道。雷千珏神色不悦，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但很快他就压制了下来。沈战神，你也太把林北当个人物了吧，他最近是战绩惊人，但周家与何家那种货色也配跟我比？更何况风行者的速度是公认的天下第一，林北连他的手都碰不到，还想杀他？呵，开什么玩笑？雷千珏轻蔑一笑，在他看来，沈南威就是被林北吓怕了。砰！然而就在这时，一颗人头被人从帐外抛了进来，滚到了他脚下。雷千珏瞬间暴怒，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他的军营杀人，还把人头抛了进来，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找死！风行者！可当雷千珏看清楚人头的正脸后，瞬间愣在了原地。他才夸赞完风行者，转头就这么死了，这怎么可能啊？又是谁杀了他雷千珏？还认识我吗？也就在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营帐打开，林北与黄忠信走了进来。林北，竟然是你！雷千珏瞳孔冷缩，惊骇不已。他竟然杀了风行者！林北，你真是胆大包天，不仅杀了我的贴身护卫，还敢闯入军营，我要你死！雷千珏攥紧拳头，歇斯底里地吼道。呵！林北双手背后不屑道：少说废话，把你的人都叫出来！灭了江北暗殿，打伤李妙飞，又意图谋害我，本世子今天就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雷千珏面庞狰狞，厉声道：好，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来人！哗啦啦，下一秒，黑压压的士兵就如潮水一般涌了进来，每一个人的手中都拿着最先进的冲锋枪，把营帐围了个水泄不通，并且还有数不清的士兵在从各处营帐赶来，至少也有数万人。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扑面而来，黄忠信内心大惊，低声道：世子，真的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本世子要杀的人，玉皇大帝也拦不住。林北怒喝，杀气冲天，之后便要动手。你找死！雷千珏眯起眼睛，抬起的手眼看着就要落下。都给我住手！突然，沈南威大喝一声，拦在了两人中央。沈南威，怎么哪儿都有你？再次看到沈南威，林北眼中充满了怒火。林北，我之所以在，是不想看到你身首异处。沈南威神色冷漠，这里是北境军营，驻扎着15万大军，就算你再神勇，也插翅难逃。不过，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现在束手就擒，我可以让雷指挥使饶你不死。林北闻言倍感好笑，沈南威，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就凭这北境军营区15万大军，能奈我何？你还让他饶我不死？你怎么不问问，本世子今天能不能饶了他？暴喝一声，舌战惊雷。雷千珏的脸色瞬间涨红，气血翻涌，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他怎么会这么强？光是听声音，竟然就让我体内真气躁动，险些爆体而亡。雷千珏的眼中写满了惊恐，心生退意，想要言和，但还不等他说话，沈南威突然发出一声讥笑：林北，你狂妄，有15万大军在，你如何杀他？而且不是我看不起你，自幼就接触军中事务的你，应该知道北境指挥使的权力。在当年，他的地位仅低于镇北王，现在镇北王死了，他就是北境的王。先不说你能不能在万军之中取他首级，就算你真的能，可是你敢吗？林北目光一沉，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吗？沈南威轻蔑道：你做事向来果断，现在却犹豫不决，很显然你不敢。见被沈南威轻视，林北彻底怒了，面色阴沉，杀意凌人。呵呵，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本世子不敢做的事，他一个区北境指挥使又算得了什么？话音落下，
林北猛然出手，一掌拍向了雷千珏。雷千珏瞳孔猛缩，赶忙大叫道：“不要，我不跟你为敌了！”砰！然而林北速度极快，根本不给他言和的机会，瞬息之间他就被拍飞了出去，鲜血狂喷。沈南威，我日你姥姥！雷千珏眼珠子充血，死死地瞪视着沈南威，眼中充满了怨毒。直到此刻他才反应过来，沈南威并非是在帮他，而是在故意激怒林北，借刀杀人。他才是那个最大的敌人。可惜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至于那些士兵也反应了过来，不过雷千珏却死了，看向林北的眼神也都充满了恐惧。他竟然真的能在万军之中取敌人首级，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可能这么强？林北，你好大的胆子，竟然真的杀了北境指挥使！沈南威瞬间暴怒，面如寒霜，厉喝道：“来人，立刻给我杀了他！”哒哒哒，那些士兵闻言也不再犹豫，立即开枪，无数发子弹朝林北铺天盖地地射了过去。黄忠信大惊失色，毫不犹豫地出手，拍出一道道真气凝成的掌印，但以他的实力根本就抵挡不住这么多的子弹，仅是片刻的功夫他就败下阵来。世子，快走！黄忠信急声大吼，不过神色却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今天就算是死也要保住林北。皇叔，在来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纵是100万大军也无惧。林北沉声低喝，霸气侧漏，随即双臂一震，护体罡气连同黄忠信一起包裹了起来。那些密集的子弹当即有如打在了钢板上一般，传来铿铿锵锵的金属撞击声，无法伤害两人分毫。世子，你这手段！黄忠信彻底傻眼了。他知道林北很强，却没想到林北竟然这么强。要知道这可是子弹洪流啊，他竟然给挡下来了，还是人吗？沈南威眼神一凝，并没有感到意外。以林北之前展现出来的实力，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林北，你果然再一次出乎了我的意料。不过可惜，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走不出去。沈南威依旧信心十足，随即看向周围的士兵，大声道：“众将士，雷指挥使已死，本战神身为大夏第一战神，想要暂代指挥使职位。你们当中要是有想为雷指挥使报仇的，便听从本战神号令。本战神向你们保证，今日一定诛杀林北，为雷指挥使报仇。”话音落下，士兵们立刻变得群情激愤。这些士兵大都是跟着雷千珏一路打拼过来的，是雷千珏的心腹，但随着雷千珏被杀，他们群龙无首，很难奈何得了林北。可这时随着沈南威的主动请缨，士兵们心中的杀意彻底被点燃了起来。校尉雷二愿听从沈战神号令，副将罗长青愿听从沈战神号令，我等也愿听从沈战神号令。随着一个人的表态，其余士兵们也纷纷选择了听从。很快，北境军营的15万士兵就全都选择了以沈南威为主，而沈南威看着臣服的士兵，得意地笑了。15万大军就这么简单的到手了。呵呵，沈南威，你还真是下得一手好棋啊！也就在这时，林北忽然发出一声冷笑，朝沈南威步步紧逼了过去。从始至终，你的目的就是掌握北境军队，但你知道，雷千珏身后的靠山是北境8大世家之一的雷门，你不愿得罪雷门，所以借我之手杀了雷千珏。而北境不可一日无帅，身为北境第一战神的你，无论身份地位都在雷千珏之上，却唯独没有属于自己的兵马。现在雷千珏死了，只要你今天杀了我，便是立下了大功。到时就算国主不想让你统领北境军队，北境的士兵也不会答应。听着林北的分析，沈南威脸色大变，聪明如他，果然都看出来了。可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阴谋诡计都无所用处。林北一脸不屑，继续道：至于雷千珏，就算你不激我，他今天也要死，因为他灭了江北暗殿，伤了李妙妃，更要与我为敌。但我今日来，除了杀雷千珏，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说到这里，林北眼神一凝，声音冷冽，饱含杀意。当年我父亲身死，镇北军4分5裂，是你把1万镇北军安排在了雷千珏麾下。现在我要带走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哪儿，不然死。告诉我，不然死。低沉冷冽的声音蕴含着无尽的杀意，在整座北境军营震耳回荡，有如从九幽地狱走出来的死神，让数万北境士兵不自觉脊背发凉，面露惊恐。似乎只要沈南威不如实回答，林北就会立刻大开杀戒，将整座北境军营变成无间炼狱。林北，如今我才是北境军营的统帅，你的镇北军我会照顾好他们，就不劳你费心了。沈南威神色冷漠，讥笑道：现在你还是先想好自己吧。
林北眯起眼睛，冷声道：“沈南威，你就这么自信，能拦得住我？不能吗？”沈南威目光一凝，大手一挥，轰！顷刻间，他的气势暴涨，如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场所有人都是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是大宗师以上的境界！天啊！沈战神的修为竟然超越了大宗师！北境的士兵们皆是惊呼出声，神色兴奋。大宗师以上的境界便可以封王了，这是当年镇北王的境界，威压整个北境，无人能敌。林北，你的死期到了！黄忠信一脸惊骇，他万万没有想到沈南威的实力竟然强横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再加上北境的15万军队，普天之下还有谁是敌手？林北，到了现在，你还不准备臣服吗？沈南威轻喝一声，神色倨傲，威严毕露。林北，我家小姐心善，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机会，你可不要不识抬举。一旁的红豆也开口威胁道。林北没说话，只是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沈南威腰间散发出来的微弱紫光，竟是感到一丝熟悉。那是紫玉。林北内心微惊，他能感受到沈南威此时的实力全都是紫玉带给他的。到底是什么宝物，竟然能让一个人的境界在短时间内提升这么多？沈战神，你当初好歹也是世子的妻子，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针对他，但如果世子真的有错，属下愿为其代劳。这时黄忠信突然上前一步，挡在林北身前，双手抱拳，大声道：“恳请沈战神放世子一条生路。”黄忠信虽死无悔。话音落下，林北心中顿时涌起浓浓的感动，下意识地抓住了黄忠信的胳膊：“黄叔，世子没什么的，你不用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能为你去死是属下的荣幸。”黄忠信拍了拍林北的手，笑着安慰道：“即便林北能无视数万士兵的枪林弹雨，可如今沈南威的境界已经超越了大宗师，因此在他看来，若沈南威真的出手，林北是万万不可能抗衡的。”“不，黄叔，你误会了，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林北推开黄忠信，一本正经地说道：“世子，你……”黄忠信嘴角一抽，气得说不出话来：“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都为你赴死了，你连一丁点的感动都没有。”林北似乎看出了黄忠信的心思，轻笑道：“黄叔，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对你说，沈南威不是真无敌，世间犹有我林北。”轰！话音落下，林北暴冲而出，有如一枚炮弹爆炸，瞬间卷起漫天尘土，所有人都为之色变，感受到了无可匹敌的气势。“将军小心！”红豆也是大惊，急忙提醒，但为时已晚。林北势不可挡，几乎是一瞬间就来到了沈南威身前，掐住了他的脖子。随之沈南威周身散发出来的恐怖气势也迅速消散，他整个人都被林北压制得死死的，连一丝一毫的反抗余力都没有，哪怕使出浑身解数也反抗不得。这怎么可能？沈南威傻眼了，乌黑雪亮的双眸中写满了震惊。借助紫玉才拥有了超越大宗师的力量，又掌控了15万镇北军，本以为可以纵横大夏无敌，却没想到林北他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恐怖？他是变态吗？红豆当场石化，脑袋都要想爆了，也没想明白林北怎么可能这么强，大宗师以上的境界都不是他的对手，难不成他真的举世无敌了？世子当真无敌了？牛逼！黄忠信再一次被震撼到了，由衷的竖起大拇指。这一次他是彻底服了，以后不论如何都不能质疑世子。沈南威，你的自信呢？现在可还有？林北死死地掐着沈南威的脖子，声音冰寒。沈南威面色涨红，呼吸艰难，但他的眼神却是充满了不屈。林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林北看着宁死不屈的沈南威，怒极反笑。沈南威，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只要是你认定的事，哪怕是死也没人可以改变。可你既然这么硬气，当年又为什么要向权势低头，斩了我父亲和3位哥哥的头？还是说你笃定了我不忍杀你？林北眼中迸射着蓬勃杀意，大手也越发用力，掐得沈南威面色发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世子，快住手！我知道镇北军的下落，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们。也就在这时，红豆急忙阻拦道：“你知道？”林北猛地转过头：“对，我知道，但前提是你先放了我们家将军。”红豆一脸心疼地恳求道。林北闻言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发出一声冷笑：“也罢，他沈南威无情，我不能无义。不管怎么说，他当初都尽职尽责地伺候过我几年，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话落，林北松开了掐着沈南威脖子的手，但随即又抓起了他的头发。一股剧烈的疼痛袭上神经，沈南威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仿佛要死了一样。带路！林北低喝一声。是。红豆咬了下牙齿，无比心疼，却不敢再多说什么，乖乖在前面带路。在场的北境士兵们无一人敢拦，而林北则是拖着沈南威，像拖死狗似的跟在后面。布满石子的坑洼路面划破了沈南威的裸露在外的肌肤，鲜血淋漓，触目惊心。但沈南威却紧紧地咬着牙，没喊叫一声。林北，你当真对我没有了一点情谊吗？北境军营后山，经过一路的拖拽，沈南威已经浑身是血，样子凄惨到了极点，哪怕是黄忠信都感到一丝心疼。毕竟不管怎么说，沈南威当初都是林北的妻子。世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了？然林北的眼神中却是没有丝毫怜惜，直到看见红豆在一座山谷上方的空地中停下脚步，他才松开沈南威。你说的是这里吗？林北冷声问道。是的，当年的镇北军士兵目前就生活在这座山谷中。红豆话音刚落，林北就暴冲了下去。世子，等等我！黄忠信急忙跟上，而红豆则是快速扶起沈南威，泪水横流，无比心疼地说道：将军，你这又是何必呢？他就是个畜生，根本就不明白你的苦衷。沈南威强颜欢笑，虚弱道：红豆，事已至此，我们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本以为掌控了北境的15万大军，能把林北囚禁在此处，之后的事由我亲自去做，但现在看来，我们还是需要依靠他的帮助，继续按照计划行事吧。他依旧是我们的棋子。沈南威艰难地站起身，擦了一下嘴角血迹，目光前所未有的坚定。将军！红豆看着沈南凄惨的模样，痛彻心扉，嘶声喊道：可要是继续下去，林北保不准会在哪一天真的杀了你的。沈南威低下头，看着伤痕累累、浑身是血的自己，自嘲一笑。我现在这副模样，跟他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可棋局已开，便断无中图退出之理。我既做了这只棋者，吃些苦又算得了什么？红豆心如刀绞，咬牙不语，眼中充满了对林北的恨意。沈南威随之也陷入了沉默，不知为何，自己明明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却痛入骨髓，撕心裂肺。他从未想过有哪一天林北会这么对他。山谷下方，不，准确的说，这里是一座矿场。而红豆倒也没有说谎，这里确实有上万人，不过这些人却没有穿军装，而是赤身裸体，顶着炎炎烈日在拖拽着巨石。灼热的阳光烤焦了他们的肌肤，每个人都异常难受，发出痛苦的呻吟。而在这些人身后，还有一些拿着鞭子的管理员在凶狠地鞭打着他们，有如在对待犯人一般。啊！林北顿时目眦欲裂，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吼声。那可都是当年北境的镇北军啊，是为国戍边的英雄，不善待他们也就罢了，竟然还让他们做苦工，殴打他们。林北周身瞬间爆发出一股滔天杀意，朝着一名管理员冲了过去。这帮畜生！黄忠信的眼睛也是变得通红，心中涌起强烈的杀意。此时的镇北军士兵与犯人无异，他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丧尽天良，如此对待大夏的英雄。你这个骚娘们，给老子快点！再敢偷懒，老子打死你！一名管理员见身前的青年女人步伐缓慢，眼神一狠，当即一鞭子抽了过去。啊！那名青年女人发出一声痛吼，跌倒在了地上。她的衣衫已经大量破碎，露出了大片伤痕累累的肌肤，汗水顺着身体流进伤口中，带来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头发也十分凌乱，嘴角一血，样子狼狈到了极点。你们这群畜生，等我们世子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青年女人攥紧拳头，歇斯底里地吼道：呵呵，什么狗屁世子，都过去5年了，要是心里真的有你们，早就回来了。可直到现在也没看到他的身影，估计早就把你们这群野狗给忘了。而你们竟然还在等他，真是可笑！管理员一脸讥笑，随即又是一鞭子抽了下去，凶狠道：少他妈废话，赶紧给老子滚起来干活，不然等到了晚上，折磨死你！啊！青年女人又是发出一声痛叫，疼得死去活来，在地上疯狂打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但她的语气却是充满了坚定。不可能，我了解世子，他虽然纨绔，却重情重义，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回来解救我们的。管理员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嗤笑道：就凭他，哼，一个落魄世子罢了，他不回来也就罢了，要是敢回来，看老子不一鞭子抽死！然而他刚刚举起的鞭子还没等落下，手就被人抓住了，当即愤怒地转过身，看着生面孔的林北，
皱眉道：“你他妈谁啊？新来的？”林北，你说你是谁？管理人员先是一愣，旋即怪笑起来：“哟，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你就是当初的落魄世子啊！没想到你竟然还真敢回来，正好，老子今天就绑了你，回去向家主请功。”砰！然而还不等他出手，林北就已惊动了，一巴掌将他拍在了地上，随后一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胸口上，让其动弹不得。管理员脸色瞬间大变，挣扎了好一会之后，见都撼动不了林北，惊出了一身冷汗。这里的每一位管理员都是武者，要不然也不可能看管住这么多的镇北军士兵，但他竟然轻而易举地被林北收拾了。很难想象，这个昔日的北境第一纨绔，如今竟然也成为了武者。说，到底是谁让你们残害镇北军的？也就在这时，林北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管理员仿佛听到了恶魔之音，瞬间吓得心脏狂跳，猛吞口水。林北那充满杀意的眼神更是有如死神的凝视，让他生不出一丝一毫说谎的念头。我这就说，是北境以雷家为首的8大世家，当初因为镇北王封了他们卖毒的厂子，所以8大世家怀恨在心。但镇北王死了，他们只能把怨气发泄在当年参与剿灭行动的镇北军士兵身上。林北闻言，眼神凝起，周身杀意狂涌。好一个北境8大世家，你们找死！随之，林北右脚一用力，便踩碎了管理员的脑袋。小坏蛋，真的是你吗？也就在这时，青年女人仿佛忘记了疼痛，激动地站了起来。小坏蛋！听到熟悉的称呼，林北先是一愣，随即赶快把青年女子给扶了起来，疑惑道：“你是？小坏蛋，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青年女子赶快扒开凌乱的头发，露出了自己的精致容颜。只不过此时她的脸上也布满了血迹，脏乱不堪。但林北依旧是一眼认了出来，激动道：“你是方老师？是我啊，我是方雅韵。”方雅韵喜极而泣，兴奋地抓住了林北的手：“小坏，不，世子，自从镇北王府被灭，我们就一直在等你。虽然很多士兵都丧失了希望，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解救我们的。果然，你没有让我们失望。”林北看着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方雅韵，心痛如刀绞，无比自责道：“方老师，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方雅韵曾经镇北军中唯一的一名女子教官，也是林北在服兵役时候的教官，当初更是没少照顾林北，就连林北的臭衣服和内裤，那2年都是他帮着洗的。只是后来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留下了隐疾，便退居2线，进了北境军事大学，当了一名女教师。林北为了尊敬她，便一直称呼她为方老师。世子无需自责，这些年你过得一定比我们还不容易。方雅韵善解人意道。林北内心一暖，感慨万千。一别多年，每个人的境遇都发生了转变。昔日的镇北军已不再辉煌，方雅韵也从受人尊敬的老师沦为了阶下囚。不过好在的是，人心没变。方老师，你放心，我一定会解救镇北军的士兵，让你们所有人都重新过上好日子。林北虎目发红，郑重说道：“世子，无需你出手，只要你能回来，我们就能重新治新一处了。你在，镇北军就在。”方雅韵微微一笑，随后忽地转过身，周身散发出一股威严，大声喊道：“世子归来，诸位还不反抗，更待何时？世子归来，诸位还不反抗，更待何时？世子归来，诸位还不反抗，更待何时？”连续3声充满气势的洪亮嗓音在山谷里缓缓回荡，经久不息。那些被奴役的镇北军士兵们瞬间有如打了鸡血一般，激动到了极点。什么？世子回来了？在哪儿？无数道目光看了过来去。当他们看到林北在向他们招手时，每个人神色狂喜。看到了吗？世子竟然真的回来了，他来解救我们了。大家还愣着干什么？杀！一瞬间，被奴役5年的镇北军士兵们瞬间挺直了腰板，朝着那些8大世家的管理人员冲杀了过去。8大世家的管理员顷刻间全都懵逼了，包括场主也是一样，看着铺天盖地朝他们冲杀过来的士兵，脸都吓白了。就算他们是武者，可也不过上百人，哪里是上万士兵的对手啊？而且这些镇北军又憋了5年的恶气，这一刻也全都发泄了出来，战斗起来勇猛无比，毫不畏死。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那些8大世家派来的管理人员就全都被镇北军门的士兵给解决了。林北瞧得此幕，很是欣慰。即便被奴役了5年，镇北军士兵强悍的战斗力依旧存在。吾等参加世子，参见世子。也就在这时，刚刚解决战斗的士兵们整齐下跪，发出震天的呼喊声。林北心神激荡，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凭借世子之名，却能受到士兵们的拥护和爱戴。诸位，请放心，本世子既已归来，一定会带领你们重现辉煌。从此以后，镇北军依旧是大夏第一军，你们也永远是我北境的好儿郎，大夏的好英雄。只要本世子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受一丝冤苦。林北双目发红，险些失控，激动地大喊道：“世子威武！”上万镇北军士兵再次传来整齐划一的喊声，他们每个人也都激动到了极点，喜极而泣。整整5年啊，他们终于摆脱了奴役，等来了能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的救世主，何其的不容易！至于林北，也是默默地握紧了拳头。父亲，请放心，您当初丢失的东西，我都会一一替您找回来。如今败将印找到了，镇北军也快了，斩地剑更不会飘落在外。噔噔噔！然而就在这时，侥幸隐藏起来没被发现的矿场场主，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偷偷地朝山谷上方跑去。但他又怎么能逃过林北的眼睛？想跑？哼！皇叔，交给你了。是。黄忠信眼神一凝，当即暴冲了出去。他也是气得不行，镇北军都是他的兄弟，现在却被欺负成了这副惨样，因此出手也毫不留情，先是把场主打了个半死，才把他带了回来。世子，抓到了！黄忠信将鼻青脸肿的场主扔到了地上，场主吓得肝胆俱裂，但还是硬着头皮颤声威胁道：“林北，你别以为自己收拢了这1万镇北军就有多了不起，8大世家不是好惹的，单凭这1万人都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而我更是8大世家共同任命的场主，你今天要是敢动我，8大世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面对场主的威胁，林北笑了：“放心，我今天不杀你，但本世子并非是怕了8大世家，而是让你回去报信，告诉他们本世子给他们2条路，要么散尽家财给镇北军士兵充作补偿，要么自己洗干净脖子，等本世子一一杀上门。至于现在，给本世子滚！”话音落下，林北一脚把场主踢到了山谷上空。这个臭小子，5年不见，还真是变得不一样了。方雅韵看着林北这一脚，没有天境修为是万万做不到的，既震惊又欣喜。可还不等他开口说话，忽然两眼一黑，晕了过去。方老师，林北眼疾手快，将方雅韵抱在怀里，随后为其把了脉，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去。当年方雅韵在战场上被子弹洞穿了胸口，留下了暗疾，导致气血时常瘀滞，呼吸不畅，严重时还有可能昏迷。此时很显然就是最后一种情况，只是当年的林北不懂医术，不知道怎么治疗，可现在的他有100种办法能治好方雅韵，其中效果最好的就是抚胸手法。当初他的师傅骆玉烟也时常因为修炼的缘故导致呼吸不畅，便让他用抚胸法为其治疗，效果极佳。治疗完毕后，浑身舒畅，飘飘欲仙。我现在需要立即赶回王府，给方老师治疗。至于镇北军的安顿事宜，就交给你了，我会让李妙妃协助你。林北吩咐一声，随即便抱着方雅韵离开了山谷。李妙妃身为暗殿公主，势力分布整个大夏，虽然江北暗殿被灭，但产业还在，安置这些镇北军不成问题。江北一间豪华会所中，北境8大世家除了天门李家，其他世家的掌权人全都从自家所在的省市赶来了。其中以雷门门主雷千山最为愤怒，真是岂有此理！当年镇北王扫了咱们发财的场子也就罢了，现在镇北王都死了，镇北军也没了，他林北就是一个丧家之犬，凭什么杀我弟弟？是谁给他的胆子啊！雷千山目眦欲裂，一巴掌将身前的实木桌子拍成了粉碎。在场的其他6位家主也都是满脸怒火。杨家家主杨百里沉声道：“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林北已经放下狂言，说给我们2个选择：一是让我们散尽家财补偿镇北军，2是让我们洗干净脖子，等着他一个一个的来割我们的脑袋。”什么？冯家家主冯继川瞬间气到暴走，面庞狰狞的吼道：“他林北算个什么东西？就凭他一个人，也想单挑我们7大世家？狂妄！这小子实在是太猖狂了，必须要给他厉害瞧瞧，让他知道谁才是北境现在的王。”群情激愤，怒气冲天。雷千山眼中闪过一抹深寒杀意，凝声道：“诸位，既然他林北不想放过咱们，那咱们就算是为了自己手中的钱袋子，也得跟他拼上一拼。没错，他最近不是很嚣张吗？先是灭了周家，而后又灭了武盟与何家。哼，他们都算个什么东西？如果林北要是灭了整个武盟，我们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可一个小小的江北武盟，只是武盟的一个分部罢了，连我们8大世家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即便现在天门没了，可还剩我们7大世家，联合起来还弄不死一个林北。雷千山看了眼义愤填膺的众人，杀意凛然地说道：诸位说的没错，与其让林北一一找上门，逐个击破，不如我们主动出手，灭了他。那就灭了他，我这就回去叫人。冯家愿意出100名黄金以上的武者，我们江家愿意出动120名，我吴家愿意出动150名，我杨家出动170名，那我雷门便出动全部力量，200名黄金以上的武者。雷千山死死地攥紧了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而且不仅有我们7大家族，林北带走了镇北军，这件事已经惊动了战部。我听说战部已经派了天风战神过来，准备拿他问罪。话音落下，其余6大家主权都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什么？天风战神竟然也赶来了？他可是大夏的10大战神啊！听说他的实力早就已经达到了大宗师，而且手中还掌握着青龙营，那可是华夏最强的军队啊！呵呵，这回好了，有天风战神的帮助，看他林北还怎么活。雷千山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那如果我说天九要是也来了呢？什么？战神殿的天九也来了？众人满目惊骇，旋即皆是狂喜。天九，战神殿殿主萧天策麾下9大护法之首，以刺杀成名，据说可化身影子刺客，杀人于无形。就连大夏的10大战神都为之头疼，不敢轻易招惹。想必一定是林北杀了战神殿的李殿主，惹怒了萧天策，这才把天九派了过来。哼哼，林北，有这么大人物要杀你，就算死，你也可以无憾了。而随着8大世家的出动，整个北境也都陷入了动乱中。各方势力纷纷从各地赶来，齐聚江北。山雨欲来风满楼，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神色狂傲的中年人，此时正双手背后站在一家酒店的楼顶上，欣赏着皎洁的月色。今晚的月色还真是好啊，可惜马上就要死人了。他扭动了一下脖子，语气阴冷，有如毒蛇，散发着摄人的威严。人手都准备好了吗？身后的副将开口说道。10名青龙营的高手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战神您一声令下。好。天风战神眯起眼睛，怪笑道：呵呵，本战神今天倒要看看他林北到底有什么本事，竟然敢去北境军营抢人，在战部头上动土。传令，出发。与此同时，江北郊区，一个有如鬼魅的身影正在飞速前行，很快就进入了市区，但他刚一出现就又消失了。来无影，去无踪。结节，终于到江北了。亲爱的世子，你放心，天九一定会让你死的，没有一丝痛苦。然而此刻的林北全然不知道整个北境已经乱了，他正在使用抚胸手法给方雅韵悉心治疗着，一共需要15000次的按摩，反复揉搓才能疏通血脉，达到最佳效果。因此林北不敢有丝毫的停歇，哪怕手都揉酸了，也在苦苦支撑着。毕竟不管怎么说，方雅韵都是他曾经的教官，更是他最敬重的老师，绝对不能懈怠。哼。随着一道诱人的呻吟声响起，方雅韵缓缓睁开了眼睛，第一眼便是看到了林北放在自己胸前的手，笑盈盈地问道：小坏蛋，什么感觉？还行吧？方雅韵瞬间愣住，绝美的容颜上浮起一丝怒气。老娘是易罩杯，他竟然说还行。方老师，你别误会，我是在给你治伤，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林北一本正经地说道。呵呵。方雅韵满脸冷笑，你就忽悠吧，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老娘会不知道？当年是谁在部队里隔3差5就偷看老娘洗澡的？又是谁借着练武的机会吃老娘豆腐的？要不是后来跟沈南薇结婚了，老娘能跑得了？不过还别说，他的按摩手法确实挺好的，好舒服，好得劲。哼，小坏蛋，你再用力些，这种感觉好爽啊！方雅韵忍不住轻吟一声，意乱情迷。方老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骚了？林北微微皱眉，险些没忍住诱惑，赶忙运转起龙皇诀，使清凉的真气冲刷掉身体的燥热感，而后加快速度，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呼！林北站起身，擦了一下额头细密的汗珠。这种按摩手法看似简单，实则在过程中不能使用一丝一毫的真气，完全是在靠体力进行。因此即便是林北按摩这么多次，也是有些吃不消。至于方雅韵，身体则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瘀滞多年的气血仿佛冲破了大坝，畅通无阻。小坏蛋，你什么时候拥有这么高超的医术了？方雅韵一脸惊喜道。都说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5年过去，当初在他手中都撑不住1回合的废物世子，此刻已经需要让人仰望了。真好，方老师，这些本事都是我在监狱里学的。
林北没有隐瞒，如是道：监狱。方雅韵倍感疑惑，什么监狱这么厉害，竟然能在短短5年时间就让一个人脱胎换骨？要不我也进去看看。好了，方老师，具体的细节等有时间我会跟你细说。目前你的案疾已经治好了，但这些年你吃了太多苦，损害了身体本源，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接下来你就先住在王府，衣服和生活用品也都给你准备好了，有什么事直接叫我就行，我还有一些要事需要解决，就先不奉陪了。林北一口气交代完，起身离开。他确实还有很多要事去做，没时间跟方雅韵叙旧。这个小坏蛋还真是变了。方雅韵摇头苦笑，眼中却充满欣慰。王爷，您后继有人了。林北刚一出门就给李妙飞打了个电话，询问镇北军的安置情况以及必查之毒的线索。这2件事都是重中之重。而李妙飞的办事能力自然不用多说，镇北军已经被安置在他们暗店刚刚建好却还没来得及售卖的小区里，4个人1套房，比宿舍的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至于必查之毒，目前还没有线索。林北有些着急，因为随着逍遥侯的自杀，线索已经中断，唯有查到必查之毒的线索才能继续追查下去。但他也知道必查之毒世所罕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查清楚的。一念至此，林北不再多想，准备先去慰问一下镇北军的士兵。世子。也就在这时，宋之潜和温红颜走了进来。你们怎么来了？林北疑惑道。世子，我是来向你报喜的，天门被灭了。宋之潜兴高采烈地说道。天门被灭了？林北面色一正，谁干的？不知道。宋之潜摇了下头，但我感觉应该是怡红楼。怡红楼吗？林北低声呢喃，看来他还是小看了韩月娥，对方绝对不是一般人。怡红楼也不是一般的组织。好，我知道了。林北恢复平静，随即看向了温红颜，就这么点小事，应该不至于把你母亲也带来吧？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住世子。宋之潜吐了下舌头，楚楚可怜地说道：实不相瞒，我和母亲无家可归了，是特意来投靠你的，还希望世子能够收留我们。林北眉头一皱，疑惑问道：宋振国不是重新掌控宋家了吗？你们怎么可能无家可归？宋之潜神色复杂，欲言又止。温红颜叹了口气：世子，这件事说来话长，但我们母女确实是走投无路了，希望世子能够好人做到底，给我们一个栖身之地。林北见2人似乎有苦衷，便也懒得多问，点头道：好，既如此，那你们就先在王府住下。多谢世子。谢谢世子。温红颜和宋之潜皆是一脸感激道。林北了一声，随即朝不远处的一所房间喊道：二嫂。小叔子，喊我啥事儿？叶夕瑶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没什么，就是让你给他们俩找间屋子住下。林北看向宋之潜和温红颜。谁啊？叶夕瑶顺着目光看过去，当场愣住，然而下一秒他的脸上就布满了喜色，激动地大叫了起来。宋之潜，你是叶夕瑶？宋之潜也是一愣，但很快就认了出来。对，我是叶夕瑶，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真是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找你呢，没想到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快跟我走，我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要跟你说。叶夕瑶欣喜若狂，根本不给宋之潜说话的机会，拉着他的手就冲向了自己房间。宋之潜一脸懵逼，完全没搞清楚叶夕瑶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只是根据以往与叶夕瑶接触的经验来看，有叶夕瑶在的地方准没好事。林北也被自己二嫂的举动给搞糊涂了，但却懒得多问，对温红颜说道：温姨，王府的房间有很多，一会你随便逛逛，看中了哪间直接住下就可以了。多谢世子恩典。温红颜微微欠身，感激道：林北，赶快滚出来受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怒喝声突然从门外传了进来。林北眉头一皱，闪身来到门口，竟是看到了乌泱泱的人群，足有上千人之多，每一个人又都是武者，为首的几人更是达到了宗师境。你们是8大世家的人？看到雷千山胸口上绣着的雷字，林北一眼就认了出来。雷千山怒哼一声，厉喝道：很好，既然你认出来了，我们也就不废话了。现在我们也给你2条路，一是自杀保留全尸，二是让我们把你碎尸万段，是你自己选还是我们帮你选？看着气势汹汹的雷千山等人，林北神色平静，嗤笑道：没想到本世子还没上门，你们倒是先杀过来了。也好，这样倒省着本世子一一去找了。不过你们说的2条路，呵呵，本世子想选第3条。第3条？众人皆是一愣。对，第3条路。林北目光一沉，语气冰寒，那就是你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得死。话音落下，
林北瞬间暴冲了出去，庶子狂妄，看老子灭杀你！冯继川忍无可忍，第一个朝林北攻杀了过去。滚！林北暴喝一声，直接一巴掌将冯继川的脑袋拍成了肉泥。这，在场的各大世家高手全都傻眼了。堂堂宗师高手，威震一方的存在，就这么死了。好一个林北，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雷千山内心微惊，眯起眼睛：诸位还愣着干什么？此子凶险，唯有同心协力，才能将其镇压，不然日后的北境将再无我等立锥之地。在场众人闻言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即便纷纷朝林北冲杀了过去。林北休得猖狂，就算你再厉害，可我们有上千人，除非你是神仙，不然你拿什么跟我们抗衡？给我们去死！看着朝他冲杀过来的众人，林北杀心大起，周身顿时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气息。人多就了不起吗？可你们怎知我不是仙？林北目光一沉，随即大手猛然抓向天空。小坏蛋是疯了吗？被门外喊杀声惊动出来的方雅韵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在围攻林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那得是多少武者啊，根本数不过来，他竟然还站着不还手，不要命了吗？方雅韵一脸担忧，随即迅速掏出电话就要打给镇北军。目前唯有叫来那1万镇北军才能平息眼前的祸端。雷来！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林北突然发出一道震天动地的喝喊声，轰隆隆，紧接着雷声大作，一道水桶粗的雷电竟是从高空急速降落，狠狠地降在了人群中。哈哈！顷刻间，那些冲过去的武者就全都被恐怖的冲击波给震飞了出去，当场便是有一半人被天雷轰成了飞灰，剩下的人也全都身受重伤，鲜血喷涌，溅起漫天血雨。啪嗒！方雅韵的手机直接被惊掉了地上，双眼睁得老大，如遭雷击。他这手段是人能拥有的吗？小坏蛋什么时候这么变态了？不好，他是大宗师。什么？他竟然是大宗师？这怎么可能？人群中更是传来一道道惊恐声。雷千山身躯狂震，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他才多大？怎么可能是大宗师？但事实摆在眼前，唯有大宗师级别的武者才能拥有如此鬼神莫测的手段。这家伙实在是太恐怖了。说吧，你们还想怎么死？本世子今天全都成全你们。林北站在王府高台上，如王者一般，霸气侧漏，威势逼人。方雅韵目光呆滞，一时间竟是看痴了。他竟然比5年前更有男人味了。哼，林北，你别得意，就算我们7大世家不是你的对手，但你得罪了这么多的势力，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劝你最好就此罢休，不然仇家只能越来越多。到时就算你不怕，你的家人怎么办？雷千山忍着心中的恐惧，强声说道：你再用家人威胁我。林北眯起眼睛，寒声问道：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不相信你能一直守护在自己家人身边，等你不在的时候，你的家人……哼哼。雷千山怒哼2声，咬牙威胁道：呵。林北冷然一笑：我确实不能一直守护在家人身边，但只要我把仇家全部杀光不就行了？说完，他直接一掌拍了过去。什么？雷千山彻底傻了，他是疯子吗？竟然要杀光所有跟他作对的人，他真的不怕被天下人群起共讨之吗？但此刻的雷千山已经来不及多想，因为只是片刻的功夫，林北就到了，直奔他的面门。不！雷千山大吼一声，眼中布满了惊恐。我可是雷门门主啊，在北境权势滔天，有数不尽的女人可以玩，我还不想死啊！住手！突然一道大喝声传来，嗖嗖嗖，紧接着10道气息强横的身影从四面八方瞬息而至，竟是从林北手中抢走了雷千山。我没死！雷千山劫后余生，一脸惊喜，转过头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气质出众的中年人朝他走了过来。天风战神！哈哈，林北，你的死期到了。天风战神带着青龙吟的精锐清灵，就算你真的是大宗师，也难逃一死。雷千山激动大叫道，仿佛看到了救世主一般。林世子，束手就擒吧，看在死去镇北王的份上，我给你个痛快。但你杀了雷千珏，触怒了战部，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死。天风战神双手背后，以命令的语气说道。战部，聂天风。林北看到来人，脸上瞬间充满了滔天怒火。所谓战部，乃是由4方境内各大军事组织组成，镇北军也是战部的一部分，但战部却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对各地方军持有军事调动、处置权，这些权力则是由战部委员会掌控。当初就是战部委员会
判定的镇北王谋反，因此对于战部，林北无比痛恨。至于这天风战神，就是战部委员之一，当年处理镇北王的案子有他一个。聂天风，你不好好在战部待着，竟然主动跑过来求死，既如此，本世子今天成全你。林北语气冰寒，眼中杀意迸射。天风战神聂天风闻言不屑道：林世子，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就算你已经脱胎换骨，但本战神手下的青龙营乃是战部4营之中最强的战力，一共10位宗师，再加上本战神这位大宗师，你唯有束手就擒才能保住性命，不然今天就算是镇北王在世也救不了你，是吗？林北轻蔑一笑，既如此，那你们就一起上吧。什么？他竟然让聂天风带着青龙营的高手一起上，那可是10位宗师加1位大宗师啊！狂妄，真是太狂妄了。聂天风的脸上也是浮起一股怒火。林北，你找死！轰轰轰！随着聂天风的话音落下，青龙营的10名宗师境高手在他的带领下瞬间朝林北冲了过去。宗师5者，一人可镇一城，10名宗师堪比大宗师，可敌万军。恐怖的毁灭性气息如潮水一般压来，令所有人都为之色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据说青龙营的宗师5者都是精锐中的精锐，由于长时间磨合，他们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正常来说，10名宗师相当于1名大宗师，可青龙营的10名宗师却是能相当于2名大宗师。要是再加上天风战神，一共就是3名大宗师，这股力量谁能挡？林北，他死定了，那可是3名大宗师啊！就算是放眼整个大夏，都只有在灭国战争中才能一同出现的恐怖战力。雷千山激动无比，在他看来，林北已经必败无疑了，因为就算林北真的是大宗师，也不可能以1敌3。世子，小心！方雅韵脸色巨变，担忧大喊。他虽然只有天境，但也感受到了青龙营和天风战神所带来的恐怖压力，比林北之前所展现出来的还要强上许多。他能行吗？3名大宗师吗？呵呵，不过是强一点的蝼蚁罢了。看着朝他凶狠攻来的天风战神等人，林北一脸不屑，随即握紧的拳头朝身前轰了出去。哼，不自量力！3名大宗师联手，就算你父亲也难以抵挡。给我死！天风战神暴喝一声，竟是选择了硬汉林北的拳头。与此同时，那10名青龙营的高手从左右两侧攻向了林北的腰间，一道道真气利刃割裂空气，锋锐无比，势不可挡。在所有人看来，林北必然会被拦腰折断。当当当！然而就在这时，一阵金属撞击声传来，那些在所有人眼中可以割裂一切的真气利刃，明明已经击中了林北，却没有对他造成丝毫伤害，仿佛击打在了钢铁上一般。火星四射间，那10名青龙营的高手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但就是无济于事，伤害不了林北分毫。这怎么可能？雷千山瞳孔猛缩，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堪比2位大宗师的力量，怎么可能伤害不了林北？天风战神也傻了，因为不仅自己的手下没有奈何的了林北，就连他也感觉自己打在了一座山峰上，无论如何用力都难以撼动对方。他怎么会如此恐怖？大宗师也不过是凡人罢了，区区凡人也想伤我？死！林北暴喝一声，恐怖的真气爆发而出，那10名青龙营瞬间倒飞了出去，狂喷鲜血，生死不知。即便是天风战神也被震碎一臂，发出一道撕心裂肺的痛吼，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啊啊！我的手，我的手啊！天风战神疼得浑身抽搐，面庞狰狞，眼中充满了怨毒和惊恐。他为什么会这么强啊？这到底是为什么？秒杀大宗师，他难不成已经封王了？这5年，小坏蛋到底经历了什么？方雅韵掩嘴惊呼，满眼惊骇。此刻的林北竟给他一种十分陌生的感觉，这还是当初那个不学无术，每天只知道调戏他、偷看他洗澡的纨绔吗？天风战死，受死吧！也就在这时，林北紧随而至，一掌拍向了对方的脑门。不！天风战神瞳孔猛缩，惶恐大叫：你不能杀我，我可是战部委员会的委员，你要是杀了我，战部定会倾巢出动，将你们林家赶尽杀绝的。听着对方的威胁，林北忽然止住身形，眼中布满怒火。当年我父亲身受冤屈，你们战部不详细调查也就罢了，现在分明是雷千珏想要灭杀我，若非是他无能，本世子早就死在了他的乱刀之下。试问我若死了，你们会帮我这个战部遗孤主持公道吗？林北越说越激动，双拳紧握，嘶声怒吼道：当年你们仅凭一句不知从何而来的谣言，尚未仔细调查就断定我父亲谋反，现如今你们又不分青红皂白，
徇私护短，想要灭杀我。战部如此不公，本世子还不能反抗吗？天下不公，本世子还不能取而代之吗？鄂林北怒发冲冠，大手猛地一抓，恐怖的吸力将天风战神吸到了自己掌中，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天风战神，本世子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你，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这个天下现在由本世子说了算。天风战神眼珠充血，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竟然要谋反！当初镇北王是受了冤枉，可他竟然要来真的。桀桀，好一个世子，果然霸气。但你的废话还是太多了。如果你我角色互换，我定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残忍。突然，一道阴冷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嗖！紧接着，一道幽灵般的身影从人群中穿过，带来一股阴寒之气，空气里的温度都降低了许多，有如置身寒冬，令人瑟瑟发抖。这是极寒之气，又来无影，去无踪。天啊！他是天九，战神殿殿主9大护法之一，世界第一杀手。人群中瞬间响起一片惊呼声。雷千山精神大振，天九来了，林北死定了。在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天九杀不了的人。天九，救我！算我战部欠你一个人情。天风战神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艰难求助道：废物！天九鄙夷的声音从林北身后传来。林北猛地转过身，却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世子，我在这儿呢。天九的声音又从林北的左侧响起。林北赶忙看过去，但声音却又从右侧响了起来。世子，你的速度有点慢哦。天九戏谑一笑，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让人捉摸不透。而那股极寒真气也在迅速侵袭着周围所有人的经脉，使其真气难以运行。这便是天九的必杀冥技，利用极寒真气冻住经脉，使其实力受损，然后再借助自己的暗影功法一击必杀，便是杀大宗师，也如屠狗。而林北似乎也有些被天九搞懵了，四处张望，却无论如何都摸不到天九的具体位置。桀桀，世子，你真的好弱哦，要不咱们还是结束吧。天九的讥笑声再次从林北身后响起。林北猛然转身，然而却只听嗖的一声，一道冰冷的气息骤然在自己身后出现。世子，若有来世，天九再陪你玩，现在给我去死吧！一把匕首突兀出现，泛着摄人的寒芒，凶狠地刺向了林北的后脖颈。装神弄鬼！突然，林北闪电般出手，却并没有理会自己身后，而是用力朝身前的空间一抓。啊！一道痛吼声传来，天九似乎被林北从空间中抓了出来。咔嚓！紧接着，林北砰砰踹出两脚，踹断了天九的2条腿。逼逼赖赖的，烦不烦？陪你玩会，还真把自己当暗影了。我让你躲！砰！林北随即拍出一掌，击碎了天九的丹田。海量的真气如退潮般消散，辛辛苦苦修炼30年才积攒的精华，片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天九傻眼了，整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浓浓的震惊和不可置信。我乃世界第一杀手，杀大宗师如屠狗，现在竟然就这么简单的被废了，这怎么可能啊？你又怎么可能发现我？他修炼暗影功法多年，可隐藏于无形中，刚才对林北发起的攻击也只是制造的假象，为了声东击西罢了，却没想到竟然被林北发现了。林北看着如疯了一般的天九，不耐烦道：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屁话，就算告诉了你实情又能如何？抓紧赴死得了！咔嚓！林北说完，直接扭断了天九的脑袋。周围的极寒真气火速消散，温度重新上升，但每个人却依旧脊背发凉，亡魂皆冒。堂堂世界第一杀手竟然就这么死了，若非亲眼看到，谁都不会相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雷千山也被这一幕吓得身躯狂颤，看着林北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如果说引动天雷灭杀数百高手是大宗师拥有的手段，那么还可以理解，但一招击败3名宗师，秒杀天九，这种实力已然是超过了大宗师，他难不成真的封王了？可是他才多大啊？短短几年时间，怎么可能成长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嗑药了！一瞬间，雷千山心中生出了无数道想法，但越想越觉得细思极恐。林北就是个魔鬼，无可匹敌。跑！想罢，雷千山不再犹豫，用尽全力，掉头就跑。砰！可还没等他跑上几步，一道气劲就洞穿了他的后背。雷千山满眼不甘地倒在了地上，而林北看都没看一眼，大手一抓，再次把天风战神给吸了过来。该走的都走了，现在该轮到你了。林北声音冰寒，有如死神。
天风战神吓得肝胆剧烈，声音狂颤，急忙求饶道：“林世子，我错了，求求你别杀我！只要你不杀我，我愿你给你当。”咔嚓！不等他说完，林北也扭断了他的脖子。当狗吗？可惜你还不配。林北声音漠然，冰冷的眼神看向四周。现在你们还准备继续吗？7大世家残存下来的武者们早就吓破了胆，全都疯狂摇头，落荒而逃。没多大一会，整座王府门前就恢复了安静，唯有一个满脸麻子的男人一边跑一边回头注视着镇北王府，仿佛在寻找什么漏洞一般。林北，你虽然无敌，但雷千山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不可能一直守护在自己家人身边，而天门是因为你才被灭的，无论如何我都要为少主报仇。林北转身看向目光呆滞的方雅韵，笑着走了过去，温声道：“方老师，不好意思，刚才有点凶，没吓到你吧？”方雅韵回过神，心有余悸道：“小坏蛋，你刚才都吓死我了！一役敌千，秒杀3位大宗师，血都要流成河了，哪个女人能不害怕？”林北微微一笑，打趣道：“以学生这点微末道行，可下不死方老师。毕竟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当初方老师拿着戒尺追着我打了3天3夜的情景。”方雅韵面色一正，随之一段尘封许久的记忆重新浮现在脑海里。那是6年前，他刚专业当老师的时候，因为林北趁自己洗澡时偷走了自己的衣服，所以才一怒之下追着他打了3天3夜。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的。你这个小坏蛋，竟然还有脸提！当年我就应该打死你！方雅韵笑骂道，眼中满是美好的回忆。而且我清晰地记得，当初方老师穿的就是今天的衣服。林北目光落在方雅韵的裹着黑丝的大长腿上，包臀裙搭配白色 T 恤，踩着高跟鞋，领口微微敞开，仿佛害怕被自己胸前的丰满给撑爆一般。体态丰腴，饱满多汁，韵味十足。林北不自觉地看吃了，而方雅韵此刻也反应了过来，一脸的哭笑不得。他终于明白林北为什么要给自己准备这身衣服了，原来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眼欲啊！这个小坏蛋真是坏死了！看够了没？感受着林北赤裸裸的目光，方雅韵早就司空见惯了，笑盈盈地问道：“还没？”林北如实回道。相比于自己的2位嫂子，方雅韵无疑更为成熟，汁水更多。看多没意思，要不摸摸？方雅韵语气古怪地说道。她以前每次面对林北调戏的时候，只要一说出这句话，就会吓得林北落荒而逃。啪！然而这一次林北却一反常态，不仅没跑，反而还一巴掌拍在了他身后的丰满上。方老师真好，知道我刚才杀人杀累了，想着给我解解压。啊！你这个小坏蛋，怎么敢！感受着自己身后传来的剧痛，方雅韵发出一声娇呼，绝美的容颜瞬间浮起一抹羞红，嗔怒道：“混蛋，赶紧给我松开！”林北笑而不语，不仅没松，反而还越发过分了起来。方雅韵的身体顿时有如触电了一般，不争气的软了。这个小坏蛋胆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真该死啊！但还别说，确实有些舒服。方雅韵情不自禁的呻吟一声，勾起了林北的欲火。下一秒，他就被林北按在了墙上。王府门口朱红大门下，微微拱起的丰满身材散发着令人欲罢不能的诱惑。世子，能不能不要这样？怎么说，我也是你的老师呀！方雅韵心跳加速，脸颊绯红，弱弱的求饶道，再也没有了几年前当老师时的威严。饶了你！林北眉头一皱，又是一巴掌拍在了丰满上。方老师，你在想什么呢？你胸口的暗疾是治好了，但你身后的气血又淤堵了，我这是在给你疏通气血呢。疏通气血？身后？方雅韵无语了，气得娇躯发颤。这个小坏蛋，想占便宜就直说，有必要找理由？谁家身后的气血能瘀滞？然林北却是一脸的大义凛然，继续使用起了抚摸手法。师父说过，助人为乐是我辈武者应尽的义务，对于师父的话，他一直都无条件遵从。世子，不好了！然而就在这时，宋之浅忽然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当看到正在欺负方雅韵的林北时，顿时气得直跺脚。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还有心思玩？赶紧别玩了，你二嫂不见了。什么？林北脸色一变，迅速松开方雅韵，急声问道：“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宋之浅的阐述，当时叶夕瑶正在拉着他聊天，突然间便是有一道黑影闪过，他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被带走了。林北当即有了判断，是武者所为。打开监控，查找到事发现场，看到了一位麻子脸的青年。他是……林北感到一丝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看他的穿着，好像是天门的人。
方雅韵仔细看了片刻，有些不确定地说道：“天门。”林北眉头一皱，接着便是想了起来。此人好像是刚才跟随七大世家一起来灭杀他的1000人之一，但因为当时人太多，林北也没太注意，只是因为他长了满脸麻子，有些印象。现在看来，定是咽不下这口气，选择了绑架手段。什么狗屁的8大世家，都是一群卑鄙小人，早知如此，就不该心软。林北眼中迸射出滔天杀意，随即便将此人的照片发给了李妙飞，让其查找所在位置。没过多久，李妙飞就回了电话：“二当家，查清楚了，此人名叫李固，是李子天的手下。昨日怡红楼虽然灭了天门，但李子天在他舅舅的帮助下逃跑了。想必此人定是得到了李子天的授意，见不是你的对手，所以选择了绑架你的家人。”林北神色焦急：“知道他们现在的具体位置吗？”“知道，我这就发给你。”李妙飞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紧接着发来了一个位置。得到具体位置，林北化作一道光影，眨眼间消失在原地。江北城郊，一座烂尾楼里，叶夕瑶被五花大绑在凳子上，嘴上封着胶带，脸颊红肿，身上布满伤痕，显然是已经挨过一顿打了。前方的李子天似乎打累了，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在他身旁，父亲李明海神色凝重，开口说道：“真是没想到，这个怡红楼表面看着是所妓院，实力竟然这么强，顷刻之间就灭了我们李家，其实力绝对不亚于帝都的那些老牌家族。”李子天满脸怒火，不甘心地说道：“怡红楼再强，这件事也是因为林北而起，无论如何，我都要弄死他，就凭你这个废物！”李明海恨铁不成钢，一巴掌扇了过去：“要不是因为你无法无天，咱们李家怎么会遭上这种无妄之灾？平日里作威作福也就罢了，可在做事情之前，能不能长点脑袋？这次就算怡红楼不出手，林北也是你能得罪起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没有我，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林北斗？”李明海气得身躯颤抖，恨不得掐死眼前的逆子。李子天捂着脸，一脸不服：“老犊子，你能不能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林北就算再强，可现在他的家人在我手里，他还能如何？除非他真的可以不顾自己家人的性命，不然我一定整死他！”李明海瞬间暴怒，扬起巴掌又扇了过去：“小畜生，你管我叫什么？”好在这次李子天做了准备，及时躲开，跑到了叶夕瑶身前：“老犊子，这次你就看好吧，给李家惹的祸端，我自己会摆平。不仅林北要死，怡红楼也休想活过明天。”李明海气到说不出话，因为自己老婆死得早，所以自幼就对李子天百般宠溺，本以为靠着天门的势力能保他一世安稳，却没想到养成了他骄狂自大、无法无天的性格。而林北连7大世家都灭了，还怎么跟他斗？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叶夕瑶了，只希望他能让林北有所忌惮。臭婊子，怎么不叫了？你刚才不是挺能叫的吗？来，继续啊！这时，李子天撕开叶夕瑶嘴上的胶带，凶狠地呵斥道。叶夕瑶死死地瞪着李子天，怒极反笑：“你让我叫我就叫，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啊？敢绑姑奶奶，你就等死吧！我小叔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啪！李子天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叶夕瑶本就红肿的脸颊再次传来一股剧痛，犹如火烧的一般，但他却紧紧地咬着牙，没再吭一声。呵，这回知道老实了，可惜晚了。林北能不能来救你，我不敢保证，但在林北到来之前，我敢保证。嘿嘿。看着李子天眼睛里的淫荡光芒，叶夕瑶大惊失色：“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我小叔子可是很猛的。”李子天不屑一笑，转身喊来了守门的李固：“少爷，这件事你办得不错，为了奖励你，这次允许你跟本少一起。”话音落下，李固顿时惊动不已，眼睛闪亮：“少爷，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李子天拍了拍他的肩膀：“来吧，咱俩一前一后，好好爽一爽。”“好嘞，谢谢少爷。”李固戳了戳手，笑容淫荡地走到叶夕瑶身后：“少爷，那我先在后面。”“可以。”李子天面色阴沉，随即便准备脱掉裤子。“林北，本少不仅要你死，还要让你在极致痛苦中死去。就是不知，当你看到自己嫂子被本少折磨得不成样子后，又会是什么表情呢？想必一定又愤怒又痛苦吧。”哈哈。而叶夕瑶也明白了两人要干什么，彻底慌了，失声大叫道：“你们两个不能动我，我早就被人玩烂了，最多一次伺候过19个男人，还有我不仅脏得很，还有病。你们俩今天要是碰了我，保证活不过明天。”危急时刻，叶夕瑶试图恐吓住两人，但李子天早就是花丛老手了，哪个女人是不是处，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懒得废话，与李固两人迅速脱掉裤子，就准备开始。小宝贝，我承认刚才打你打得狠了，但你放心，本少这就来好好补偿你。嘿嘿，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暴冲了进来，噗嗤！紧接着一道血柱喷洒，李子天胸口被洞穿。与此同时，一道蕴含滔天杀气的冰冷声音响彻而起：从此刻起，世上再无天门。李子天狂喷鲜血，眼珠子差点鼓出来，满眼不甘地指着林北。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死了，甚至连威胁林北的机会都没有。少爷！李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满眼恐慌。他怎么来得这么快？这个地方十分隐秘，他又是怎么知道的？砰！但还不等他想明白，林北就一掌拍碎了他的脑袋，溅了一地脑浆。我蛋儿啊！李明海发出一道痛彻心扉的怒吼。李固死了也就死了，贱命一条。但李子天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平日里打打骂骂也就算了，现在真死了，跟杀了他没什么区别。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林北的对手，于是没有丝毫停留，飞快地冲上汽车，一脚油门就轰了出去。林北，给我等着，我一定要杀了你！李明海怨毒嘶吼，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快接啊！你倒是快接啊！再不接我就要死了！看着迟迟无人接听的电话，李明海的神色焦急到了极点，愤怒地拍打起方向盘。他所打之人乃是自己的小舅子，南境阴鬼门的门主。在整个南境，阴鬼门都是数一数二的势力。天门被一红楼覆灭之后，他也是在小舅子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但此时看着打了好几遍都无人接听的电话，李明海的怒火达到了顶点。赤面鬼，我草泥马！你特么再不接电话，老子诅咒你生孩子没屁眼！嗡嗡嗡！终于在这一次，对面打了回来。李明海赶忙接听，语气急促道：喂，你在哪儿？我被人追杀了，快过来救我！什么？你被人追杀了？谁这么大胆子？对面当即传来一道愤怒声：是林北！先别说废话，快告诉我你在哪儿！李明海急得脸都绿了，油门一直踩到底，将近200迈的速度沿着山路狂奔，不时还回头看一眼后方，见没有林北的身影，这才好受一些。姐夫，你先别急，我已经从南境赶来了，目前就在江北的隔壁城市，用不了2个小时我就能赶到。赤面鬼快速说道。好，他目前还没追上，你赶快过来。砰！然他的话音刚落，一道人影从天而降，前挡风玻璃瞬间破碎，车子也瞬间失衡，朝右侧的大山撞了过去。而赤面鬼也听到了这股异响，脸色顿时一变，急声道：喂，姐夫，怎么了？听得到吗？喂！与此同时，汽车狠狠地撞在了大山上，冒起了滚滚浓烟。林北背着叶夕瑶将李明海从车里拽了出来，而此时的李明海已经被撞得头破血流，受了不轻的伤势，脸上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啊？老子开的可是车，200迈的速度，他到底是怎么追上的？李明海欲哭无泪，彻底绝望了，眼中也布满了怨毒。林北，实话告诉你，我小舅子是阴鬼门的门主。阴鬼门知道吗？南境第一邪门，里面全都是恶鬼，所以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他日必定会被万鬼缠身，不得好死。林北掐着李明海的脖子，面色阴沉，怒喝道：万鬼缠身又如何？你敢伤我嫂子，他便是阎罗王，本世子也要打进18层地狱，闹他个天翻地覆。话音落下，林北猛地一用力就掐断了他的脖子，随后像扔死狗似的把他扔到了山里。做完这一切，林北才把叶夕瑶放下来，看着浑身是伤的他，倍感心疼。但还不等他说话，叶夕瑶就欢呼雀跃地蹦跳了起来。嗷！坏人都死了，小北好猛！林北见状，一脸的哭笑不得。二嫂，注意点，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叶夕瑶俏皮一笑，嘿嘿，我这不是高兴吗？小叔子勇猛无敌，解救二嫂于危难之中。你说二嫂该怎么报答你呢？叶夕瑶伸出手，轻轻抚摸起林北的面庞，笑意盈盈。林北面色一正，二嫂，你可是刚从鬼门关里走出来，就一点都不害怕？叶夕瑶拍了一下林北胸口，风轻云淡地说道：怕什么？都是一群小虾米罢了，连我小叔子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而且我知道，哪怕遇到再大的危险，你也会来救我的，对不对？对倒是对，可是林北欲言又止，不知道该说他心大还是信任自己呢。好了，没什么好可是的，反正现在都没事了，走，快回家，二嫂给你准备了惊喜。叶夕瑶一个起跳，蹦到了林北的后背上，快点，再晚点就来不及了。什么惊喜？林北满头雾水。
叶夕瑶神秘兮兮地说道：“别问，等到了你就知道了。”林北彻底懵了，除了他自己洗白白、擦香香，还能有什么惊喜？难不成还能叫个其他女人过来？开什么玩笑！与此同时，江北隔壁城市的一家5星级宾馆里，一个脸色通红、有如擦了砖粉的中年人，愤怒地把电话摔在了地上。好一个林北，你竟敢杀我姐夫和外甥，我一定要跟你不死不休！他就是阴鬼门的门主，人送外号赤面鬼。而随着电话断了音，他不用想也知道自己姐夫出事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林北竟然真的敢跟他们阴鬼门作对，简直是找死！来人！赤面鬼面色狰狞地吼了一声，额头青筋毕露，当真有如恶鬼一般。门主有何吩咐？下一秒，一个戴着鬼面具的手下走了进来，去调查一下林北的具体底细。本门主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何身份，竟敢杀我至亲！赤面鬼攥紧拳头，眼中杀意流淌，但最终还是没有让冲动战胜理智。是。手下躬身领命，为林北感到一丝悲哀，因为在他看来，凡是被阴鬼门缠上的人都会恶鬼缠身，哪怕是再大的人物，到头来也难逃一死。帝都战部委员会，一众战部高层坐满了会议桌，每个人都脸色凝重，静默无声，气氛前所未有的压抑。副委员长司徒震见状，环视周围一圈，率先说道：“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天风战神已被林北所杀，诸位对这件事都有何看法？”话音落下，众人立刻窃窃私语了起来。砰！忽然，有一位肩抗5星的青年男子愤怒地站了起来。天风战神乃是我战部10大战神之一，又是战部委员会的委员，位高权重。他此次前往江北，更是奉了战部指令，便是东西南3境的3王，也要遵从号令。但林北却杀了天风战神，视战部于无物。此子定与当初的镇北王一样，包藏祸心，必须立即诛杀。此人也是战部的10大战神之一，更是高居在第3位，名为北极战神。至于天风战神，则是排在第9位，但两人却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赞同北极战神的看法，林北今天敢无视战部法令，他日就敢谋反，必须趁早处理，以绝后患。没错，当年的镇北王也是如此，从来都是把咱们战部的话当成放屁，向来都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林北也一定是天生反骨。哼，当初要不是国主开恩，念及与镇北王的私情，给林家留了一个后人，他林北早就被挫骨扬灰了。但他不感恩也就罢了，竟然还敢公然与战部对抗。试问此子不除，我战部威严何在？随着北极战神的话音落下，其余战部高层也全都被点燃了怒火，群情激愤。司徒震见状，眼中闪过一缕令人不易察觉的得意之色，但脸上却是布满了怒火，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哼，这个林北属实过分，先后连续杀害我战部2员大将，罪不容诛。既然诸位意见一致，那就下战部通缉令，4方境内全力缉拿，若有提头来献者，赏金1亿。但若有人敢包庇，是同罪论处，杀无赦。话音落下，在场众高层无不又惊又喜。惊的是，战部通缉令是大夏最高级别指令，自建国以来还从未用过。可一旦被战部通缉，那么无论哪方势力都会全力协助，被通缉人将会受到数不清的势力追杀，哪怕出门买个菜也会被惦记上。至于喜，便是随着战部通缉令的下达，林北必死无疑，北境林家很快就要彻底成为过去式了。司徒震，没经过我的允许，谁给你的权力下战部通缉令？也就在这时，一个头发花白、拄着拐棍、老态龙钟却精神矍铄、满目威严的老者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一个戴着眼镜、长相斯文儒雅的青年。龙老看到来人，一众高层纷纷起身，面带恭敬。龙惊天，战部委员会委员长，货真价实的战部第一人。然司徒震却依旧坐在椅子上，满脸不甘地说道：“龙老，您已年过耄耋，还不准备放权吗？我身为副委员长，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这点权利？”龙惊天怒极反笑，冷声质问道：“司徒震，你管战部通缉令叫这点权利？你知不知道，唯有卖国求荣，致使国家损害重大利益的恶徒，才能被冠以战部通缉令？可林北是吗？”司徒震不服气地反驳道：“林北杀了天风战神，这难道还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吗？”“是啊，龙老，天风战神可是为大夏立过大功的啊！杀了天风战神，就相当于杀了大夏的功臣，林北简直是罪大恶极。说的没错，现在唯有杀了林北，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天风战神，要不然我们还有何面目去面对大夏的功臣？”周围的众高层纷纷怒不可遏地附和道：“都给我闭嘴！
龙惊天勃然大怒，一声厉喝，直接吓得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他那充满威严的眼睛环视众人，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们这群只知争权夺利的小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初镇北王百战百胜，无人能敌，你们不就是怕他的光芒太过闪耀，挡住你们的前进之路吗？你们知道，只要镇北王活着，他就会始终压着你们，让你们喘不过气。因此当有心之人陷害他谋反的时候，你们全都选择了跟从。但你们别忘了，大夏能有今天的安宁，全都是镇北王拼杀下来的。若是没有镇北王，便没有如今的大夏。你们刚才说不杀林北，无颜去面对功臣，那你们杀了林北，死后又有何颜面去见镇北王？龙惊天越说越气愤，声音响亮，脸上布满了滔天怒火。当即所有人都被他震慑住了，纷纷低下头，不敢言语。司徒震气得咬牙切齿，满是不甘。但毕竟龙惊天才是委员长，他自知无法改变对方的决定，无奈只能气愤地站起身。既然龙老已经做了决定，我等自然也不好多说。但属下有一句要提醒龙老，所谓的权力是手下人给的，若有一天当手下人都不再敬重你，纵使位置再高，也都不过是虚妄罢了。哼，言尽于此，告辞。说完，司徒震脸色铁青地走了出去。其余的战部高层互相对视一眼，也都先后选择了离开。偌大个委员会，只剩下龙惊天和身旁的青年。龙老，司徒震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竟然敢威胁您！青年义愤填膺，愤愤不平道：呵呵。龙惊天摇头冷笑，面色虚弱地坐在椅子上。刚才那一番愤怒指责，对于将近90岁的他来说，消耗了太多的力气，但他的眼中却依旧布满了坚定的光芒。人老了，不中用了，他们现在还能怕我，无非是因为我的那几个孩子还算争气罢了。但权力之争，到头来谁胜谁负，又有谁能说得好呢？当年我为了不让战部引起动乱，这才没有插手镇北王的事，而这件事也成为了我这一生最为愧疚之事。可如今我已经没几年活头了，我不想含恨而走，所以无论如何，我这次都要保下林北，也算是弥补了当年没有保下镇北王的过错。龙惊天眼含热泪，满是自责。青年微微一惊：龙老，您的意思是？龙惊天叹了口气：小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司徒震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北极战神也不会咽下这口气的，所以你即刻带着我的指令前往江北，务必要保护好林北。徐天成似乎感受到了龙惊天的愧疚，暗暗攥紧了拳头，坚定道：龙老，我如今的一切都是您给的，您放心，我就算是死，也会让林北不受到任何伤害。说完，他便是走了出去。而龙惊天看着徐天成离去的方向，眼中闪过一抹深邃的光芒。天君，你难道真的死了吗？南境龙王殿，殿主萧天策在得知天九的死讯后，眼中充满了震惊。你说什么？天九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一旁的天一犹豫了一下，说道：回殿主，据说是被林北瞬间秒杀。什么？萧天策脸色巨变，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双眼无神。天九身为他座下最强护法，连他都不能做到瞬间秒杀，也就是说林北的实力要强过他。天一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忌惮道：殿主，这个林北好像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纵横南境无敌手的萧天策蓦然点头：你说的对，是该从长计议了。去，把晋南王请来，说我有要事相商。天意迟疑道：殿主，晋南王外表看着忠厚老实，实则老奸巨猾，他会帮我们吗？萧天策冷笑道：他敢不帮吗？可别忘了镇北王是怎么死的。天一瞬间恍然，钦佩道：殿主英明。萧天策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哼，林北，本殿主就先让你蹦跶蹦跶，但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敌之人，连镇北王都死了，你又能嚣张到哪里去？与此同时，江北一座废弃仓库中，随着第190人被吸成干尸，千叶美子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便是大宗师巅峰的感觉吗？随手一握，仿佛可摧江断河，还真是美妙呢。千叶美子双臂睁开，贪婪地吸吮着周围的空气，一脸享受。大夏的空气可真是新鲜啊，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东瀛人又怎么舍得离开呢？林北，以我如今的实力，不知道你能接下几招呢？我不仅是东瀛第一天才，还是世界第一天才。忽然，千叶美子猛地睁开眼睛，迸发出一缕寒芒，杀意凌人。随即她便是化作一道光影，暴冲了出去，对于地面上躺满的东瀛人尸体置若罔闻。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为我千叶美子变强而活的。林北，今日就让你我一决高低，既分胜负，也决生死。而此刻的江北已经回到了王府，劳累了一天，根本没心思做那种事，于是把叶夕瑶送回自己房间，准备洗个澡，睡个好觉。然而他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只见一个身穿 JK 制服的少女正跪在床上，仿佛一个任君采摘的小羔羊，俏脸上布满了紧张和羞涩。看见林北进来，顿时一慌，怯生生地道：“世子，今晚我来服侍你，还请世子能够怜惜奴婢。”说完，他身体前倾，匍匐在床上，将身后的浑圆高高拱起，带来极致的诱惑。瞧得此幕，林北整个人都傻了，失声道：“宋之浅，你这是做什么？”在5年前的江北曾有双美，一个叶相思，另外一个就是宋之浅了。只不过宋之浅的光环一直都被身为江北第一美人的叶相思给压制住了，但宋之浅也是万里挑一的顶级美女。如今24、25的年纪，正是女人最好的时候，身材曼妙，肤白貌美，尤其是这一身 JK 制服搭配白色短袜和帆布鞋，更显清纯可人，清灵甜美。林北自然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倍感疑惑。他记忆里的宋之浅虽然天真活泼，却一直都很保守，从未穿过这种服装。世子，我觉得西瑶姐说的对，我是该懂些事了。您帮了我大忙，解救了我母亲，但我却没有好好报答你。为此，奴婢今晚愿意好好服侍世子，以报世子恩情。林北瞬间恍然，一脸的哭笑不得。想必这就是叶夕瑶所说的惊喜了，还真是我的好二嫂啊！这种事都能安排，并且还说服了宋之浅，他怎么做到的？牛逼！你这么做倒有些显得我趁人之危了。林北果断拒绝，正义凛然道：“可本世子做事一向光明正大，从不滑。”然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匍匐在床上的宋之浅掀起了裙子，露出了一抹粉色。啊！林北立马就加入了战斗，却不曾想宋之浅很快就败下阵来。世子饶命，奴婢还是第一次。啪！林北一巴掌拍了过去。少废话，跪着，遵命，但还请世子怜惜。怜惜不了一点。这一夜，房间里春光熨熨，散发着春天般的气息。直到第二天早上，林北才结束战斗。看着瘫软在床上的宋之浅，他也有些心疼。但他的龙皇诀已经大成，身负真龙之气，龙性本淫，因此对于这种事向来控制不住。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宋之浅虽然一直在喊疼求他饶命，可却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不愧是双灵圣体，果然不一般。唯一可惜的就是双灵圣体只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必须2个人一起才能提升修炼速度。当然林北对此也从来都没有过奢望。不管怎么说，温红颜都已经有夫之妇，他绝不做那种道德败坏之事。安抚了一会宋之浅，林北起身洗了个漱，便离开了房间。世子，看见我女儿了吗？然而林北刚一出门，就看到了满脸焦急的温红颜，内心顿时一慌，佯装茫然地说道：“不知道啊。”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昨晚之前明明说好要跟我睡的，可当我半夜醒来的时候，人却不见了。我整整找了半宿，都没找到他，电话也打不通，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可别遇到危险才好。温红颜忧心忡忡地说道。林北挠了挠头，一脸尴尬，总不能说昨晚宋之浅被自己折磨了一宿吧？当着他妈的面说自己把他给弄了，温红颜还不得弄死自己。温姨，你请放心，之前没事，他昨晚被我派去协助李妙飞给镇北军采购生活物品去了。林北眼珠一转，当即计上心头，大晚上去采购生活物品。温红颜将信将疑，有什么不妥吗？林北一本正经道：镇北军刚刚归来，需要很多生活物品，李妙飞一人忙不过来，所以我才让之前去帮忙的。原来如此。温红颜点了下头，松了口气道：既然是替世子办事，那我就放心了。但这么大的事，他好歹也跟我说一声啊！这个死丫头，等回来的，看我怎么收拾她！哼！说完，他便怒气冲冲地走了。林北嘴角一抽，为宋之前感到一丝悲哀。昨晚刚被自己收拾完，一会又要被温红颜收拾。之前，你放心，以后一定会好好疼你的。世子，还请收我为徒。而温红颜前脚刚走，黄玄威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径直跪在了林北身前。你这是做什么？林北皱眉，我之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你太菜了，不配成为我的徒弟。黄玄威倍感屈辱，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世子，我的天赋可是得到我们阁主认可的，所以
这就是你找的理由罢了。你一定是还在记恨于我，但我真的知道错了，恳请世子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看着满眼恳求的黄玄威，林北也不忍再隐瞒，迟疑了一下说道：好吧，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你了。你的天赋确实很高，但我还是不会收你。为什么？黄玄威满脸不解。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强者要收我为徒，但我都没答应，所以按照你的意思，我能收你为徒，反倒是我的荣幸了。林北一脸好笑。黄玄威傲然道：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事情确实如此。可你先后2次拒绝我，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林北闻言邪魅一笑，随即弯下身捏住了黄玄威的下巴。既然你这么想知道为什么，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因为你还不够骚。话音落下，黄玄威当场愣住，继而眼里布满了怒火。林北，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林北冷然一笑，我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本世子就喜欢骚的，你有意见？你……黄玄威指着林北，气得说不出话来。并且你不够骚也就罢了，还是一匹烈马。虽然你是皇叔的女儿，但本世子可害怕，万一哪天马惊了踢到我，后悔都来不及了。林北气死人不偿命，阴阳怪气地说道。然黄玄威却是听出了林北的话外之音，是在质疑他的人品。哼，我看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也就这点本事了，要不然驯服烈马岂不是更有成就感？黄玄威反唇相讥，嗤笑道：呵呵。林北发出一声冷笑，不屑道：你虽是烈马，但却是下等马，即便本世子要驯服，也是上等马，例如你们阁主那样的，至于你还不配。黄玄威闻言顿时暴怒，一掌朝林北拍了过去。放肆，你竟敢侮辱我们阁主，我打死你！黄玄威招式凌厉，又狠又快，无限接近大宗师的实力尽显无疑。林北的眼中不由浮起一丝赞赏。不得不承认的是，以黄玄威的年纪能拥有如此实力，绝对算得上绝世天才了。可惜他遇到的是他。只见林北身形闪动，瞬间消失在原地。黄玄威一掌拍空，稍微一愣神的功夫，便是听到一声脆响传来，啪！一股火辣辣的痛感袭上心头，黄玄威立刻捂住了屁股，俏脸通红，怒道：混蛋，你竟敢！竟敢什么？林北笑了笑，这次只是给你一点小教训，如果以后你还敢对本世子不敬，可就不是用手打屁股这么简单了。你！黄玄威气得咬牙切齿，眼中布满杀气，恨不得立刻弄死林北。他从小就是天之骄子，受世人称赞，又在3年前以22岁的年纪加入望北阁，成为瞭望北阁最年轻的圣姬，身份尊贵。因此凡是男人见到他，无不仰望巴结，连一句冒犯的话都不敢说，更别提打屁股了。但林北却思，突然又是一股剧痛感传来，黄玄威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混蛋，他的手是铁做的吗？都打肿了。林北看了一眼黄玄威，摇了摇头，转身就要离开。要不是看在黄忠信的面子上，他今天一天要好好收拾他。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气剑突然朝他身后击射而去。林北眉头一皱，猛然转过身，迅速打出一道真气，击碎了气剑。抬头看向房顶，只见身穿和服，脚踩木屐，手持长剑的千叶美子正负手而立，周身气息强横。林北，交出紫玉，饶你不死！千叶美子迎风而立，和服飘舞，上有些稚嫩的绝色容颜上充满着高傲。大宗师巅峰。林北一眼就看穿了千叶美子的境界，眯起眼睛：你身上有很多陌生人的气息，莫非你使用了邪术？千叶美子冷哼一声：什么邪术？只要能变强，就都是正术。少废话，赶快把紫玉交出来，不然我今天必定一剑刺死你！黄玄威看着气息恐怖的千叶美子，脸色巨变。即便隔得老远，他仍旧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他才多大，怎么可能比自己还强？黄玄威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脸色凝重地说道：林北，他不好对付，我来帮你。用不着，我自己足矣。林北说完，右脚一跺地面，朝千叶美子暴冲了过去。你！黄玄威气得脸色铁青，愤怒地跺了下脚。哼，不知好歹，死了也是活该。千叶美子看着冲过来的林北，满脸冷笑。林北，你还真是找死！如今的我已是大宗师巅峰，就算你们华夏的那些老古董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拿什么跟我斗？看剑！千叶美子一声厉喝，长剑出手，恐怖的剑气席卷而出。黄玄威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苍白，感受到了浓浓的毁灭性气息。
他自问，就算10个自己也接不住这一招，即便林北能秒杀宗师，恐怕也未必是对手。哗！然而只听一道异响，林北身若金刚，无坚不摧，竟是硬生生用胸口抵住了长剑。随即长剑寸寸断裂，化为漫天铁线。林北欺身而上，一掌拍出，砰！千叶美子竟是直接被林北从房顶给拍了下来，周身散发出来的恐怖真气也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可能！千叶美子仰天大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黄玄威也彻底被惊呆了，他见识过林北的手段，杀宗师如屠狗，却万万没有想到林北竟然能秒杀大宗师巅峰的强者。难不成他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王境？可在整个大夏，王境强者也只有寥寥几位而已啊！王不仅仅是爵位，更是境界。不过但凡是能称王的人，其武道境界都达到了王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掌控东西南北4境的4王，王者无敌，一人可镇一境。他到底的是有多变态，竟然能在30岁之前就达到王境？黄玄威满目震撼，对林北彻底没有了对抗之心。我利用秘法，辛辛苦苦吸了将近200人的功力，才拥有了如今的实力。明明已经无人能敌，怎么可以就这么输掉？我是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千叶美子嘶声怒吼，疯狂地用拳头捶打着地面，哪怕皮肤破裂，鲜血横流，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啪！忽然，林北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怒骂道：“没错，你就是一个废物，靠着歪门邪道才提升的境界，就算再强，也是徒有其表。”千叶美子娇躯一震，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北：“你竟敢打我！”啪！林北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哼，要不是看你年纪尚小，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本世子现在就杀了你。哈哈，有人打我了，终于又有人敢打我了。然这次千叶美子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还兴奋地大笑了起来。你知道吗？自从我哥哥去世后，便再也没人敢打我了。3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怀念这种感觉。来，打我，狠狠地打，打死我这个废物！来，快来！看着抓着自己裤腿，满眼恳求，犹如疯了一般的千叶美子，林北傻眼了。他不会因为接受不了失败，真的疯了吧？还是说，他们东瀛人都是变态？继续啊，别停，往死了打！我就喜欢这种疼痛的感觉，快来打死我！千叶美子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疯狂恳求道。林北神色古怪，但最终他还是选择满足了千叶美子。啪啪啪，一连串的巴掌犹如雨点一般，疯狂扇在千叶美子的脸上，并一边打还一边大骂着废物。很快，千叶美子的整张脸就变得红肿了起来，但她的眼神却充满了兴奋。嘿嘿，这种感觉真好。主人，你愿意收下我吗？看着像狗一样爬到自己脚边的千叶美子，林北眉头紧皱。上一秒还跟他势同水火，下一秒就变成了奴隶，这叫什么事儿？疯了，一定是疯了！林北倍感无语，为了不让千叶美子继续发疯，从仓库里找来狗链，将她拴在了院子里。从现在开始，他就交给你看管了，早中晚给他3顿饭，别饿死就行。林北气得直哆嗦，对黄玄威吩咐道：“是。”黄玄威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躬身领命。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变态的，果然东瀛人都不是什么好鸟。林北嘟囔一句，转身走向了叶夕瑶房间。他本来是要去慰问镇北军的，但经历了这一出事，心情没有了不说，还憋了一肚子火。现在必须得去找叶夕瑶拜拜火。而至于为什么不杀千叶美子，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她太小了，才刚满18岁；二则是因为子玉。林北总觉得子玉的作用没有千叶美子说的那么简单，留着她以后或许会有大用。而千叶美子对于林北的虐待也是越发兴奋，甚至还真的汪汪汪地叫了起来。来到叶夕瑶房间，林北发现方雅韵也在，并且两人还在小声议论着什么。你们在聊什么呢？林北好奇地走了过去。你猜？叶夕瑶眨了下眼睛，神秘一笑。这我上哪儿猜去？林北没好气地说了声，然而下一秒他便是看到了神情有些羞涩的方雅韵。等等，难不成二嫂也在给方老师洗脑？因为方雅韵曾经是镇北军的缘故，她与林家的一些人也都是认识的，其中还与叶夕瑶的关系不错。而叶夕瑶一向鬼灵精怪，满肚子坏水，又有宋之浅的事情作为前科，林北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那方面去。然叶夕瑶似乎看出了林北的想法，气鼓鼓的踢了他一脚。色批，瞎想什么呢？因为镇北军得到解救，
北京军事大学准备在今晚举办一场庆祝会，方老师刚才想让我问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参加？林北恍然大悟，歉然一笑道：“方老师，对不起，是我想歪了。小坏，不，世子，那你准备参加吗？”方雅韵十分恭敬地问道：“当着外人的面就不能叫小坏蛋了，影响不好。这可是给镇北军举办的庆祝会，当然要参加了。”林北欣然答应。入狱5年，他也想回自己的母校看看。那好，等晚上咱们一起过去。我相信，当校长看到你的时候，一定会很高兴的。方雅韵微微一笑，神色缅怀，仿佛想起了当初在学校当老师时候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刚刚服完兵役的林北也进入了军事学院，并且还分到了他的班级，不可谓不巧。但那时的林北在他面前就是个臭小子，不听话就揍，乃像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的北京第一纨绔，现在都需要让人仰望了。傍晚，林北和叶希瑶、方雅韵3人来到了北京军事大学。5年过去，学校的建筑没有发生一点改变，还是像以往那般熟悉，空气里都弥漫着美好回忆的味道。校训也和以前一样，2行遒劲有力的大字分别写在门口2侧的门垛上：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北京军事大学，北京最高等的军事学府，曾经镇北军中的高官几乎有一半出自这里，为整个北境乃至整个大夏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林北对这里自然也充满了怀念，沿着林荫小道与2女漫步前行，回忆着以前的美好。看着脸上笑容密布的学员们，更是仿佛回到了自己上学的日子，心情说不出的愉悦。希瑶，你怕是不知道，当年的世子可是学校里最不是东西的那个人，无论男女学员都告过他的状，为此我可没少揍他。方雅韵看着开开心心的学员们，也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过往。哼，方老师，他最不是东西了，你当初就该打死他。叶希瑶凶巴巴地附和道：“那怎么敢？我要是真把他打死了，你还不得找我拼命啊？”方雅韵笑盈盈地打趣道：“哎呀，方老师，你怎么个事儿？竟然取笑我！”叶希瑶双手掐腰，气鼓鼓地说道：“哈哈。”方雅韵开怀大笑，心情愉悦，倍感轻松。还是学校的氛围好啊，即便上了年纪，也感觉年轻了许多。3人有说有笑，很快就来到了举办庆祝会的操场上。嗡！突然，一道悠扬的琴声突然传了过来，紧接着操场上便是爆发出一道道欢呼声。快看快看，东方校长要开始弹奏了！我的天，我都来学校1年了，还是第一次听见东方校长弹琴呢。都说东方校长是北京第一美人，琴声更是一绝，能听他弹琴，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看着周围激动的众学员，林北3人也好奇地看向了操场上方的讲台上。只见一个身穿汉服的女人正在轻轻拨弄着古琴琴弦，女人容貌绝美，风华绝代，如仙子一般，周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辉，让人生不出丝毫的亵渎之心。她的琴声也十分美妙动听，但却从最终的悠扬婉转，渐渐转变成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之声。乍一听就仿佛令人置身战场。林北体内的气血也在瞬间被调动了起来，仿佛不受控制一般，猛地瞪向了那名女子。而那名女子似乎也感受到了林北那凌厉的眼神，也在同一时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仿佛有2股极其恐怖的力量在碰撞，给整个操场的学员们都带来一股窒息般的压力。没想到军事大学竟然换了一位武道通神的仙子校长，有点意思。林北玩味一笑，双臂一震，体内暴动的气血瞬间平复了下来。而那名女子似乎受到了影响，一根琴弦应声而断，绝美的容颜上当即闪过一抹震惊。月娥，看来你的消息有误，这位世子远没有你想的那般简单。主人，你说什么？他的实力难不成还在您之上？一旁的韩月娥在听到东方兰若的话语后，满脸震惊。我与他谁强谁弱还不好说，但他的实力绝对不在我之下。东方兰若美眸闪烁，泛着欣慰的光芒。韩月娥心神狂震，猛地看向林北，在洁白面纱的遮挡下，仅露在外的双眸如刀锋般锐利，泛着摄人的寒芒，仿佛要将人看穿一般。但他足足看了几分钟，也没能看穿林北的深浅，惊骇道：“主人，我实在是难以置信，在当今大夏，除了望北阁阁主，竟然还会有人的实力不弱于您。”东方兰若轻笑一声：“月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世界上向来不缺天资卓绝者，况且他还是镇北王的儿子，虎父焉有犬子？”韩月娥沉默不语，今天的见闻打破了他的认知。整整5年，昔日雏鹰已经翱翔，本楼主今日便再送他一曲，祝他未来遨游9天。东方兰若重新取来一张古琴，置于案上。
玉手再次拨弄琴弦，传来一道悠扬婉转的曼妙琴声，有如天籁之音，清脆悦耳，动人心灵。操场上的学员们深深沉浸其中，有如置身山水之间，享受着静谧美好，不可自拔。方雅韵和叶夕瑶也被深深的感染了，两女的脸上充满了沉浸式的笑容。林北也是如此，缓缓闭上眼睛，放空身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体验出来了，对方是在通过琴声来净化他的心灵，帮他洗涤内心的杀气。毕竟自从回到江北后，他就一直在杀人，杀戮过多必然会影响心神，搞不好还会入魔。他似乎知道我最近所为，难不成认识我？林北疑惑，朝着讲台走了过去。方老师，5年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回可以当我女朋友了吧？突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学员们瞬间被惊醒，皆是一脸气恼。朴太相，你在搞什么？知不知道能听东方校长弹奏是多么难得的事？你竟然敢破坏，懂不懂什么叫做欣赏？听着学员们的指责，朴太相勃然大怒，都给我闭嘴！我可是高丽国派来的学习人员，代表的是高丽国。你们这群低贱的黄皮猪，就算破坏了你们的好事，又能如何？有意见？你……学员们纷纷暴怒，却无人敢再反驳。不管怎么说，朴太相都是高丽国派过来学习的，要是因为这点小事伤了两国关系，难免会让国际上的组织说大夏人小气。哼，你们华夏人果然都是一群垃圾。朴太相鄙夷地哼了一声，随后立马换上笑脸，朝方雅韵谄媚道：方老师，5年未见，我依旧对你一片真心，请接受我最真诚的爱意吧。朴太相单膝跪地，将一束玫瑰花递了过去。朴太相，我是不会答应你的请求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方雅韵一脸怒火，断然拒绝道。5年前，方雅韵被大夏派往到高丽国的军事学院学习，认识了朴太相。朴太相对她一见钟情，后一路追赶到大夏，不料因镇北王被诬谋反，方雅韵受到牵连，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1个月前，朴太相被高丽国派到北京军事大学学习，没想到竟然在今天遇到了方雅韵。在他看来，这是老天赐给他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你竟然又拒绝了我！朴太相脸色一沉，愤怒地握紧了拳头。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辱我大夏人，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方雅韵寒声道。朴太相，我记着5年前就跟你说过，大夏人不可辱。如今你当着我的面辱我同胞，还想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算死也绝无可能。朴太相恍然，怒极反笑，语气里更是充满了鄙夷。呵，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就这儿？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们大夏人被我当面指着鼻子骂都不敢还嘴，不是垃圾废物又是什么？说到这里，朴太相冷哼一声，脸上充满了傲然之色。至于我，则是高丽国皇室成员，身份尊贵。你这个大夏人能嫁给我，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竟然还敢拒绝！哼，真是给你脸了。来人，带走！话音落下，朴太相的保镖就冲了上来，要把方雅韵带走。周围的学员们皆是将拳头握得咯咯直响，愤怒到了极点，但却都犹豫不决，无人上前。毕竟朴太相是高丽人，伤了他很容易影响到两国关系，如果把事情闹大，他们谁都吃不起这个责任。区高丽棒子也敢在我大夏撒野，谁给你的胆子？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怒喝声突然响起，刚走到一半的林北折身而返，一脚将朴太相踹飞了出去。噗！朴太相当场喷出一口鲜血，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这一幕直接将在场人全都震惊了。世子霸气！方雅韵竖起大拇指，由衷的钦佩道：敢如此仗义出手的，怕也就只有眼前的世子了。阿西吧，你这头黄皮猪竟敢伤我！来人，给我废了他！这时朴太相费力地站了起来，指着林北歇斯底里的怒吼一声。哗啦啦，瞬间负责保护他的10多个保镖就从人群中穿了出来，朝林北攻了过去。一群高丽棒子还敢在我大夏的地盘动手，找死！林北怒极，一掌拍了出去，出手狠辣，那10多个保镖顷刻间就毙了命。朴太相彻底吓傻了，看着朝他缓步走来的林北，一股热流顺着裤裆流了出来，身躯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是至高无上的高丽国人，你们这群低贱的华夏人给我舔脚都是你们的荣幸，怎敢伤我？咔嚓一声脆响，林北一脚踩了下去。啊！一道杀猪般的嚎叫响彻云霄，林北一脚踩断了朴太相的右腿，疼得他在地上不停翻滚。在场的学员们全都吓呆了，此人这么勇的吗？那可是高丽国派来的学习人员啊！
然林北无视周围惊诧的目光，又是一脚踩向了朴太相的左腿。我刚才听你说大夏人是垃圾废物。咔嚓啊！左腿断裂，又是一阵刺耳的哀嚎。你还说我们大夏人低贱。咔嚓，左臂断裂。还有你们高丽国人高高在上。咔嚓，右臂断裂。林北的声音低沉冰冷，有如死神，每句话都伴随一脚。当他说完，朴太相已经四肢尽断，像条死狗似的躺在地上，脸上布满了痛苦。区区弹丸小国，一群杂碎，就凭你们也敢欺我国人？殊不知我大夏乃礼仪之邦，对尔等蛮夷向来持包容之心，若非我大夏心怀仁德，岂容尔等在此放肆？我大夏只需随意派一支部队，便可将你们亡国灭种。林北暴喝一声，怒气冲云霄，又是一脚踩出，碾碎了朴太相的裤裆。啊啊！朴太相发出震天般的痛吼，疼得面色发紫，冷汗直流，眼中更是充满了怨毒，歇斯底里地喊道：你这只大夏猪，竟敢伤我，高丽国是不会放过你的。林北眼神一凝，是吗？那我今天就杀了你，看看你们高丽国到底能奈我何。等一下！突然一名学员拦住了林北，你要帮他求情。林北转过头，目光冰冷，那名学员顿时吓了一跳，那到底是一双怎样的眼神啊？单是看一眼就令人如临深渊，脊背发凉。学员脸上浮起一丝惊恐，但还是强忍着心中恐惧说道：这位先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帮咱们大夏立了威，出了气，但朴太相毕竟是高丽国派过来学习的，你把他伤成这样，上面就已经不好交代了，必然会向你追责。不过我愿意动用一切力量保下你，可要是杀了他，恐怕会引发大祸，到时候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其他学员闻言纷纷点头附和。唐英学长说的没错，朴太相要死了，高丽国必定会向大夏政府施压，到时候没人能保得住你。而且在场还有其他的高丽国人，他们现在怕是已经将此事报告给了大使馆，对方很快就会赶过来。对，所以你还是赶快跑吧，不然到时候你的小命都难保了。林北闻言轻蔑一笑，一个高丽棒子，杀了也就杀了，高丽国要赶来闹事，直接灭了就是。噗嗤，话音落下，林北反手拍出一道气劲，洞穿了朴太相的胸膛，全场一片死寂。他怎么敢放此狂言？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唐英面色一变，不悦道：先生，你做事如此莽撞，当真一点都不考虑后果吗？要是高丽国兴师问罪，你该怎么办？就算我唐家名震北境，也未必能保住你。林北不屑一笑，刚欲开口，他可无需你保。突然一道轻笑声传来，东方校长。所有人看了过去，只见东方兰若在一位蒙着白色面纱女子的陪同下，朝这边走了过来。校长好。唐英急忙弯身行礼，东方兰若轻轻点了下头，笑问道：唐英，你可知他是谁？他是名武者，又气质不凡，想必应该不是普通人，但与我唐家人比起来，应该还是要差上一些。唐英看了林北一眼，傲然说道。东方兰若摇了摇头，伸手雪白玉指指向林北，缓缓说道：你们唐家虽不是北境8大世家，但却已用毒闻名大夏，让许多超级势力都谈之色变。你们的实力固然不弱，可与他比起来，还是要差上一些。唐英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东方校长，你未免有点太小看我们唐家了吧？小看了吗？东方兰若微微一笑，反问道：堂堂北境世子，当真不如你们唐家吗？你说什么？他是北境世子？唐英失声惊呼，震撼当场。其余的学员们也都是一脸震惊，原来他就是当年存活下来的北境世子，也是曾经的北境第一纨绔，怪不得敢如此猖狂。东方笑，不，东方仙子，不知你是怎么知道本世子的身份？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侍女吗？这时林北忍不住开口了，看向了东方兰若身边的韩月娥。韩月娥神色一慌，急忙扭过头。东方兰若泰然自若，不慌不忙地说道：世子最近战绩惊人，声名鹊起，而北境军事大学又是林家捐赠建筑的，我身为校长，自然要对世子关注的多一些。林北闻言恍然一笑，原来如此，但我怎么觉得跟东方仙子似曾相识呢？你身上的气息让我感到熟悉，因此本世子想请东方仙子吃顿饭，不知东方仙子可否赏光？东方兰若面露疑惑，我与世子刚刚相识，并不算熟悉，为何要请我吃饭？仙子貌美，令本世子心痒难耐，自然是想与你深入交流一下。怎么，仙子难道不想给本世子这个面子？林北走到东方兰若身前，贴近她，不怀好意地说道：你。韩月娥气急，但害怕暴露身份，
还是忍了下来。我这个侍女才是给你调戏的，可你竟然调戏我家主人，真是过分。然东方兰若面对林北的调戏，依旧面不改色，绝美的容颜上始终挂着浅淡的笑意，如温柔贤惠的妻子，美眸里满是包容。世子，还请自重。林北继续逼近，贪婪地吸吮着东方兰若身上的芳香。如果本世子今天偏不自重呢？眼看着对方就要贴在自己身上，东方兰若下意识地退后一步，但脸上依旧不曾有一丁点的怒气。周围的学员们却是再次被惊呆了，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世子不愧是世子啊，连仙子校长都敢调戏，牛逼！小叔子注意点。突然叶夕瑶有些看不下去了，踢了林北一脚，随后贴到他耳边小声说道：我跟他还不认识呢，等我们俩成为朋友的，到时候二嫂帮你给他洗脑，保准比现在乖100倍。二嫂你……林北愣了一下，满脸的哭笑不得，还真是史上最好的二嫂啊，看来以后不仅找女人可以光明正大，甚至都不用自己出手了。不过东方兰若身上的气息确实让林北感到很熟悉，因此才近距离去闻，但就是想不起来了。世子，你我之间有缘，咱们早晚都会有吃饭的机会，不急于一时。现在你还是先把眼前的危机给解除了吧。东方兰若笑着说完，校门外便是传来一道怒喝声：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杀我们高丽国的同胞，给我滚出来！哗啦啦，随着怒喝声响起，数十名手持军械的高丽国士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为首之人是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中年人，高丽国驻大夏特使朴正恩。刚来到操场，他就看到了死相凄惨的普太相，顿时目眦欲裂。你们这群华夏猪，果然都是一群穷凶极恶的蛮夷，这件事我一定要在国际上告你们的状。现在先把凶手给我交出来。林北冷然一笑，刚欲说话，朴正恩，不用问了，是你爷爷我干的。突然唐英开口了，桀骜不驯地走了出去。林北眉头一皱，你做什么？唐英微微一笑，世子，我知道镇北王是被冤枉的，当初若是没有镇北王，便无北境今日的安宁，更无我唐家的辉煌。现如今镇北王蒙冤而死，我身为北境臣民，理当为世子赴汤蹈火，更何况世子身份尊贵，为这种人偿命，他也配。唐英说完，仰天大笑，主动伸出双手，慷慨激昂地说道：朴正恩，我今日选择跟你走，非是我国人懦弱，而是我大夏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始终坚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你侄子朴太相死了，我唐英虽命贱，但愿意一命偿一命。可你若敢借此事在国际制造舆论，辱我国家，且先问问我北境亿万儿郎答不答应？一声怒喝，气势十足，群情激愤。没错，不就是一条人命吗？我赔给你，还有我把唐学长放了，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命，你随便取走一条，赔给你侄子。但你们高丽国人要是敢在国际上搞事，我们必定害以刀兵。在场众学员的怒火在这一瞬间全都被点燃了，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疯狂的战意。林北看着悍不畏死的众学员，倍感欣慰，这便是大夏之魂，也是曾经的北境军魂。即便镇北王死了，魂依旧在。我大夏二郎人人不好战，却皆不畏战，向来以理服人，若理讲不通，便拳头破之。东方兰若也是琴手微点，眼含赞赏。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都选择为林北顶罪，无非是还在感念镇北王当年留下的恩德，北境林家永存。而朴正恩在看到在场所有人都愿意为自己侄子偿命后，满目震撼，不愧是大夏，人心竟如此团结。但我刚才只是说说罢了，我们高丽国人才不像你们华夏人那般卑鄙。既然是唐英杀的人，我今日便只抓他一人。朴正恩怒哼一声，大手一挥，顿时有2名士兵朝唐英走了过去。然他虽这么说，但心里已经想好了对策，等处决了唐英后，就去国际上宣传华夏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野蛮凶徒，到时名声一毁，还有哪个国家敢与其建交？等一下！突然林北拦住了那2名士兵。唐英顿感不妙，急忙道：世子，你要干什么？林北看向他，赞赏道：你很不错，不枉我父亲当初对你们唐家的帮助。但我大夏虽向来以理服人，可也分对象是谁。至于这群高丽棒子，只需要跟他们讲拳头就行了。林北笑了笑，随即声音陡然一冷：朴太相是我杀的，至于为什么杀他，本世子无需向你们解释。现在趁本世子还没发火之前，带着你的人立刻滚，不然死！此言一出，朴正恩瞬间暴怒：你说什么？人是你杀的？林北不耐烦地道：废话真多，你们到底滚不滚？
再不滚就都别走了！混账，你找死！朴正恩面庞狰狞，死死地攥紧了拳头。但还不等他叫人，身旁的副手抢先道：“特使先生，您先别生气，这小子长得白白净净，一看就是个经常沉迷女色的废物。小少爷好说歹说，也是一名武者，就他也能杀了小少爷，我看他就是给唐寅顶罪的。”副手不屑一笑，对林北摆了摆手：“小白脸，不是我看不起你，就你那弱不禁风的调样，估计杀只鸡都不敢。赶紧滚一边去，这里没你的！”噗嗤，话未说完，林北如鬼魅般瞬间拍碎了他的胸膛。杀鸡是不敢，但杀人可还行。你怎么？副手双眼大睁，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畜生，我要杀了你！来人！朴正恩怒极，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吼声，眼中更是布满了疯狂的杀意。身为高丽国驻大夏特使，竟然被人当面杀了自己的副手，颜面何存？哗啦啦，一瞬间，他身后的士兵就全都将枪口指向了林北。唐寅脸色巨变，立即上前就要帮林北解围。哼，刚才给你们机会了，既然不珍惜，那就都去死吧！不等唐寅出手，林北便出动了。放肆！你竟然还敢反抗！给我射！不管是谁，胆敢阻拦，全都给我杀了！朴正恩怒不可遏地吼道。哒哒哒，数不清的子弹立即如雨点般射了出来，在场的学员们全都吓得脸色发白。操场上可是有上千名学员，在没有任何遮挡物的情况下，子弹必定会误伤到他们。这群高丽棒子到底要干什么？难道想大开杀戒吗？可恶！你们这群高丽棒子果然都该死！林北见状也是暴怒，不再留情，大手一挥，一面真气城墙凭空形成，将密集如雨的子弹给尽数挡了下来。都给我死！随即林北暴喝一声，杀意冲天，又是一拳轰出，恐怖的气浪席卷而出。噗噗噗，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顷刻间就全都被震飞了出去，仰天狂喷鲜血，失去了生命。这朴正恩直接被吓傻了，满眼惊恐，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顷刻间就灭了这么多士兵，东亚病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了？唐寅也是满眼震撼，柿子这么猛的吗？至于学员们，在短暂的震惊过后，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嗷嗷嗷！柿子威武，柿子无敌，柿子，我们爱你！解决掉高丽国士兵，林北没有丝毫停留，又是一掌拍向了朴正恩。对于高丽国人，无需留情。朴正恩瞬间吓得脸色苍白，身躯狂战。他纵横高丽国军政2届多年，却从未见过像林北这样生猛的人。一瞬间，浓浓的悔意涌上心头。可惜为时已晚。柿子，别冲动！突然，唐寅身影一闪，挡在了朴正恩身前。林北神色一变，急忙收手，怒斥道：“你疯了吗？”他这一掌用出了全力，就算是大宗师武者，也能将其拍成肉泥，何况只有天境的唐寅了。然而，唐寅却无视林北的怒火，苦口婆心地劝道：“世子，自从镇北王死后，我们北境的很多人就像是无主之魂，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全都在时时刻刻地盼着世子归来。现在你终于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一身通天般的本事，我们很高兴，也很欣慰，因为我们的世子不是废物，而是像镇北王那样的大英雄。但镇北王之死，乃是有心之人故意谋害。当年若非国主力保，你怕是已经死了。因此，如今的你虽然本领通天，但隐藏在暗中的敌人始终在抓你的把柄。高丽国的士兵杀了也就杀了，我们可以通过运作平息这件事。但你今天要是杀了高丽国特使，隐藏在背后的有心之人一定会借此机会杀了你，到时候就算是国主都保不住你。唐寅声色并茂，越说越激动，眼中布满了浓浓的恳求。林北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默不作声。这个唐寅倒还真是个人物，北境唐家后继有人了。东方兰若发出一声轻叹，随即美眸轻眨，好奇地看向了林北。他很想看看林北到底会如何抉择。林北依旧不语，脸上逐渐流露出笑容。而朴正恩见林北不说话，还以为他是怕了，顿时长松口气，擦了下额头的冷汗，但眼中却是流露出浓浓的怨毒之色，暗道：今日之耻，暂且先记下，待回到高丽国后，再调集人手，通过国际舆论向大夏施压，届时双管齐下，哪怕他是昔日的北境世子，也要死。然而他这个想法刚刚落下，林北仿佛知道他心中所想一般，瞬间来到他身前，掐住了他的脖子。唐寅，你能冒死对我说这些话，本世子很欣慰，但你看到他刚才充满怨毒的眼神了吗？就算本世子今天放了他，他日后也依旧会来找我的麻烦。既如此，
还是斩草除根的好。至于你所说的隐藏在背后的有心之人，呵呵，本世子还巴不得他滚出来呢。话音落下，林北大手猛然用力，掐得朴正恩脸色发紫，眼球凸起，剧烈的挣扎了起来。对于这种人，不能让他死得太快，要不然就太便宜了。世子，不要！唐寅神色大惊，慌忙阻拦。砰！突然一道震耳枪声传来，唐寅身子一顿，循声望去，只见一枚狙击榴弹朝林北凶狠地急射过去。世子，小心！唐寅急忙提醒，心里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狙击榴弹实际算得上是一门步炮，威力极强。是谁竟敢将这种武器带进城市？而林北也是发现了那枚榴弹，却并未躲避，释放出护体罡气轰。榴弹结结实实地轰在了护体罡气上面，爆炸开来，掀起一片气浪，空间都为之扭曲了。护体罡气也是出现了一丝裂痕。榴弹威力恐怖如斯。不过好在林北无事，唐寅以及方雅韵、叶希瑶等人都是长松口气。刚才这一幕实在是太凶险了，那毕竟是重武器，但却没能伤害到林北，真是个变态。轰隆隆！也就在这时，20多辆军车驶进了校园，在林北不远处停下。随后数十个气息强横的宗师武者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身穿4种颜色的军服，胸前分别刻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图案。天啊，这竟然是战部4营的精锐！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此4营乃是战部最强4营，每一营只有36人，但每个人却都是宗师级别的武者。这可是在灭国战争中才会出动的力量，怎么来咱们学校了？莫不是冲着世子来的？学员们发出一声声惊呼，皆是惊骇不已。而除了战部4营的宗师武者们，在军车上还站着数十名手持狙击榴弹发射器的特种兵，这股力量非同一般，可在1个小时内覆灭一个小国。至于为首军车，则是走下来一个双眼如老鹰般锐利的男子，肩抗五星，气质不凡，朝林北阔步走了过来。林北，放了他！你已经杀了天风战神，今日若是敢挑起大夏和高丽国的争斗，本战神他日必灭你林家满门。北极战神声音雄浑，充满威严的喝道。哈哈，是北极战神，林北，你杀不了我了。朴正恩疯狂大笑，他与北极战神是老相识，关系也不错，因此在他看来，北极战神是为了救他而来。畜生，你还不赶快放了我，要不然北极战神一定会把你打成塞子。朴正恩一脸激动，大声威胁道。放你麻痹！林北破口骂道，随即大手一拍，竟是像拍西瓜似的拍碎了朴正恩的脑袋。如此血腥的一幕，直接吓坏了在场的所有学员，包括唐寅也是吓了一跳，看着林北的眼神竟是出现了惊恐。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此刻这一幕，却没想到林北不仅不惧，还当着北极战神的面杀了朴正恩。林北，你当真是找死？杀了天风战神也就算了，竟然还杀了高丽国驻大夏特使，破坏了2国关系，简直是无法无天，罪不容诛。来人！北极战神瞬间暴怒，厉喝一声，4营的数十名宗师武者，包括手持狙击榴弹的特种兵们，纷纷将攻击目标锁定了林北。战部诸贼、闲杂人等，立刻退避，否则当同罪论处。在数十位宗师武者以及狙击榴弹的威慑下，整座校园瞬间笼罩上了一股浓浓的窒息感，学员们的脸上都充满了恐慌，再也不敢多待，迅速离开了校园。没过多长时间，操场上就只剩下了林北等寥寥几人。人都走了，诸位可以动手了。北极战神面色阴狠，凝声道。咔嚓，榴弹上膛，宗师武者们也全都做好了准备。住手！突然东方兰若轻喝一声，始终面带笑容的他神色终于是冷了下来。北极战神，这里可是校园，你当真要在这里动手？若是毁了北境军事大学，你便是大夏的罪人。罪人！北极战神嗤鼻一笑，一个逆贼建的大学毁了反而是在做好事，和谈罪人一说。林北脸色瞬间一冷，你说谁是逆贼？除了你那想要叛国造反的父亲，还能是谁？北极战神怒哼一声，斥道：当年你父亲道貌岸然，意图谋反，后被诛杀，现在又轮到了你，先是杀了天风战神，后又当着我的面杀了朴正恩。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们父子俩就是大夏最大的逆贼。林北勃然大怒，死死地攥紧了拳头，眼中布满深寒杀意。如我可以，但你敢辱我父亲，死！话音落下，林北瞬间出动，一拳狠狠地砸向了北极战神的面门。来得好！北极战神不禁反喜，他还担心林北不敢反抗，直接束手就擒呢。
这样他就没办法直接将林北就地斩杀，而是要带回战部处置。不然，就算他真杀了林北，龙惊天也不会放过他。可现在不一样了，是林北先动的手。即便龙惊天事后追责，他也可以说自己是为了自保，不得已之下才误杀了林北。世子，我来帮你。唐寅脸色巨变，但却没有丝毫犹豫，也随林北暴冲了出去。手腕一翻，2把圆月弯刀出现在手里，急速翻转，泛起一道刺眼的寒芒。北境唐家曾受镇北王大恩，为了世子，当赴汤蹈火。主人，我们要不要出手？韩月娥握紧腰间匕首，做好了出动的准备。先不用。东方兰若死死地看着前方，抬手阻拦道：世子，别冲动，快回来。小叔子，别逞强，不行就跑。方雅韵和叶夕瑶的焦急声也从身后传来，但林北置若罔闻，倾尽全力的一拳狠狠地轰向了北极战神的面门。北极战神也杀意大起，眼中流露出浓浓的疯狂。天风，哥哥今日必为你报仇，诸君请随本战神诛贼。轰轰轰，数十名宗师级别的武者也在瞬间而动，特种兵们也都将目标锁定了林北，做好了轰炸的准备。这是一股超级恐怖的力量，可以在顷刻间毁灭整座校园。徐天成在此，谁敢放肆？吼！突然一道震耳虎啸声传来，一把9环大刀从天而降，裹挟着恐怖刀气扎在了北极战神身前。刚要出手的北极战神瞬间被震慑住，林北也受到刀气阻隔，飞身退了回去。场面陷入了短暂的静止，随之徐天成急速走来，在他身后则是跟着一个肌肉囚笼、赤裸上身的粗犷汉子。汉子气息沉凝，身上充满了力量感，仿佛一头猛虎般蕴含摄人的压力。黑虎！北极战神面色微变，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忌惮。黑虎，龙惊天贴身护卫，战部个人实力第一人，曾经一人一刀在10万敌军中斩杀敌军统帅首级。龙惊天曾赞言：千军万马一将在，探囊取物有何难？林北也注意到了黑虎，不过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冷声道：你是谁？为何要阻拦本世子？徐天成走到近前，拱手道：在下徐天成，是龙老的贴身秘书，今奉龙老之令来护世子周全。龙老！林北闻言，神情一阵恍惚。在整个大夏，4王与国主并立，但镇北王却与其他3王的关系都不好，唯独战部委员长龙惊天一直将镇北王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只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5年过去了，龙老竟然还在挂念他。林北神色缅怀，关心道：龙老现在还好吗？徐天成微微一笑：龙老身体康健，生龙活虎，不劳世子挂念。林北点了下头：那就好，请转告龙老，待我报完大仇就去看望他老人家。世子放心，我一定将话带到，但现在还是得先把眼前的危机解除了。徐天成转过身看向北极战神，语气一沉，训斥道：北极，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无视龙老命令，想造反不成？徐天成，你……北极战神气急，却不敢多言，咬牙道：此事全是我自作主张，我认罚。徐天成怒哼一声：哼，你就等着回去被龙老降罪吧。现在立刻把兵给我撤了。北极战神满眼不甘，神色怨毒，但最终还是下令撤了兵。他可以不怕徐天成，却不能不怕黑虎。黑虎想杀人，除非是3王出手，不然谁都拦不住。慢着，我让你走了吗？然而就在这时，林北充满杀意的冰寒声音突然响起：你当真想死？北极战神愤怒转身，死死地攥紧了拳头，似乎随时都要动手。徐天成暗感不妙，连忙挡在了北极战神身前：世子，你虽神勇，但今日的你绝对不是北极战神的对手，千万别冲动，不然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林北怒声道：本世子无需任何人保，但他如我父亲，事后却还想一走了之，真当本世子不存在吗？话音落下，林北身影一闪，冲向了北极战神。你找死！北极战神怒不可遏，本战神是在给黑虎面子，你当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徐天成脸色一变，他没想到林北竟然还敢主动出手，急忙喊道：黑虎，快拦住他！天风战神死就死了，但北极战神乃是司徒镇私生子，他若死了，司徒镇必定陷入疯狂，届时整个战部都会陷入动乱。退下！黑虎闻言瞬间劈出一刀，他虽未封王，却拥有着与王一战的实力，普天之下还没有人能当着他的面杀人。不对！然而下一秒，一向心如沉水、泰山崩玉鱼而面不改色的他，眼中闪过一抹诧异的光芒。只见他那连王境强者都要慎重对待的一刀，
竟然劈在了残影上啊！紧接着，众人便是听见到一道惨叫声。只见林北不知何时来到北极战神上方，从天而降，一掌拍碎了他的脑袋，全场瞬间一片死寂。什么？世子竟然当着黑虎的面杀了北极战神！短暂的寂静过后，唐寅最先惊呼出声，用力的揉了揉眼睛，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那可是一位堪比王境强者的绝世武者啊，竟然连世子的毛都没碰到，这么猛的吗？韩月娥也是感到一丝震惊，以林北此刻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丝毫不亚于自家主人了。徐天成也傻了，人家都没用自己保护，就把北极战神给秒了，那我干什么来了？唯有东方蓝惹神色平静如水，仿佛这一幕在他的预料之中。然而毕竟是北极战神死了，徐天成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暴怒道：林北，你疯了吗？北极战神都已经准备停手了，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林北冷声道：他如我父亲，难道不该杀吗？徐天成气急败坏，就算如此，他也罪不至死。更何况你知道他是谁吗？又知道杀了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吗？林北傲然冷哼：我管他是谁，他如我父亲就该死，至于你所说的后果，本世子自会承担。你……徐天成指着林北，脸色铁青的斥责道：你孤身一人，就算实力再强，又拿什么承担？你可知龙老为了保你，不仅把自己的贴身护卫黑虎派了过来，还跟司徒镇彻底反目，而北极战神就是司徒镇的私生子。你现在杀了他的儿子，不仅惹恼了战部的副委员长，还会让龙老很难做。你就是这么报答龙老的吗？林北呵呵一笑，不屑道：区司徒镇罢了，你回去转告龙老，无需再让他为我的事情操心，并转告司徒镇，本世子在江北等他，有胆就让他带着整个战部的兵马过来找我。话音落下，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他这是在向战部宣战，狂，实在是太狂了。徐天成怒极，脸色阴沉似水。好，既然你执意找死，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司徒镇现在掌握了战部一半以上的力量，其实力堪比三王，你杀了他儿子，他一定不会放过你。若是不想死，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龙老，不然你就等死吧。林北果断拒绝，龙老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还有要事没做，等处理完手中事情，自会第一时间去看望他老人家。见林北油盐不进，徐天成也懒得再劝，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那便自求多福吧。黑虎，我们走。黑虎扛起大刀，没走几步，突然转过身来，一双逼人虎目充满赞赏地看着林北。你很强，期待未来与你一战。说完，两人上了军车，疾驰而去。风波结束，众人纷纷松了口气。叶夕瑶拍了拍胸脯，一阵后怕，刚刚真是吓死我了，那么多条枪，那么多高手，要真的动起手，还不得把咱们打成马蜂窝啊。噗嗤，方雅韵忍不住笑出了声，满是崇拜地说道：看你说的，有世子在，就算是千军万马也不会伤害到咱们的。倒是这个理，谁让我小叔子天下无敌呢？叶夕瑶骄傲地背起小手，趾高气扬地说道：我决定了，以后本影后就是北京的女王，谁要是敢不服，先问过我小叔子的拳头。看着狐假虎威的叶夕瑶，林北一脸的哭笑不得，都快30岁的人了，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呢？世子果真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这时东方兰若走上前来，由衷地称赞道：东方仙子过奖了。林北谦虚道，随即话锋突然一转，不过本世子有一事疑惑，刚才北极战神若是真的出手毁了校园，仙子当真不准备出手吗？东方兰若微微一笑，我相信以世子的实力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仙子倒还真是看得起我。林北双手背后仔细打量着东方兰惹，双眸明亮，清澈如水，不似作假，他应该是有非敌，可到底是谁呢？世子，你无需多虑，我对你并无恶意，相反，咱们之间还有解不开的缘分，等时机一到，你自会知道我是谁。东方兰若盈盈一笑，随即不再多言，转身离去。什么缘分？还非得等时机到，不能现在告诉我吗？林北一脸无语，果然女人都不喜欢把话说清楚，想让你去猜。世子，我能追随你吗？也就在这时，唐寅忽然凑了过来，满怀期待地问道：不能。林北果断拒绝。唐寅脸色瞬间一垮，这拒绝的也太干脆了。不过他仍旧有些不死心，世子能否告知一下原因？要是有欠缺的地方，我可以改。林北摇了摇头，你虽然有些骄狂，但重情重义，修武天赋也不错，但以你目前的实力，并不能对我产生帮助。当然，你若真想追随，待我大仇得报，本世子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甚至收你为徒都可以。至于现在，则不行。林北很直白，他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报仇，而只有天境实力的唐寅，不仅对他提供不了一丝一毫的帮助，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拖油瓶。唐寅闻言恍然，微微一笑，抱拳道：“我虽只有天境，但北境唐家乃大夏第一用不世家，世子怎知我不能对你提供帮助呢？”哦，林北感到一丝好奇，你当真能对我提供帮助？唐寅含笑点头，神秘兮兮地说道：“世子，如果我能提供必查之毒的线索，不知能否追随世子呢？”话音落下，林北神色巨变，随即便是无比激动地抓住了唐寅的衣领。你说什么？你知道必查之毒的线索？从逍遥侯死，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1周时间，但李妙飞却是没有查找到关于必查之毒一丁点的消息。林北想着是因为必查之毒世所罕见，因此即便是暗电调查起来也十分困难，却不曾想唐寅竟然知道。世子，你这么抓着我，我也没法说啊。唐寅一脸苦笑道：“不好意思，有些激动。”林北回过神，急忙松开手，迫切道：“快说，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唐寅整理了一下衣襟，稍微沉吟片刻，脸色凝重地说道：“世子，实不相瞒，必查之毒乃是唐门所制之毒，而我北境唐家曾是唐门核心成员，但就在20年前，因为我父亲偷盗必查之毒，遂被逐出唐门。本以为我们唐家会就此落魄，不曾想却在10年前偶然得到镇北王赏识，是他帮助我们唐家在北境站稳了脚跟，而我们唐家也在镇北王的帮助下，凭借出神入化的毒术，成为了北境数一数二的势力。”说到这里，唐寅顿了一下，随后狠狠一咬牙，似乎下了某种决心，继续道：“至于必查之毒，我们唐家虽被逐出唐门，但我父亲却偷偷将必查之毒藏在了我妹妹身上，而此毒乃是大夏第一奇毒，别说是大宗师，就算是王境强者中毒，也会在顷刻间死于非命。因此，我父亲曾再三叮嘱过我妹妹，一定要藏好此毒，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暴露此毒的踪迹。却不曾想，我妹妹竟偷偷将此毒给卖了。我也是在前几天得知李妙飞在寻找此毒的踪迹后，才去问了妹妹，可不料她才说到一半，就突然变成了活死人。”林北眉头一皱，活死人，又是在突然之间，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唐寅重重地叹了口气，实不相瞒，我们唐家倾尽全力，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只是断定了我妹妹不是中毒。林北暗暗点头，急声道：“既如此，那想必就是被人施加了某种秘法。快带我去见你妹妹。”蜀中唐门早就已经选择避世，除了唐家偷走的必查之毒，他们断然不会将此毒售卖出去，因此逍遥侯所服用的必查之毒一定是来自唐寅妹妹。至于是逍遥侯自己买的，还是被他幕后之人赠予，就得等救活唐寅妹妹才能知道了。而唐寅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敢迟疑：“世子，请。”好。林北迅速上了车，先把方雅韵和叶夕瑶送回王府，之后便径直奔向了唐家然。就在林北前脚刚走没多久，已经离开的东方蓝惹重新折返了回来。他看着林北离去的方向，轻声道：“人都走了，别藏了。”嗖，一道倩影从教学楼顶俯冲而下，如一道惊鸿般瞬间来到东方兰若身边。“沈战神，好久不见。”东方兰若侧过身，看着一旁的沈南薇，微微一笑。沈南薇琴手微点，面无表情地说道：“接下来你有何打算？”东方兰若目光深邃，沉吟了一下，说道：“跟随他的步伐，顺其自然。我相信他一定能揪出幕后真凶。”沈南薇闻言，忽然发出一声嗤笑：“就凭他，实力虽够，但杀心太重，做事又过于冲动，怕是刚一找出真凶，就被人家算计死了。”东方兰若秀眉微皱：“你不相信他？他做事不顾后果，我还能相信他吗？若非他还有些作用，我早就把他杀了。”沈南薇摸了一下自己脸上的伤口，气鼓鼓地说道：“堂堂大夏第一女战神，竟然也会受伤，难不成是他干的？”东方兰若一脸的幸灾乐祸：“哼，你少得意，我虽然受了伤，但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不见得会比我好到哪儿去。”沈南薇轻哼一声道：“我看未必，就算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最差也就是教训我一顿罢了。但如果你继续跟他作对下去，弄不好他真的会杀了你。”东方兰若不无得意地说道：“那又如何？”沈南薇一脸坚定：“我布局多年，好不容易才等到了今天。只要林北始终是孤身一人，他多活一天，隐藏在幕后的真凶就会越来越坐不住。早晚有一天，真凶会主动浮出水面。届时，只要能杀了真凶，就算死了又如何？公公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不会怪罪于我。”东方兰若神色复杂，
轻叹口气：“哎，你这又是何必呢？小北的实力已经不弱于你，他已经完全有能力可以独当一面，你真的没必要。”不等他说完，沈南威愤怒打断：“别跟我提他，当年若不是他不学无术，终日只知享乐，公公又怎会出事？一个废物，即便如今有些实力，也改不了纨绔本性。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瞧着满眼恨意的沈南威，东方兰若无奈摇头，复杂的目光望向群星闪耀的夜空，仿佛在寻找镇北王的影子。公公，漫天群星，到底那一颗是你呢？你当真死了吗？战部副委员长办公室，司徒震在得知北极战神被杀的消息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双眼无神。我儿死了，我儿竟然死了！我们司徒家绝后了！司徒震悲痛欲绝，用力抓着脑袋，随即双手忽然拍在桌子上，双眼猩红地站起身。林北，你竟敢杀我儿！我司徒震必报此仇，就算有龙惊天保你，也得给我死！司徒震面色狰狞，歇斯底里地吼道：“去，告诉晋南王和萧天策，再犹豫下去，我们所有人都得死！让他们立刻动手，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杀了林北！”砰！话音落下，司徒震一巴掌拍碎了会议桌，眼中布满滔天杀意。是！一旁的秘书吓得不轻，赶忙跑出去打电话。与此同时，江北高速公路路口，刚准备返回帝都的徐天成突然接到了龙惊天的电话。交谈一会后，徐天成脸色难看地挂断了电话。一旁的黑虎好奇问道：“龙老怎么说？”“还能怎么说？他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林北，只要司徒震一天不死，就要咱们俩一直跟着他。”徐天成气得一巴掌拍在了方向盘上，不过也只是片刻，他便收敛了情绪，极不情愿地调转了车头。哪怕他讨厌林北，但龙老的话必须听。其实我知道你是为林北的不识好歹而感到气愤。突然，一向沉默寡言的黑虎开口了。徐天成忽地笑了，诧异道：“哦，你竟然也知道用脑袋想问题了。不错不错，但真正是让我觉得气愤的，不单是林北不识好人心，而是他压根就没瞧得起我。”黑虎淡漠道：“我知道，换成我是他，也会瞧不起你。为什么？”徐天成一脸愕然，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好说歹说，自己也是战部委员长的秘书，就算是三王也要给些面子。黑虎瞥了徐天成一眼，一字一顿道：“因为你太菜。”徐天成来到唐家，见到唐英的妹妹唐笑笑，约莫是8、9岁，脸蛋有些婴儿肥，模样精致，小巧玲珑，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但此刻却毫无意识地躺在床上。屋子里也站满了人，除了唐英母亲，还有照料唐笑笑的佣人以及一众亲属。唐笑笑从小就生性活泼，俏皮可爱，深得唐家人喜欢，全都拿她当祖宗供着。此刻突然变成了植物人，大家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看望，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布满了担忧之色。妈，看我带谁来了？这位就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北境世子。唐英一进来就兴高采烈地把母亲拉了过来。什么？他就是当初的北境世子？天啊，堂堂世子竟然能光临我们唐家，我不是在做梦吧？唐英的众亲属们皆是一脸震惊，随即全都赶忙跪在地上，激动道：“我等拜见世子。”唐母看向林北，仔细打量了一会，连连点头，像，真是太像了，无论是眉眼还是脸型，都跟当年的镇北王有7分相似。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是世子！唐母欣喜若狂，做事就要下跪：“唐家将秦参见世子。”唐夫人不必多礼。林北赶忙扶起唐母，随即一摆手：“你们也都起来吧，谢世子。”唐家众人欣喜起身。对于林北最近的战绩，他们也都有所耳闻。镇北王有子如此，北境林家何愁不兴？江琴也站了起来，兴奋道：“儿子，快，赶紧叫人备晚宴，今天必须要好好招待世子。”是。唐英转身就要出去，却被林北拦住：“唐夫人，晚宴就不用了，我此次是来给你女儿治病的，还是先办正事吧。”看病。江琴面色一正。林北含笑点头：“怎么，唐夫人难道不相信我？”不。江琴赶忙摇头：“世子，实不相瞒，我几乎把大夏所有的名医都请来了，但谁都说我女儿患的不是病，而是邪症。世子的心意，我们唐家领了，但笑笑她是治不好的。”说完，江琴重重地叹了口气，面露哀伤。所谓邪症，便是妖邪入体，非凡人所能治愈。唐夫人莫要伤痛，能不能治好，得由本世子说了算。林北说完，来到床前，开始对唐笑笑的身体进行检查。这是
然而就在检查到领口处的时候，林北突然发现唐笑笑的胸口有块黑斑，隐约中还散着一丝令寻常人难以察觉的黑气，仿佛蕴含了浓烈的毒素一般。林北瞬间大喜，激动道：“这不是邪症，而是恶男毒体。”什么？男毒体？那是什么？唐家众人皆是一脸茫然。林北兴奋解释道：“所谓恶男毒体，乃是万中挑一的顶级修武体质，可通过服用剧毒来提升修为。也就是说，他们服用的剧毒越多，修为提升的也就越快。”听闻此言，唐家众人全都傻眼了。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体质，那岂不是只要毒药喝得足够多，就能无敌了？有点变态吧？而林北似乎看出了众人心中的疑惑，继续说道：“按理来说，但凡有恶男毒体出世，未来都是威震武道界的存在。但恶男毒体想要完全成长起来，却需要度过18岁的难关。因为恶男毒体从出生起，体内就含有剧毒，并且会在18岁的时候达到鼎盛。这时候，恶男毒体需要一位王境及以上的强者，帮其压制住体内剧毒，供其日后慢慢吸收，不然则会被剧毒腐烂而死。”说到这里，林北的脸色浮起一丝凝重。至于笑笑之所以昏迷不醒，是因为幼年时被人在体内下了禁制，而据我猜测，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唐家是用毒世家，男毒体在唐家会得到最好的吸收和成长，所以他们才没立即带走笑笑，而是想等到笑笑18岁成人礼那天再来将其带走。但他们又害怕不能准时到来，便提前下了禁制，这样笑笑在成人礼的前几天将会陷入长达1年的昏迷，压制住恶男毒体发作的时间，这样他们的时间就能充足了。唐家众人纷纷恍然，脸上皆是布满了怒火。哼，真是太过分了，到底是谁这么狠毒，竟然在多年前就打起了笑笑的主意？最好别让我找到这个人，不然老夫必定把他挫骨扬灰。唐莹也紧紧地握紧了拳头，恨不得立刻将幕后之人碎尸万段。但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问道：“可他们为什么要带走恶男毒体呢？难不成对修炼有帮助？”林北郑重点头：“没错，恶男毒体的血是炼制封王丹的主要材料，而一枚封王丹可使一名宗师武者瞬间突破到王境。”话音落下，在场众人无不大惊失色，一枚丹药就能让宗师武者越级突破，直接封王，当真是变态到了极点。我可怜的女儿哦，你的命咋就这么惨哦？你是不是恶男毒体不重要，未来能不能成为武道界的巅峰人物，妈妈更不在乎。我只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活着。这时，坐在窗前的江晴悲痛欲绝地哭喊起来：“唐夫人，你无需伤心，有本世子在，你女儿断然不会有事。”林北信心满满的保证道。江晴涕泗横流，绝望道：“世子，你的好意我们唐家心领了，但你刚才也说了，想要救醒笑笑，需要王境强者帮助，而整个大夏目前也只有3王是王境罢了。若镇北王还在，我女儿或许还有救，但3王是不会帮助我们唐家的。”林北背起双手：“我父虽不在，但本世子还在。”唐英微微一惊，激动道：“世子，按你的意思，已经封王了？”王？呵，不过是蝼蚁罢了。林北傲然一笑，随即右掌忽然隔空拍向唐笑笑，蕴含着无穷能量的金光悉数涌入到了唐笑笑体内，被人设下的禁制在顷刻间被破除，男毒体也被压制了下来。仅是10分钟的功夫，唐笑笑就发出了干咳声，随即缓缓睁开了眼睛。现场瞬间一片死寂，10多道震撼的目光纷纷看向林北，每个人的心里皆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就治好了？他得是什么境界？难不成已经超过了王境？天哪，他怎么会这么强啊？女儿！唐母神色狂喜，激动地把唐笑笑抱在了怀里。至于唐莹，则是怔怔地看着林北，双拳紧握，暗暗下定了决心，此生无论如何都要追寻世子脚步，如此唐家才能未来可期。与此同时，帝都一间幽暗的密室中，一个戴着骷髅面具、周身散发着浓浓阴煞之气的男子忽然睁开了眼睛，爆射出2道寒芒。竟然有人破了我当年设下的禁制，是3王出手了吗？还是说世俗又出现了其他的王境强者？男子惊疑不解，低沉冰冷的声音有如九幽厉鬼在密室内回荡开来：“来人，传令江北，速速命人带回恶男毒体，敢有阻拦者，杀无赦。”笑笑，你感觉怎么样？好点没有？房间内，江晴满脸担忧地对唐笑笑问道：“妈妈，我已经没事了，就感觉自己像做了一个梦。”唐笑笑晃了晃小脑瓜，有些迷茫地说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江晴喜极而泣，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随后，
突然跪在了地上，感激涕零的朝林北重重的磕了一个响头。10年前，镇北王救我唐家于危难之中，今日世子又救了我的女儿，你们林家对我唐家有再造之恩。从此以后，世子心之所向，便是我唐家见风所指。林北赶忙扶起江琴，微笑道：“举手之劳罢了，唐夫人不必放在心上。况且我也有件事需要向你女儿请教，请教不敢当，有什么事世子尽管问便是。”唐琴恭敬回答，随后十分识趣地带着众人离开了。偌大的房间很快就剩下了林北和唐笑笑2个人。唐笑笑眨着漆黑如墨、水灵灵的大眼睛，满是好奇地看着林北。大哥哥，谢谢你救了我，你真厉害。林北微微一愣，厉害？怎么说？当然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呀。这几天我虽然一直在昏迷，但却能感受到外面发生的任何事。我知道妈妈给我找了很多名医，可他们都没能治好我。然而大哥哥一来，很快就治好了。大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嘻嘻。唐笑笑甜甜一笑，脸颊处笑出了酒窝，有如圣洁的精灵般可爱迷人。原来如此，不愧是恶男毒体。林北恍然点头，这就是罕见体质的优点，有太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能力。唐笑笑紧接着问道：“大哥哥，刚才你说有事情要问我，是想问什么呀？”林北好奇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把碧茶之毒卖了？”碧茶之毒？你说的是我小时候爸爸送给我的那包毒药吧？当然是缺钱花就给卖了啊。唐笑笑风轻云淡地说道：“你很缺钱吗？”林北神色古怪，北境唐家的势力虽然不如暗殿，却也不弱于8大世家，好歹也是大夏的一流势力，还会缺钱？当然缺了。外人都说我们唐家有花不完的钱，但我马上就要18岁了，可是妈妈始终没给过我1分钱。唐笑笑幽怨地踢打着小腿，气鼓鼓地说道：“为什么？”林北满眼疑惑：“还不就是因为我爱吃零食，可妈妈说零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因此为了防止我偷偷买零食吃，索性就不给我零花钱了。虽然这么多年我每天都不缺龙虾、帝王蟹，甚至就连高山上的猪果也都源源不断，但是大哥哥，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再好也是跟辣条、薯片没法比的，尤其是辣条，可以说是我最爱吃的零食了。就那么一小条，简直是人间美味啊！”唐笑笑越说越兴奋，不由自主地舔起了嘴唇，满满的都是意犹未尽。林北嘴角一抽，他做梦也没想到，唐笑笑卖碧茶之毒的原因，竟然是为了买零食吃。那玩意就那么好吃？林北深吸口气，压制着要打人的冲动问道：“那你卖了多少钱？”“好多好多钱呢，足这个数。”唐笑笑伸出一只小手，满是骄傲地扬起了下巴。“5000万吗？”林北暗暗点头，世间第一奇毒，5000万倒也不算少。大哥哥，你不会想钱想疯了吧？一包破毒药哪能值那么多钱？我就卖了500块，这还是经过好一番议价才卖出去的呢。怎么样，我厉害吧？唐笑笑递去一个得意的眼神。噗！林北闻言，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多少？500块！堂堂世间第一奇毒，你竟然就卖了500？饶是林北纵横女子监狱，见过无数奇闻鬼事，但像这么鬼的，还是第一次见到。林北的神色怪异到了极点，可不敢再问下去了，害怕心脏受不了。话锋一转，步入了正题：“那你卖给谁了？知道吗？”“知道，是一个叫郑少龙的人，他好像是南境郑家人。”这次唐笑笑回答的让林北很满意。南境郑家，看来确实是有人在控制逍遥侯，而之所以用碧茶之毒，应该是担心用其他毒药有被救活的可能，但碧茶之毒却无人能解。好了，笑笑，大哥哥没有问题了，谢谢你。将郑少龙的名字记在心底，林北回过神，笑着拍了拍小丫头的肩膀：“大哥哥，我就回答了你一个问题，但你却救了我的命，是该我感谢你才对。”唐笑笑眨了眨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满是真诚地说道。林北欣慰地笑了，唐家果然都是感恩之人，怪不得父亲当年会选择帮助唐家。哦，对了，大哥哥，我还有好东西要送给你。突然，唐笑笑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伸跑回床前，好一阵翻找后，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竟然装满了辣条。唐笑笑拿出一袋，满是不舍地递给林北：“诺大哥哥，这是我用卖碧茶之毒的钱买的，可惜还没来得及吃就晕倒了，现在我把它当作谢礼送给你，别瞧不上眼，可是很好吃的哦。”林北哭笑不得，但还是接受了小丫头的好意。好吧，那大哥哥就收下了。不过你可以跟你妈妈说清楚，以你的体质，吃再多的零食也没问题，可别再卖像碧茶之毒那样的宝物了。唐笑笑眼睛一亮：“大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随便吃零食吗？当然，你就算天天喝毒药都没事，更别提这些零食了。嗷嗷，真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随便吃零食了。唐笑笑欢呼雀跃地蹦跳起来，脸上布满了天真的笑容，迷人酒窝再次露了出来，甜美可爱。林北忍俊不禁，下意识地捏了一下，果然 QQ 弹弹的，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令人爱不释手。然而就在这时，一支冷箭突然从门外射了进来，直奔唐笑笑而去。小心！哐当！林北眼疾手快，瞬间挡在唐笑笑身前，拦下了箭矢。唐笑笑这才反应过来，一脸后怕地说道：大哥哥，是刺客吗？是，不过有大哥哥在，笑笑不用怕。林北安慰道：大哥哥，我相信你，加油！唐笑笑说完，便急忙跑回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蒙了起来，仅露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砰！也就在这时，一个戴着骷髅面具的黑衣男子破门而入。小子，你是何人？竟敢管我们血骷髅的事，是想找死吗？血骷髅？林北愣了一下，嗤笑道：什么狗屁的血骷髅，压根没听过。我且问你，为何要对恶男毒体行凶？当年是不是你们给他下的禁制？黑衣男子一脸冷笑：你想知道，如实招来。呵呵，你还是下去问阎王爷吧。突然，黑衣男子面色一狠，随即便是手持匕首朝林北凶狠地刺了过去。找死！林北下意识地侧身一躲，匕首刺了个空，接着抬起手掌就要拍向黑衣男子。然谁知黑衣男子的攻击却只是虚招，就在他从林北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左手忽然扬出一团白色粉末。林北避无可避，一下子吸入了不少，轻轻咳嗽了起来。哈哈，小子，我见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是北京世子了。论正面战斗，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不过可惜姜还是老的辣。你现在中了我的13香软筋散，哪怕是王境高手也会在瞬间被散去真气。试问你还拿什么跟我斗？黑衣男子仰天狂笑，紧接着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朝林北刺了过去。没想到堂堂北境世子竟然死在了我阿三手中，感谢世子助我名扬天下。唐笑笑神色大惊，失声道：大哥哥，小心小心！阿三一脸不屑，眼中充满了自信。此刻的林北在他眼中已经成为了死人。咔嚓！然而就在匕首即将刺中林北胸口的时候，只见他忽然睁开了眼睛，随后闪电般抓住了阿三的手腕。只听一声脆响传来，阿三当即发出一道撕心裂肺的痛吼。啊，这不可能！你明明中了我的13香软筋散，怎么可能没事？林北不屑道：13香软筋散很了不起吗？本世子早在2年前就已经修成了百毒不侵之体，区区13香软筋散，能奈我何？阿三一脸惊恐，不可置信地喊道：这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只有恶男毒体才百毒不侵，你怎么可能也是？林北大手用力一拧，逼问道：败者没有资格询问，说你们血骷髅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什么要觊觎恶男毒体？恶男毒体一旦成年，若落入到歹人手里，很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这件事必须要管。而阿三疼得冷汗直流，痛不欲生，心中更是充满了震撼。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3香软筋散竟然会对林北零作用。要知道，这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几种毒药之一啊！王境强者中招也要乖乖倒下，可林北却没事，他是怎么做到的？难以置信。快说！林北没了耐心，喝问道：呵呵，我虽不是你的对手，但血骷髅人人不畏死，你想从我口中知道真相，还是等下辈子吧。阿三眼中闪过浓浓的疯狂，牙齿突然用力一咬，眼球凸起，随后便瘫软在了地上，咬舌自尽了。林北一惊，没想到此人竟然对自己下手这么狠，看来这个所谓的血骷髅当真不是什么好鸟。咦，这是……突然林北随意一瞥，看到了阿三的胳膊上的青龙纹身，但还不等他仔细查看，唐笑笑就跑了过来，满脸紧张地问道：大哥哥，他是死了吗？林北轻嗯一声：对，他死了。嗷嗷嗷！大哥哥把坏人杀死了，大哥哥好厉害！唐笑笑兴奋的手舞足蹈，许是因为激动，竟是跳到了林北身上，一团前所未有的柔软袭上心头，就跟小奶牛似的，说不出的舒适，并且小丫头那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写满了纯真，让人看一眼就无法自拔。林北心跳瞬间加速，不由自主地吞了一下口水。这个小丫头现在看起来是俏皮可爱，可长大后必然是一个尤物。不敢再多想，急忙把唐笑笑放下来，之后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夺门而出。这还是林北第一次落荒而逃。
毕竟小丫头还未满18岁，可不能做那种禽兽之事然。唐笑笑望着林北离开的方向，雪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崇拜的色彩。大哥哥刚刚真的好帅哦，有他在身边，真的充满了安全感呢。以后要是能嫁给他当老婆就好了。林北来到唐家庭院，立刻拨通了李妙飞的电话。很快，电话接通，传来李妙飞的声音：“世子，有何吩咐？”林北道：“立刻帮我查一个叫血骷髅的组织。”血骷髅？李妙飞诧异道：“那不就是一个小杀手组织吗？”小杀手组织？李妙飞点头道：“对，此组织是由一名宗师强者组建起来的，实力不算太强。他们若是得罪了世子，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们灭了。”林北愣了愣，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怪不得阿三一直在自报家门，实则他只是戴着骷髅面具，但压根就不是血骷髅的人，而是在用血骷髅掩人耳目。因为唐笑笑体内的禁制至少需要王境武者才能做到，而血骷髅很显然不具备这个实力。那你查查胳膊上有青龙纹身的，看看到底是哪方势力。切记，没有王境强者坐镇的，无需理会。林北想到了阿三的特点，吩咐道：“遵命。”李妙飞恭敬地挂断了电话。林北仰头望空，目光深邃，心中更是充满了疑虑。其实，有王境强者坐镇的势力，放眼整个大夏都没几个，除了三王，便剩下司徒镇了。若真是他们几人其中的一个在觊觎恶男毒体，那么会不会跟林家的灭门惨案有关系呢？次日一早，林北离开唐家，准备前往南境。如今必查制毒的线索已经有了，接下来只要找到郑少龙，问出真正的买主，就能得知控制逍遥侯的人到底是谁。这个人也必然跟覆灭林家脱离不了关系。而唐寅跟唐笑笑则与之同行。对于唐寅，林北很欣赏，不仅忠心耿耿，脑子够用，修武天赋也不错，只要稍加历练一番，未来便是大才。至于唐笑笑，还有1周的时间，他就18岁了。届时体内毒素达到鼎盛，虽然目前被暂时压制了下来，但林北要教他吸收毒素的功法。而恶男毒体一旦成长起来，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会在他之下。目前又有小人觊觎，他可不能放任这么好的宝贝不管。不过在前往南京之前，他要先回一趟王府，与嫂子们告个别。在大嫂叶相思和二嫂叶夕瑶的苦苦求饶中，林北极不情愿地放过了他们俩。但因为意犹未尽，立刻又找到宋之浅，激战2个小时，直到中午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主人，你真的要走了吗？奴婢舍不得你，求求你再赏赐奴婢一次吧。临行前，千叶美子又发疯了，抱着林北的大腿发出卑微的恳求。啪啪，林北这次很阔绰，好好的奖励了他一顿，直到打得他鼻青脸肿，方才离开王府，看得唐寅和唐笑笑一脸懵逼。但千叶美子却是满脸兴奋，痴痴地看着林北离去的方向，眼中浮起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情愫。这就是他所谓的告别。我看他就是回来折磨咱们的。叶夕瑶捂着屁股，气鼓鼓地说道：“那能有什么办法？谁让咱们都答应了婆婆，要为林家传宗接代呢？”叶相思看着自己膝盖上的淤青，苦笑不已。这家伙真是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哼，他就是个混蛋。我最近多努力，争取把方老师也洗脑了。等他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叶夕瑶攥紧粉拳，赌气道：“你确定是收拾，而不是奖励？”叶相思神色古怪。叶夕瑶顿时哑然，失魂落魄地蹲在地上，画起了圈。那还能怎么办啊？谁让咱们俩不争气的？现在看来，只有依靠老三了。希望他能在南境把这个混蛋给收拾住吧。叶相思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腹，目光柔和似水。其实我更希望能怀上他的孩子。王府门口，温红颜忽然对宋之浅说道：“之前根据最新传来的消息，宋耀阳和宋耀祖已经彻底开战，这次或许是你最后的机会。”宋之浅望着林北离去的方向，神色复杂道：“妈，其实我对帝都宋家的权利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现在就想陪伴在世子身边，跟着你和爸好好生活。”温红颜勃然大怒：“宋之浅，你傻了吗？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宋振国不是你亲爹，我也不是他妻子，我们只是寄居在江北宋家，而你身负宋家最纯正的血脉，宋家家主的位置本就应该是你的。现在你跟我说不争了？宋耀阳和宋耀祖的争斗一旦结束，他们谁会放过我们母女？况且以林北目前的实力，早晚要打上帝都，要想洗脱当年谋害镇北王的嫌疑，唯有你掌控宋家，如此传承千年的门阀才能重现昔日辉煌，成为真正的大夏第一世家。宋之浅不语，心中陷入了极度的挣扎，低声道：“当真？
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吗？温红颜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也可以选择不走，大不了就是我沦为玩物罢了。不！宋之浅神色巨变，急忙抓住了温红颜的手。妈，我回宋家，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温红颜欣慰地笑了，拍了拍宋之浅手背。好女儿，你放心，有妈在，宋家一定是咱们的。另一边，黄玄威看着跟随林北离去的唐寅，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因为恨意，指甲都是嵌入到了血肉里。爸，为什么只有天境的唐寅能跟随林北出行，成为心腹？我即将突破大宗师，又是望北阁9大圣机，却连成为他徒弟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看着几近疯狂的女儿，黄忠信重重地叹了口气。女儿，其实当你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就已经失去资格了。不！黄玄威嘶声怒吼，我不服，我不服，我一定要证明给林北看，他不收我，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说完，他满腔怒火地上了车，追赶林北而去。帝都幽暗的密室之中，戴着骷髅面具的男子在得知自己属下被林北所杀后，当即陷入了沉默。好片刻后，他才发出一声嗤笑：呵呵，我这位侄子倒还真不是寻常人，短短5年时间竟然就拥有了此等本事。不过难独体，本皇势在必得，他林北若再敢阻拦，他便死。轰！骷髅男子忽然攥紧拳头，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密室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传令黑白无常，让他们动手吧，无论如何都要把恶男独体给我带回来。南境省会中海市，停车，你先带着笑笑去找酒店，我随便逛逛。车子刚行驶到偏僻郊区，林北就让唐寅停了车。小时候镇北王总带他来中海玩，可自从入狱之后，已经很多年没来了。如今再次看到熟悉的景物，他不自觉地回忆起了过往，想要重新体验一下中海风光。是世子。唐寅没多问，把车停在了道边。林北下车后，还不等唐寅离开，突然想到了什么，折身而返。笑笑，把手给我。唐笑笑不明所以，但还是乖乖地把小手递了过去。林北咬破手指，将一滴鲜血滴在唐笑笑掌心，随后以血为墨，在唐寅掌心画了一枚符印。此印是由我的精血制成，就算是大宗师强者也近不得身，切记务必要保护好自己。林北郑重嘱咐完，方才离开。男独体至关重要，务必要做好万全准备，防止一切发生危险的可能性。然唐笑笑却是满脸狐疑，他目前虽然还不是武者，但生长在唐家，也知道武者的境界划分。大宗师强者可是超级厉害的人物，就这么一枚小小的符印，能挡住大宗师，大哥哥就会斗我。不过我喜欢，嘻嘻。而林北则是沿着郊区漫步，感受着中海熟悉的气息，有种你们今天就杀了我，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突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一道女子的厉喝声，林北循声望去，只见几个手持凶器的黑衣人正在朝一个女子逼近。很快他们就把女子逼到了山脚，每个人也都发出淫荡的笑声，即便离得远也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林北见状，毫不犹豫地暴冲了过去，放开那个女孩。随着林北的声音落下，那几名黑衣人当即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其中为首之人面色阴狠地说道：小子，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不然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是吗？林北语气一冷，那如果我非要管呢？操你妈的，小逼崽子，给脸不要！兄弟们，给我上，砍死他！为首之人顿时大怒，挥舞着砍刀就带领小弟们冲了上去。砰砰砰！然而林北动也未动，随手拍出一掌，就将那几名黑衣人给震飞了出去。不好，他是武者，快回去禀告少爷！小子，你完了，敢坏我们少爷的好事，就算你是武者也得死！为首之人撂下一句狠话，随后头也不回地带着小弟跑了。林北冷然一笑，这里虽然不是北境，可也绝对不能坐视他人作恶。要是欺负男人也就算了，欺负女人他第一个不答应。美女，没事了，虽然见义勇为是我应该做的，但你要以身相许，我也是不会介意的。林北扶起女子，半开玩笑道：世子。然而女子刚一抬头，当场愣住了。是你？林北也震惊不小，没想到被欺负的竟然是海如月，这个世界还真是巧。世子，没想到你又帮了我一次，大恩大德，如月无以为报。若世子不弃，我愿。海如月欣喜莫名，但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被林北打断。以身相许就不用了，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噗嗤，海如月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世子还真是自恋，我说的是请你吃饭，可没说要嫁给你。瞧着对方那俏皮的笑容，
林北知道自己被他耍了，真是欠揍。对了，刚才是什么人？知道吗？林北转移话题道。对方没有透露身份，但我猜应该是郑家的人。海如月犹豫了一下，猜测道。郑家？林北面色一正，询问道。你说的郑家可是郑少龙的家族？对。你怎么知道？海如月一脸好奇。林北如实说道。其实我此次来中海就是奔着郑少龙来的。郑少龙得罪你了？算是吧。哼，我就知道。海如月一脸气愤，这个郑少龙向来都无恶不作，在南境作威作福也就罢了，竟然还得罪了世子，真是找死。林北微微一笑，好了，带我去郑家，如果刚才那群黑衣人真是他派的，本世子替你报仇。海如月闻言，脸上浮起一丝担忧，世子，这个郑少龙虽然恶事做尽，但他们郑家的实力却不弱，一殿二门三世家，郑家身为南境三大世家之首，不容小觑。要我说，咱们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林北傲然道。无需从长计议，有本世子在，1000个来，1000个死。今天我必须要找到郑少龙，问清楚一件事，他若不从，他便死。海如月见状，竟是失了神，心里荡起圈圈涟漪。这便是北境世子吗？果然霸气侧漏。好吧，既然世子执意坚持，那我就带你去。不过郑少龙今晚在皇庭酒店举办生日宴，现在应该不在家。林北道。那就等晚上去皇庭酒店。是。海如月点了下头，又道。现在距离晚上还有一段时间，世子刚到中海，想必还没体验过这里的风土人情吧。要是不嫌弃，我愿带世子好好享受一下。林北好奇道。什么风土人情？海如月挤眉弄眼道。按摩可还行，要是你亲自按的话也不是不行。林北凑到海如月耳边打趣道。一股热气在耳边萦绕，海如月内心一痒，小脸瞬间红了。世子，你坏。本世子确实坏，但你不喜欢吗？林北撩拨道，声音更是仿佛蕴含着一股魔力，让海如月难以自拔。也不知怎么的，他一向拒男人于千里之外，但面对林北，内心却如小鹿乱撞般砰砰地乱跳了起来，生不出丝毫的厌烦。本世子在问你喜不喜欢，回答我。见海如月不说话，林北声音突然一沉，蕴含威严。海如月娇躯一震，仿佛被吓到了，怯生生地回道。喜欢，但嘴角却是充满了甜蜜。喜欢就好。林北捏起海如月的下巴，邪魅笑道。一会就由你服侍本世子，可好？全听世子的。海如月低着头，杏眼含酥，羞涩不已，尽显小女儿姿态。林北见状，不由得轻叹口气。唉，本世子这该死的魅力啊，可让其他男同胞咋活呢？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在海如月的精致按摩下，林北的身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傍晚7点，两人准时赶到了皇庭酒店。郑家作为南境3大世家之首，郑少龙的生日宴自然极尽气派。南境所有的达官显贵几乎都到了，门口豪车云集，屋内门庭若市。郑少龙也在一道道奉承声中迷失了自己，脸上挂满了笑容。他的几名手下也跟着沾起了光，趾高气扬的说不出的得意。然随着林北和海如月的到来，他身旁的一名手下脸色当即变了。少爷，就是他，不仅坏了您的好事，还打了我们兄弟。郑少龙猛地望向门口，看着跟海如月行走亲密的林北，脸上顿时布满了怒火。好小子，没想到他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如风来了。一个衣冠楚楚、面带轻佻笑容的青年朝林北走了过去。郑少放心，看我如何炮制他。世子，那个人就是郑少龙。宴会厅中，海如月透过人群指向站在台上的一男子说道。知道了。林北目光一凛，朝台上走了过去。如月，他是谁啊？以前可从来都没见你带过男人出来，这次还挽着手，也太亲密了吧？他难道是你的男朋友？也就在这时，与海如月平日里相处较好的朋友纷纷好奇地围了过来。海如月是中海有名的单身狗，20多年来不仅没谈过男朋友，每次聚会也都没带男人出来过。这次不仅带了男人，还举止亲密，不得不让这些中海有名的交际花们浮想联翩。你们别瞎说，我可没资格做他的女朋友。海如月连忙呵斥道。呀，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一向心高气傲的海大小姐竟然也会说出这种话，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交际花们的心中皆是生出了浓浓的好奇。海如月没再回答，希冀的目光始终在看着林北的背影。啊！突然也在朝林北走去的柳如风身体一个趔趄，撞在了林北的怀里。
先是发出一声痛叫，接着便是破口大骂：“混账！你他妈瞎了眼吗？竟敢撞本少！滚！”林北看都未看他一眼，冰冷吐出一字。柳如风面色一变：“小逼崽子，你他妈挺猖狂啊！敢在本少的地盘上撒野，想找死！最后警告，滚，不然死！”林北面无表情。柳如风面色一狠：“好小子，看来你今天真是来找死的。”说完，直接一拳朝林北凶狠地轰了过去。如月，你快看，你的心上人跟柳如风打起来了。柳如风可不是什么善茬，不仅是柳家大少，年纪轻轻还成为了天境武者。如月，你赶快过去帮帮你的心上人啊，要不然一会该被打死了。交际花们纷纷吓得花容失色，面露担忧。海如月也莫名地升起一丝担心。虽然他特意派人关注林北，打听到不少关于林北最近的事迹，但那毕竟都是传闻，不是亲眼所见。况且这里是南境，不是北境，没有任何根基的林北很难是南境柳家的对手。噗嗤！然而就在这时，只听一道口吐鲜血声传来，柳如风瞬间被林北拍碎了心脏，死得不能再死。交际花们立刻掩嘴惊呼，被深深地震撼住了。这就把柳如风给杀了，未免也太厉害了吧！海如月也惊骇不小，不过很快他的嘴角就勾起一抹弧度。看来传言是真的，你就是郑少龙。至于林北，则是一往无前。对于刚刚死掉的柳如风，在他眼中就仿佛死了一只蚂蚁。郑少龙瞳孔一缩，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北，他能秒杀柳如风，看来是有些实力。不过没错，我就是郑少龙。你又是谁？郑少龙趾高气扬地问道。你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但我今天有个问题要问你，你若如实回答，可活；若敢撒一句谎，你们俩一个下场。林北指着柳如风的尸体，寒声说道。呵呵。然郑少龙却是发出一声冷笑：小子，你真是好大的口气。我承认你是有些实力，但你可知这里可是我郑家的地盘，在本少的地盘上杀了人，不跑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来威胁本少，你真拿我南京郑家是吃干饭的？哗啦啦，话音刚落，便见数十名气息强劲的武者冲了进来，其中还有5名宗师武者，带来一股巨大的压力，在场众人全都吓得脸色发白。这便是南境郑家的实力，没有人敢与他们公然叫板。这小子是在找死吗？小子，这回你可敢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郑少龙信心大增，傲然挑衅道：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死！林北重负道，声音低沉，蕴含杀意。狂妄！郑少龙勃然大怒，大手一挥，厉喝道：给我上！先废了他的4肢，本少要慢慢玩死他。是！整齐划一的声音传来，郑家武者立刻出动。等一下！突然，海如月满脸担忧地冲了过来。住手！郑少龙抬手制止，笑容玩味地看向海如月：怎么，你想保他？没错。海如月深吸口气，恳求道：还请郑少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此收手。郑少龙眼中闪过一抹银芒，邪魅笑道：放了他可以，但今晚你得给本少当狗。郑少龙，你……海如月脸色一变，气愤不已。林北闻言当即暴怒：你果然该死！说完，不等郑家武者出手，径直冲向了郑少龙。世子，别冲动，快回来！海如月神色一慌，急声大喊：哼，不自量力！郑少龙不屑地冷哼一声，对于林北的攻击丝毫没放在心上。嗖！果不其然，还未等林北近身，郑家的武者们就已经出动，从4面8方攻向了林北。在场的所有人一时间竟是全都闭上了眼睛。这么多武者一同出手，他得死得多惨啊！简直不忍直视。砰砰砰！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林北周身爆发出一团金光，如金钟罩一般，坚不可摧。郑家的武者在一瞬间竟是全都被震飞了出去，仰天狂喷鲜血，而林北则是如战神一般，一往无前，势不可挡。这一道道惊骇的目光投来，在场所有人全都被惊掉了下巴，那些交际花们也都震撼不已。我现在终于知道如月为什么说他配不上人家了，他这也太猛了吧，真的好 man 啊！砰！林北置若罔闻，瞬息间来到郑少龙身前，一掌拍在他的脸上，将其按倒在地，滑行出老远。与此同时，低沉且充满威严的声音在整个宴会厅响彻而起：现在你可愿回答我的问题了？啊啊！郑少龙被林北按在地上摩擦，发出一声声惨叫，心里更是充满了怒火和难以置信。他想不通，年纪轻轻的林北
为什么能在顷刻间就打败这么多武者？他从哪儿修来的这一身变态武功？嗑药了。而相比于他的惊骇，海如月则是激动不已，甚至就连周身气血都剧烈的澎湃了起来。世子真是帅呆了。现在我问你答，若有一句假话，死。林北充满威严的喝声再次响起。然郑少龙虽然被林北死死地按着脑袋，却是不曾有丝毫屈服。他愤怒地瞪视着林北，刚欲说话，给我住手！突然一道轻喝声响起，林北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长相丑陋、面目狰狞、犹如恶鬼一般的老者朝他走了过来。天啊，他是阴鬼门的催命鬼！什么？催命鬼？阴鬼门的3大护法长老，不是说他已经避世了吗？怎么突然出来了？难不成是来参加郑少龙的生日宴的？听着宴会厅内众人的惊呼声，海如月的脸色变了。在南境，一共有6大势力，凌驾于所有势力之上，一殿2门30家。阴鬼门不仅是2门，还是南境第1邪门，就算是龙王殿也要给3分薄面。催命鬼，你帮我杀了他，我给你10个亿！郑少龙看到催命鬼朝他走来，有如抓到了救命稻草，兴奋大叫道：你郑少的命什么时候这么贱了？30亿不讲价！催命鬼戏谑笑道。郑少龙瞬间气得脸色铁青，差点破口大骂。傻子都看出来了，他是在趁火打劫。毕竟南境郑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不过此时命被他人掌握，郑少龙也只能忍了。好，30亿就30亿，赶快动手。但还是那句话，别把他弄死了，留一口气，本少要慢慢玩。催命鬼玩味一笑，郑少放心，他活不长了，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就郑少龙一命，不过是挥挥手的事，但就能赚30亿。天底下还有比这儿更划算的买卖吗？小子，你确实很不错，小小年纪就有了大宗师的实力。要是再给你几年时间，恐怕老夫还真不是你的对手。可惜你没机会了。轰！话音落下，催命鬼双臂一震，滔滔真气如海啸一般迸发出来，地面剧烈震动，整个人的气势也是暴涨，比林北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倍。在场众人瞬间吓得脸色巨变，疯狂后退，生怕受到波及。小子，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宗师。至于你，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但老夫看在你天赋不错的份上，允许你自废丹田，不然若是等老夫出手，哼哼，你再想求饶可就晚了。催命鬼一甩袖袍，傲然道：呵呵。然林北却突然发出一声冷笑：你既然是阴鬼门的，想必应该知道李明海被人杀了。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你们门主都没有选择报复，我本以为他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他的手下竟然如此愚蠢。身为阴鬼门人，你当真就这么想做鬼？催命鬼闻言，脸色瞬变，身躯也跟着颤抖了起来，仿佛看到了真正的魔鬼一样，眼中布满了惊恐。你是林北？还行，不算太蠢。轰！催命鬼大脑炸开了，亡魂皆冒，冷汗直流。他怎么可以是林北？我避世10年，潜心修武，好不容易成为了大宗师，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赚到花不完的金钱。而且一出世就遇到了机会，就一个纨绔就能得到30亿，从此衣食无忧，让美女明星、清纯学生、诱人名模跪地舔脚。可怎么就遇到了能秒杀大宗师的林北？怎么办？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什么？他就是林北？快去禀告店主！人群中有人小声说道。而催命鬼不知所措，更是想起了门主赤面鬼在不久前下的指令，从今以后，凡是阴鬼门门人遇见林北都必须绕路而行，否则诛九族。即便赤面鬼死了姐夫和外甥，但自从调查好林北的信息后，只能选择把这口气咽下来。他怕了，不敢跟林北斗。但此时催命鬼一想起这道命令，就越发恐惧了，腿也跟着软了，随即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疯狂磕起了头。世子饶命，世子饶命！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还请世子饶过我这一次。林北冷漠道：自废丹田，可活？砰！下一秒，催命鬼没有丝毫犹豫的就震碎了自己的丹田，大宗师修为消散全无。但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废丹田可活？那么不废丹田就得死。虽然修为没了，一朝从天堂跌入地狱，但能活一天是一天。而这一幕直接吓傻了在场所有人，谁都没有想到最后自废丹田的竟然会是催命鬼，那可是大宗师啊，一人镇一城的存在，就这么被废了。北境世子在南境也这样牛逼吗？这回你可老实了。
林北转身重新看向了郑少龙，但是他依旧一脸不服。哼，一言不合就杀人，你算什么狗屁柿子？我得罪你了？郑少龙怒声质问道。呵，你倒也不傻，竟然还知道讲理。可柳如风又是怎么回事？林北指着变成尸体的柳如风说道。哼，那是因为本少知道你的身份，想找个人陪你玩玩罢了。你身为北京世子，心眼就这么小？郑少龙忍着心中的慌乱，强词夺理道。不好意思，本世子的心眼还真就这么小。林北讥笑一声，朝郑少龙走了过去。郑少龙神色一慌，急忙道：林北，你不能动我，不然整个大夏的顶级势力都不会放过你。林北顿足，冷声道：你哪来的底气，竟敢说这种话？你问我哪来的底气是吗？好，那我就告诉你。郑少龙背起双手，狂傲道：南境第一财团郑氏集团董事长是我父亲，花仙门门主是我姑姑，龙王殿殿主是我义父，四翼纵横，全力特许，这就是我的底气。现在你可知道本少的厉害了？郑少龙轻蔑一笑，趾高气扬地说道：知道了。林北点点头，但本世子不喜欢你站着回答问题，你可以跪下了。你说什么？郑少龙勃然大怒，你有种再说一遍。我说你现在可以跪下了。林北语气深寒。郑少龙怒极反笑，呵呵，你以为你是谁？这里是南境，不是北京，就算你现在占据了一点上风，当真以为能斗得过我吗？不能吗？林北冷然一笑，随即大手猛地落在郑少龙肩膀上，用力一按，给我跪下。扑通，郑少龙瞬间跪了下去，并且他还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似乎林北真的敢杀了他。郑少龙终于是慌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林北冷声道：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只要你如实回答，可活。命在他人手上，郑少龙无奈，只能选择低头，屈辱道：好，你问。林北点了下头，沉声道：你在唐家购买的碧茶之毒，到底是自己用，还是受他人指使？郑少龙瞬间一惊，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逍遥侯已经死了，唐笑笑也陷入了昏迷，就算再怎么查，也查不到我头上啊。郑少龙百思不得其解，回答我。而林北见他不说话，发出一声厉喝，如惊雷般，瞬间让郑少龙身躯狂震。他立刻没有了想要说谎的念头，急忙道：我是受他人指使，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受谁指使？林北追问。是。郑少龙结结巴巴，眼中充满了忌惮。正犹豫不决时，突然又看到了林北那充满杀意的眼神，小心思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脱口出道：是靖南王。靖南王，果然是他。林北内心一冷，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靖南王外表忠厚老实，给人一种农家大汉的感觉，对林北也一直都很好，只不过忠厚老实只是他骗人的手段罢了，实则城府极深，做事狠毒。当初林北猜到自己父亲的死，三王有最大嫌疑，其中靖南王的嫌疑最大。现在看来情况基本可以属实了。逍遥侯甘心给靖南王当狗，与其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而靖南王就是罪魁祸首，其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通过铲除镇北王，继而一点点地掌控整个大夏。父亲，哥哥们，罪魁祸首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你们的在天之灵马上就可以安息了。林北心情沉重，眼中浮起蓬勃杀意。靖南王，等着，本世子马上就去找你。现在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可以放过我了吧？这时郑少龙小心翼翼地抬起头，颤声问道：当然，本世子一向说话算话。林北松开手，而后转身就要离开。郑少龙长松口气，但眼中却充满了怨毒，死死地看着林北的背影。我现在跟他只有不到1米的距离，以我接近宗师的实力，必能一招击中要害，届时就算他实力再强，也得死。郑少龙在心中疯狂地想着，身为郑家大少，从来没有受到过此种侮辱，要是不能亲手报仇，以后还如何在南境立足？一念至此，郑少龙的面容变得狰狞起来，用力一咬牙，随即便掏出匕首，朝林北的要害凶狠地刺了过去。给我去死吧！世子，小心！正对面的海如月恰好看到了这一幕，急忙出声提醒。但郑少龙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就将匕首刺在了林北身上。世子！海如月失声惊呼，面色巨变。哈哈，林北，你已经被我刺中了要害，就算是王境强者也要死。怎么样？没想到吧？堂堂北境世子竟然折在了我的手。
郑少龙仰天大笑，但还不等把话说完，他突然看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只见已经深深刺进林北身体要害的匕首，不仅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反而还在瞬间恢复如初。这什么情况？郑少龙当场傻眼了，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对了，忘记告诉你，普通兵器根本伤害不了我，所以你高兴得太早了。林北玩味一笑，随即猛地转过身，掐住了郑少龙的脖子，做事就要结果他的性命。不可以！也就在这时，海如月火急火燎地跑了上来。林北没事，他自然是既震惊又高兴。但世子，你不能杀他。虽然你武力通神，可郑家是南境第一财团，又与花仙门和龙王殿关系密切。你今天要是动了他，不仅会被这三大势力视为仇敌，整个南境也都会陷入动乱的。海如月忧心忡忡地说道。南境陷入动乱，与本世子何干？林北冷漠道。他要杀我，便是与本世子为敌。若龙王殿与花仙门也想来凑热闹，那就杀。本世子为报复仇，愿与天下人为敌，意欲伤我者，杀无赦！林北暴喝一声，气势惊人，掐着郑少龙的手也是越发用力。海如月有些被林北的气势给震惊到了，说不出话来。他怎么给我一种举世无敌的感觉？难道真是我想多了？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势力，实则在他眼中就是蝼蚁。呵呵，说狠话谁不会？但你终究是不敢杀我。郑少龙艰难笑出声，挑衅道。何以见得？林北眯起眼睛。郑少龙不屑道。你要是敢杀我，早就动手了，为什么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因此你只是在吓唬我罢了。其实你惧怕我身后的郑家，更害怕龙王殿和花仙门。说到这里，郑少龙笑声阴冷，疯狂挑衅道。来啊，有种你就杀了我啊，杀了我，快来杀了我！咔嚓，林北突然一用力，掐断了郑少龙的脖子，淡漠道。既然你如此想让我杀你，那便杀了你吧，直到死。郑少龙的眼中都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林北竟然敢杀他。可惜他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而在场众人也都被惊掉了眼睛，郑少龙竟然死了，那可是郑家大少啊，南境的太子爷。他一个北境的世子，是怎么敢在南境如此胆大妄为的？你竟然真的杀了郑少！完了，你废了！郑家和花仙门，包括龙王殿，都不会放过你的，你就等死吧！皇庭酒店的老板吕大楼身躯颤抖地指着林北，强声说道。当他得知有人在酒店闹事后，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没想到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而且死的人还是郑少龙。完了完了，不仅林北要完，他也要完。郑少龙死在了他的酒店，郑家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唯有全力一搏，向郑家展现忠心了。一念至此，吕大楼用力咬了下牙齿，随即大手一挥，凝声道：来人，给我弄死他！哗啦啦，瞬间上百名保镖冲了进来，但这些人都只是普通人，最强的领头之人也不过是一名玄境武者罢了。林北目光冰冷，扫视周围，就凭你们这群杂鱼，也配跟本世子动手？滚出去！一声怒喝，舌战惊雷，众保镖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不敢上前。吕大楼也身躯狂震，气血翻涌，眼中布满了惊恐。是啊，连郑少龙的宗师武者都不是林北的对手，自己手下的这些人还真就与杂鱼没什么区别。儿子，你爹来了，郑军在此，我看谁敢伤我儿子！也就在这时，一道大喝声传了进来，随之一众武者冲了进来，人数不是很多，只有10几人，但每个人却都气息强横。天啊，这就是郑家的底蕴吗？竟然一出手就是10多名宗师，一个郑家就能派出这么多高手，要是花仙门和龙王殿也参与进来，林北岂不是必死无疑了？在场众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宗师武者，纷纷震撼不已，赶忙让开道路。郑家主吕大楼却是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吕大楼，我儿子呢？郑军环视周围，并没有看到郑少龙的身影，开口问道。郑少他……吕大楼额头冷汗直流，颤颤巍巍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郑军见状，突然感到一丝不妙，急道：快说，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别问了，你儿子已经死了。这时不等吕大楼说话，林北一脚把地上的郑少龙尸体给踢了过去。儿子！郑军顿时目眦欲裂，暴吼道：吕大楼，你这个废物，我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老子今天炸了你的皇庭酒店！吕大楼险些被吓哭，颤声道：郑家主，这不关我的事啊，都是那个叫林北的，仗着自己是北境世子，一言不合就对郑少下了杀手。我本来想救郑少来着，不曾想来晚了一步。
救！郑军闻言猛地看向了林北，眼中迸射出滔天杀意。北境世子，畜生！就算镇北王在世，你杀了我儿子，老子也要你偿命！郑军双眼猩红，彻底疯狂了。他就这么一根独苗，从小疼爱有加，自然也就养成了郑少龙嚣张跋扈的性格。但他一直以为凭借自己在南境的实力，就算自己儿子把天捅个窟窿，也没人敢动他，却不曾想来人，给我上，弄死他！嗖嗖嗖！随着郑军的话音落下，郑家武者们立刻朝林北冲了过去，10多名宗师火力全开，宴会厅内瞬间布满了杀机，大战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皇庭酒店门口，在得知林北杀了郑少龙，急速赶来的徐天成和黑虎还未等进门，便看到了一位熟人。沈战神，你怎么在这儿？也准备进入皇庭酒店的沈南威听到声音，缓缓转过身。徐秘书。徐天成快步走过去，笑呵呵地说道：沈战神，好久不见，没想到竟然能在这儿遇见你。沈南威淡淡道：我也没想到你居然也来了。徐天成一下子就听出了对方话语里的意思，轻叹口气道：唉，别提了，这个林北还真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不识好人心，可龙老下命令了，我无论如何都是要管的。沈南威点了下头，看来你也都知道了。沈战神这句话可就是有点看不起我了，好歹也是龙老的秘书，这点消息还是能知道的。但这个林北还真是胆大妄为，在北京撒野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来南京闹事。等一会我高调好好教训他一顿。徐天成恨恨地说道。就凭你？沈南威轻蔑地瞥了他一眼，摇头冷笑。沈战神，你再一次受到侮辱，徐天成属实被气到了，不过他却不敢跟沈南威发火。世人只知沈南威是大夏第一女战神，地位在3王之下，但只有他和龙老清楚，其实这个沈南威很不一般。沈战神说的对，我确实管不住林北，可现在你不是来了吗？我听说林北以前很怕你，现在应该也不例外吧？沈南威呵呵一笑，以前的林北确实怕我，但今日不同往日，况且我也不是来帮他的。徐天成微微一愣，那你此次是来杀他？沈南威声音冰冷，饱含杀意。徐天成内心狂震，一脸的难以置信。他并不知道林北和沈南威已经离婚的事，在他的认知中，两人还是恩爱夫妻。可现在他清楚地感觉，两人的关系似乎出现了裂痕。惹怒郑家也就罢了，要是再惹怒沈南威，可就徐秘书，你说我手中的孔雀翎能杀了林北吗？沈南威轻轻把玩着自己手里的暗器，玩味笑道：什么？你竟然把孔雀翎带来了？徐天成神色大变，震撼当场。黑虎也不由眯起了眼睛，忌惮地看着沈南威手里的枪形暗器。他们之所以知道沈南威不一般，就是因为见识过孔雀翎的威力，曾经秒杀过一位大宗师巅峰武者，大夏第一暗器，实至名归。砰！也就在这时，一道道人影从酒店里倒飞了出来。林北如杀神般顷刻间解决掉郑家众武者，追赶郑军来到了外面。然早就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奔逃的郑军，在看到沈南威之后，神色顿时大喜。沈战神，快救我！我愿意给你100亿。沈南威二话没说的就把郑军护在身后，手中孔雀翎直指林北，轻喝道：林北，这里是南境，还容不得你放肆，赶快受降，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郑军看着沈南威手中的孔雀翎，终于是长松口气。他没想到林北杀宗师就跟砍瓜切菜一样，尼玛，真是太特么恐怖了。吕大楼也惊恐不已，吓得腿都软了。林北如入无人之境，杀得郑家家主狼狈逃窜。还是人吗？哪个人能有这么变态？不过好在沈南威来了，有孔雀翎在，林北他必死无疑。郑军激动道：沈战神，别犹豫，赶快杀了他，我愿意出100不200亿当做谢礼。沈南威扭头看向一旁的郑军，怪笑道：听说你们郑家很有钱。郑军得意道：颇有家资，颇有家资。哦。沈南威点了下头，随即目光忽的一冷，那把你杀了，郑家的钱岂不都是我的了？你说什么？郑军闻言瞳孔猛缩，顿感不妙，二话不说转身就要跑。砰！沈南威瞬间拍出一掌，洞穿了他的胸膛。姓沈的，你！郑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怨毒地指着沈南威，但还没等把话说完就倒了下去。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杀他的人竟然是沈南威。一些贱命也想争权吗？今日之事，除了我，绝不许有第二个人知道。
沈南威目光一狠，随即又是一掌拍死了吕大楼。这位在南境无恶不作、终日欺压良善的郑家家主，以及他的狗腿子，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以至于到死，他们都没想清楚，沈南威要杀的不是林北吗？为什么要杀他们？徐天成顿时大怒，斥道：“沈南威，你放肆！身为大夏第一女战神，竟然说杀人就杀人，你眼里还有大夏的王法吗？”王法？沈南威不屑一笑，从此刻起，本战神就是王法。至于你们，今天都要死。你说什么？徐天成惊呆了，黑虎也感到一丝错愕。此刻的沈南威给他一种十分陌生的感觉，便是海如月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他虽不认识沈南威，但却总能在电视上见到过。这位大夏第一女战神曾立下无数战功，以生命护卫大夏亿万民众安全，是所有女人心目中的榜样。此时怎么会变成了这副模样？沈南威，你到底要干什么？徐天成脸色低沉，不可置信地问道。沈南威笑而不语，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时林北开口了，沉声道：“他是想通过获得郑家的钱财，掌控南境，继而待羽翼丰满，入主帝都，灭杀国主。”话音落下，现场一片死寂。好片刻后，徐天成才失声道：“他是想谋反。”没错。林北点头，冷笑道：“此时的沈南威，除了自己驻扎在东境的10万女子朱雀军外，还掌握了北境军营的15万兵马。如今他又杀了郑军，若是能再得到郑家的丰厚财产，那么晋南王的50万大军很快也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毕竟钱能通神，更何况他沈南威的钱，1分钱都能花出1块钱的效果。如此看来，他的心思已是路人皆知。”徐天成暗暗点头，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沈南威真的得到了晋南王的50万大军，那他就成为整个大夏最有权势的人。要是还不谋反，反倒是说不过去了。他说的没错，本战神就是要做这大夏之主。我泱泱大夏，土地广阔，何须四方境内诸王专权？此后有我沈南威一人足矣。沈南威气势十足，傲然说道：“呵，所以你处心积虑这么久，为的就是这一天。我父亲和3位哥哥也当真是被你所杀。”林北目光冰寒，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是也不是？沈南威回答的模棱两可，冷声道：“本来我的目的是先掌控北境，再吞噬南境，最后入主帝都，正常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却不曾想，随着你的出狱，打乱了我的计划。你先是带走了那1万镇北军，而后又来到南境，准备调查当年的幕后真凶。我知道，若是再放任你胡作非为下去，我掌控南境的计划也会受到变动，因此我才不得不提前出手。”林北怒极反笑，也就是说，这反倒是我做的不对了。没错。沈南威默然道：“本来我是想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让你做个富家翁，可你非要插手这些事，我也只能无情了。不过你我毕竟夫妻一场，我现在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自废修为，不再插手这些事，我可以给你花不完的钱。”林北冷然一笑：“沈南威，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我自出狱起，便将复仇当作己任，在大仇未报之前，莫说是你，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敢挡本世子的路，也要死。如今你既然执意要跟我作对，那便来吧。这一次我定会把你打回现实。”沈南威神色一冷：“这么说，你今天是非要求死了？区区孔雀翎而已，也想伤我？”林北一脸不屑。沈南威怒哼一声：“林北，我今天一定要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说完，他勾动手指就要启动孔雀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黑虎！徐天成暴怒，大喝一声：“当！”黑虎瞬间出动，将9环大刀插在了沈南威身前。要伤他，先杀我！黑虎眸光坚定，如一座大山，屹立在林北身前。林北内心一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黑虎淡淡道：“龙老有令，赴汤蹈火。”林北内心泛起浓浓的感动，更是百感交集。曾经的挚爱要杀他，毫不相干的人竟然要保他。你虽然有大宗师巅峰的实力，但还不是孔雀翎的对手。林北推开黑虎，瞪向沈南威，喝道：“沈南威，你不是要杀我吗？这里是闹市，避免伤及无辜，可敢跟我去山里一斗？有何不敢？”沈南威毫不畏惧：“只要杀了你，就再也没有人能挡我的路。至于晋南王那个废物，挥手可灭。好，跟我走。”林北说完，暴冲而出。沈南威紧随而上，眼中闪过一抹决然。林北，今天我必杀你！中海市郊区，山林中，林北和沈南威一路狂奔，直到山林深处才停下脚步。
这是一座深山，此时又值深夜，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以林北和沈南威的境界，却能是黑夜于无物。两人迎面站立，彼此的眼神中皆是散发着浓浓的战意。林北，收手吧。前2次，我承认自己不是你的对手，但现在有孔雀灵在，10个你也要死。沈南威负手而立，信心十足地说道。是吗？林北不屑一笑。那如果我依旧可以在1招之内拿下你，怎么说？1招？你做梦！沈南威嗤鼻一笑，缓缓举起孔雀灵，锁定林北。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退还是不退？退。本世子的字典里从没有这个字。林北傲然道。好，这可都是你逼我的，给我去死吧！沈南威疯狂了，迅速扣动了扳机。嗖！一枚钢针闪电般射出，在漆黑的夜里绽放出一道刺目荧光。破空声响彻，只有小指长的钢针仿佛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林北神色一凝，飞身而起，轻而易举地躲过了钢针。然那枚钢针已经锁定了目标，也迅速调转方向，朝着林北紧追不舍。孔雀灵之所以被称为大夏第一暗器，除了它那恐怖的杀伤力，还结合了现在的锁定技术，只有命中目标才肯罢休。可我依旧念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并没有锁定你的死穴，而是锁定了你的丹田。这样你虽然会沦为普通人，但活着总比死了好。以后好好做个富家翁，有些事不是你能参与的。沈南威看着用力躲避钢针的林北，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但很快他的神色就变得坚定了起来。林北，今日必须成为废人，别白费力气了。你就算能一直躲避，但早晚都有力竭的时候，还是趁早束手就擒吧。沈南威胜券在握地说道。好吧，既然躲不开，那便不躲了。林北平淡的声音响起，随后竟真的止住了身形。噗！下一秒，钢针精准地刺进了林北的丹田，海量真气瞬间如潮水般消散。沈南威见状，满眼心疼，但他悬着许久的心却也是在此刻彻底地放了下来。林北，从此以后好好当个富家翁吧，我沈南威定会养你一辈子。轰！然而就在这时，只见一股恐怖的真气漩涡在山林中迅速地汇聚起来，随后有如万溪入海一般，竟是重新涌回了林北体内。要是寻常人，丹田被废也就真的废了。可惜我是天生五脉，周身经脉皆是丹田，何来被废一说？林北轻轻一笑，双臂张开，疯狂吸收着失去的真气。沈南威看着逐渐恢复过来的林北，瞠目结舌，震撼不已。你竟然是天生五脉，怪不得短短5年时间你就成长到了如此地步。只是瞬间，沈南威心中的疑惑就全都解开了。天生五脉，最强修武体质，不论何时都可以踏入武道一途，没有所谓的黄金年龄一说。而且天生五脉的修炼速度还是寻常人的数10倍不止。与此同时，林北也已经将失去的真气尽数收回，之后身影一闪，瞬间来到沈南威身前。这一次你可服气？看着如天神一般无可匹敌的林北，沈南威欣喜的同时又感到无比的气愤。服气？呵，林北，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就算你是天生五脉，在我眼中也依旧改变不了你是废物的事实。林北面色一变，你说什么？我说的难道不对吗？你既然拥有天生五脉，5年前又为何要不学无术？要不是你废物，镇北王又怎么会死？我告诉你，林家被灭全都是你造成的，你就是千古罪人。沈南威满眼憎恨，怒声指责道。而林北听着这一句句充满侮辱性的话语，气血上冲，激动道：不，我不是废物，我也不是林家的罪人。沈南威讥笑一声，继续侮辱道：如果你当年也有如今的实力，林家又怎么可能被灭？甚至就连你跟我刚刚结婚时，你这位堂堂的北境世子竟然会对我一个女人言听计从，哪里有一点男人的样子？试问这样的你还不是废物吗？林北仿佛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疯狂摇头，怒吼道：别说了，我不是，我不是，不，你是，不仅是，而是还是天底下最大的废物。沈南威继续侮辱，压抑在心中5年的怒气实在是不吐不快。我特么让你别说了！林北突然暴喝一声，气得身躯颤抖，眼中更是布满了杀意，似乎随时都要对沈南威动手。呵呵，沈南威怡然不惧，嗤笑道：怎么，这就受不了了？我不过是才说了几句话而已，竟然就把你气成这样，看来你果然是个废物。每一句话都有如钢针般狠狠地扎在林北心头。闭嘴，我让你别说了。林北彻底疯狂了，暴躁出手，将沈南威死死地按在了树上。
犹如饿狼一般的眼睛死死地注视着沈南威身后的风雨。我不是废物。林北双眼猩红，呼吸急促，彻底失去了理智。撕了！随着一声脆响，沈南威的衣服瞬间碎裂。林北，你要干什么？赶快放开我！沈南威终于慌了，用尽全力的反抗起来，却撼动不了林北分毫。当然是干你！林北如猛兽般爆发出一道震荡山林的怒吼声，随即便一枪扎了进去。啊！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整整持续了一整夜。直到次日清晨，明媚的阳光升起，林北才驱散掉自己暴躁的情绪，恢复了平静。男人怎么可以被人说作废物？反正他是受不了。至于沈南威，衣服已经尽数破碎，将雪白完美的胴体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白如玉的肌肤散发着淡淡光泽，美轮美奂。只不过他此时的模样有些凄惨，头发凌乱，膝盖和大腿处布满淤青，破坏了这份美感。林北看了一眼伤痕累累的沈南威，倍感心疼，但却什么都没说，捡起散落在地的衣服穿在身上。而沈南威的眼中则是充满了强烈的恨意，咬牙切齿地说道：林北，昨晚之辱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加倍奉还？那得需要2个晚上吧？怎么，是我昨晚没让你满意？还是你对本世子的长枪意犹未尽，想再体验一下？林北装出毫无愧疚感的样子，戏谑地朝沈南威逼了过去。沈南威顿时慌了，急忙喊道：站住，别过来！林北没理他，继续逼近，坏笑道：5年了，你应该也很寂寞吧？难道就不想再来一次？还来一次？沈南威瞬间吓得脸色苍白，双腿发软。现在别说1次了，就算是1秒钟，他都坚持不住。更没想到，如今的林北竟然变得这么猛。5年前也不这样啊，而且他还变得比以前更加暴力了，就跟头猛兽一样，让他足足跪了半宿，屁股都拍肿了。后来又把他抱起来，还扶树什么的，总之能用的姿势全都用了。他竟然还不满足。沈南威彻底怂了，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求饶道：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林北止住身形，冷笑道：以前的你可不是这么求饶的。林北，你……沈南威顿时大怒，但一看到林北那冷漠的眼神，便立马又惊慌了起来。无奈他只能压低声音，声如蚊蝇道：爸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下次再来惩罚我吧。说完这句话，他的俏脸立刻变得通红，仿佛要滴出血来，又气又怒。自从成为大夏第一女战神以来，什么时候受过此等屈辱？这还差不多。林北满意点头，笑了笑道：5年未见，看来你并没有忘记本世子当初对你的调教。不过如果让我查明你当真跟林家灭亡的事件有关，我依旧会杀了你。撂下一句狠话，林北心如刀割，转身离去。其实他始终不愿意相信沈南威是真的想杀他，但直到现在他都没弄清沈南威的真正意图。在复仇路上，他总是百般阻拦，到底意欲何为？是因为林家覆灭真的跟他有关，还是另有苦衷？林北有些想不明白，但如果沈南威真是冤枉的，他愿意跪地请罪，随其处置。沈南威满眼不舍，怔怔地看着林北离去的方向。昨晚不只是林北，他也很疯狂。整整5年，只有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寂寞。上千个夜晚，独处一室，孤身面对冰冷的床榻，所剩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但如今大仇未报，儿女情长对他来说终究是奢侈的。沈南威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随后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电话拨了出去。1个小时后，红豆带着衣物赶来。然当他看到遍体鳞伤的沈南威时，眼中顿时涌起了滔天怒火。是不是林北干的？我现在就去杀了他。说完，红豆杀气冲天的就要去找林北。好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就算杀了他也没用，况且你也不是他的对手。沈南威语气温和，叫住了红豆。红豆瞬间红了眼眶，心疼道：可是你一心一意为他，他却这么对你，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将军，我真不知道那个废物到底有什么好，他真的值得你如此付出吗？沈南威穿好衣服，神色前所未有的坚定。值得。将军轰动气得直跺脚，泪珠止不住地滚落下来。那么多伤痕，得有多疼啊？他林北是怎么忍心的？还是人吗？沈南威笑了笑，双手抱头躺在地上，悠然地看着天空上的明媚阳光，仿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的嘴角也微微扬起，充满了欣慰的笑容。红豆，你知道吗？其实林北他是天生5脉。你说什么？红豆的小嘴瞬间张成了 O 型，惊呼道：他是天生5脉？
沈南威得意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红豆惊呆的说不出话来。那可是天生五脉啊，何止是厉害，简直是厉害到家了，好不好？我之前也没想到，所以才一再阻拦他复仇。本来我是想让他做个富家翁，让他平安快乐的过完这辈子。至于复仇的事，则是由我来做。却不曾想，他从出狱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而当时我也没有看出他的具体实力，只是以为他修炼了某种可以隐藏实力的功法，因此才没放在心上。但随着他杀了周如贵，一言喝退5000军之后，我终于知道他已经成为了绝世强者。不过我依旧看不出他的具体实力，因此才通过激将法想要得知他真正的深浅。但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来了南境，那我就不能继续让他孤身冒险了。毕竟靖南王不是省油的灯，郑家的郑俊也不是一般人，所以我杀了郑军，又想通过废除他修为的方式来阻止他继续复仇。这样即便他成为了普通人，我也可以保他此生衣食无忧。他日若能大仇得报，如果他不嫌弃，我也依旧愿意做他的妻子，与他相守一生。却不曾想，我还是低估他了，他竟然是天生五脉。天生五脉啊，千年不出，若出则天地变。红豆，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吗？沈南威眉飞色舞地诉说着，一改之前的高冷形象，犹如邻家小女孩一般激动地坐了起来，绝美的容颜上更是布满了喜色。红豆，快通知所有属下，叫他们立刻开启战备状态。红豆挠了挠头，不解道：“将军，现在又没战事发生，开启战备状态干什么？”沈南威用力戳了一下红豆脑门，气道：“你是真傻啊！林北身负五脉，以他的实力，相信很快就能查出幕后真凶的。但幕后真凶的实力一定出乎咱们的想象。为防止出现意外，多码点人有错吗？”红豆恍然大悟，疯狂摇头道：“没错，将军果然聪明。”沈南威无语了，笑骂道：“好了，少贫嘴，赶紧码人。等林北查到幕后真凶，咱们再给他一个惊喜。我相信，这一次我一定能给公公报仇雪恨。”离开山谷，林北拨通了海如月的电话，他要去找靖南王，需要有人带路。没过多久，海如月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在他身后还跟着徐天成和黑虎。除了黑虎，海如月和徐天成的脸色都有些憔悴，似乎昨晚没休息好。林北神色古怪：“你们俩昨天干什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还能干什么？当然是找你了。我们3个昨晚整整找了你一宿，你要是再不打电话，我们都准备给你举办葬礼了。”徐天成气愤无比地说道。“找我？”林北愣了一下：“做什么？”“当然是关心你的安危了。”海如月喘着粗气说道：“昨晚你跟沈南威说跑就跑了，速度快的连追赶的机会都不给，我们也是担心你的安全，这才开始四处找你的。”林北恍然点头，暖心道：“没想到你们还惦记着我，谢谢了。但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没事的，你们不用担心。”几人看着林北也不像有事的样子，纷纷放下心来。“对了，你是怎么在沈南威手上活下来的？难不成他没对你动手？”这时徐天成好奇问道。林北冷笑道：“他怎么可能不对我动手？那你是怎么在孔雀林中活下来的？”徐天成满脸疑惑，毕竟林北怎么看都不像有事的样子。孔雀林确实很厉害，但那只是对于你们来说，在我眼中，那就是一根粗点的绣花针罢了。林北单手背后傲然道。徐天成瞳孔一缩：“你的意思是说，孔雀灵没有伤到你？”“不，准确的说，孔雀灵废了我的丹田，只不过丹田被我修复好了而已。”林北风轻云淡地说道，随即大手一挥，一股恐怖的真气爆射而出。徐天成几人皆是面色巨变，一脸的难以置信。丹田是武者命脉，一旦被废，毕生修为将会被毁于一旦。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过丹田能被修复一说。这小子该不是在吹牛逼呢吧？徐天成有些不相信。“你没说谎。”林北不屑一笑：“你有让我说谎的资格吗？”徐天成哑口无言，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确实，以林北之前诛杀北极战神的实力，还真没有跟他吹牛逼的必要。也就是说，他真的能修复好破损的丹田？这么变态的吗？黑虎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但他还是选择了相信林北，沉默片刻道：“你不是人。”林北笑而不语，他确实已经不能算做人了。“世子，你既然能修复好自己的丹田，是不是也能修复好其他人的丹田？”海如月突然眼睛一亮，期待道。林北点头：“当然。”海如月顿时大喜，激动无比地说道：“真是太好了，世子，那你能？林世子，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话未说完，突然有一个长相阴柔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此人周身气息强横，眼神阴冷，
犹如毒蛇一般，给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黑虎预感到不妙，立刻拦在了林北身前。你是？林北神色如常，看了眼青年，疑惑问道。在下龙王殿天一，奉殿主之令，想请世子到殿中一叙，不知世子可愿给个薄面？天一双手抱拳，十分客气地问道。龙王殿，呵呵，你们终于来了。林北没有感到丝毫意外。首先，他先是杀了龙王殿在江北分店的李店主，其次他又杀了护法天九以及萧天策的干儿子郑少龙，并且司徒震还跟萧天策关系要好，据说两人是忘年交，换做其他人早就被龙王殿碎尸万段了。萧天策一直忍到这时候才出面，也算是给他面子了。既然是萧店主请我，自然要给他这个面子。走吧。林北说完，主动走向了天一的路虎车。天一得意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林北，你终究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龙王殿可不是那么好进的，同样更不好出。林北，你别逞强，龙王殿可是龙潭虎，赶紧回来。徐天成面色一变，急声道：龙潭虎穴？呵呵，那不过就是一口枯井罢了。林北不屑冷笑，径直上了车。看着疾驰而去的汽车，徐天成气恼不已。这个林北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转身就要上车追赶，却被黑虎拦住。你这么菜，劝你最好别去。徐天成。而海如月看着林北离去的方向，眼中布满了担忧。世子，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还有人的丹田等着你修复呢。届时就算让我给你为奴为婢，我也毫无怨言。与此同时，花仙门总部，门主花仙子在听到侍女的禀告后，妖艳的容颜上顿时暴怒，拳头紧握，眼中充满了杀机。好个林北，竟敢杀我大哥和侄子，他这是在向我花仙门挑衅，找死！一旁的侍女脸色凝重道：门主，据我所知，林北之前还杀了赤面鬼的外甥，但赤面鬼并没有选择报复，反而还下了永不与林北为敌的命令。因此我觉得这个林北很不简单，属下建议想要为郑少报仇，还是谨慎点为好。谨慎！花仙子怒哼一声，拍案而起。他林北在北境杀了个天翻地覆也就罢了，毕竟是北境世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在北境有根基，即便镇北王不在，也可以胡作非为。但这里是南境，不是北境，他一个北境世子，在本门主的地盘杀了我的哥哥和侄子，我要是坐视不管，以后还如何在南境立足？可是侍女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劝阻。林北最近威名远扬，很多人早就被吓破了胆，她只是一个小小侍女，惧怕也是正常的。放心，我知道林北不是省油的灯，但他再厉害也改变不了是男人的事实。花仙子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胜券在握的笑道：去，把我新买的巴黎世家拿来，还有那双华伦天奴高跟鞋，以及浅灰色的 V 型领口制服，还有皮鞭、蜡烛、镣铐、狗链，统统都给我拿来。他林北在南境举目无亲，只能住在酒店，我今天就给他来个上门服务。哼，一个毛头小子，老娘还玩不死他。龙王殿总部，议事殿。林北跟随天一来到殿中，看到了坐在金色龙椅上的萧天策。他长相不俗，气质出众，如刀削一般的刚毅面庞，充满凌厉的威严，周身也散发着一股摄人心魂的恐怖气势，犹如一头猛虎，让人光是看一眼就胆战心惊。不过好在他此刻正闭着双眼，但天一依旧是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小声禀告道：店主，人来了。知道了。萧天策沉声开口，犹如洪钟大吕，震人心灵。下去吧。是。天一如蒙大赦，急忙离开。他知道自家店主发怒了，很快就会石破天惊，沧海倒流。林北这回死定了。林世子，你终于来了。也就在这时，萧天策突然睁开了眼睛，爆射出一道金光，恐怖的压力如潮水一般袭来，整间议事殿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然林北却神色未变，随便找了一张椅子坐下，轻笑道：萧天策，少来这些虚的，有话直说。如果你要为自己的手下和干儿子报仇，便放马过来。本世子迄今为止还从没覆灭过一个像样点的势力，你们龙王殿正好可以当第一个。嚣张，极致的嚣张。躲在议事殿后面偷听的天一顿时大怒，这里可是龙王殿，高手无数，四周还布置了高阶阵法，他是怎么敢说这种话的？谁给他的胆子？但萧天策仍旧保持着耐心，眯起眼睛道：林世子，你这是不准备跟本店主解释一下了？解释？林北不屑一笑，你配吗？林北。萧天策瞬间握紧拳头，即便他心态良好，此刻也气得不轻。
猖狂，真是太他妈猖狂了。他自从创建龙王殿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不过林世子，年轻人气盛，合乎常理，但太过张狂，早晚要出事。你很不错，本店主不忍杀你，所以你今天只要肯认我做义父，我不仅可以宽恕你以前的罪过，还能帮你报仇雪恨。萧天恻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我杀了你的手下和干儿子，你就这么放过我了？林北一脸意外，手下和干儿子的死纯属意外，只要你肯答应，过往之事本店主绝不再追究，甚至等我100年之后，龙王殿就是你的。萧天策的语气充满了真诚。手下和干儿子死了也就死了，2个废物不值一提，但只要能得到林北，龙王殿必然前途无量，甚至成为大夏第1势力都有可能。为了拉拢我，你倒是下了血本，只可惜你没有这个资格。林北摇头冷笑道。萧天策神色自然，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退而求其次道，不当干儿子也行，只要你拜我为师，龙王殿日后依旧是你的。林北一脸好笑，一个小小的龙王殿，也就你拿着当个宝，可入不了本世子的眼。你看着如此猖狂的林北，萧天策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林北，你别以为本店主是怕了你，我只是惜才，不忍心看你死在仇家手里罢了。而且就算你天资卓绝，孤身一人又怎么跟仇家抗衡？靖南王的50万大军，你真以为是吃干饭？话未说完，萧天策立即闭上了嘴巴，仿佛说错话了一般。林北眼神一凝，你确定覆灭我林家的凶手是靖南王？哼！萧天策轻哼一声，不再说话。此举彻底引起了林北的疑心，总感觉萧天策似乎知道真相。林北朝萧天策走了过去，目光冰冷，但刚走到一半，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笑了起来。呵呵，如果我没记错，你不仅和司徒震是忘年交，跟靖南王也是。你们3人一直都穿一条裤子，现在却突然把靖南王卖了，莫非是你们俩闹掰了？萧天策内心一惊，他没想到林北竟然看穿了自己的想法。没错，他确实跟靖南王闹掰了。就在上次，他与靖南王商讨对付林北的事情，2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他想要弄死林北，靖南王不愿，甚至还直接在饭桌上跟他翻了脸。呵呵，不愧是北境世子，头脑果然不一般。但镇北王的死，获利最大的就是三王。别忘了，镇北军还有15万的士兵在南境。你敢保证，靖南王没有参与谋害镇北王的事件？萧天策改变策略，挑拨道。可是镇南王势大，只有你我联手才能除掉他。这样，到时候你不仅可以报复仇，还能继承龙王殿，甚至成为下一任的镇北王，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然林北却是不为所动，冷笑道：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想利用我杀了镇南王，激起南境50万士兵对我的恨意，然后你再除掉我，成为帮靖南王报仇的英雄，这样就能得到南境士兵的感激和归附。届时整个南境就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我说的可对？话音落下，萧天策脸色巨变。他跟靖南王起了分歧之后，确实想杀了他，称霸整个南境。林北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萧天策沉声道：你的脑袋有些可怕了，所以你想杀了我？林北含笑问道。不然呢？萧天策眼中闪过一缕蓬勃杀意，寒声道：既然说不通，留着你只会碍事。虽然你的本事很大，甚至有可能突破了王境，但这里是龙王殿，是我萧天策的地盘，你还不行。轰！话音落下，萧天策双臂一震，周身爆发出一股滔天般的恐怖能量，如洪水般倾泻开来，整座龙王殿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仿佛天摧地塌了一般。林北，龙王殿有对本殿主修为加持的阵法，在这里我是王境最强者，堪称王中王，你还不滚怪兽？嗖！然还不等他把话说完，林北如一道极光般突然来到了他身前，充满力量感的手掌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肩膀上。萧天策瞬间如遭雷击，内心巨震，不好，他能秒我！啪！林北用力一按，沉声喝道：跪下！扑通！萧天策跪了下去，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绝对不是自己想要跪下去，而是在林北的恐怖威压下不得不跪。林北的大手仿佛蕴含着无法抵抗的力量，只是瞬间就控制住了他体内的真气，让他反抗不了分毫。尼玛，他这么恐怖的吗？这里可是龙王殿啊，我的主场竟然就这么跪了。萧天策难以接受，但林北那充满威严的眼神却又吓得他亡魂皆冒，不敢再叫嚣。刚才你说
让我认你做师傅，便把龙王殿传给我。这么做太麻烦了，我看还是直接把你杀了，再把龙王殿抢过来，这样是不是能更简单些？林北玩味一笑，按着萧天策肩膀的手也是越发用力。啊！萧天策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吼，感觉自己的肩膀要被捏碎了一般，连忙求饶道：“世子饶命，我愿意成为你的盟友，带领龙王殿上万武者助你复仇。”林北冷声道：“本世子的眼中没有盟友。”轰！萧天策感觉天塌了，不做盟友，那做什么？难不成死吧？林北蕴含杀意的声音响起，抬起手掌拍向了萧天策的头顶。不！萧天策失声大吼，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寒意，再也顾不得其他，声音急切地喊道：“还请世子饶命，我愿认你为主。”林北手掌一顿，悬在半空，认我为主？没错，世子若不信，我还愿意跟你签订武道主仆契约。萧天策满眼惊恐地说道。林北给他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就好比一座高山不可逾越，为活命只能这么做了。龙王殿主大夏龙王，倒也有资格给本世子当奴仆。林北点了下头，随即掐破手指，滴出一滴精血。签吧。是。萧天策也赶忙照做，两滴精血迅速融合，在两人上方形成了主仆两个字。主字飞入林北眉心，仆字飞入萧天策眉心。自此刻起，萧天策为林北之仆，若敢生异心，会在顷刻间被天雷劈死。而躲在议事殿后面的天一，在看到此幕后，整个人都傻了。本来是要杀林北的，没想到最后萧天策却成为了林北的奴仆。兄弟们，这对吗？萧天策拜见主人。这时如蒙大赦的萧天策长松口气，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随即深深地拜倒在地上。起来吧。林北点了下头，淡漠道：“谢主人。”萧天策站起身，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威风。对了，我问你，靖南王当真是覆灭我林家的真凶吗？这时林北想了起来，询问道：“回主人，我不确定，之前只是我瞎说的，为的就是激起你的仇恨，想借你的手杀了靖南王。但靖南王想要杀你，这件事是真的。”萧天策不敢隐瞒，如实说道：“他要杀我。”林北目光微寒，看来靖南王的嫌疑确实很大，是时候该去找他问个清楚了。主人，我知道靖南王在中海有一座海上仙居，那是他给自己18岁的小情人买的，每周5都会过去宠爱对方一番，所以你看是不是可以？萧天策话没说完，便被林北冷声打断：“对付一个靖南王，本世子还需要用这种卑劣手段吗？”萧天策面色一正，连忙陪笑道：“是，主人英勇不凡，天下无敌，自然不需要用这种卑劣手段。是奴才说错了话，奴才该死。”林北抬手打断：“好了，奉承话就不用说了，你只管继续发展好自己的龙王殿，有事我自会叫你。”说完，林北没心思再多待，转身离开。恭送主人。与此同时，帝都幽暗密室中，王爷，此次绝对不是属下办事不力，而是那个唐笑笑实在是太过诡异，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本事，竟然拥有了不弱于您的力量。黑无常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满眼惊恐地说道。坐在主位戴着骷髅面具的男子则是怒不可遏：“放屁！本王天下无敌，谁能拥有不弱于我的力量？况且唐笑笑的恶男毒体还没有彻底觉醒，他能有什么实力？废物就是废物，找什么理由？”黑无常有苦说不出，直到现在他都心有余悸。身为大宗师的他与白无常合力，能与王战，却不曾想唐笑笑的掌心竟然能发光，其力量之强，仅是一个照面就把他们俩给打成了重伤。这到底是哪个高人给他设下的符印？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王爷，好了，你也别生气了，这次也不能完全怪我老公，那个唐笑笑必定是得到了高人相助，不然我们俩怎么可能失手？来，先让奴家给您拜拜火。身穿护士装的白无常将裹着白丝的大长腿搭在骷髅男子腿上，随后轻易地搂住了骷髅男子的脖子。啪！然骷髅男子却是一巴掌扇了过去，骚货，少特么在本王面前犯贱！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把唐笑笑给我带回来。至于那个林北，若是有机会也一并杀了，本王的大计不容任何人破坏。白无常痛呼一声，直接被打懵了。他服侍对方好几年，还是第一次挨打，当即便楚楚可怜地哭了起来。你还有脸哭？骷髅男子越发愤怒，但也许是想到了白无常这几年的辛苦付出，最终还是心软了，将一张金色符篆递了过去。这是本王亲自从龙虎山天师手里求来的保命符篆，有此符篆，就算是王境强者也奈何不了你们。这一次
你们绝对不能再失手，知道吗？白无常看到符篆，立刻大喜，谢谢王爷。黑无常也一脸激动，郑重保证道：王爷放心，我们俩此次一定不辱使命。滚吧！骷髅男子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两人迅速退了出去。而后他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凝声道：好贤侄，我知道是你在帮助唐笑笑，但本王要做的事还没有人能够阻挡，即便你是镇北王的儿子也不行。林北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12点了。夜已深，酒店里的大多数住户已经睡去，走廊里一片安静。林北折腾了一天，有些累了，也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然他刚走进房间，就见一个人影窜了出来，如小猫一般，闪电般扑到了他身上，并在他的脸上狠狠地啄了一口。怒啊！大哥哥，你真是太厉害了！笑笑想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未满18岁的唐笑笑正是一个女孩最嫩的时候，柔软的娇躯就像硅胶一样冰冰凉凉的贴在身上，说不出的舒适。尤其是那句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更是激起了林北的欲火。不过他还是强行压制住了自己心中的躁动，说道：笑笑，结婚可不是小事，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况且大哥哥已经有老婆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哦，咱们俩是不可能的。他还未满18岁啊，可不能犯罪。唐笑笑猛摇头，笑嘻嘻地说道：可是大哥哥既然已经有这么多老婆了，也不差我这一个，对不对？林北哑口无言，旋即轻轻叹了口气：唉，本世子这该死的魅力啊，现在连18岁小女孩都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了吗？真该死啊！笑笑，话虽如此，但你还小，不能冲动。林北语重心长地劝说道：我没冲动。唐笑笑神色一急，今天要不是你，我差点又被坏人抓走了。短短几天时间，你已经救了我2次，这么大的恩情，我想来想去，也只有给你当老婆才能报答了。林北脸色一变，差点又被抓走，怎么回事？又有人来找你麻烦了？唐笑笑郑重点头，将黑白无常来找他麻烦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林北闻言，眼中闪过一缕深寒杀意，敢动他的人当真是不要命了。不过好在事先留了一手，不然恶男毒体一旦落入有心者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大哥哥，你知道吗？我今天都要吓死了，那2个人好厉害哦，一招就把哥哥打飞了。当时我都以为自己要完了，可就在关键时刻，我想起了你留给我的符印，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大哥哥，你真是太厉害了，笑笑真是爱死你了。唐笑笑眼神闪亮，无比崇拜地说道。他之前压根就没相信林北，却没想到对方给了他一个大惊喜，简直是他生命中的大英雄，永远都能在最危险的时候助他脱离危难。给这样的人当老婆，一辈子都会很安全的省吧。你哥哥没事吧？林北关心道。唐笑笑摇头，哥哥没事，就是受了点轻伤，休息2天就好了。没事就好。林北点了下头，旋即拍了拍小丫头肩膀，温声道：笑笑，你身份敏感，大哥哥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陷入危险的，但你毕竟还太小，思想还没有成熟，所以当老婆这件事以后再说好不好？然唐笑笑的小脸却是直接垮了下来，委屈巴巴地勾起了手指。大哥哥，你是不是嫌弃笑笑长得不够漂亮啊？林北面色一正，看了一眼小丫头那已经发育的前凸后翘的诱人身体，就跟头小奶牛似的，不由苦笑了起来。傻丫头，说什么傻话呢？你要是不漂亮，这个世界上还有漂亮的人吗？唐笑笑鼓起了腮帮子，不解道：那大哥哥为什么还不让我给你当老婆？就算你已经有好几个了，但你可是北境世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是未来的镇北王，老婆多点不是很正常的吗？林北一下子被小丫头的话给逗笑了，揉了揉她的小脑瓜，笑道：你说的有些道理，但你现在还没有成年，如果你真的喜欢大哥哥，就等你成年之后再说这件事好不好？唐笑笑眼睛一亮，惊喜道：大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大哥哥从来都不骗人。林北郑重点头。哦耶，太好了，大哥哥答应让我做老婆了。小丫头立刻欢呼雀跃地蹦跳起来，仿佛中了大奖一般，搞得林北哭笑不得。他还是第一次见过有上赶着给人当小老婆的，终究还是年纪小，天性纯真啊。不过至少是目前给他哄住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大哥哥，既然你都答应我了，那咱们今晚就去睡觉吧，反正也没差几天我就成年了。唐笑笑挽起林北胳膊，满眼期待地说道。林北当场愣住，神色古怪，他这么着急的吗？虽然差几天就成年了，但不还是没成年吗？
不行，别说是差几天，就算是1天也不行。为什么啊？唐笑笑一脸不解。没有为什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听话，赶紧回去睡觉，不然我可要打你屁股了。林北突然扬起巴掌，佯装凶狠地说道。唐笑笑立刻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捂住了身后，弱弱地说道：大哥哥别生气，笑笑最听话了，我这就回去。说完，恋恋不舍地返回了自己房间。不过小丫头心里还是很开心的，虽然现在不行，但过几天就可以了。睡觉和当老婆都是早晚的事。而林北则是一笑，果然软的不行还得来硬的，以后就这么吓唬他。目送唐笑笑回去，林北也回了屋，简单冲洗一番，准备睡觉。砰砰砰，突然敲门声响起，林北以为是唐笑笑去而复返，微怒道：你这丫头是不是真想被打屁股了？然而他刚打开门，就直接被眼前人给惊到了。不是唐笑笑，而是一位身材丰腴、饱满多汁、妖娆性感的少妇。上身穿的是灰色 V 型领口制服，胸前丰满呼之欲出，仿佛要将其挤爆一般，带来极其强烈的视觉盛宴。下半身穿着的是巴黎世家黑丝，将2条长腿裹得修长笔直，脚踩滑轮天奴高跟鞋，红面黑底，御姐范十足。尤其是那张精致绝美的俏脸，更是褪去了青涩，成熟妖艳，让人看一眼就移不开目光。饶是林北也有些看吃了，他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熟的女人，根本欲罢不能。请问你是？林北忍着躁动的心问道。奴家花想容，是奉唐少之命过来服侍先生的。花想容微微一笑，妩媚诱人。唐莹，是的。哦，林北笑了笑，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有心，进来吧。花想容走进房间，环视周围一圈，见没什么异样，笑道：先生，奴家看得出来你也是个风流之人，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说吧，奴家的服务可是很好的哦。林北心头一阵火热。哦，那你都会什么活？花想容舔了下妖艳红唇，媚笑道：什么活都会呢？什么都会。林北眼睛一亮，那你会倒立吞枪吗？花想容也是老司机，一下子就明白了林北的意思。哎呦，我就知道先生不是一般人，玩的还真是花泥。不过光是倒立吞枪未免太单调了些，要不咱们再加点别的？花想容抛了个媚眼，笑意盈盈的诱惑道：加什么？林北满眼好奇。咱们就加。花想容神秘一笑，打开手提包，将一堆情趣物品倒了出来，有皮鞭、蜡烛、镣铐、狗链。虽然被凌乱的倒在了床上，但在白色床单和暖色灯光的映衬下，具足了诱惑，令人不由自主的浮想联翩起来。这要是滴上蜡烛，再狠狠的抽上一下，还不知道会有多爽。林北顿时就受不了了，呼吸急促道：你确定要跟我这么玩吗？当然了，唐先生钱都给了，奴家可是很遵守职业道德的呢。花想容跪在床前，将双手搭在林北的大腿上，轻轻抚摸起来。林北打了一个激灵，有如触了电般，眼神前所未有的狂热。你这个骚蹄子，看我今天怎么玩死你！给我跪直了，先把链子套上。花想容立刻老老实实的绷直了身体，乖巧的就像一只林北彻底受不了了。这么熟的少妇是非常有征服欲的，一会搞起来真不知道会有多爽。林北拿起链子开始行动，激动的狂吞口水，心脏砰砰乱跳。花想容十分温顺，还抬起了双手，伸出了舌头，但他的眼中却闪过一抹奸计得逞的光芒。很快，林北就将链子套好，而后转身就要去床上拿镣铐。也就在这时，花想容眼神突然一狠，随手闪电般抽出腰间匕首，朝林北的后腰狠狠地刺了过去。给我去死吧！不到1米的距离，几乎是瞬息而至，而且匕首上还涂满了剧毒，又是大宗师强者的全力一击，在真气和剧毒的肆虐下，就算是王境强者也必死无疑。眼看着匕首就要刺中，花想容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北境世子又如何？杀宗师如土狗又如何？不还是一样要死在我的手里？嗡！然而就在这时，林北仿佛预感到了一般，突然间反手掐住了匕首，随后双指一用力，便是将匕首断成了2截，速度之快如惊鸿过隙。花想容只看见一道残影，再然后他便是被转过身来的林北一脚给踢飞了出去。怎么会这样？花想容狠狠地砸在墙上，满眼震惊。如此近的距离，定然是一击必中的。他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变态吗？你当真以为本世子是那种好死之徒？林北玩味一笑，身影一闪，瞬息间来到花想容身前。花想容身心俱震，不可置信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我的？林北道：从你进门的时候。花想容面色一正，进门的时候。
对，或许你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收敛了气息，与普通人无异，即便是王境强者也察觉不出来。但你与我的境界差距实在太大，这点微末伎俩根本逃不过本世子法眼。听着林北的解释，花想容一脸好笑，我现在可是大宗师巅峰，你竟然说我跟你的差距太大，请问那你又是什么境界？我吗？林北笑了笑，傲然道：天不生我林北，武道万古如长夜。花想容，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夸自己夸到这个份上，也真是没谁了。不过林北之强确实出乎了他的意料。算了，我知光芒，不是你这个小娘们能懂的。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刺杀我？林北懒得废话，眼神一凝，沉声质问道。花想容也不隐瞒，直言道：我就叫花想容，别名花仙子，是花仙门门主。你杀了我大哥和侄子，我自然不能放了你。只可惜终究还是棋差一招，早知道我宁可给你当狗，让你把我玩个半死，我也要找到最好的机会对你一击必杀。花想容咬牙切齿，满脸不甘。原来你是为郑家报仇而来。林北恍然，但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等等，你姓花，跟郑家有什么关系？花想容说道。我跟母姓不可以吗？林北点了下头，是这样，但可惜你没机会了。花想容怡然不惧，挑衅道：不就是一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杀了我，能死在你林北的手里，倒也不算屈辱。林北愣了一下，有些没想到花想容竟然比大多数男人都硬气，他都有些不舍得杀了。世子，不好了，我妹妹被黑白无常绑走了。突然唐寅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满脸焦急。你说什么？林北脸色巨变，满眼的不可置信。他在唐笑笑手上可是留了符印的，普天之下只有少数几人能破了他的符印，但这些人都是早已避世多年的老古董，因此在都市里他的符印就是无敌的存在。唐笑笑又怎么可能被绑走？呵，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没想到连一个女人都守不住。看来你这个北京世子也是废物一个。花想容在一旁幸灾乐祸，讥笑道：黑白无常是你的人。林北神色一冷，猛地掐住了花想容的脖子，眼中迸射深寒杀意。以他的强大感知力，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把人绑走，只能是刚才跟花想容斗智斗勇的功夫被分散了注意力，方才让黑白无常得了手。因此他不得不把黑白无常跟花想容联系到一起去。呵呵，亏你还是北京世子，就这点智商。放眼整个大夏，谁不知道黑白无常是2位大宗师高手？我能命令得了他们？花想容冷嘲热讽道。林北眼神一凝，不管花想容说的是真是假，当务之急是找到唐笑笑。他立刻掏出电话拨了出去。花想容见状轻蔑一笑：林世子，你该不是想叫人帮你找唐笑笑吧？呵呵，这里可是南境，不是北京，你毫无根基，能叫来谁啊？要不你来求求我，我让我的花仙门弟子帮你找。然而下一秒他便傻眼了，只见林北以命令的语气说道：萧天策听令，本世子命你立刻率领龙王殿全部人员封锁整个中海，全力寻找黑白无常的踪影，哪怕是一只蚊子也不许给我放出去，否则剃头来见。作为南境一殿2门3世家中的2门之一，花想容与萧天策是十分熟悉的，他又是大宗师武者，六感敏锐，即便林北没开免提，也将2人的谈话内容听得一清二楚。他敢断定接电话的人就是萧天策，堂堂龙王殿主，可与晋南王掰手腕的人，竟然管林北叫主人，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才来南境几天时间啊，就把萧天策给收服了，他是怎么做到的？简直不敢想象。花想容妖艳的容颜上充满了惊骇，看着林北的眼神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再是之前那般轻蔑不屑，而是好奇和惊惧。唐寅，这时林北再次开口：在，看好他，我去救笑笑。世子，你确定没逗我？唐寅神色古怪，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让我一个天境垃圾去看守大宗师强者，你确定他不能一巴掌把我拍死？哦，对，你目前只有天境，差点把这事忘了。林北拍了脑门，这才想起来，随即屈指一弹，一根银针精准地射入到了花想容胸口的药穴中。现在好了，他周身的真气已经被我全部封住，他要敢不老实，你就直接一巴掌将他拍死。说完，林北火急火燎地走了出去。花想容立刻运行起真气，发现真如林北所说，真气有如被大坝堵住了一般，根本调动不了分毫，内心瞬间如坠冰窟，悔恨不已。先前他之所以悍不畏死，是因为身为花仙门门主，有着属于自己的高傲。
但此刻连萧天策都臣服了，自己还硬气个什么劲啊？就算给林北当狗也不丢人吧。一念至此，花想容强行对唐寅挤出一抹讨好性的笑容。小弟弟，你跟世子的关系应该很好是吧？你要干什么？唐寅一脸警惕，喝道：我警告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坐着，少动歪心思。还有，黑白无常最好跟你没关系，不然我一定倾尽北境唐家全部力量，与花仙门不死不休。感受着唐寅的满腔怒火，花想容内心微惊，怪不得林北会把他带在身边，果然有些气魄，是个真男人。但就算再厉害的男人，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林北除外。小弟弟，别生气嘛，姐姐敢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绑架你妹妹。花想容神色郑重地说道。哼，最好如此。唐寅冷哼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花想容嘴角微抿，露出一抹颠倒众生的妩媚笑容。小弟弟，如果我没猜错，你还是个处吧？看姐姐怎么样，是不是还算有些姿色？唐寅眉头一皱，你要干什么？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说还能干什么？当然是让你赶我了。花想容抛了一个媚眼，诱惑十足，随后迅速匍匐在地上，将自己身后的浑圆挺翘撅了起来，还轻轻扭动了两下。小弟弟，来嘛，姐姐的服务可是很好的哦，只要你肯在世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今晚姐姐保证让你爽个痛快。他知道想要投靠林北，跟唐寅搞好关系准没错。然还只是处男的唐寅却是无动于衷，突然厉喝道：妖女，安敢乱我道心？你要是再敢发骚，我一刀劈了你！唰，瞬间圆月弯刀出鞘，绽放出一缕寒芒。花想容整个人都懵了，放眼整个南境，就连萧天策都想睡老娘。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魅力了？林北也就算了，那是个变态，你他妈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还是个处，怎么忍得住的？煞笔吧，纯纯是个臭煞笔。花想容气坏了，但眼中却是浮起一抹坚定之色。老娘还就不信了，身为南境第一骚，还搞不定一个臭男人。唐寅滚一边去，直接搞林北。这一次再弄点更刺激的，就不信拿不下他。与此同时，在收到林北命令后，萧天策立刻展开了行动。龙王殿上万名武者倾巢出动，中海市的各大港口、交通要道全部封闭，别说是人，就算是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萧天策也亲自带人寻找，在中海的各大交通要道来回穿梭。而得知这则消息的中海各路达官显贵皆是震撼不已。谁啊？竟然能让堂堂龙王殿殿主帮忙找人，这妖牛逼的吗？而随着龙王殿的倾巢出动，也给整座中海笼罩上了一层恐慌。但黑白无常却是欣喜不已，他们带着唐笑笑快速来到了中海的机场。他们早就安排好了专机，只要上了飞机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眼看着就要走进机场，黑无常是说不出的激动。老婆，咱们马上就能把恶男毒体带回去了，王爷一定会很高兴，至少赏咱们俩一人一枚封王丹，到时候咱们也能封王了。怎么样，兴不兴奋？激不激动？白无常微微皱眉，脸色凝重道：先别大意，我总觉得这次有点太顺利了。林北不是一般人，防止他阻拦，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再说。黑无常不屑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老婆，你未免有些太杞人忧天了吧？咱们马上就要登基了，现在唯有封锁整个中海才能拦住咱们。可是他林北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他拿什么封锁中海？放心吧，咱们这次稳了。什么林北不过尔，哼！黑无常满脸得意，胜券在握，就连步伐都放慢了。刷刷刷！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戛然而止。只见一道道刺眼灯光突然照了过来，数十辆面包车从机场冲出，以闪电般的速度将黑白无常给围了起来。车门打开，乌泱泱的人群冲了出来，足有数百人之多。林北在萧天策的陪同下，朝着黑白无常缓步走了过去。与此同时，低沉且充满威严的声音在整座机场响彻而起：封锁一个中海很难吗？只要是本世子想抓的人，就算你跑到天之尽头，也休想逃脱。黑无常看着黑压压的人群，脸色既震惊又慌乱，尤其是当他看到萧天策的时候，更是满眼的不可思议。他一个北境世子才来南境一天，是怎么收服萧天策的？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黑无常想不通，就特么离谱。白无常也是一脸惊慌，满眼的难以置信。他没想到林北竟然这么快就追来了，而且还带来了龙王殿的人，封锁了整个中海。这回算是插翅难逃了。而被五花大绑的唐笑笑则是兴奋不已，大喊道：大哥哥，你果然是我的大英雄，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林北温声安慰道：
笑笑放心，大哥哥今天一定会救你出去的。萧天策随即喝喊一声：“黑白无常，还不赶快把人放了，不然本店主今日定将你们碎尸万段！”黑无常闻言，眼神一狠，突然掐住了唐笑笑的脖子。他恶狠狠地威胁道：“林北，你就算封锁了中海又能如何？现在恶男毒体在我手上，你要是不想他死，就赶紧给我让开一条道路，不然咱们谁都别想得到恶男毒体。”唐笑笑被掐得脸色涨红，喘不过气来，挣扎着说道：“大哥哥，救我！”林北没理会唐笑笑，目光一沉：“你们在威胁我？”白无常冷哼一声：“没错，我们就是在威胁你。有本事你就过来杀了我们，但是我敢保证，男毒体一定会比我们先死。”是吗？林北语气一冷，随即突然暴冲了出去。那就看看咱们谁的速度更快吧。什么？他竟然不退反进？男毒体不要了。黑白无常脸色瞬变，但林北的速度很快，根本就不给他们俩考虑时间。哼，我不信你能舍得恶男毒体。既然你不想让他活，那就都别活了。黑无常彻底疯狂了，右手一用力就要扭断唐笑笑的脖子。唐笑笑绝望了，心寒彻骨。大哥哥竟然不要我了，是笑笑哪里做的不对，惹大哥哥不开心了吗？哈哈，林北，就算我们死了，你也得不到恶男毒体。你并没有赢我们，哈哈哈。眼看着林北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黑无常仰头大笑。虽然自己的目的没有达成，但妨碍他人达到目的也算是一种成功吧。更何况北境世子自出狱以来，凡事必成。如今这份记录很快就要被他打破了，后人也应该会记住他的吧。嗖！然而就在这时，一根银针突然急射出去，还不等黑无常的手，银针就洞穿了他的咽喉，速度之快有如闪电，在场众人谁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怎么可？黑无常双眼大睁，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唐笑笑就在他手里，即便恶难毒体天生筋骨强硬，掐断他的脖子需要用上几秒钟，可连这几秒钟都做不到吗？老黑！白无常发出一声痛彻心扉的怒吼，随后立即一掌拍向了唐笑笑。林北，你杀了我老公，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好受。噗嗤！然而林北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随银针一起而至，不等白无常动手，就一拳把他轰了出去，仰天喷出一大口鲜血。白无常的脸上充满了不甘，林北难杀也就算了，连他的身边人也这么难杀吗？老天爷怎么不一道雷劈死他啊？而这时唐笑笑也得到了解救，被林北抱在怀里。大哥哥，你刚才是真的不想救我了吗？唐笑笑看着林北，紧张兮兮地问道。傻丫头，大哥哥怎么会不救你呢？刚才只是为了分散他们注意力罢了。林北揉了揉小丫头的小脑瓜，微笑道。嘿嘿。唐笑笑闻言顿时喜笑颜开，高兴的眼睛眯成了月牙。我就知道大哥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大哥哥，我爱你。林北哭笑不得，这小丫头才多大啊，知道什么是爱吗？好了，笑笑，有什么话一会再说，大哥哥先去把剩下的事情做完。林北放下他说道。小丫头乖巧点头，被萧天策的手下送到了车里。林北转身走到白无常身边，寒声质问道：说到底是谁在觊觎恶男毒体？你的幕后老板又是谁？白无常脸色苍白，反问道：为什么一定是别人觊觎恶男毒体？我就不可以觊觎吗？你当然可以觊觎。林北点了下头，但以你大宗师的实力，还不能帮助恶男毒体觉醒，所以你一定是受了他人指使。白无常呵呵一笑，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但想要我当叛徒，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当真不说？林北最后问道。白无常不屑道：你有什么手段就尽管使出来吧，我白无常要是皱一下眉头，以后给你舔脚都行。好，既然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别怪我了。林北冷哼一声，唤道：萧天策，奴才在。我听说你们龙王殿按照18层地狱的规格设立了一套酷刑，白无常也属于地府一员，不如你帮他找找回家的感觉，让他好好体验一下。林北话音刚落，萧天策就冷笑了起来。主人放心，他落在我手里可要遭老罪了。随即一挥手就要命人将白无常带走。白无常顿时慌了，满眼惊恐地喊道：不要，别给我上刑，我全都说。看着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白无常，林北一脸诧异，这么快就招了？也不行啊。好，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我就放了你。当真？千真万确。白无常神色一喜，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硬气，迅速说道：其实我的幕后老板是靖南王，
是他想要通过恶男毒体炼制蜂王丹，从而统一整个大夏。靖南王，怎么又是他？林北眼神一凝，如果他的目的真是统一大夏，那么谋害我父亲的是不是也是他呢？靖南王到底是不是真凶，只有等明日亲自登门审问才能知道。现在还有一件让林北更为疑惑的事，他再次向白无常问道：我给笑笑做的符印可挡王境强者，你只不过是大宗师，又是怎么抓走笑笑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可以知道白无常的身后除了靖南王，是否还有其他高人相助。白无常也不隐瞒，将一枚符篆拿了出来，这是王爷赐给我的天师府符篆，可破除天下一切保命符印。天师符？林北神色微变，大手一抓，将符篆吸到了自己手中。经过再三确认，这枚符篆确实是龙虎山天师府的，而且能制作出此等威力的符篆，也只有那位一直归居在龙虎山100年不曾下山的老天师了。这个老东西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要给靖南王制作符篆？难不成他也不甘寂寞，想体验一下世俗权力的美妙？林北眉头紧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龙虎山老天师一直被武道界当作神仙一般的存在，向来不慕世俗权力。或许这张符篆是靖南王偶然所得吧。林北不敢往深处想，回过神说道：萧天策，他交给你了，我不想再看到他。奴才明白。萧天策立刻会意，直接一拳轰碎了白无常心脏。白无常一脸的难以置信，怨毒的指着林北：你不是说好不杀我的吗？看好了，杀你的人不是我。林北淡漠道：想要伤害恶男毒体的人绝不能留，清理现场的事情交给萧天策处理。林北带着唐笑笑开车返回了酒店。路上，坐在副驾驶的唐笑笑乌黑雪亮的大眼睛始终在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北看，眉眼间更是布满了笑意。林北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好奇道：你老看着我干什么啊？大哥哥你好帅啊！唐笑笑歪起脑袋痴痴笑道。林北哭笑不得，和这小丫头是犯花痴了，这可咋整？大哥哥你又救了我一次，这回咱们可以睡觉了吧？突然小丫头满眼期待地问道。这……林北嘴角一抽，无奈道：笑笑，大哥哥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还小，不能总想着跟男人睡觉的事。还有，再过3天你就成年了，到时候大哥哥会传授你一部功法，你好好修炼，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体质。至于这3天，你就先做好成为武者的准备，好不好？那等我成为武者之后，咱们可以睡觉吗？唐笑笑认真道。林北无语了，这死丫头的脑袋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是不是非要把我睡了才肯罢休？睡觉的事等你成为武者之后再说，但是这3天你不许再提睡觉的事，不然我就把你的屁股打开花。林北板起脸，再次佯装凶狠地说道。果不其然，小丫头立马被吓到了，缩了缩脖子，弱弱地说道：大哥哥别生气嘛，笑笑不提就是了。说完有些落寞地闭上了眼睛。林北有些头疼，如果小丫头一直要坚持睡觉，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毕竟是恶男毒体，他可舍不得松手。呼噜噜。然而就在这时，唐笑笑突然传来了轻微的鼾声。这么快就睡着了？就这儿还要跟他睡觉呢？估计连一回合都坚持不下来吧。林北摇头笑了笑，随即加大油门急速返回了酒店。从昨晚到现在整整折腾了一整宿，因此回到酒店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按理来说这个时间点正是所有人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但此刻的酒店门口却停满了警车，酒店里面也站满了警察，似乎在搜查着什么。然林北却并未在意，因为警察缉凶都是低端局，别说是他，就连唐英那关都过不了。站住！可就在林北抱着唐笑笑刚要上楼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女警官给叫住了。此女约莫20多岁，身材高挑，肤白貌美，却神色冰冷，犹如万年不化的冰山，充满威严。有事？林北回过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怀中抱着的女孩又是谁？女警官走上前冷声质问道。林北淡漠道：跟你有关系吗？女警官秀眉微蹙，你什么意思？是准备拒绝配合调查了？林北不悦道。配合调查什么？女警官冷声说道。1个月前中海出现了一位采花大盗，他专挑18、19岁的少女下手，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完事之后便将其就地分尸。我们中海警方足足追查了1个月，才发现那名凶手于昨晚住进了这家酒店。林北恍然，所以你认为我是那名采花大盗？没有，但目前这座酒店的所有男性人员都有嫌疑。女警官看着林北怀中昏睡的唐笑笑，不容置疑地说道。因此
还请你配合调查，不然我有权将你带回局里仔细审问。林北不耐烦道：首先我不是凶手，其次你还没资格调查我。说完抱着唐笑笑就朝楼梯口走去。女警官眼中浮起一丝怒火，然而还不等她说话，忽然看到了林北的袖口上有一丝血迹，脸色顿时一变，迅速掏出枪支，喝道：站住，不许动！你袖口的血迹是怎么回事？林北懒得搭理他，径直上了楼。你现在的行为已经具备了嫌疑人的特征，最后警告一次，立刻站在原地，不然我就开枪了。女警官将手枪指向林北，寒声威胁道。林北依旧置之不理。女警官愣了一下，她自从当上警察之后，还是第一次见到像林北这样的人。这么猖狂的吗？放肆！我让你站住！女警官气急，大喝一声：来人，给我拦住他！说完，她一个起跃也朝林北冲了过去。滚！一声轻喝，恐怖的气浪席卷而出，女警官瞬间被震飞了出去，满眼惊骇。他竟然是武者！妙音，你怎么样？没事吧？女警官的队长眼疾手快，飞速地接住了他。我没事。林妙音摇了摇头，眼神坚定地看着楼梯口。队长，此人是武者，又是凶犯，十分危险，我建议立刻派人支援。队长叹了口气，苦笑道：你也说了他是武者，所以这件事咱们管不了，况且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林妙音急道：怎么没有证据？他怀中抱着一个18、19岁的小女孩，袖口上还有血迹，想必一定是刚刚做完案。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把他列为嫌疑人，抓到警局审问。队长无奈道：就算你说的对，可他是武者，在大夏，凡是武者皆由武门管理，咱们不仅没权利，更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这件事还是交给武门处理吧。林妙音顿时大怒，反驳道：抓捕犯人，维持正义是身为警察的职责，难道就因为他是武者，我们便放任不管，眼睁睁地看着他对小女孩下毒手吗？队长郑重点头：对，就因为他是武者，所以即便当着咱们的面作案，你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妙音怒极反笑：呵呵，好一个就因为他是武者，要不是本小姐丹田被废，我还用得着你们？一群贪生怕死的废物！我最后问你一遍，到底派不派人？派不了。队长脸色一沉，微怒道：全体都有，撤退！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众警员相继离开，林妙音气的脸色铁青淡，人家才是队长，他没有一点办法。林妙音，你已经不是当初高高在上的帝都林家大小姐了，现在的你只是中海警局的一名小警员，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知道吗？队长语气里带着一丝讥嘲，而后在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又道：对了，后天晋南王要在皇庭酒店举办一场拍卖会，咱们被派去维持交通，防止你惹事，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林妙音银牙紧咬，无比屈辱地吐出一个字：是。队长闻言冷哼一声，随即便走了出去。林妙音攥紧了拳头，一股强烈的屈辱和不甘涌上心头，以至于双手越发用力，指尖都是嵌入到了血肉里。他知道自己如今之所以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丹田被废，成为了普通人，不然又哪能轮得到一个凶手在他眼前撒野？只可惜丹田被废是治不好的。林妙音神色痛苦，眼中浮起一缕深深的怀念，要是干爹还活着就好了，以他的本事一定可以修复好我的丹田吧。与此同时，林北上了楼，把唐笑笑送回了房间。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低端局的林妙音给盯上了，当然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把唐笑笑放在床上，盖好被子，林北便回了自己房间。唐英很听话，一直在看守花想容，只不过此时的花想容已经昏迷了过去。瞧得此幕，林北诧异道：你怎么把他打晕了？唐英有些尴尬，解释道：他太骚了，想要勾引我，我担心忍受不住，干脆就把他打晕了。林北点了下头，严肃道：做得对，他确实够骚的，你还小，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唐英暖心一笑：世子放心，我心里有谱。哦，对了，笑笑就回来了吗？林北道：已经就回来了，而且也调查清楚了，要动笑笑的人不是他。唐英松了口气，只要笑笑没事就好。那他怎么办？唐英又问。林北低头沉吟，虽然花想容想杀他，但他从不杀女人，可要是把他放在房间里，他又怕对方醒来发骚，要是把他扔到马路上，还得下楼，就不免要遇到那个脑残女警官，到时候一定又会追问个没完没了，他嫌麻烦，于是把他顺着窗户扔下去吧。
扔下去。唐寅愣住，咱们住的可是18楼。没事，他好歹也是大宗师，即便被我封住了真气，但身体的强度还在，摔不死。林北风轻云淡地说道。哦，好。唐寅不再多言，立刻抱起花想容，将他从18楼扔了下去。所幸花想容昏迷了，不然一定气得要跟林北拼命。老娘好歹也是南境第一骚，前凸后翘小蛮腰，现在又昏迷了，你们俩就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两个死太监，禽兽不如。处理完花想容后，唐寅突然又想到了什么，说道：世子，对了，还有一件事。说，晋南王刚刚发了新闻，将于后天在皇庭酒店举办拍卖会，据说要拍卖一件当年从镇北王府流出来的很珍贵的物品。林北眉头微皱，我家的东西，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唐寅摇头，接着掏出手机，把晋南王在几个小时前发布的新闻找了出来。林北仔细看了2遍，发现上面只是说了要拍卖镇北王府的珍贵物品，并没有说是什么。那能是什么呢？斩地剑吗？林北心中怀揣着一丝期待，如果真是斩地剑就好了，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父亲流落在外的物品全部找回来。同时，斩地剑也是大夏第一剑，一剑在手，八方臣服。但不管如何，去找镇南王都势在必行了。既然他要举办拍卖会，那就在拍卖会上给他一个惊喜。与此同时，中海的一座豪华庄园里，黑白无常死了，男毒体也跑了，这一次我只能靠你了。后天的拍卖会，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杀了林北。听着电话里传来的低沉声音，晋南王郑重保证道：主人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好，记住你对我承诺，要是做不到，你死。挂断电话，晋南王惊出了一身冷汗，有苦说不出。黑白无常死了，关我毛事？就知道欺负老实人。不过好在我提前对拍卖会做好了准备，别说是林北，就算是镇北王重生，也得给我再死一回。另一边，帝都的一间幽暗密室中，戴着骷髅面具的中年人缓缓用力捏碎了手里的电话，眼中更是布满了深寒杀意。我的好贤侄，好好活着不好吗？为什么非要逼我杀你呢？后天早上，林北带着唐寅和唐笑笑前往了皇庭酒店，他很期待晋南王所说的林家贵重物品到底是什么。下楼，唐寅正要去取车，世子。这时一辆红色保时捷驶了过来，车窗摇下，露出了海如月那张精致绝美的脸蛋。世子，上车。林北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疑惑问道：你怎么来了？海如月笑道：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去参加晋南王举办的拍卖会的，所以就过来接你了。林北点了下头，有心了。海如月笑而不语，专心开车。然而没过一会，他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一般，几度张嘴，但都没说话。林北一眼就看出了他有心事，直言道：有事就说，我能做到的，绝对不会推辞。谢谢世子。海如月立马就笑了，说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前日听说你能修复武者的丹田，正好我有一位好闺蜜的丹田被人废了，所以想请你帮帮忙。你说的倒是轻松。林北有些无语，吐槽道：知不知道武者丹田被废是很严重的事，正常来说他此生就算是彻底告别了武道，因此即便是我也没那么容易做到。海如月眨了眨眼睛，没那么容易，也就是说世子还是能做到的是吧？能倒是能，就是林北犹豫了一下，并未立刻答应。就是什么？世子，我说的这个人可是帝都第一美女哦。海如月挤眉弄眼的诱惑道：帝都第一美女？没什么就是了。至皇庭酒店，身为南境之主晋南王举办的拍卖会，自然是整个南境最大的盛事。门口豪车云集，各路达官显贵纷至沓来，交通更是一堵再堵，有如长龙一般的车辆根本望不到头，但却没有一个人敢有怨言。晋南王举办的拍卖会，没人敢不来，毕竟谁都怕被记小本本。而除了各路达官显贵，还有负责维持治安的南境士兵，以及梳理交通的警察。这么多车，交警根本就不够用，因此身为刑警的林妙英真的被队长给临时调了过来。然此刻的林妙英却是根本没心思指挥交通。首先，这不是她的专业；其次，先不说她曾经是堂堂的帝都林家大小姐，就凭现在刑警的身份，让她来指挥交通就很恼火。但很快，她的情绪就低落了下来。丹田被废，此生注定再无缘武道，难道这辈子真的要当一个废人吗？妙音，我把能人带来了，这回你真的有救了。也就在这时，刚刚停好车的海如月兴高采烈地朝林妙音跑了过去。如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丹田被废是治不好的，你就别逗我了。林妙音绝望摇头，嘴角布满苦涩。昨天海如月给他打电话，说是找到了一位绝世能人，可以治好他的丹田，让他别太失落。只以为对方是在安慰他，压根就没放在心上。妙音，咱们俩可是光屁股玩到大的发小，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海如月信心满满的说道。我的丹田当真可以修复？见海如月不像开玩笑，林妙音眼睛一亮。骗你是小狗。海如月挑了下眉毛，随后朝林妙音身后正缓慢走来的林北挥起了手。世子，这呢，快点。林北加快步伐，心里也有那么一丝期待。帝都第一美女会是谁呢？难道比自己大嫂还要好看？林妙音好奇地转过身，她也想看看自己好闺蜜口中说的绝世能人到底是谁。然而下一秒，她和林北全都瞪大了眼睛，异口同声道：是你。两人的表情都十分精彩。林北嘴角一阵抽搐，海如月口中的帝都第一美女，就是她好看倒是好看，可脑子不好使啊，这种女人还是离远点好。而林妙音则是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地说道：好你个淫魔，坑害其他女孩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敢来骗我闺蜜，我今天要是不一枪崩了你，我就不是林妙音。说完，她气势汹汹地掏出手枪，对准了林北。海如月整个人都傻了，什么情况？他们俩难道认识？林北心中也是涌起一股怒火，这个女人果然脑残，坏女人，不许伤害我大哥哥。然而就在这时，唐笑笑突然挡在了林北身前，凶巴巴地说道：是你。海如月一眼就认出了唐笑笑是林北昨晚抱着的女孩，顿时愣住。你认识我？唐笑笑感到一丝诧异。林妙音没说话，秀眉微蹙，看向了海如月。从唐笑笑对林北的态度来看，两人的关系似乎很好。难道他不是那名采花大盗？妙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如月满腹疑惑地问道。林妙音冷冷地瞪了林北一眼，随后将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海如月闻言当场笑了。妙音，我就知道你是误会了，他可不是什么采花大盗，而是镇北王的儿子，北境世子林北。林妙音直接傻了，不可置信地喊道：你说什么？他就是我干爹的儿子。干爹？林北面色一正，但很快他就想了起来，满眼震惊。你就是6年前我父亲去帝都参加国宴时收的干女儿，我那素未谋面的干姐姐。6年前镇北王赴宴归来后，便兴高采烈地跟林北说了这件事，并且还不止一次夸赞过林妙音。只是没过多久，镇北王就被诬谋反，林北也随之入狱。这件事早就被他忘在了脑后，甚至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呀，原来你是大哥哥的姐姐啊！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有意要凶你的。唐笑笑赶忙道歉，深鞠一躬。林妙音没理他，满眼恨意地瞪视着林北。废物，当初要不是你，我干爹根本不会死。身为北境世子，肩负守护北境重任，可你却连自己的家人都守护不了，你这种废物留着还有何用？我一枪崩了你！砰！林妙音瞬间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巨响，唐笑笑和海如月都是吓了一大跳，唐莹更是抽出弯刀准备动手，然而子弹却是射向了天空。哼，要不是看在干爹的面上，我今天就算一命抵一命，也要杀了你！林妙音怒哼一声，满眼怨恨地说道。他一直都把镇北王当作偶像崇拜，又因为同姓便认其做了干爹，成为镇北王的干女儿，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荣幸的事情了。唯独感到羞耻的就是有林北这个干弟弟。妙音，你赶快闭嘴，不许对世子无礼！刚刚回过神来的海如月顿时大急，赶忙道：世子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的能量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赶紧道歉。林妙音不屑一笑，鄙夷道：他哪里变得不一样了？就算不是采花大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废物永远都是废物，他要是能改，我吃屎！哎呀，你快闭嘴吧！别说了。海如月神色巨变，吓得赶忙堵住了林妙音的嘴。他已经见识过林北的手段了，杀伐果断，毫不留情，生怕他一怒之下把林妙音给拍死。然林北接下来的举动却是出乎了海如月的意料。你说的对，我就是个废物。林北神色伤痛，眼眶发红，心中更是涌起浓浓的自责和悔意。当年要不是他不学无术，终日只知贪图享乐，甚至哪怕每天少玩1个小时，用这点时间去练功，凭借他的天生五脉，都不会在灾难来临时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屠刀挥落。可惜书到用十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一切都悔之晚矣。哼，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这句话倒是让林妙音好受了一些，
不过依旧对林北充满了怨恨和鄙视。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时过境迁，每个人都会有所改变。当然，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说的话，但等我替你修复好丹田，你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了。林北神色复杂，语重心长地说道。他还是第一次耐心解释，没有其他原因，只因林妙音是自己的干姐姐，是当初连自己父亲都再三称赞的人。他知道，如果父亲还活着，一定会把林妙音当亲生女儿对待。你别说，我还真不信。林妙音一脸冷笑，当年的你不仅是废物，还是北境第一纨绔。如果你不是干爹的儿子，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现在才过去不到短短5年，你就跟我说自己拥有了能够修复武者丹田的逆天本事，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林北微微皱眉，刚要说话，海如月抢先道：好了，妙音，你就别再质疑世子了，他现在真的很厉害的。海如月，林妙音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呵斥道：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当年在北境，就连强奸犯都比他的名声好，你竟然还为他说话？哼，信他都不如信我是秦始皇。海如月低声道：你要说世子是秦始皇，我信。你……林妙音气急，指着海如月说不出话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信短短5年时间，林北就能改过自新。哼，林北，我不知道你到底对如月用了什么手段，但请你记住，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就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哪怕是一个普通人，也比你终日流连花丛，坑蒙拐骗强。至于你说的修复丹田，呵呵，大可不必。林北一脸无语。流连花丛，他承认。坑蒙拐骗，你哪只眼睛看到的？对他的意见就这么大吗？拍卖会即将开始，请大家尽快落座。也就在这时，酒店内突然传来一道响亮的传呼声。林北没时间再跟他废话，既然你不信我，不如跟我一起进去，看看现在的本世子到底如何。说完，他便走进了酒店。就你？林妙音一脸好笑，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就算变又能变到哪儿去？唉，你让我说什么好呢？海如月叹了口气，不好再多说，跟着林北走进了酒店。林妙音不以为然地撇起了嘴，但最终也跟了上去。他倒要看看现在的林北到底如何。酒店内此时已经人满为患，喧闹嘈杂。好在海如月细心，提前订了几个前排座位。林北走过去坐下，唐笑笑和海如月坐在两旁。哟呵，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啊。然而右侧不远处，一个麻子脸青年看着唐笑笑发起了淫笑。少爷喜欢？一旁的狗腿子问道。虽然有些青涩，但甜美可爱，好好调教一番，应该能不错。麻子脸青年眼中闪过一抹邪光，随即站起身走了过去。小美女，哥哥想要跟你交个朋友，你介意吗？麻子脸青年故意装出一副礼貌的样子，朝唐笑笑伸出了手。介意。唐笑笑看了一眼麻子脸青年，毫不客气地回怼。你……麻子脸青年面色一变，在中海混了这么多年，哪个女人不争着抢着上他赵明杰的床？上到50岁中年妇女，下到15岁小娃娃，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了？现在竟然有人敢拒绝他，赵明杰眼中浮起一股怒火。但唐笑笑的长相实在是太清纯可爱了，他有些不忍心，抢笑道：不交朋友也行，那认识一下总可以吧？我叫赵明杰，你呢？唐笑笑一脸厌恶，抓了抓林北手腕。大哥哥，我好讨厌他。林北目光顿时一冷，看向赵明杰喝道：收起你的歪心思，滚！赵明杰顿时大怒，撸起袖子：草你妈的，老子是不是给你们脸了？看上他是你们俩的荣幸，还敢骂我？找死！说着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啪啪，一道脆响，却是林北打出来的。赵明杰的脸瞬间打成了猪头，牙齿都掉了好几颗。啊！赵明杰发出一声痛叫，捂着脸不可置信地吼道：你特么的竟然敢打我！林北眼神一冷，寒声道：最后警告，要么滚，要么死！赵明杰瞬间暴怒，面庞狰狞地指着林北，狠声道：小子，你有种！老子在中海混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打我。今天要是不弄死你，老子跟你姓！来人！赵明杰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狗腿子立刻掏出电话拨了出去，威胁道：兔崽子，给我等着！敢打赵少，你废了！这一幕也惊动了周围的客人们，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皆是震撼不已。谁啊？胆子这么大，竟然连赵明杰都敢打！林妙音更是脸色难看，气愤不已。这家伙连对方的身份背景都不调查，说动手就动手，
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初的北京世子吗？嚣张狂妄，果然狗改不了吃屎。即便5年过去，也还是过去那个调样。林北眼中浮起一缕杀意，有些不耐烦，但还不等他动手，不想让事情闹大的海如月连忙站起身，喝道：“赵明杰，今天给我个面子，这件事就此罢休。”海如月，赵明杰眯起眼睛，怎么，你要保他？海如月嗤笑一声，我是在保你。你说什么？这句话无疑彻底激起了赵明杰的怒火，脸色变得无比阴沉。他身为南境第一少，纵横南境无敌，还需用人保，看不起谁呢？海如月，你特娘得少在这吓唬我！我不管你跟这个小逼崽子是什么关系，但看在你父亲的份上，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滚，不然再过1分钟，你们俩就一起下地狱吧！赵明杰眼神凶狠，充满杀气。找死！林北暴怒，豁然起身。海如月摇了摇头，为赵明杰感到一丝悲哀。他也是看在赵家是万药斋老顾客的份上，才出好心提醒，不曾想他竟然这么急着送死。林北，你够了！可就在这时，林妙音突然挡在了赵明杰身前，恨铁不成钢地训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赵明杰，靖南王管家的儿子，同时也是靖南王的义子。而你早就不是北京世子了，现在的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到底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林北一脸好笑，指着自己：“你说我没有自知之明，你有吗？除了嚣张狂妄，做事不计后果，你还有什么？”林妙音一脸气恼，但虽是这么说，他还是转过身朝赵明杰鞠了一躬：“赵少，对不起，我弟弟不懂事，惹怒了你。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愿意代替他受过，你可以加倍打回来，只要你解气就行。”林妙音咬着牙，倍感屈辱地说道：“身为曾经的帝都林家大小姐，什么时候这么卑微过？但林北是镇北王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不管如何，哪怕是付出生命，也要让镇北王的香火延续下去。”林北闻言暗暗点了下头。虽然林妙音看不起自己，但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姐姐认下他倒也不是不行，我还在想他怎么敢如此嚣张，原来是曾经的北京世子啊！赵明杰冷然一笑，讥讽道：“但可惜镇北王府已经没了，昔日的北京世子如今也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罢了，就这儿也配在本少面前叫嚣？”林妙音顿感不妙，担忧道：“你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赵明杰满眼阴狠：“他打了我，弄死他不应该吗？”哗啦啦，话音落下，一大群士兵冲了进来，是赵明杰的手下到了，足有数十人之多，每个人都荷枪实弹，迅速将拍卖场给围了起来。在场众人全都变了脸色，面露惊恐。完了完了，赵明杰这回是真的生气了，林北死定了。林妙音也彻底慌了，这么多士兵随便开几枪就能把林北打成塞子，怎么办？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拍卖会开始，突然一道洪亮的喊声响起，赵明杰眉头一皱，看向林北：“小子，你的运气还真是好，但这件事没完，等拍卖会结束，本少一定让你横着出去。”撂下一句狠话，赵明杰一挥手驱散士兵。此刻见血会影响拍卖会的进展，他可不敢耽误义父的拍卖会。林北也懒得搭理他，今日的主要目的是拿回镇北王府的东西，至于赵明杰，一条只知乱吠的野狗罢了，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而林妙音则是松了口气，一脸后怕地拍起了胸脯。刚才真的是好险，如果赵明杰真要动手，他估计自己也只能拼死护送林北出去了。虽然未必有用，但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北死在自己眼前。这个林北就知道惹祸，真是气死我了。林妙音转过身要训斥林北几句，却发现他毫无愧疚感地坐在椅子上，跟个没事人似的，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不是真的想死？为什么还不走？”林北不解：“我为什么要走？”林妙音气得脸色铁青：“赵明杰已经铁了心要弄你，不趁着拍卖会进行的时候跑，还等拍卖会结束之后再跑吗？到了那时，你以为自己还跑得了吗？”林北呵呵一笑：“刚才要不是你拦着，赵明杰已经死了，所以现在该担心生死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你说什么？”林妙音气炸了，跺脚道：“林北，你能不能不吹牛逼了？赵明杰说是南境太子也不为过，就算是龙王殿店主也得给他面子，而你只有孤身一人，人家一巴掌就能拍死你，你拿什么跟人家斗？”林北不屑一笑：“龙王殿店主只是给他面子而已，但你可知萧天策就是我的一个奴仆？”“你说什么？”林妙音微微一愣，旋即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竟然说萧天策是他的奴仆，怎么这么能吹逼呢？好好好，既然你这么不知死活，那你就等死吧。
林妙英气恼不已地坐在了椅子上。林北不听劝，他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趁现在还有时间去想对付赵明杰的办法。但想来想去，他发现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无论如何都是斗不过赵明杰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挫败感。要是自己丹田没被废，一个小小的赵明杰又算得了什么？哪怕林北嚣张一生，到处惹是生非，可凭借自己手中长鞭，谁又能奈他何？下面宣布第一件拍品：汉朝白玉璧一对。这时拍卖会也正式开始，台上拿出了拍品，场面立刻安静了下来。随后众人争先加价，但林北却是看都没看一眼。这些东西他实在是提不起兴趣。而时间在1分1秒钟过去，连续10多件拍品，虽然都价值不菲，却都是一些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林北毫无兴致，差点没睡着了。终于在2个小时后，随着一把青铜宝剑拿上来之后，全场立刻沸腾了。3尺宝剑，质地古朴，两面剑身，一面镌刻日月星辰，一面镌刻山川河流，似乎囊括天地，散发着睥睨天下的王者威严。那是镇北王的斩地剑。天啊，我没看错吧？那竟然真的是镇北王驰骋沙场、纵横无敌的绝世宝剑。一剑在手，八方臣服，将印不出，水雨争锋。林北也激动地站了起来，周身热血沸腾，握紧了拳头。他没想到晋南王要拍卖的林家珍贵物品，竟然真的是斩地剑。好，很好，非常好，今日便带斩地剑回家。斩地剑，大夏第一剑。10年前，镇北王于昆仑山巅一剑破空，剑斩八国18名绝世强者。据说那一战打得乾坤变色，天地颤抖。自此以后，大夏再无人敢犯，镇北王也一战封神。而唯一能与斩地剑相抗衡者，唯有败将印。亿万生灵为兵，100万战神为将，一剑一印，八方臣服，一人跪拜。或许这是镇北王被杀之原因，但无论如何，林北都要拿回属于自己父亲的东西。既然诸位都认得这件宝物，那我就不多介绍了。起拍价100亿。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酒店彻底沸腾了起来。我出110亿，我出120亿，我出200亿。众人立刻争先加价，眼神狂热，激动不已。他们知道，即便自己发挥不出斩地剑的威力，但只要有斩地剑在手，就能对很多势力产生威慑。因为斩地剑随镇北王征战多年，早就已经拥有了镇北王的王者之气。此剑乃是王者之剑，剑出便是王境强者也要俯首。500亿。然而就在众人争抢不休的时候，赵明杰突然举起了手牌，直接将价格加到了500亿。在场众人无不愣住，纷纷满腔怒火地看向赵明杰。身为晋南王的义子，他也来参与竞争，其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故意来搅局，提高价格的。但众人却都敢怒不敢言。可即便如此，依旧有人继续加价，600亿、700亿，价格一路飙升，很快就达到了700亿。这毕竟是镇北王的佩剑，说是无价之宝也不为过。很多人也被这个价格给难住了，毕竟放眼整个大夏，都没有多少人能拿出700亿。赵明杰见状笑了，他今日来此的目的确实是来提高拍卖价格的。因为通过这几年的研究发现，斩地剑只有在镇北王手里才能发挥出真正威力，其余人即便是晋南王也不行。而发挥不出全部威力的斩地剑，也就相当于一位王境强者。在很多人眼中，王境强者确实很强，可对于已经封王20年的晋南王来说，斩地剑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与其如此，还不如用它换点军费。700亿一次，700亿2次，700亿。见无人再加价，那名开价700亿的老板激动到了极点。哈哈，斩地剑马上就是我的了。800亿。突然林北站了起来，大声喊道：什么800亿？哪个活爹能有这么多现金？现场再次沸腾，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赵明杰神色大喜，他预想的价格只要能超过500亿就行，却没想到超过了这么多。哪个大傻帽竟然舍得花这么多钱？然而当他看到开价之人是林北之后，脸色顿时一变。你出800亿，怎么不行吗？林北笑着反问道。呵，一个落魄世子，能活着就是老天开恩了。你有那么多钱吗？赵明杰以为林北是想拿回自己家的宝物才乱开价的，便恶狠狠地威胁道。在场的各位老板都是经过验资的，你虽然是海如月带进来的，但海家并不具备这么多现金，因此本少现在怀疑你在扰乱拍卖会，需要对你进行验资。如果你没有这么多钱，本少有权立刻将你当场击毙。话音落下，林妙英顿时慌了，气急败坏道：林北，你能不能别胡闹了？
我知道你想拿回干爹的宝物，但现在的你根本就没这个实力，赶紧收回刚才的话，放弃竞争。那可是800亿啊，还得是现金。整个大夏市值过1000亿的公司和家族倒是有一些，可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却是没几个。至于林北，才刚出狱没多久，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世子，这次你可真是有点拖大了，800亿可不是小钱，我们海家就算倾家荡产帮你，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要不还是算了吧。海如月犯起了难，规劝道：是啊，世子，就算再加上我们唐家，貌似也拿不出这么多。唐英附和道：800亿实在是太多了，谁说用你们帮助了？我自己有钱。林北笑了笑，随即将李妙飞送给他的黑卡扔到了主持人手里。呵，装神弄鬼，一会要是没那么多钱，看本少怎么弄死你。赵明杰神色阴狠，轻蔑一笑，他也打心底不信林北能有这么多钱，这竟然是瑞士银行拥有1000亿额度的顶级黑卡。然而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发出一声惊呼：什么？瑞士银行的顶级黑卡？在场众人皆是大惊，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林北。瑞士银行的黑卡只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势力才有资格拥有，镇北王府不是都已经被灭了吗？他一个落魄世子又是怎么得到的？林妙英也是惊呆了，瞪大了眼睛。他这次没吹牛，而是真的有这么多钱？难道他真变得跟5年前不一样了？赵明杰脸色一变，感到一丝震惊。他竟然有瑞士银行的顶级黑卡，还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看来今天必须弄死他了，不然放任他成长下去，还不知道要掀起什么风浪。但斩地剑绝对不能让他轻易得到。900亿，他再次叫价，朝林北递去一个挑衅的笑容。你不是有钱吗？本少今天就让你分币不剩。林北眉头一皱，他知道对方是在故意加价，其目的就想让他多花钱，但只要能拿回斩地剑，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950亿，99亿。赵明杰如影随形，嘴角布满戏谑的笑容。林北眯起眼睛，这是1分钱都不准给他留，挺该死啊！哼，真是太过分了，我看他就是故意的。唐英气愤不已，狠声道：有机会我一定亲手宰了他。林北，要不还是算了吧。斩地剑固然重要，但只要有钱可以用来发展势力，1000亿资产未必不能东山再起。林妙英出声规劝，看着林北的眼神变得和善了许多。妙英说的对，花上1000亿买回斩地剑不值得，况且以你如今的实力，斩地剑对你的帮助并不会很大。海如月这句话说到了心坎里，但斩地剑必须夺回。可就在林北犹豫的时候，唐笑笑忽然开口了，眨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满是疑惑地说道：斩地剑本来就是大哥哥家的呀，为什么要花钱买回来呢？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北狠狠地拍了一下脑门，暗骂自己真是脑残，随后笑道：笑笑，你真是大哥哥的小棉袄。嘻嘻。得到林北的夸赞，小丫头兴奋不已，眼睛笑成了月牙。而赵明杰见林北迟迟不加价，继续刺激道：你可是堂堂北京世子，1000亿对你来说还是钱吗？况且斩地剑还是你们林家的传家宝，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它流落在外。世子，镇北王府是有威严的，可别让大家瞧不起你。说完，赵明杰一脸得意，他料定以北京世子的高傲，绝对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林北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拿回斩地剑，这样也就能把林北榨干了。钱和人他都要。你说的对，我确实不能让斩地剑流落在外，但这是我林家的东西，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本世子争？林北轻喝一声，飞身而起，瞬间跃到了台上，大手一抓，斩地剑落入手中，现场瞬间一片死寂。这特么是拍卖会，他竟然要抢，不想活了！林北，你放肆，竟敢在我义父的拍卖会上撒野！来人！赵明杰瞬间暴怒，脸色铁青的喝道。哗啦啦，下一秒，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就冲了进来，子弹上膛，酒店内弥漫出一股肃杀之气，令人脊背生寒。林妙英大惊失色，却是把林北护在了身后，急声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跑！跑！林北笑了，高高举起斩地剑，大声道：此剑乃我父亲生前所佩之剑，是我林家之物，今日将其取回，理所应当。本世子在此，敢有觊觎此剑者，居心叵测者，试图争夺者，都要死！声若惊雷，蕴含无上威严，在场众人无不心神俱震，就连赵明杰和那些士兵们也都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镇北王，单是站在那里就让人喘不过气。
狂妄！你以为你是谁？没有了镇北王府的庇护，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当爹的是逆贼，儿子是强盗，果然是蛇鼠一窝。今日本少就灭了你，让北境林家彻底绝种。赵明杰回过神，怒不可遏地骂道：你敢辱我父亲！林北语气一沉，眼中迸射出深寒杀意。本少今日还就辱了？怎么？你难道还想杀我？废物！不是我看不起你，有种你杀个试！杀！不等他把话说完，一道寒芒突然闪过，一颗人头滚落在地。狗东西，就凭你也配在世子面前叫嚣？今天就杀了你，能怎的？圆月弯刀在空气中划出一个弧度，平稳地落回唐寅手中。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堂堂南境太子爷赵明杰竟然就这么死了，并且杀他的还不是林北，而是一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他不知道这么做会彻底被靖南王府记恨上，死无葬身之地的吗？林北到底哪里好，竟然值得他连命都不要了？林妙音也傻眼了，脸色惨白地说道：完了，赵明杰死了，他爹赵东城包括靖南王都不会放过你的。林北，看你干的好事，你猖狂也就罢了，怎么手下也跟你一个德行？林北轻笑一声，并未回复，而是对唐寅道：做得不错，谢世子夸奖。唐寅喜不胜收，仿佛得到林北夸赞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般。不好，赵少死了，赶紧将此事禀告赵管家。现在大家跟我上，杀了他们。这时士兵们回过神，纷纷将枪支指向唐寅和林北。找死！唐寅怒哼一声，自告奋勇道：世子，这些人还不值得你出手，我来。好。林北淡然点头。嗖！下一秒，唐寅就冲进了人群。疯了，全都疯了！林妙音气得直摇头。他差不多知道林北为什么如此狂妄了，想必是把唐寅当成了依靠。可他只有天境实力啊，这种实力放在一些小城市可以称霸，可在靖南王的地盘，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林妙音神色焦急，赶忙劝道：林北，如果唐寅就是你的底牌，我劝你还是赶紧走，趁着赵东城和靖南王还没有找过来，你立刻离开南境，唯有如此，你才能有一线生机。林北笑了笑：我为什么要走？不走难道等死吗？你知道赵东城和靖南王的势力到底有多大吗？他们想要弄死你，就跟碾死蚂蚁一样简单。干爹现在就剩下你一个儿子，你难道真的想让林家绝后吗？林妙音气急败坏道：放心，他们杀不了我，林家更不会绝后。林北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信心满满道：林北，你到底还要猖狂到什么时候？在场就这么几个人，靖南王和赵东城要是来了，谁能保住你？唐寅吗？他只有天境实力，怎么保你？林妙音急不可耐，苦苦劝说：本世子无需任何人保。林北将斩地剑横放在腿上，傲然道：凭我自身实力，手中长剑，今日1000个来，1000个死。他自然不会走，因为今天来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拿回斩地剑，更要找到靖南王，问清楚当年事情真相。而靖南王亲自举办的拍卖会，如今又死了一子，他又怎么可能不来？现在守株待兔即可。林北，你……林妙音气得说不出话来，玉手紧握，恨不得暴揍林北一顿。他是真的不知道赵东城和靖南王的实力吗？靖南王就不说了，能够封王，其实力必然是王境。至于赵东城，早在5年前就成为了大宗师，如今实力只会更强。他又拿什么抵挡？林妙音实在是想不通，林北的自信到底来自何方？即便有斩地剑在手，也不是封王20年的靖南王的对手啊！不行，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林北出事，不然我又怎么对得起干爹？林妙音暗暗想到，眼中闪过一抹前所未有的坚定之色，随后他掏出手枪，想要逼迫林北离开。北京世子在哪儿？给我滚过来！也就在这时，一道震耳欲聋的怒喝声响起，紧接着唐寅如炮弹一般被一道人影给击飞了回来，仰天喷出一口鲜血。林北神色一变，迅速出手接住唐寅。你怎么样？还死不了？唐寅勉强一笑，落寞道：世子，我好废物啊，要是再强一点就好了，这样就能为世子做事了。不，你不是废物，有本世子在，本来的你必能光芒万丈。林北郑重说道，随后冰冷的目光看向门口，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则是跟着30多人，人数虽少，但却都气息强横，其中光是大宗师级别的武者就有不下10人。赵东城在此，林北还不滚过来受死！赵东城双眼圆睁，犹如金刚怒目，令人胆寒。
林妙音的内心瞬间如坠冰窟，这回是彻底完了。你儿子都死了，不先给他收尸，还有心思乱叫呢。看着气势汹汹冲过来的赵东城，林北一脸冷笑。赵东城看了一眼地上的赵明杰的尸体，神色不起丝毫波澜，怒哼道：哼，老子儿子有的是，死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倒是你还不赶快滚过来受死。林北轻轻点了下头，起身说道：果然这是你们部的局，知道就好，今天就算你不杀赵明杰，也难逃一死。赵东城戏谑一笑，看来你们真是早就做好了准备啊。林北环视周围，感受到了连酒店外面都隐藏着浓烈杀机，彻底恍然。他早就有所猜测，这场拍卖会是专门为他举办的，以斩地剑为诱饵，引他前来，实则早就在周围布好了天罗地网。只不过让林北诧异的是，赵东城竟然会让赵明杰过来送死。果然啊，不思进取的儿子，连当爹的都想弄死他。林北，自你踏进中海的那一刻起，你的命就已经不属于你了。今日我和靖南王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算你父亲在世，也难逃一死。赵东城指着林北，声音冰寒地喝道：你若识趣，立刻自负，这样我还能放了你的身边人，不然今日你和你的伙伴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就凭你们这几头烂蒜，也想杀我？林北一脸不屑，数字狂妄。赵东城面色一变，怒道：我知道你很强，但我要是不做好完全准备，你以为我会来吗？轰！话音落下，赵东城大手一挥，如汪洋般的雄浑真气爆发而出，整座酒店瞬间笼罩上一股强烈的窒息感，犹如王者降临一般，恐怖的气势让人喘不过气来。王静，赵东城竟然也封王了！林妙音失声惊呼，神色巨变。王境强者，一人可镇一境。当初四王之所以能统帅四境，跟他们的王境实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可想而知，真正的王境强者到底有多么恐怖。而现在再加上靖南王，也就是说，南境一共出现了2位强者，当真是恐怖如斯。怎么办？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林妙音急得直跺脚，苦苦思考对策。可赵东城根本不给他机会，厉喝道：林北，现在凭借我的实力，杀你可够？远远不够。林北轻蔑道：你说什么？赵东城目光一沉，凝声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当真是找死！给我上！轰轰轰！瞬间，赵东城以及他带来的30多名顶级强者便是出动了。这么多强者，就算是一些古武家族都要为之忌惮。他就不信弄不死林北。抓奶龙爪手，五毒拍血掌，大圣偷桃，各种武道绝学裹挟着恐怖真气，铺天盖地的朝林北攻了过去。唐寅见状不妙，立刻带着唐笑笑和海如月躲到了安全地方。唯有林妙音傻傻地看着那足可以毁灭一座校园的能量，彻底绝望了。林北今日当真活不了吗？林家真的要绝后了吗？都怪我，要不是我废物，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北陷入危难？干爹，是我对不起你。然而下一秒，他便是傻眼了。嗡！只听一道刺耳剑鸣声突然响彻，林北一剑挥出，万千锋锐剑气有如箭雨般射入了人群。噗噗噗！顷刻间，30多名顶级强者就全都身首分离，一颗颗人头滚落在地。什么？赵东城瞳孔猛缩，急忙翻身后退，但还是被那密集的剑气给斩断一臂。啊！我的胳膊！赵东城发出一道痛彻心扉的嘶吼，疼得冷汗直流，哀嚎不止。这怎么可能啊？集南境所有高手之力，怎么会杀不了他？杀不了也就算了，竟然连他的毛都没碰到，他是魔鬼吗？林妙音也惊呆了，满目震撼。他现在终于知道林北为何一直不走了，并非他狂妄，而是真的拥有那种灭杀一切的实力。这份实力比他巅峰时期都要强。可笑自己之前还在百般嘲讽林北，实则自己才是那个小丑。你到底是什么境界？这时用真气止住流血伤口的赵东城满眼惊恐地问道。林北收回宝剑，负手而立道：我为帝皇，可镇压世间一切敌。帝皇？那是什么境界？从来没听说过啊！赵东城懵逼了，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林北所说的境界一定要王境之上，这种境界只存在于一些古武家族中。他这样牛逼的吗？短短5年时间就能跟古武者掰手腕了，靖南王何在？也就在这时，林北气势十足的大喝一声：快快叫他出来受死！赵东城身躯一震，有些被林北的气势给吓到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呵呵，林北，你以为自己这样就赢了吗？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王爷早就已经变得深不可测，
即便你现在的境界已经超过了王境，但依旧不是王爷的对手。他是你永远都翻不过去的高山。林北嗤笑一声，是吗？那他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难道不是因为害怕我？赵东城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仰天狂笑。王爷会怕你？哈哈，真是笑死我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就算你再恐怖，可王爷是整个南境的王，有50万大军，那可是50万大军啊，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长相憨厚老实的靖南王恰好也到了。他看着滚落在地的人头，瞳孔猛地一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东城看到靖南王，立刻来了精神，兴奋大叫道：哈哈，王爷来了！林北，你的死期到了。即便你以一己之力杀了在场的所有高手，可你依旧要死。靖南王神色巨变，什么？这些人都是林北杀的？赵东城，我认你媳妇，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叫我来干鸡毛，送死吗？靖南王心生恐惧，头皮发麻。林北这小兔崽子也太尼玛恐怖了吧！现在该怎么办？扑通！突然，靖南王跪在了地上。贤侄，我错了。赵东城。随着靖南王的跪下，在场众人无不震撼当场。那可是南境的王啊，竟然就这么跪了，说出去谁能相信？赵东城也傻了眼，不可置信地问道：王爷，你什么你？赶紧向我的好大侄道歉！靖南王怒声呵斥道。赵东城就是他做的准备，在他的帮助下，不仅突破到了王境，还给其配备了大量顶级高手。这样一股力量，就算是镇北王活着的时候都要为之忌惮。不曾想却被林北秒了，这还怎么打？不求饶，难道等死？好好活着，让明星嫩模给舔脚不香吗？王爷，你可是南境的王啊！赵东城接受不了失败，不甘质问道：王有个屁用？咱们的人不还是被他给秒了？可是你还有50万大军啊，咱们的人被他秒了。王爷，曾经的你是多么的威武绝世，孤身一人入敌营，斩杀东瀛5万军，哪方强者不忌惮你的威压？难道今天真就甘心失败吗？你他妈是不是虎？我都说了，咱们的人被林北秒了。靖南王气急败坏，脸色通红的吼道：秒了，咱们已经没人了，能不能听得懂啊？现在还上哪弄50万大军去？等把人调过来，早就被林北给一巴掌拍死了，到时候就算真的杀了林北，自己的命都没了，又有什么意义？先求饶保命，之后再做打算不好吗？纯是个臭煞笔！噗！而赵东城接受不了如此软弱的靖南王，气得一口老血喷了出来，随后双眼一翻，竟是直接气晕了过去。靖南王又在心里骂了一句煞笔，随即对林北赔起笑脸：嘿嘿，贤侄，南毒体我不要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保证不再找你的麻烦。林北看着卑微如狗的靖南王，十分诧异。他记忆里的靖南王虽然不如自己父亲，却也是个硬汉，一人一枪，面对敌国数万大军都面不改色。他是个真男人，也是林北曾经除了自己父亲最为敬佩的人。现在怎么变得如此贪生怕死了？林北眉头微皱，随即冷笑道：王叔，才短短5年不见，如今的你竟让我感到如此陌生，莫非你已经不是你？靖南王神色一慌，陪笑道：贤侄，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不是我，还能是谁啊？林北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起来，好半晌都并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便懒得多想，脸色一沉道：王叔，你应该知道，我此次来不是为了恶南毒体，那是为了什么？靖南王装傻充愣，茫然道：我还有其他地方得罪贤侄了吗？林北不耐烦道：王叔，咱们之间就别卖关子了，你都派人来杀我了，难道不是因为逍遥侯自杀，害怕当年的真相败露，所以准备斩草除根？况且郑少龙斗已经招了，继续隐瞒还有意义？靖南王脸色一变，大呼冤枉，哭喊道：贤侄，冤枉啊！我承认当年谋害你父亲，我和逍遥侯都有参与，所以我才暗中购买了碧茶之毒，并用他的家人做威胁，如果你出狱归来查到了他头上，那么他就要立刻自杀。但我们俩也是迫不得已啊，你应该能想到我是个什么东西啊？光凭我和逍遥侯能是你父亲的对手？在大夏除了那个人，谁还敢动你父亲啊？那个人，林北内心一震，瞬间想到了一个名字，但很快他就摇起了头。不可能，如果真是那个人要杀我父亲，他为什么又要放了我？没错，此人正是国主。虽然在大夏4方境内，4王割据一方，可与国主分庭抗礼，但国主来自一个古武家族，如果想杀镇北王，唯有古武家族出手才能做到。这个问题
林北早就想过。可是在100年前，那一任的国主就曾与古武家族达成过约定，古武不得插手世俗事务，若违背，当遭天谴。并且在林家所有男丁都被杀的时候，国主还放了他。又因为自己父亲和国主是结拜兄弟，林北便将国主排除在外。我的傻侄儿啊，国主之所以放了你，无非是想借你之手除掉我们罢了。你也知道，大夏境内4王专权，能威胁到国主地位的不仅仅是你父亲，同时还有我们啊。只不过你父亲的威胁最大，所以才第一个除掉了你父亲。因此他暗中戳窜我们，诬告你父亲谋反，然后派人杀了你全家，最后再假惺惺的留你一命，这样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他排除在外，从而认定我们3个是你的杀父仇人。况且你不觉得自己能学到这一身本事太巧了吗？靖南王话刚说完，林北便眯起了眼睛，闪过一抹寒芒。靖南王的话不无道理，国主想要一统，借他之手除掉3王是最好的计策。可是国主又怎么知道自己能学会一身通天本领呢？还是说他早就发现自己是天生五脉了，然后故意把自己安排到女子监狱，拜师落狱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太恐怖了。因为国主也把自己师父给算计进了棋局里。可师父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真的能有人算计他吗？林北不信，神色突然一凛，沉声道：王叔，都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不老实，当真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靖南王无辜大喊：贤侄，我可是个老实人啊，老实人的话难道你也不信吗？林北忽地笑了：你只是长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罢了，可你当真老实吗？贤侄，我敢对天发誓，我绝对老实，如果有一句假话，就让我被天打5雷轰。靖南王举起3根手指，无比郑重地说道：我信你个鬼！林北勃然大怒，一掌按在了靖南王头顶，寒声道：靖南王，本世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说出实话，不然死！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寒意笼罩下来，靖南王瞬间遍体生寒，亡魂皆冒。林北的手掌就好比一只拘魂巨手，让他生不出丝毫的反抗念头。贤侄，我说的可真的都是实话啊，从小到大，王叔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靖南王委屈至极地说道。呵，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林北冷然一笑，随即猛地抬起手掌就要拍下去。贤侄，你要杀就杀吧，王叔绝对没有怨言。靖南王突然闭上眼睛，视死如归地喊道：你当真不怕死？林北愣了一下，手掌停在半空。当然怕死，但为了贤侄，死又何妨？靖南王睁开眼直视林北，神色无比真诚。看他不像演戏的样子，林北有些犹豫了。他从不会心慈手软，但也绝对不会错杀一个好人。如果靖南王真是被国主逼迫的，他确实罪不至死。不管怎么说，他当年也是自己父亲在战场上可以将后背交给彼此的兄弟，话倒是说得挺漂亮。可惜假的永远都是假的。也就在这时，一道冷笑声传了进来。林北循声望去，瞬间愣住。只见沈南威带着红豆走了进来。沈南威，怎么又是你？别紧张，我这次不是来跟你作对的，而是来帮你的。沈南威笑容玩味道。林北一脸不屑：我会紧张？该紧张的应该是你才对吧？沈南威，你也是来看本王笑话的吗？这时靖南王发出一声冷笑：一个假货还不配让本战神看笑话。沈南威轻蔑一笑，随后突然出手，在靖南王脸庞处用力一扯，撕了。只听一声脆响，一张人皮面具被扯了下来，一副全新的面孔也露了出来。你果然不是真的靖南王。林北面色一沉，杀意凛然地喝道：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假扮靖南王？真的靖南王又在哪儿？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假靖南王欲哭无泪。他本以为自己能够瞒天过海，没想到竟然被沈南威给发现了。该死的臭娘们，怎么不被男人干死啊？但此刻东窗事发，他深知没有继续隐藏的必要了，便恳求道：我可以告诉你全部真相，但你要保证不杀我。好，我答应你。林北立刻答应，神色焦急。假靖南王见状长松口气，随后说道：我叫耿世南，是靖南王的堂兄，也是他安排的傀儡。你猜测的没错，镇北王的死确实跟靖南王有很大关系，但凶手绝对不止他一人。至于真的靖南王，他早在多年前就隐藏到了帝都，在谋划着如何篡权夺位。林北闻言彻底恍然，果然国主是凶手的那套说辞都是他编出来的，而真正的凶手就有靖南王一个。世子，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看是不是能？耿世南可怜巴巴地看着林北，笑容谄媚。滚吧！林北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谢世子，
耿世南神色大喜，起身就跑，扑哧！然而就在这时，一把匕首突然飞射而出，在空中画出一个弧度，割破了耿世南的咽喉，而后安稳地落回了沈南威手里。耿世南瞪大了眼睛，用尽最后力气转过身，不可置信地看着沈南威：“你怎么也可能这么强？”扑通！接着他便是倒了下去，没了气息。沈南威面无表情地收回匕首，眸光冰冷，语气泛寒：“既然是假的，也就没必要活着了。你放心，本战神会替你和真的靖南王接管好南境。”林北看着杀王如土狗的沈南威，感到一丝震惊。在他刚出狱的时候，沈南威的实力是王境，但此刻他竟发现自己看不透对方的真正实力了。这才过去多久，他怎么可能成长得这么快？还是说他从始至终就在隐藏实力？沈南威，你到底要干什么？林北满腹疑惑地问道，忽然觉得沈南威根本没有自己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我还能干什么？当然是一统整个大夏了。现在北境和南境都落在了我的手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东海王和平西王，等解决了他们，大夏四方境就都是我的了。最后再把你杀了，整个大夏便再无人可以挡我。沈南威笑了笑，鄙夷道：“不过现在的你实在是太弱了，也别说本战神欺负你，我给你机会追赶，但你可千万要把握住。”说完，随手一抛，将一枚紫色晶体扔了过去。林北出手接住，彻底呆住，竟然是紫玉，他是怎么得到的？又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林北心中充满了疑惑，迅速抬起头就要问清楚，却发现沈南威已经不见了踪影，甚至就连红豆那个笨蛋也一同消失了。怎么感觉上次干完他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呢？他到底要干什么？林北满头雾水，发现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真正的凶手除了靖南王还有谁？沈南威当初既然斩了自己父亲的头，又为什么要帮自己？他是在一直忍辱负重吗？还有紫玉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林北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想不通。弟弟，你真的能修复好我的丹田吗？这时从震惊中回过神的林妙音小心翼翼地问道。弟弟。林北面色一正。林妙音低下头，不好意思道：“我比你大3岁，叫声弟弟不过分吧？”林北倍感好笑，之前还对他百般嘲讽鄙视，现在就叫上弟弟了，脸变得比川剧演员都快。这就是女人啊！当然可以，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父亲的干女儿，只要你不嫌弃就好。林北点了下头，似笑非笑道：“弟弟，我承认之前是姐姐做的不对，不该嘲讽和不信任你，但姐姐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姐姐好不好？”林妙音泪眼婆娑地发出恳求：“当然，如果你实在不解气的话，就打姐姐一顿，我绝无二话。”林北摇头一笑：“打你就不用了，本世子还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不过，你得把裤子脱了。”脱裤子？哼，这个纨绔果然是风流成性，现在竟然把主意打到他头上来了。林妙音的脸上顿时布满了怒火。世子身份尊贵，出手代价高昂，我可承受不起，这丹田不治也罢。林北见状无语至极，没好气地说道：“你想哪儿去了？我之所以让你脱裤子，是因为想要修复好你的丹田，必须使用府穴疗法，并且期间不能有任何遮挡物，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最亲密的抚摸达到最佳效果。”见林北一本正经，林妙音才发现自己好像是错怪他了，尴尬地笑了笑，歉然道：“不好意思，是我想歪了。可是你说的府穴疗法是抚摸人体上的哪个穴道？我记着人体的下半身并没有多少重要穴道吧？”林北正色道：“男人是没有，但女人有。女人有，是哪个？”林妙音愣了愣，想半天都没有想清楚到底是哪个穴位。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你还不知道吗？林北微微皱眉，无奈解释道：“除了那地方还能是哪儿？”这回林妙音终于是反应过来了，绝美的容颜上瞬间布满了羞涩和怒火。此穴也能算作穴道吗？登徒子想占便宜就直说，有必要搞这些门门道道的？色狼，你休想占我便宜！我不治了。林妙音气鼓鼓地说道：“我占你便宜？”林北一脸好笑：“难道不是吗？”林妙音银牙紧咬，气道：“你都要摸我那里了，还不是占便宜？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听说过治病需要抚摸女人那里的呢。”林北不屑一笑：“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要是没遇到我，你以前听说过哪个武者的丹田被废是能被治好的？”林妙音顿然哑口无言。还有，你虽然长得很漂亮，说是帝都第一美女也不为过，但本世子做事向来光明正大，更何况本世子根本不缺女人，没必要对你使用这种卑鄙龌龊的手段。
一番好心被当作驴肝肺，林北多少都是有些恼火。林妙音面色一正，神色发生了些许变化。确实，以林北现在的实力，根本不会缺女人，所以他真没想占我便宜。算了，治不治是你的事，本世子还有事，没时间跟你废话。见林妙音犹豫，林北有些不耐烦，叫上唐寅几人，转身就走。等等！林妙音急忙拦住林北，用力咬了下牙，鼓足勇气说道：“我治。”好。林北点了下头，这里不方便，跟我去酒店。林妙音琴手微点，俏脸羞红。她活这么大，别说被男人摸那里了，就连男人的手都没拉过。而等一会，她就要接受林北的抚摸了。现在想想，心里就充满了紧张。不过算了，摸就摸吧，只要能修复好丹田，付出也是值得的。况且会不必医。林北用心正大，又是他弟弟，摸摸也没什么的。帝都，幽暗的密室内，戴着骷髅面具的男子在听到手下的禀告后，脸上顿时充满了怒火。砰！一声巨响，恐怖的真气爆发而出，密室剧烈地晃动了起来，他的面具也被真气震成了粉碎，露出一张憨厚老实的面容。只不过此刻因为愤怒变得有些狰狞，给人一种老实人发怒的感觉。耿世南这个废物，亏得本王这些年给他投资了这么多资源，帮助他和赵东城都突破到了王境，可他没伤害得了林北也就罢了，竟然连恶男毒体都没能给本王带回来，他对得起本王吗？怎么不去死啊？男子满腔怒火，歇斯底里地吼道：“王爷，耿世南已经死了。”一旁的手下小心翼翼地说道：“活几把该，他死了都不够，就应该被千刀万剐，丢到深山里去喂狗。”废物！男子气得身躯颤抖，眼中充满戾气，凝声道：“男毒体得不到，便炼制不了封王丹，不能批量生产王境强者，便无法与国主身后的那位大人物抗衡。如此一来，本王还怎么夺天下？林北，都怪林北！要是没有他，本王早就得到了恶男毒体，就算国主身后的大人物也无法与我抗衡。可现在，这一切都被他给破坏了，他罪该万死！”男子怒不可遏，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椅子上，纯金制成的椅子轰然破碎，手下吓得瑟瑟发抖。这么多年，他还是得第一次见到自家王爷如此愤怒的时候，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王爷，事已至此，光发火是没用的，还是想想办法吧。”男子闻言，怒火收敛了一些，但眼中却是闪过一股疯狂之色。哼，本王得不到的东西，林北也别想得到。去，把唐笑笑是恶男毒体的事告诉蜀中唐门，同时传令东海王、平西王，让他们立刻调集全部力量，封锁南境。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哪怕是把东西南三境的军队打没了，也得给我弄死林北。手下见状，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东西南三境可是有100万大军啊，同时也是当今华夏最强大的3支部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之抗衡。王爷这是疯了吗？区区林北，值得他这么做？帝都，南海，一个身穿中山装、国字脸、面容和蔼的老者正在练习书法，笔力遒劲，龙飞凤舞，大批磅礴，煞是好看。但他似乎有些不满意，将刚刚写好的一幅字迹揉成团扔到了纸篓里，眉宇间也是泛起了淡淡的忧愁，自语道：“没想到东海王和平西王竟然当了晋南王的狗腿子，现如今3王联手，100万大军压境，我那侄儿又该如何应对？”老者以手扶额，苦恼不已。但很快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急忙跑到保险柜前，将一封信件拿了出来。幸亏有洛仙子事先留好的锦囊妙计，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者激动地打开信件，然而上面的内容却让他当场愣住：若3王出手，你需全力相助，替本座剪了林北的小鸡鸡，最后再弄死他，弄死他！啊！老者整个人都傻了，什么情况？你不是林北师傅吗？怎么对他恨意这么大？还要剪掉小鸡鸡之后再把他弄死？要不要这么狠啊？老者眉头紧皱，百思不得其解，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听从。侄儿，对不起了，现在是洛仙子要你死，他的话我不能不听。说着，他神色一凛，一改和蔼形象，充满威严的目光看向了门口。来人，传令天龙卫动手。好痒啊，弟弟。酒店的房间中，林妙音发出一声声诱人的呻吟，她一脸享受，娇躯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林北的技术很好，乳白色的真气犹如热流般带来一股燥热感，他那早就已经干涸的丹田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滋润。别乱叫，否则我不治了。林北呵斥一声，强忍着心中的躁动，继续为其输送真气。不得不说，
这娘们确实挺诱人，尤其是这几句叫声，差点让他没忍住。好在林妙音很听话，紧咬嘴唇，眼神幽怨的强行忍了下来。而林北体内的真气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替他修复着丹田，这就是龙皇诀的强悍之处，可攻可守，亦可治疗。轰！终于在5个小时过后，林妙音体内爆发出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她豁然站起身，连裤子都顾不上穿，屈手一招，一条火红色长鞭不知从何处飞来，落在了她的手里。啪！一声脆响，长鞭仿佛抽裂了空气，蕴含无穷的能量。林妙音神色狂喜，娇躯轻轻颤抖起来，说不出的激动。好了，我的丹田竟然真的被治好了！我林妙音又回来了。曾经帝都的第一天骄，巅峰归来，谁敢与我一战？林妙音的气势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犹如女王一般，散发着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严。王境中期，这便是林妙音当年的真正实力。林北微微一愣，也有些没想到林妙音的实力竟然会这么强。虽然跟他相比还相差很远，但在世俗中，以林妙音30岁的年龄就成为王境强者，确实可以称之为天骄。弟弟，姐姐的实力如何？林妙音抑制住脸上的喜色，向林北问道。还不错。林北发自肺腑的点头。哪里不错了？王境强者在你手里都撑不住1个回合，就知道逗姐姐开心。哼，臭弟弟！林妙音轻哼一声，幽怨道，但他的眼中却是充满欣喜和感激。不管怎么说，他都已经恢复了巅峰，这一切自然都要归功于林北。弟弟，感谢你给了我新生，日后姐姐愿为你的马前卒，助你征战四方。林妙音暗中发誓，神色前所未有的坚定。林北的逆天手段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跟着他，日后定能成就一番丰功伟业。谁说女子不能横刀立马？那要看你跟随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世子，黄玄威找你。这时敲门声响起，门外传来唐寅的声音。黄玄威，他来干什么？林北微微皱眉，对于这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感冒。但毕竟是黄忠信的女儿，又找到了这里，想必应该是有事吧。带我去见她。林北说完走了出去。等一下！突然林妙音叫住了他。还有事？林北转过身疑惑道。林妙音欲言又止，难以启齿道，弟弟，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说，你能叫我一声姐姐吗？似乎是觉得不妥，林妙音刚说完就立马改了口，慌乱道，弟弟，你千万别误会，我没有要占你便宜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干爹的女儿，又年长你几岁，不想让咱们的关系变得太生分罢了。生分吗？林北笑呵呵地反问。林妙音心凉半截，果然他还在为之前的事记恨我。之所以帮我修复丹田，也是看在干爹的面子上，但想要让他原谅我是不可能的。姐姐，时候不早了，快点休息吧。忽然门口传来林北的温和声，如春风一般，瞬间点燃了林妙音早就冷寂多年的心。唉，他瞬间神色狂喜，激动不已，一滴泪水更是顺着眼角滴落下来。自从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谋害之后，他便被赶出了林家，妹妹要杀他，父母也不待见他，不得已才来到了中海，苟延残喘，也一度以为这一生都再难体验到亲情的滋味了，却不曾想，好弟弟，你放心，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这条命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林妙音擦干眼泪，露出一抹欣慰笑容，来到酒店大厅，见到黄玄威，他依旧如以往那般，面容清冷，神色倨傲，但当他看到林北过来，还是立刻迎了上去。世子，你找我有事吗？有。何事？通过这几天的苦修，我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宗师，还请世子能够收我为徒。黄玄威真诚恳求道，周身真气爆发出来，确实已经有了大宗师的实力。然林北一如既往，想都没想的就摇起了头。我之前说过不会收你做徒弟，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为什么？黄玄威满脸不解，愤愤不平道，我承认自己之前得罪过你，但你可是北境世子，心胸怎么可以如此狭隘？我心胸狭隘？林北神色一冷，微怒道，你以为自己很厉害是吗？区区大宗师能帮得了我什么？所以我为什么要收下你这个拖油瓶？黄玄威一脸不服，忽然指向一旁的唐寅，以我大宗师的实力，确实帮不了你什么忙，但他又是个什么东西？区区天境，凭什么可以跟随在你身边？唐寅，你俩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看着直到现在仍自以为是的黄玄威，林北有些没了耐心，沉声道，但
从此以后，你不许再来烦我，不然就算有皇叔求情，我也不会轻饶了你。黄玄威视死如归道：可以，但这个答案需要让我心服口服。林北点了下头，放心，你这次一定会服气的。随后转身看向唐寅，得罪了。说完，掌心真气聚集，如风暴一般，恐怖的力量瞬间让唐寅脸色大变，一股不妙的预感浮上心头。什么情况？世子难道要杀我立威？别啊，我虽然菜了点，但胜在忠心啊。世子，不好了，又有人来绑架笑笑了。然就在林北准备动手的时候，海如月急匆匆地从楼上跑了下来。什么？林北脸色一变，顾不得跟黄玄威较劲，身影一闪，暴冲上楼。唐寅松了口气，随后也急忙跟了上去。黄玄威和海如月紧随其后。很快，几人先后来到18楼。唐笑笑房间里，一伙身穿古装长袍，胸口写着一个唐字的人群，像抓猪似的，正在对唐笑笑进行围追堵截。这些人的气质皆是不凡，实力强横，但他们并没有使用真气，似乎害怕伤害到唐笑笑一般，以至于还未成为武者的唐笑笑像个泥鳅似的在房间里灵巧躲避。笑笑，别闹了，七长老是过来帮你的，你可千万别不识抬举。一位长相阴柔、脸色发白的青年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哼，你们别假惺惺了，当年就是你们把我们一家赶出去的，你们就是一群坏蛋，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唐笑笑躲在桌子后面，如临大敌地说道：笑笑，三哥不是在跟你讲条件，可别逼我动手。青年语气一冷，威胁道：别乱认亲，你才不是我哥，我就只有2个哥哥，一个是我亲哥唐寅，还有一个是我最亲爱的大哥哥。至于你们，我早就跟你们没关系了，都给我滚啊！唐笑笑凶巴巴地大喊道：小丫头片子，我看你是敬酒不吃罚酒，给我过来！青年勃然大怒，大手一抓，恐怖的吸力如漩涡一般，唐笑笑立刻不受控制地飞了过去。啊！你这个坏蛋，快放开我！唐笑笑惊慌大叫，对着青年一顿拳打脚踢。青年无动于衷，像是拎小鸡仔似的把唐笑笑拎了起来。哼，小丫头片子，你的恶男毒体还没有完全觉醒呢，现在的你也想跟我斗？青年冷哼一声，拎着唐笑笑就要离开，放开他。突然一道喝声从身后传来：大哥哥！唐笑笑神色一喜，激动喊道：大哥哥！青年面色一正，刚转过身来的他还没等询问，啊！突然唐笑笑趁他愣神之际，一膝盖顶在了他的裤裆上，他当即发出一声痛吼，深弓如虾，面色青紫地捂起了裤裆。哼，让你抓我，顶碎你的蛋蛋！略略略！唐笑笑得意洋洋地扮了个鬼脸，随后朝林北飞奔了过去。三哥，你怎么样？没事吧？这时走在前面的数名唐门子弟听到动静后赶忙折返回来。我没事。唐三腾的面庞扭曲，指着林北道：快去把笑笑带回来，他要赶来就弄死他。是。数名唐门子弟摩拳擦掌地朝林北走了过去。唐笑笑见状一脸惊慌，吓得急忙躲到了林北身后，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角。大哥哥，他们都不是好人，我好怕。笑笑别怕，有大哥哥在呢，他们伤害不了你。林北安慰一声，随后神色一冷，喝道：他不愿意做的事，谁都别想勉强，立刻给我滚！舌战惊雷。那几名唐门子弟皆是身躯一震，眼神纷纷变得凝重了起来。小子，你是谁？竟敢管我们蜀中唐门的事？不等林北说话，唐笑笑突然冒出一个脑袋，狐假虎威道：哼，你们这群笨蛋，连我大哥哥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来抓我，是不是想快点死啊？记住了，他叫林北，未来的镇北王。唐门子弟们立刻恍然，怪不得敢管闲事，原来你就是那个北境世子。听说你最近声名鹊起，灭了不少势力。林北冷声道：既然知道我的事迹，还不快滚！那几人先是一愣，旋即纷纷仰头大笑起来。哈哈，真是笑死我了！一个区区的北境世子，以为在世俗闯出了点名堂，就能跟咱们蜀中唐门作对了。他难道不知道世俗武者在古武中眼中都是垃圾吗？垃圾！林北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真的是吗？难道不是吗？其中一人满脸讥讽：是你奶奶个腿！突然黄玄威厉喝一声，愤怒地冲进了人群。放肆！大胆！那几名唐门子弟纷纷暴怒，在他们看来，古武者就是天皇贵胄，世俗武者则是贱民，见了他们应该立刻跪下磕头，还敢还手？兄弟们，上，给他点厉害瞧瞧！那几人蜂拥而上，与黄玄威激战起来。
林北愣了一下，没想到黄玄威会出手，脾气挺大啊，不过表现的还算不错。前方战斗十分激烈，恐怖的真气纵横激荡，破坏力惊人，将整个18楼的房间都弄碎了一大半然。那几名唐门子弟虽然也都是大宗师境界，但与黄玄威似乎还有不小的差距。只见黄玄威招式频繁变换，战斗经验丰富，仅仅是10多分钟的功夫就将那几人打倒在地。哼，一群废物，真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骄傲资本，殊不知同境界之间亦有差距。黄玄威傲然道，朝林北递去一个得意的眼神，似乎在说，我能帮到你比唐寅可有用多了。林北笑而不语，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果不其然，刚一恢复过来的他就立刻朝黄玄威冲了过去。小小大宗师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给我死！唐三愤然出手，一拳凶狠地轰向黄玄威，空间为之一震，王静修为尽显无疑，声势惊人。他是蜀中唐门年轻一辈的佼佼者，以20岁的年纪突破到王境，未来可期。砰！自然也只是一拳就将黄玄威击退了回去。噗！黄玄威喷出一大口鲜血，踉跄后退，眼中充满了惊骇。他自认为自己是大夏年轻一辈中天赋最高的人，没想到比他还要小上几岁的唐三竟然已经突破到了王境。难道这就是世子不收我为徒的原因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我的天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一瞬间，黄玄威的内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接受不了失败，疯狂喊道，我跟你拼了！行了，别丢人现眼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林北开口阻拦道，世子，我……黄玄威一脸不甘，气愤地握紧了拳头，我什么我？不行就是不行，滚一边去！林北没好气道，随后看向唐三，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蜀中唐门是吧？你们今天确定要带笑笑走？唐三怒哼一声，理直气壮地说道，唐笑笑本就是我唐门的人，我带他回家，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阻拦？大哥哥才不是外人呢，反倒是你们当初把我们一家都赶了出去，现在得知我是恶男毒体，就又想带我回去，你们才是真正的外人，不仅是外人，还是坏人。哼！唐笑笑气鼓鼓地说道，乌黑雪亮的大眼睛瞪得溜圆，连生气都是那么的可爱。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一天是唐门人，一辈子都是。今日我要带你走，没有人能阻拦。唐三大手一挥，霸气彻落地说道，是吗？林北脸色一沉，那如果我今天非要阻拦呢？就凭你！唐三一脸不屑，嗤笑道，北京世子是吧？你虽然是世俗威名远扬，可在我们古武家族眼里屁都不是。古武者的强大不是你能想象的，我们从一出生就享受最好的修炼资源，像我这个年龄达到王境的比比皆是，可在你们世俗之中，王境强者就可只长一境。试问这种差距你拿什么抗衡？唐三高高扬起头颅，满脸傲然。而我们蜀中唐门在古武中都算得上是一方豪强，其力量之强是你这辈子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我奉劝你还是乖乖识趣些。虽然我们不可以杀害世俗武者，但废了你的丹田还是轻而易举的。瞧着差点把鼻孔扬起天的唐三，林北脸色一沉，你们古武者不过是修炼资源比我们富有罢了，但我们虽然贫穷，却有不屈之心，乾坤未定，我等皆是黑马，你又怎知我们世俗武者不是你们古武者的对手？唐三不屑冷笑，我不敢说你们一定不是我们古武者的对手，但同龄人之间，我们古武者足可以秒杀你们。我们出生的起点是你们要努力一生都未必能达到的终点，好一个同龄人之间可以秒杀我们！林北微怒，忽然指向唐寅，看在我师父跟你们唐门门主相识一场的份上，本世子不欺负你。唐寅跟你年纪相仿，你看他如何？唐三瞥了唐寅一眼，撇嘴道，就他一个废物罢了，当年就因为他们一家天赋太差才被逐出了唐门，要不是因为唐笑笑是恶男毒体，他这辈子连见我面的资格都没有。唐三，你……唐寅顿时气愤不已，却无法反驳。这个唐三从小时候就欺负他，就连他们一家被赶出蜀中唐门的时候，都被唐三吐了一身口水。这个仇他整整记了15年，但他自知与唐三的差距确实很大。你说他连见你的资格都没有，那你可否敢跟本世子打个赌？林北沉声问道。赌什么？唐三感到一丝好奇。林北道，就赌他唐寅能不能打败你。如果能，你们蜀中唐门从此不许再打笑笑的主意，如果不能，本世子绝不再插手此事，如何？唐三闻言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不是，你脑子没坏吧？就他一个只有天境的垃圾
也想打败王静的我。唐寅倍感屈辱，暗暗握紧了拳头，但他还是说道：世子，他说的对，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哼，还算你有一些自知之明。唐三傲然冷哼。林北微微一笑，别气馁，你既然选择了跟随我，本世子自然不能让你太弱小。区区王静，你又不是达不到。唐寅精神一振，激动道：世子，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助我突破到王境？林北郑重点头。然唐三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捧腹大笑起来。你说什么？他一个天境垃圾，你能帮他突破到王境？不是，你把王境武者当成什么了？真是逗死我了！哈！林北不耐烦道：少废话，你就说你敢不敢赌吧。赌，必须赌。唐三立马答应下来，差点没笑死。天境与王境的差距有如天地之别，就算他们古武者中的大能，都没有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一位天境武者突破到王境。至于林北，就更不可能了，吹牛逼都没这么吹的，真是找死。敢赌就行。林北玩味一笑，随后猛地一掌拍向了唐寅。看好了，这就是我不收你的原因。这句话是对黄玄威说的，后者也立刻会意，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北。只见林北掌心忽然涌出一道真气光柱，雄浑的真气源源不断地涌向唐寅，有如鲸吞牛饮一般被唐寅疯狂吸收。轰轰轰！顷刻间，唐寅的境界就有如座火箭一般疯狂暴涨，恐怖的王境威压释放出来，唐寅不出意外地成为了王境高手。瞧得此幕，在场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黄玄威也是惊呆得说不出话来，只感觉自己看到了天方夜谭一般。唐三更是失声惊呼：这怎么可能？就连站在人群中一直闭着眼睛昏昏欲睡的白发老者，此刻也猛地睁开了眼睛。这是龙皇诀。林北笑了笑，朗声道：不愧是古武者，确实有点见识。但本世子的龙皇诀早已大成，翻手可造王，覆手可灭皇。你们除了出生就能享受较多的修炼资源，剩下还有什么可自豪的？啊！回答我！一声暴喝，舌战惊雷，唐门所有人皆是身躯狂震，气血翻涌，只感觉林北才是那个天皇贵胄，高高在上的存在。是啊，他们除了天生拥有世俗武者所没有的丰富资源外，还有什么可自豪的呢？在20岁就成为王境武者的唐三，是靠自己的努力吗？林北这句话无疑说到了所有人的心坎里，让唐门众人全都既震惊又羞愧。只要资源足够，猪都能飞，他们只不过投胎到好人家罢了。世子说的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唐寅如今也是王，唐三可敢与我一战？唐寅大喝一声，信心倍增，不等对方回复便冲了过去。他做梦也没想到林北竟然真的能在顷刻间帮他突破到王境。这说明了什么？跟对人很重要，哪怕是傻子也能成才。就算你突破到了王境，也是被唐门赶出去的废物，天生贱重，有什么资格跟我斗？给我死！唐三暴怒，与唐寅激战在一起，心里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一个王境高手，就算他敌不过，可对蜀中唐门来说也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可是能够在顷刻间就帮助唐寅从天境突破到王境的林北，无疑是极其恐怖的。这种手段堪称逆天，就连他们蜀中唐门都无人能做到。这小子到底是从哪儿学的本事？这么变态的吗？而黄玄威看着几分钟前还能被自己一巴掌就拍死的唐寅，如今却能与唐三激战而不落下风，眼中充满了强烈的不甘。自己辛辛苦苦努力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成为了大宗师，却不曾想以前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的唐寅，瞬间就超过自己了。这就是世子不收我为徒的原因吗？他挥手就可造王，是自己努力数十年都未必能达到的境界。所谓的大宗师，真就只是个笑话吗？努力真的没用吗？历尽磨难20年，从不曾懈怠，难道真的不如贵人的一次相助？黄玄威紧咬银牙，暗暗握紧了拳头。不，我不服，努力是有用的，即便没有贵人相助，我也能登顶，我才是最优秀的。林北看了黄玄威一眼，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复杂心情，不由摇了摇头。努力并非没用，而是你想要登顶，却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是山脚。与那些从一出生就站在山顶的人相比，你或许努力一生都未必能登上顶峰。还有一种就是同样出生在山脚的人，但在中途却遇到了好心人的直升机，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从自己眼前飞上山顶，而自己却只能继续努力攀爬。但若是你能正视自己的起点，把半山腰当作人生顶峰，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人生贵在知足，难在选择。噗嗤！也就在这时，战斗结束了。
唐英的圆月弯刀在空中划过一个优美的弧度，突然间划开了唐三胸膛。随着一条深可见骨的伤口出现，唐三喷出一大口鲜血，满眼呆滞地愣在原地。我竟然输给了你这个贱种！唐英收回弯刀，怒哼道：“你一口一个贱种，但却连我这个贱种都打不过，岂不是连贱种都不如？收起你那可笑的高傲吧！人向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所谓的尊贵，在我们世子眼中不过是笑话罢了。你这小子！”林北无奈一笑，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嘿嘿，世子，拿下！唐英兴奋得意地说道，周身气血也因为激动剧烈地沸腾了起来。那可是王静啊，以前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存在，没想到突然间就达到了，就跟坐火箭似的。世子牛逼，以后就算死也要跟世子混到底。做得不错。林北赞赏点头，随后道：闹剧结束了，愿赌服输，从此以后你们不许再打笑笑的主意。不，我还没说。唐三突然怒吼一声，面露疯狂，就要朝唐英冲过去。他可以输，但绝不能输在唐英手里，哪怕是同归于尽都可以。够了，回来！这时，一直保持观望态度的白发老者终于开口了，发出一道低沉且充满威严的喝声：七长老，我还没。唐三张口欲言，却看到了七长老那冰冷至极的眼神，当即老老实实的闭上了嘴，满眼怨毒的退了回去。七长老走上前，弯腰驼背的他有如一个行将朽木的废人，但那双眼却是炯炯有神，威严毕露。呵呵，世子手段通神，不愧是镇北王的儿子。但笑笑是我们唐门人，所以老夫今日是一定要把他带回去的，还希望世子给个薄面，予以成全。七长老笑容和善，语气恭敬。不好意思，你在本世子这里没有面子。林北冷笑，毫不客气的回怼，之前明明已经说好愿赌服输，你身为唐门长老，难道还想出尔反尔吗？面对林北的不敬，七长老并未动怒，依旧保持着和善笑容说道：世子别误会，老夫只是带笑笑回家罢了，至于之前的赌约，全当小孩子玩闹，不能作数的。林北一脸好笑，哦，你们输了就不作数，那要是你们赢了呢？是不是就作数了？七长老笑而不语，意思尤为明显。林北笑骂一声，老东西，你可真不要脸。但本世子之前说了，笑笑不想做的事，你们谁都强迫不了。如果你执意如此，尽管放马过来。七长老双眼微眯，笑呵呵地说道：世子，老夫现在是在跟你讲道理，如果道理讲不通，老夫也是会些拳脚的。那就打。林北怡然不惧。七长老闻言，终于是变了脸色，眯起眼睛道：世子当真以为自己修习了龙皇诀就已经举世无敌了吗？龙皇诀是武道界第一神功不假，但在你手里又能发挥出几分威力？我们蜀中唐门发展千年，身为古武宗门世家，底蕴之深厚，你当真不清楚？如此，世子当真还要一意孤行吗？林北怒哼一声，傲然道：什么狗屁的古武宗门世家，本世子要做的事无人可拦，凡是阻拦者统统灭杀。数字狂妄！七长老勃然大怒，既然你找死，老夫今天就成全你。轰！话音落下，七长老掌心顿时绽放出一抹刺眼紫光，一枚紫色玉块悄然出现在他掌心，散发着恐怖的能量。紫玉！林北神色一变，震惊不已，他怎么会有这东西？哼！也别说老夫以大欺小，老夫今日不动用自身实力，只要你能打败我手中的紫玉，就算你赢。七长老傲然冷哼，随即大手一挥，紫玉飞入半空，恐怖的能量倾泻开来，在场众人瞬间感受到了一股窒息般的压力。那小小的一块紫玉仿佛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林北的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老杂毛，拿个破玉吓唬谁呢？突然一道鄙夷声传来，林妙音闪身而至，一鞭子抽向了紫玉。我们林家世代猎宝人，就你也配在本小姐面前献宝？拿来吧你！啪！火红色的长鞭在空气中发出一道清脆声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悬在半空的紫玉给卷了回来。这一切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以至于就连七长老都是没有反应过来，紫玉就落到了林妙音的手里。身为猎宝世家的传人，从18代祖宗开始就靠搜刮宝物起家，因此对于抢占他人宝物有着属于自己的独门绝技。而且林妙音手中的长鞭上面还覆盖满了小铁刺，一鞭子下去不仅能把人抽得皮开肉绽，更适用于争夺宝物。因此即便七长老身为唐门长老，在抢夺宝物这一块也要甘拜下风。弟弟，这东西不错，就当做姐姐送给你的礼物。林妙音随手把紫玉扔给林北，挑了挑眉毛道。林北接过紫玉，快速收好。听沈南威说，紫玉一共有5块，虽然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
但只要集齐，想必一定能大用。只是七长老手中的紫玉是从哪儿得来的？而七长老看着已经落入林北兜里的紫玉，差点没气死过去。紫玉和恶男毒体都是至宝，恶男毒体的鲜血可以炼制蜂王丹，批量生产王者。至于紫玉，他虽然也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可里面蕴含惊人的能量，却不曾想还没等到抢回恶男毒体，紫玉先丢了，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该死的女娃娃，快把紫玉还我，不然老夫定叫你的猎宝世家灰飞烟灭。七长老气得七窍生烟，怒声嘶吼道：我就不还，你能奈我何？林妙音把玩长鞭，怡然不惧道：你找日。七长老气得直接暴露了本性，手掌一翻，万千根银针瞬间如密集的雨点般朝林妙音击射过去。贱人，等一会老夫定要让你在胯下求饶。老不死的，要求饶也是在我弟弟的胯下求饶。你又是个什么东西？看姑奶奶今天抽不死你！林妙音怒喝一声，挥舞长鞭迎了上去。林北嘴角一抽，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本世子就这么好色变态？啪啪啪！林妙音战意盎然，火红色的长鞭被他舞得瑟瑟生风，周身实力也发挥到了极致，将万千根银针全都抵挡了下来。老不死的，你就这点本事？林妙音不屑一笑，什么狗屁的古武宗门，在恢复实力的本小姐面前与垃圾没什么区别。呵呵。然七长老却是发出一道阴冷的笑声，嗖！紧接着一枚被林妙音遗漏的银针突然爆射向了他的胸口。天女散花乃是我唐门的顶级暗器手法，关键点在于隐藏的暗针，而非明面上的那万千银针。区区王静蝼蚁也想在老夫面前卖弄，找干！林妙音面色一变，想要躲闪，却已经来不及。他根本就没发现那枚暗针，还以为天女散花也不过如此。原来这才是唐门真正的名震古武的暗器绝学，果然名不虚传。嗡！然而就在林妙音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林北突然出手了，屈指一弹，一道气劲瞬间将那枚暗针给击飞了出去。林妙音劫后余生，长松口气：弟弟，幸好有你。林北笑了笑道：他的境界比你高很多，你不是他的对手很正常。不愧是修炼了龙皇诀的北境世子，确实有些眼力。对于林北轻而易举挡掉自己的暗针，七长老没有感到丝毫意外，毕竟他也没有使出全力。老东西，我看在师父跟你们门主相识一场的份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出尔反尔也就算了，竟然还想伤我姐，本世子是不是有点给你脸了？林北声音冰寒地说道：世子，莫要说笑了，你一个世俗武者，师父又能是什么厉害人物，也配认识我们门主？乖乖把紫玉和恶男毒体交出来，不然老夫可就真要不客气了。七长老讥笑一声，阴恻恻地说道：很好，既然给脸不要，那就去死吧。林北脸色一沉，随即便暴冲了过去。哼，不知死活的东西，今天老夫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世俗武者与古武者的差距。七长老冷哼一声，大手一挥，啪！然而还不等他把隐藏在衣袖里的暗器击射出去，林北就已经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惊人般的速度，仿佛是一道光，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感受到了一股火辣辣的疼痛。这怎么可能？七长老直接被打懵了，想反抗却发现根本动不了，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般。他的眼中瞬间浮起一丝惊恐，脊背发凉。不好，这小子不对劲！世子，饶！啪啪啪！然林北根本不给他求饶的机会，巴掌疯狂落下，如雨点一般，走廊里响起一片密集的清脆声响。古武世家，蜀中唐门，就这儿也敢在本世子叫嚣？老东西，你记着，本世子给你脸，你得要，因为这是你8辈子都修不来的荣幸。啪啪啪，又是几巴掌扇过去，七长老的脸竟是肿成了猪头，眼中更是充满了惊恐。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妖魔鬼怪啊？老夫堂堂超越王境的存在，竟然连手都还不了，他还是人吗？七长老，你怎么不还手？别忘了，你可是超越王境的存在，赶紧干他啊！唐三等人皆是一脸焦急地说道。七长老欲哭无泪，我干你们马勒戈壁啊！要是能干，我不早就干了，还用你们这群废物说？而这时林北似乎还没打够，再次扬起了巴掌。七长老脸色巨变，急忙求饶道：世子，别打了，我错了，男毒体我不要了，紫玉也送给你了，求求你高抬贵手，我一把年纪了，就给我留条命吧，好吗？看着瞬间认怂的七长老，唐三等人全都傻眼了。什么情况？七长老怎么认输了？难道这个林北比七长老还要厉害？一念至此，
唐三等人的后背皆是冒出一股寒气。麻蛋，他才多大啊，就比七长老还要厉害了，这也太恐怖了吧！而林北见他如此懂事，也懒得再为难，冷声道：“你记住，古武之所以牛逼，是因为没有遇到本世子。有朝一日，本世子定灭了你们古武者的傲气，大夏境内人人平等。若再敢有自视高人一等，妄言身份贵贱者，死！”世子说的对，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七长老一改之前高高在上的形象，满脸陪笑道：“知道就好，看在我师父的面子上，今日饶你们不死。”滚！林北冷喝一声：“是，滚！我们这就滚！”七长老如蒙大赦，大手一挥，便准备带着唐三等人离开。等一下！突然，林北想起了什么，叫住了他。七长老身躯一颤，小心翼翼地转过身：“世子，还有事？”林北拿出紫玉，问道：“你手中的这块紫玉是从哪儿得来的？”七长老松了口气，微笑道：“这是你林家的东西，当然是从你林家得来的。现在重新落回世子手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林北当场愣住，震撼道：“你说什么？紫玉是我家的东西？”七长老微微皱眉，诧异道：“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当年你们林家遭遇灭门之祸，就是因为你父亲集齐了5块紫玉，而世人传言，谁能得到这5块紫玉，便可以统一整个世俗和古武。我们唐家是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的，本来是想着把这5块紫玉带回来，没想到却晚了一步，你们林家已经被灭了。但覆灭你们林家的凶手，好像在途中出了变故，以至于紫玉流失。我们唐家正好侥幸得到了1块。”林北闻言，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真是按照七长老所说，那么林家的覆灭原因乃是紫玉，而不是所谓的权势之争。那么靖南王会是真凶吗？或者说他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强大的幕后黑手？林北眼中闪过一抹寒芒，问道：“那你知道是何人要灭我林家吗？”“不知。”七长老摇头，但动手的人只能是世俗人，因为古武者不可以对世俗人动手。至于幕后真凶，有可能是古武者，因为他们可以对世俗之人提供力量上的支持，例如一些修炼丹药、各种法器、符篆之类的战斗武器。林北微微颔首，神色凛然。看来幕后真凶很有可能是古武者了。至于靖南王，很有可能是一枚棋子。但不论如何，眼下都要先前往帝都找到靖南王。即便是棋子，他也是线索中的关键。剩下的几块紫玉，你知道都被谁夺走了吗？林北又问。不知道。七长老如实道。好，你可以滚了。林北冷漠摆手，心中充满了疑惑。蜀中唐门得到1块紫玉，东瀛人也得到1块，沈南威手里还有1块。沈南威能抢到紫玉，他可以理解，毕竟那时还是他的妻子，林家被灭，他就在现场。蜀中唐门亲自出手，只能是想要拿到紫玉，没有要覆灭林家的心思。因为古武者不能对世俗武者出手，他们若是真想覆灭林家，只能隐藏暗中，不然堂而皇之的抢走世俗林家的宝物，其他古武者也不会放过他。蜀中唐门不会这么蠢，七长老也不会这么蠢，以凶手的身份对他道出实情。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东瀛人了，他们又是怎么得到紫玉的？是偶然所得，还是真的想要覆灭林家？林北不好妄断，但千叶美子之前给他的回答与七长老不符，他们2人之中一定是有人说了谎，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千叶美子。东瀛人向来狡猾奸诈，不可全信，看来回去之后也得看看审问一下千叶美子了。林北心中有了计较，对于林家覆灭事件也有了全新的认知。这件事自己之前还是想的简单了。啊，我的胸口好疼，大哥哥救我！然而就在这时，唐笑笑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脸色发白，浑身冒满了虚汗。不好，是男毒体要觉醒了。七长老神色一惊，赶忙道：“世子，现在必须传授给笑笑一部能够压制毒素的功法，不然他就会全身溃烂而死。”我知道。林北脸色平静，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七长老感到一丝尴尬，那功法呢？世子可有？如果没有，我们蜀中唐门正好有几本，可以帮助笑笑。林北笑了笑，功法也有，就不劳七长老操心了。七长老顿时语塞，有种浑身力气打在棉花上的感觉。那斗胆问一句，世子想要让笑笑修炼什么功法？七长老有些不放心道：“不管怎么说，唐笑笑都是唐门人，即便不属于自己，他也不希望对方出事。玉女心经。”林北说完，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啥？玉女心经？那玩意确定能压制毒素？七长老神色古怪：“世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众所周知，玉女心经可视。是什么？林北板起脸，训斥道：“七长老，不是我说，你的思想觉悟是真的有待提高。这个世界上没有污秽的功法，只有污秽的思想。你好歹也是唐门长老，思想就这么龌龊。”我七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那是我龌龊吗？玉女心经，谁听到了不往那方面想？你确定自己脑袋里想的就是清纯的？世子，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逗我们了。”看着一脸痛苦的妹妹，唐寅急道：“本世子说的是事实。”林北一本正经地说道：“所谓玉女者，世间最清纯也，而毒素乃世间最污秽也。清纯和污秽，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好的克制之道？”话落，在场所有人皆是一脸茫然，他们只听说过五行相克，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克制方法。当真能行？你们这都是什么眼神？难道在质疑我弟弟？以我弟弟如今的实力，想要女人，还需要使用这种卑劣手段吗？看着抱着怀疑态度的众人，林妙音一脸不满地说道。众人闻言，觉得有些道理，这才放下心来。毕竟是恶男毒体，就算不属于他们，也不能白白糟蹋了。世子，既然如此，还请尽快给我妹妹传功吧。唐寅也不再怀疑，满脸焦急地说道。好。林北点了下头，看向唐笑笑问道：“笑笑，你相信大哥哥吗？大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不管做什么，笑笑都相信你。”唐笑笑捂着胸口，强颜欢笑道：“真乖。”林北欣慰地笑了，抱起他说道：“在我为笑笑传功期间，最忌讳打扰，所以不管发生事，你们都不可以进来，知道吗？”林妙音等人齐声保证道：“是。”林北再次点了下头，随后便带着唐笑笑走回了房间。只要唐笑笑修炼了玉女心经，就能压制住体内的海量毒素，之后再通过功法的精进，缓慢吸收，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成为绝世高手。到时，他的鲜血也将成为炼制丹药的最好材料。没错，林北也想用唐笑笑的血炼丹，只不过他炼制的不是蜂王丹那种低级丹药，而是比蜂王丹强上百倍的神丹，并且他每次只需要唐笑笑的一滴鲜血，对他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损伤。世子，不好了，出大事了！然而就在这时，刚刚挂断电话的海如月突然慌乱地喊了一声：“怎么了？”林北回过身问道：“回世子，据我们海家情报人员刚刚得到的消息，东海王和平西王已经来到南境，并接管了晋南王的50万大军。此刻，他们已经在南境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全力缉拿你，并且他们还封闭了海陆空各路交通，放言要让你插翅难逃。”海如月满脸担忧，语气急促地说道：“什么？50万大军？”黄玄威脸色瞬变，南境军队的战斗力仅弱于当年的镇北军。虽然这50万人有15万的镇北军，可这些镇北军能不能回归北境，还是个问题。就算回归了，那还有35万人呢，绝非一人之力，谁能敌？弟弟，你尽管做你想做的事，今日有我在，不管来多少人，都休想伤你一分一毫。林妙音视死如归道：“50万人吗？”林北没理会两女，皱起眉头，低声自语。他倒是不怕东海王和平西王围捕他，主要是唐笑笑的恶难毒体已经觉醒，必须要在3个小时之内为其传授功法，这期间是不能被人打扰的，不然唐笑笑很容易走火入魔。而现在东海王和平西王已经派人全城搜捕，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这里。他自信凭借自身实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但他没有把握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所有人都杀光，所以现在必须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世子，以你的实力，自然是不怕这区区几十万大军的，但笑笑的事却是耽搁不了一点。要不，你先把笑笑交给我，我们蜀中唐门身为鼓舞者，就算给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对我们动手。不然就是世俗武者毁约，届时他们可就要做好承受鼓舞者怒火的准备了。七长老看出了林北的难处，忽然灵机一动，笑呵呵地说道：“东海王和平西王找的是林北，在重兵压境之下，为了能让唐笑笑平安无事，只能把他交给自己。不然，唐笑笑但凡出了一丁点事，大家都白玩。”一念至此，七长老得意地笑了。只要林北把唐笑笑交出来，他就立刻带着唐笑笑回唐门。到时候，就算林北再强，也不可能跟整个蜀中唐门抗衡。啧，我真是太聪明了，为什么要交给你？东海王和平西王只是封锁了南境，北境不仅是我的地盘，如今又安全得很，我带笑笑回北境不行吗？突然，林北看着已经激动起来的七长老，笑盈盈地反问道。七长老面色一正，嗤笑道：“世子，都这个时候了，你要再开玩笑，可就没意思了。现在整个南境的各路交通都被封锁了，
试问你怎么回去？飞回去？啥？飞回去？七长老嘴角一抽，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世子，你要是再戏耍老夫，到时恶男毒体真要出了事，可没后悔药吃。林北不解道：本世子什么时候戏耍你了？七长老冷笑道：世子，现在是整个南境的所有交通都被封锁了，也就是说连飞机都停了，你还怎么飞回去？林北笑了笑：谁说我要坐飞机了？直接飞不可以吗？直接飞？七长老面色一正：对，就是像老鹰那样遨游天空。虽然南境距离北境有千里之遥，但以本世子如今的速度，2个小时也能到了，世间足够用。林北说完，七长老的脸上布满了讥笑：你还想像老鹰那样在天上飞？以为自己是谁啊？神仙吗？我看你是母牛屁股里塞鞭炮，牛逼上天了。世子，你可以不信我，但不能拿恶男毒体开玩笑。七长老沉声提醒道，打心底里不相信林北会飞。林北懒得搭理他，突然大喊一声：黄玄威！世子有何吩咐？黄玄威立刻上前，神色前所未有的恭敬。虽然他还是嫉妒唐英运气好，但对林北却是彻底服气了。林北道：你不是要做我徒弟吗？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完成，我就收你做关门弟子。黄玄威顿时大喜，激动道：世子，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林北郑重点头，眼下我要带笑笑回北境，助他掌控恶男毒体。但如今假的靖南王已死，真的靖南王又不知具体在何方，南境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此刻正是本世子掌控南境的绝佳时机。黄玄威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世子，你是要我一统南境？怎么，你做不到吗？黄玄威嘴角布满苦笑，摇头道：这个恐怕是真不行。林北笑了笑：放心，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作战。黄玄威眼睛一亮：若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可以试试。好。林北点了下头：那你记一下，我现在做如下部署。是。黄玄威迅速掏出手机，打开记事本。林北沉思片刻，说道：命萧天策率领龙王殿万名武者，于正面牵制南境主力，命唐英策返花仙门，让花想容出手相助。海如月则是负责收集提供情报。至于你，东海王和平西王虽然掌控了南境的50万大军，但其中有15万的镇北军，你去做这些士兵的策反工作，用本世子的名义带他们回家。顷刻之间，林北就做好了部署，而且听起来还都十分周密，没有丝毫不妥。似乎东海王和平西王已经被他玩弄在股掌之间。黄玄威眼中浮起一丝钦佩，躬身道：遵命。林北点头道：给你半个月的时间，若做不到，你就从哪来滚回哪去。世子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黄玄威郑重保证，激动不已。以龙王殿和花仙门，再加上自己望北阁9大圣机的身份，足可以跟东海王和平西王一战。而且镇北军对林家父子一向忠心耿耿，现在打着林北的名义，一定能把那15万镇北军轻而易举地收回来，届时消灭双王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而这期间唯一的变数就是沈南威，但林北早就把他算计在内，认为他不会出来搅局，毕竟他已经把紫玉送给了他。虽然现在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但应该不会再怀有恶意。世子，你确定花想容能帮咱们？这时唐英有些担忧地问道：他敢不帮吗？林北冷然一笑：你现在的境界都已经比他高了，如果他不从，直接一巴掌拍死他。当然如果你杀不了他，就告诉他前几日本世子饶了他一命，他应该心怀感恩。不然待本世子重回南境之日，就是花仙门灭门之时。霸气侧漏，威势凌人。唐英神色一喜，奉承道：世子高明。林北没好气地说道：少拍马屁，赶紧做事去。至于你妹妹，我就先帮你照顾几天。唐英嘿嘿一笑，不再多言。弟弟，那我干什么？一直未得到命令的林妙音突然满脸幽怨地问道：谁都安排活了，却唯独没安排自己，这时还在拿我当外人吗？你……林北愣了一下，还真是把他给忘了。但活都安排完了，这几个人就已经够了啊。要不你从哪来，回哪去呢？你……林妙音没想到林北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顿时气恼不已。这是在嫌弃我吗？该死的臭弟弟！好了，我刚才是在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你的丹田不会无缘被废，现如今恢复了实力，还是抓紧回帝都报仇吧。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力不够，就回去等我，待我君临帝都之日，必为你报仇雪恨。本世子绝不许林家人受到任何欺辱。林北神色郑重，声音低沉地说道。林妙音的眼中
瞬间布满了感动。他竟然把我当成了林家人，真好！这样的弟弟，就算为他付出所有，也是值得的吧？呵呵，世子你说了这么多，倒也确实给人一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可是现在恶男毒体才是最重要的，若不能给笑笑一个安静的修炼环境，你就算占据了整个大夏，又能如何？这时，七长老忍不住发出一声讥笑，语气充满了嘲弄。听七长老的意思，还是不相信本世子能飞回北境。林北笑意盈盈地问道。七长老一脸不屑，吹牛皮谁不会？有本事你飞给我看看。嗖！下一秒，林北抱着唐啸笑破窗而出，化作一个黑点，消失在天际。七长老瞬间瞠目结舌，尼玛，他竟然真的会飞？难道他已经成仙了？南境军营临时指挥中心，东海王和平西王看着屏幕上对全城的监控录像，脸上皆是露出了春风得意的笑容。老西，眼下咱们的兵力已经分布全城，各路交通要道都派了重兵把守，哪怕是一只蚊子也飞不出去。这回就算林北的武道修为逆天，也插翅难逃了。东海王轻捋胡须，信心满满的说道：没错，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无法与这么多的军队抗衡。想当初镇北王也不过一人独占10万军而已，今天就算林北比当年的镇北王厉害1倍，那才是能对付20万人而已。但咱们可是有50万大军，除非他会飞，不然就得乖乖的被咱们围困致死。平西王赞同道，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如此看来，咱们很快就能完成晋南王的嘱托了。届时由晋南王掌控帝都，我执东北2境，你掌西南2境，这个大夏就是咱们兄弟3人的了。东海王神色得意，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风光。平西王微微颔首，讥笑道：呵，什么狗屁德镇北王，什么北境世子，都是一群垃圾罢了。敢挡咱们兄弟3人的路，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也要死。东海王闻言，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林北，这就是你跟我们作对的下场。镇北王都死了，你又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呢？报，大事不好了！然而，就在他们俩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一名侦察兵突然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东海王的心里咯噔一下，顿时生出一股不妙的预感，急道：快说，到底出什么事了？部下如此重兵，不会再出意外了吧？应该不会吧。回王爷，林北跑了。你说什么？东海王脸色瞬变，失声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可是布下了50万大军，就算是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他怎么可能逃脱？平西王一脸的难以置信，却是保持着冷静。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侦察兵闻言，立刻掏出一份录像。2位王爷，这是咱们的无人机刚刚拍到的，就在1分钟前，林北抱着一个女孩飞走了。什么？东海王和平西王看着眼前的录像，全都傻了。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到了林北的身影，并且对方似乎已经知道了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还朝摄像头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2人瞬间如遭雷击，呆愣原地。他竟然真的会飞，50万大军都没能将其拦住，他就这么难杀吗？老西，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东海王忍着心中的惊恐，深吸口气道：林北会飞，他得是什么实力？王境武者都做不到，还是人力所能抗衡的吗？一向拥有小诸葛之称的平西王，此刻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久久无法平静，根本无心思考。以晋南王为首，他们2人为辅，布局谋划多年，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能执掌整个大夏吗？现如今，只要杀了林北，就能得到恶男毒体，届时便可批量炼制出封王丹，打造出一支王境武者军团，眼看着胜利在望，却不曾想依旧没能奈何得了林北。死鳖孙儿，怎么比他爹还难斗？老谢，你要是不说话，那我就做决定了。事已至此，咱们已经没了退路。今天要是不杀了林北，以他的铁血手段，日后一定会弄死咱们。为了手中的金银细软，为了家里的美艳娇妻，更为了日后的广袤地盘，如今你我只能殊死一搏了。东海王眼中浮起一缕深寒杀意，声音低沉地说道：你下令吧，不管怎么做，我都听你的。平西王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神色一狠，准备殊死一搏。东海王凝声道：他林北不是会飞吗？那咱们就捡了他的羽翼。据我猜测，他应该是带恶男毒体回了北境，所以南境咱们是不能待了，咱们需要立刻赶到北境，捉了林北的家人。届时就算他真有神仙手段，也得给我就范。平西王脸色凝重的点头，这倒是个好办法。那就立刻调集南境的狼牙特种部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境。林北再强，也不可能一直守护在自己家人身边。好，得到平西王的同意，东海王立刻拿起桌上的电话，
准备下达命令。两位王爷，不好了，有人打过来了。然而就在这时，传讯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什么？有人打过来了？是谁有这么大胆子？东海王和平西王皆是怒不可遏。传讯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是龙王殿殿主萧天策，他正带着龙王殿万名武者在对咱们展开最猛烈的进攻。同时咱们军队中的那些镇北军也全都反水了，还有就连花仙门的那些虎娘们也出现了咱们后方，断了咱们的后路。咣当！东海王眼神呆滞，如遭雷击，手中的电话也掉在了地上。平西王也没好到哪去，心神狂震，眼中布满了惊恐。直到此刻，他们俩终于意识到了林北的恐怖，不仅个人实力举世无敌，就连头脑也近乎妖孽。他是走了，却留下了后手，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林北就没想放过他们。而东西两境距离南境过远，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调兵，只能依靠靖南王的部队。现在后方有15万人反了水，前方还有龙王殿的万名武者威胁，可谓是前有狼后有虎，这仗还怎么打？完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既生北，何生我？林北，我日你18代祖宗！气急败坏的平西王仰天怒吼一声，随即噗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竟是直接气晕了过去。杀！林北，本王跟你拼了！东海王疯狂了，周身布满滔天杀意，抽出腰间宝剑就要冲出去。就凭你跟世子拼，你有那个资格吗？突然一把圆月弯刀伴随着一只铁拳轰了进来，瞬息间东海王的头颅就被圆月弯刀削飞了出去。唐寅和萧天策联手，杀王如土狗。与此同时，林北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飞行，虽然以他目前的实力，过久时间的飞行会消耗大量的真气，但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终于在2个小时后，林北成功返回了镇北王府。此刻的他脸色发白，仿佛虚脱了一样。可唐笑笑比他还惨，疼得几乎要昏厥过去，顾不得恢复，急匆匆地抱着唐笑笑回到房间，为他传习功法。好在唐笑笑是恶男毒体，体质和天赋都异于常人，仅仅是半天的功夫，他就学好了一整套的玉女心经，并成功的将毒素压制了下去。林北见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了下去。但就在他要准备去休息的时候，唐笑笑忽然扑了上来，像是八爪鱼似的粘在了他身上，眼神火热，呼吸急促，仿佛吃春药了一般。大哥哥，我好热，快来弄我，弄死我！温软娇躯入怀，林北瞬间气血上冲，心头火热。18岁正是一个女孩最好的年纪，皮肤水嫩光滑，弹性十足，尤其是唐笑笑还前凸后翘，丰满有料。她这么一坐上来，林北瞬间就受不了了。笑笑，你千万别这样，你还小，可不能。然而还不等他把话说完，唐笑笑的嘴唇就堵了上来，随后就将他扑倒在了床上。林北双眼发直，大脑一片空白，直到现在他都有些没反应过来，一向清纯可人的唐笑笑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大哥哥，你这功法好奇怪哦。笑笑都快热得受不了了。稳了几分钟，唐笑笑直起身，脸颊发红，大口喘着粗气，开始脱衣服。林北脸色一变，似乎想到了什么，赶忙将手搭在了他的脉搏上。下一秒他便给了自己一巴掌。真该死啊！玉女心经虽然是天底下至纯功法，但在修炼之时必须要保持灵台清明，至纯至净，不然就会导致气血混乱，情愫激增。此刻唯有通过男人的滋润才能恢复过来，否则气血就会冲破血管，爆体而亡。而林北却是忘记将这件事告诉唐笑笑了，才导致对方在修炼功法的时候大大咧咧的，没有完全摒弃掉杂念。毕竟林北曾答应过他，只要等他成年就可以考虑睡觉的事。但这只是林北的缓兵之计，不曾想唐笑笑却当真了。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命中注定，想改都改不了？林北有些无奈，他一直都将修身养德当作人生准则，不管做什么事都以得理服人。这种摧残祖国花朵的事，他是万万做不来的。笑笑，你别怕，虽然你现在很危险，但大哥哥还有一个办法能够治好。林北一脸正色，但还不等他把话说完，唐笑笑就再次扑了过来，火速地脱起了他的衣服。臭哥哥，你快闭嘴吧，我都要受不了了，再废话给你掰了。唐笑笑气鼓鼓地喊道，美眸瞪得溜圆，煞是可爱。林北打了一个激灵，欲火也彻底被唐笑笑给提了起来。你个小丫头片子，还想掰？我让你掰！林北瞬间化作猛兽，抱着唐笑笑冲进了卫生间，把她扔到了浴缸里。
而后此处略去1万字。次日清晨，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唐笑笑雪白粉嫩的俏脸上透射出一股清纯迷人的光辉。林北早就醒了，看着此刻蜷缩在床上仍呼呼大睡像头小猪的唐笑笑，忍不住笑了。傻丫头，放心好了，既入了林家，便是我林北一生挚爱，大哥哥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疼你的。林北揉了揉小丫头的小脑瓜，笑容里满是宠溺。哼。这时唐笑笑似乎被林北的动作惊醒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随后便看到了林北带着笑容的面庞。大哥哥，你怎么醒得这么早呀？林北笑了笑道，因为大哥哥昨晚没有累到呀。倒是你，昨晚折腾了半宿，又是第一次，想必一定很累，赶紧再睡会，大哥哥去给你准备早餐。一听这话，唐笑笑的小脸立马红了，赶忙把自己蒙到了被子里。坏哥哥，不许再说昨晚的事。林北一愣，怎么了？昨晚你不是挺主动的吗？哎呀，昨晚是昨晚，现在不许你提了，赶紧闭嘴。唐笑笑羞涩至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以前听家里的姐姐说，这种事情是很舒服的，是女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事实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林北有些丈二摸不到头脑，因为沈南威的第一次跟唐笑笑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比自己还猛。那时候的他还没有修武，只是个普通人，身体机能虽然要差上很多，但沈南威却强了一批。后来林北发现一直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因为他根本满足不了沈南威，于是他便学习了一些房中技巧，比如吊调情、玩活、搞点情趣物品什么的。唐笑笑此刻的表现多少有些出乎林北的意料。大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我就喊人了，说你欺负我。唐笑笑探出头，见林北没走，凶巴巴地说道，别喊，我这就走。林北赶忙摆手，迅速穿好衣服走了出去。而唐笑笑看着落荒而逃的林北，忍不住笑了，嘴角翘成了月牙。真是个傻哥哥，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了，还不走，找死呀！不过大哥哥好像有点虚啊，他打架不是挺厉害的吗？这种事怎么就变得这么弱了？小丫头满脑子问号，想了半天也没明白，干脆继续睡觉去了。林北走出房间，大口呼吸着院子里的新鲜空气。他此刻十分虚弱，昨天经过2小时的急速飞行以及半宿激战，体内的精气几乎被掏空，现在必须好好休养几天才能恢复到巅峰，以后可不能再这么折腾了，不然就算是神仙，身体也吃不消。林北摇头苦笑，走到凉亭里坐下，放空身体，运转龙皇诀，开始吸收日月精华。呀，小叔子，你怎么个事儿？然而就在这时，也来院子里透风的叶夕瑶突然看到了林北那苍白如纸的面庞，当即发出一声惊呼，不是，你脸怎么变得这么白？啥子情况？看着一脸震惊的叶夕瑶，林北立马知道他是想歪了，无语道，不是因为唐笑笑，是昨天飞得太久，导致精气亏损的太严重罢了。啥？你还飞了？叶夕瑶瞬间炸了毛，气愤无比地说道，好你个林北，跟唐笑笑也就算了，他人不错，倒也配得上你，你还敢飞？经过我的同意了吗？说到底是几飞，双飞还是3飞？不对，以你的厉害程度，至少也得是8飞。你这个遭天杀的，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跟谁飞的？要是外面那些不干净的女人，我今天一定弄死你。看着气急败坏的叶夕瑶，林北一脸的哭笑不得，指了指天空说道，我说的飞是飞翔，不是你理解的那个飞，懂？叶夕瑶愣了愣，看了眼天空，恰好有一只老鹰在翱翔，这才反应过来，脸上顿时布满了尴尬，不好意思啊，是我理解歪了。林北无奈一笑，摇了摇头，你确定不是被唐笑笑弄的？叶夕瑶还是有些不相信，毕竟昨晚他听到了超级大的喊叫声，搞得他和叶相思半宿都没睡好。虽然昨天林北回来的很匆忙，都没来得及跟他们俩说几句话，直接抱着唐笑笑进了屋，但对于唐笑笑，她们姐妹俩是认可的。小丫头心性纯良，甜美可爱，非常适合帮他们分担痛苦。可林北要是找外面那些不干净的女人，是万万不可以的。你和大嫂都不是我的对手，唐笑香能比你们俩还厉害？林北没好气道。也是哦。叶夕瑶挠了挠头，突然问道，那你现在还行不？干什么？林北警惕地坐直了身体。嘿嘿，这不是我和你大嫂还可着呢吗？要不你再辛苦一下，不管怎么说也得让我俩先怀上你的孩子啊。叶夕瑶嘿嘿一笑，不怀好意地说道，先让我恢复几天行不？林北弱弱地恳求道。之前是他欲求不满，现在轮到自己求饶了，还真是风水轮流转。不行。叶夕瑶拍了拍林北的脸蛋，人畜无害地笑道，走吧，
小叔子，咱们趁热打铁。说着，叶夕瑶抓起林北的衣领，强行把他拽进了房间。林北欲哭无泪，根本不敢反抗。这位古灵精怪、一肚子坏水的二嫂，谁敢得罪啊？任你武道修为通天，搞不好早上一醒，小鸡鸡直接没了。夕瑶，你干什么？赶紧把小北放了！叶向思瞧得此幕，立刻呵斥道：“我不！”叶夕瑶醋意十足地说道：“他昨天都奖励唐笑笑了，现在也必须奖励咱们。”叶相思一脸无语，板起脸说道：“夕瑶，听话。姐，我让你把他放了。”叶相思脸上浮起一丝威严。哼！叶夕瑶轻哼一声，不甘地松开了林北，凶巴巴地说道：“今天就先饶了你，但等你恢复过来后，要是表现不好，看我怎么抽你。”林北摇头苦笑，对于叶夕瑶，他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小北，你怎么样？受伤没有？这时，叶相思走过来，满眼关心地问道：“大嫂，我没事，就是亏损了一些精气，休养几天就好了。”林北装作无事地说道，脸都白成纸了，精气一定亏损的厉害，还说没事呢。叶相思轻轻抚摸着林北的面庞，一脸心疼。去南京这几天，一定吃了不少苦吧？现在回家了，就好好享受享受。正好昨天李妙飞送来了一颗500年的野山参，嫂子这就给你熬了补身体。看着走向厨房的叶相思，林北内心被暖，还是大嫂好啊。补好了，记得交作业啊，至少30次，少一次都拿你是问。叶夕瑶眼神幽怨，恶狠狠地说道：“好。”林北笑容无奈，下意识地看向别处，然环视院子一圈都没有看到千叶美子的身影。二嫂，千叶美子呢？被我关后院了。提起千叶美子，叶夕瑶有些无语。自从你走后，她就跟疯了一样，终日茶不思饭不想的，甚至她还让我把她关到笼子里。真是搞不懂她，竟然比我还变态。你赶紧去看看吧，可别出什么事了。好。林北点了下头，朝后院走去。偌大的狗笼子里，千叶美子双眼无神地坐在里面。几天未进食，她的脸色有些发白，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嗨嗨！然随着林北的干咳声响起，他娇躯一震，立马来了精神。主人，你终于回来了，我这几天很不听话，还请主人责罚。说着，他立马跪在地上，将身后高高拱起，眼中满是渴望。林北神色古怪，他就这么变态吗？还是说东瀛人都这样？想要我责罚你，还得看你的表现。我现在有个问题要问你，只要你老实回答，我就成全你，怎么样？千叶美子神色大喜，激动道：“主人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好。林北点了下头，凝起眼神，逼视道：“看着我的眼睛，老实回答我，你们东瀛人当初是怎么得到紫玉的？”林北的眼神充满威严，犹如帝王一般，让千叶美子不敢直视。他惶恐地低下头，不敢再隐瞒，如实道：“看来主人都已经知道了。没错，紫玉确实我们东瀛人从你们林家抢到的，但这只是偶然事件，我们东瀛人并没有参与覆灭你们林家。当年镇北王府覆灭，我们东瀛商会突然看到了一道紫光冲天，便断定是有宝物出世，于是就赶了过来。说来也巧，当时有2伙人在屠杀你们林家人，其中有1伙人的手里拿着紫玉，但后来不知为何，他们2家打起来了，我们东瀛人便趁乱抢走了其中1块。2伙人。林北闻言，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你都知道是谁吗？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小，并没有参与这次事件，只是听干爹说的。千叶美子一脸郑重地说道。林北暗暗点头，千叶美子眼神真诚，并不像说谎。也就是说，除了靖南王，还有另外1伙人参与到了覆灭林家的事件。看来是时候去问候一下真正的靖南王了。你做得不错，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林北暗自做好决定，回过神说道：“谢谢主人。”千叶美子喜形于色，激动道：“那主人可以奖励我藤条吗？”藤条？对，那是我最喜欢的。可以，谢谢主人，我已经准备好了，还请主人恩赐。啪啪啪，随着一道道清脆的声响在后院响彻，千叶美子发出既疼痛又兴奋的叫声。林北这一次满足了千叶美子的需求，而东瀛人畏威不畏得。林北越是凶神恶煞，鞭打辱骂，千叶美子就越是激动兴奋。18岁的小姑娘与唐笑笑同龄，但2个人的生活方式却是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帝都战部副委员长办公室，司徒震听着凌云战神的禀告，眉头紧锁。你说南境的靖南王是假的，东海王和平西王也都死了。身为10大战神之首的凌云战神神色凝重道：“是的，林北的能力再一次出乎了咱们的意料。
本来萧天策一直在和晋南王暗通款曲，却不曾想萧天策已经认林北为主，甚至就连咱们都给出卖了。司徒震眯起眼睛，犹如毒蛇一般阴冷。也就是说，萧天策已经彻底投靠了林北，不跟咱们合作了。假的晋南王也死了，真的晋南王又不知所踪，所以咱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盟友了，是吗？凌云战神无奈点头，满脸愁容道：是的，现在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了，以及那10万城防军。呵呵呵呵呵，司徒震冷笑不止，笑声凄凉。好一个林北啊，他仅凭一己之力就打破了我多年维系的政治网络。晋南王是假的又如何？至少他现在就是南境的王。萧天策身为龙王殿主，势力不弱于三王，这2人是我碾压龙惊天的最强手段。而现在他们却一个死一个降，我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扑通，司徒震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神色落寞，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十岁。副委员长，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东海王和平西王也死了，咱们之前想要联合东西两境，威逼龙惊天交权的计划也破灭了。此刻唯有背水一战，以战部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号令天下兵马，才能有生还的可能。凌云战神一咬牙，寒声建议道：你是说以武力逼龙惊天交权？司徒震眼皮微抬，诧异道：没错，真的晋南王隐藏在帝都，林北早晚都是要来的，但趁他未到之前，咱们需先下手为强。至于龙惊天，除了黑虎再无其他战将，只要林北不出手相助，我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将龙惊天囚禁起来。凌云战神神色一狠，郑重保证道。司徒震眼中光芒闪烁，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面露凶光，凝声道：既如此，那就干。明天就是他的寿宴，咱们就在那时动手。我要当着帝都所有达官显贵的面就任战部委员长，届时凡是大夏士兵敢有不遵我号令者，便是逆贼。林北也一样。得到司徒震的同意，凌云战神得意地笑了，立马开始准备行动。然就在他刚走到门口的时候，眼中突然闪过一抹阴冷的光芒。战部委员长在名义上可号令天下兵马，但这个位置究竟谁来做就不一定了。帝都幽暗密室中，头戴骷髅面具的男子再一次摘掉了面具，并一掌将其拍成粉碎。东海王和平西王也死了，南境已经落到了林北手里，我的身份想必也已经暴露了，这面具戴不戴也就没意思了。晋南王自嘲一笑，满脸不甘道：可是我想不通，林北凭什么这么猛？东海王和平西王不是对手也就罢了，蜀中唐门怎么也可能输？古武不是无敌的吗？就算不能对世俗武者下杀手，可废了林北的丹田还做不到吗？对于管家刚刚禀告的消息，晋南王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他很不解，满脑子问号。才短短5年的时间，林北凭什么从一个普通人变成能够跟古武者对抗的武道大能？王爷，事已至此，说再多也无用了。林北很快就会来到帝都调查您的行踪，您估计躲不掉了。管家一脸担忧地建议道：躲不掉就不躲了，真以为本王怕他吗？晋南王怒不可遏地站起身，凝声道：去，告诉那几个老家伙都特么别给老子藏着了，否则大家就都别活了。管家一脸震惊，失声道：王爷，您是说要请那几位？不然呢？难不成现在还有别人能对付林北吗？还是说林北真的相信镇北王是沈南威杀的，不准备追查这件事了？晋南王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那倒不会。管家愣了一下，除非是傻子，要不然就不会有人相信真正害死镇北王的是沈南威，他只不过是在当时某种特殊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既如此，我跟林北就只能活一个。晋南王咬紧牙齿地说道：好，那我这就去通知那几位，五姓期望蛰伏几十年，也是时候出手了。管家说完便走了出去。晋南王满眼杀意，攥紧了拳头。好贤侄，咱们俩也是时候正经的碰一碰了。3天后，林北恢复的差不多了，带上叶相思和叶夕瑶前往了帝都。至于唐笑笑，她的恶男毒体刚刚觉醒，虽然毒素被压制了下来，但还需要稳固一段时间，于是便将她留在了王府，正好还能给林北的母亲作伴。宋之浅也回到了帝都，这是从叶相思口中得知的。林北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只知道他走得很匆忙，想必是有大事，但也只能有缘再见了。毕竟此去帝都找晋南王才是首要大事。与此同时，北境军事学院，林北的专机刚出发没多久，东方蓝若就立刻展开了行动。月娥，通知帝都一红楼总部，让所有人枕戈待旦，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隐忍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决一死战了。是，主人。韩月娥躬身回复，眼中浮起一缕坚定的光芒。世子，其实你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南境一家豪华酒店中，沈南威刚收到林北出动的信息，便立马叫来了红豆，去传令望北阁4大天使，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需在1天之内赶到帝都，违者斩。沈南威脸上布满威严，犹如女王一般，不容置疑。同时传令分散在大夏各境的10万朱雀军，让他们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并命令刚刚收服的北境15万军队守护好北境，尤其是林北的家人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提头来见。红豆闻言，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立刻开始拨打电话。他知道自家将军要动真格的了。吩咐完，沈南威掏出了手机，看着屏保上林北的照片，竟是痴痴的傻笑了起来。北哥哥，公公的头是我斩下的，我虽然不能将他复活，但我会为用行动为他赎罪，同时我也会为你的5年牢狱赎罪。2个小时后，林北的专机抵达帝都，此时已是下午，先把2位嫂子送到酒店，随后他便前往了古玩城。出来帝都，不在第一时间去探望龙惊天是说不过去的，同时他也想通过龙惊天询问一下关于靖南王的下落，即便靖南王藏得再隐秘，可以龙惊天的身份地位，想要找到靖南王应该不是难事。而龙惊天酷爱古玩，于是林北准备送给他一个好物件当做见面礼。盛世古玩城，帝都最大的古玩交易中心，各种古物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看得人眼花缭乱。但林北逛了一圈都没有看上眼的，要么是现在仿制品，要么是年代太近，总之没有一件东西是让他满意的。突然在走进街道尽头的时候，一家名为明轩的古玩店吸引了林北的注意力。透过玻璃门，一幅栩栩如生的松鹤延年图悬挂在门对面的墙壁上。没想到临了还能遇到这种好东西，也算是没白来。林北眼中闪过一抹金光，笑着走了进去。这位先生，请问需要点什么？店老板看到林北，立刻笑着迎了上来。这幅画多少钱？林北指向那幅松鹤延年图问道。哎呀呀，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幅松鹤延年图乃是清代沈泉真迹，不瞒你说，之前有人给我出到100万，我都没卖。林北阔气道。少废话，你就说多少钱肯卖吧。哎呀呀，先生一看就是爽快人，可惜这幅画已经被人预定了。店老板有些尴尬地说道。林北，既然有人预定了，还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有病！预定之人付了多少定金？我出双倍，你赔给他。林北十分喜欢这幅画，势在必得。店老板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贪婪。这幅画是被预定了，但预定之人根本就没交定金，也就是说，他说对方付了多少定金就付了多少定金，如此再加上卖画的钱，至少也能赚上100万。店老板很是心动，但也只是片刻，他的理智便战胜了贪婪，摇头苦笑道：先生，实不相瞒，预定之人并没有付定金，但即便如此，这幅画也不能卖给你，我店里还有很多宝贝，不如你看看别的吧。没办法，预定之人太过牛逼，钱固然很吸引人，但活命才是最重要的。既然没付定金，也就是无主之物，为什么不能卖给我？林北质问道。店老板有些理亏，结结巴巴地说道：这个怎么？你是觉得我付不起钱？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店老板急忙摆手：150万，这幅画我要了。林北大手一挥，阔气道。店老板内心一惊，这是从哪来的土豪？阔气啊！其实沈泉的画根本就没那么值钱，最贵的也就60-70万，能卖上100万就已经赚不少了。150万，属实让他再次心动了起来。200万。然而就在店老板左右为难的时候，一道清冷喊声传了进来，是一位少妇，身穿灰色包臀裙，2条笔直的大长腿裹着黑丝，脚下踩着红高跟，容颜绝美，气质高冷，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熟女气息，身材更是没得说，丰腴诱人，饱满多汁，让人看了就移不开眼睛。张老板，这幅画我出200万，给我包起来。少妇掏出一张卡递了过去，神色高傲，看都没看林北一眼，仿佛他不存在一般。好，龙小姐请稍等。张老板接过银行卡，一脸陪笑道，随后摘掉松鹤延年图，就要将其包起来。等一下！突然林北叫住了他。先生，这位龙小姐就是我跟你说的预定之人，本来就是她预定在先，此时出的价还比你高，所以作为生意人，张老板是谁都不想得罪，把话说得很委婉。
林北却是笑了笑：“张老板，听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价高者得了。”张老板一时哑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自然是想价钱卖得越高越好，但龙小云是帝都赫赫有名的铁血总裁，做事霸道，手段狠辣，他得罪不起，更害怕说错话，于是干脆闭口不言。任何物品都是价高者的，你若想要，可以加价。龙小云看了林北一眼，淡漠道：“好。”林北含笑点头，看来这位小姐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我出300万。龙小云一脸错愕：“你真敢加？怎么了？不是你让我加的吗？”林北耸了耸肩膀道：“呵呵。”龙小姐忽然发出一声冷笑：“好，很好。看来，想必你还不知道我是谁。你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林北一脸茫然：“你说什么？”龙小云神色一冷，眼中闪过一丝怒火。他之所以让林北加价，无非是想保全自己的名声，不想让外人说他仗势欺人罢了，却不曾想到林北竟然如此没眼力见，真的加起了价。在帝都，谁见了他龙小云，不得恭敬地叫一声龙总，谁又敢不给他面子？你确定要跟我争到底，是吗？龙小云强行压制住心底的火气，咬牙说道：“我没有跟你争，只是你说的价高者得，你若真有钱，那就继续往上加呗。”林北耸了耸肩膀，笑呵呵地说道：“好，那我今天就教教你规矩，让你知道知道，在帝都，我龙小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人能跟我抢。”龙小云满脸冷色，怒道：“400万，500万，600万，700万，800万，1000万。”两人针锋相对，一路标价。很快，林北就将价格涨到了1000万。看得出来，两人都对这幅画势在必得。一旁的张老板整个人都傻了，这幅画能卖100万就已经赚不少了，要是卖1000万，岂不是得赚飞了？这小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不仅豪，还勇，竟敢跟龙小云竞争。而龙小云在听到1000万的价格后，脸上顿时布满了寒霜，杀气逼人。狗男人，你是不是想死？林北闻言，脸色顿时一沉。他不想跟一个普通女人计较，但这个女人属实是有些过分了些。然还不等他开口说话，张老板急忙道：“龙小姐，息怒，息怒。我听他的说话口音，应该是外地人，想必是不知道龙小姐您的身份。但您可是天云集团总裁，帝都公主，跟这样的人动气，实在是有失身份。”张老板好一顿安抚，生怕两人争斗起来。他虽然不知道林北身份，但出手阔绰，想必身份不凡。这两个人无论是谁，都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你说的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人，还不值得我动怒。一幅破画，谁稀罕？花1000万买这破东西，呵，纯粹脑子有病。在张老板的劝说下，龙小云冷静了下来，却不忘出言讥讽，神色嘲弄。沈泉是清代画家，虽有画作传世，却算不上是顶级，100万价格都是一大关。至于1000万，只有傻子才会买。先生，龙小姐已经同意把这幅画让给你了，可是你刚才说的话应该还作数吧？张老板内心忐忑地问道，生怕刚才林北是头脑发热才把价格加这么高的，要是突然不买了，他可就白高兴了。当然作数。林北笑了笑，将至尊黑卡递了过去，没密码，刷去吧。先生威武，先生豪气。张老板满脸喜色，急忙取来 POS 机。随着1000万的提示音响起，他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几十万的画竟然卖了1000万，都多少年没遇到这种傻子了。沙雕。龙小云一脸好笑，看着林北的眼神有如看傻子一般。1000万买一幅松鹤延年图，纯是脑袋被驴踢了，待会保准后悔。因此龙小云没有第一时间离开，他想看看等一会林北知道这幅画后的真实表情。因为很多外行人在买完古玩后都会找懂行的亲朋好友鉴定。然龙小云的声音虽小，但还是被林北听到了。本来想直接离开的他突然止住了脚步，笑容玩味地看向了张老板。这幅画原价几十万，我给了你1000万，也就是说你至少赚了900多万，是不是？张老板内心一惊，他竟然知道这幅画的真正价格，那他为什么还出1000万？难不成有猫腻？龙小云也愣住了，满脸疑惑，不明白林北为什么在明知道这幅画原价的情况下还要出这么多钱购买，难道只是想跟自己较真？那不是有病吗？张老板，我问你话呢，是与不是？见张老板不说话，林北再次问道。张老板不明所以，下意识地回道：是，先生您慧眼如炬，而且钱都给了，所以我没想让你退钱，只是想让你和某人看看到底谁才是沙雕。林北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随后以手做刀划向了松鹤延年图。哧啦一声脆响，本来完美无瑕的松鹤延年图当场被划成了两半。龙小云顿时愣住，继而脸上布满了讥笑。看来说他沙雕都是夸他了，简直就是个煞笔败家子。张老板也是一脸懵，不明白林北为什么要把好好的画作给毁坏了。两位看好了。可就在这时，林北竟是从画作被隔开的口子里掏出了一幅崭新的画卷。万里江山，千军开道，帝王策马扬鞭。栩栩如生的画卷，当真有如帝王现世一般，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龙小云当场被深深的震撼到了，美眸圆睁，失声道：“这是吴道子的江山设计图。”对，就是吴道子的江山设计图。张老板眼神闪亮，激动无比，恨不得立刻把这幅画给抢回来。据传，这幅画乃是当年吴道子给玄宗皇帝所画，祝贺玄宗皇帝执掌江山，开创盛世。只不过这幅画后来就遗失了，没想到竟然藏在了这幅松鹤延年图里。吴道子的画作啊，又是为帝王所画，画中极品，价格至少过亿。张老板一瞬间肠子都悔青了，但没办法，古玩这行向来都有捡漏和打眼之说，是赔是赚都没反悔的理由。不过他又是怎么发现松鹤延年图里隐藏的江山设计图的？难不成他是透视眼？林北自然不会告诉他们自己独具慧眼，这种隐藏之物就没有能逃过他眼睛的。也不知道究竟谁才是沙雕，屁大点的功夫就少赚了9000万。唉，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林北摇头叹气，不阴不阳地说道：“你……”龙小云顿时气炸了，傲人胸脯剧烈起伏，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倒不是心疼后悔自己少赚9000万，这点钱对他来说就是小钱。可是江山设计图珍贵无比，不能轻易用价值衡量，无论是送礼还是自己收藏都是首选。尤其是自己爷爷明天过寿，他正苦恼要送什么礼物才能让爷爷开心呢。这幅江山设计图一定能让他兴奋的睡不着觉。一念至此，龙小云突然拦住要离开的林北：“我出2个亿，把这幅画卖给我。”林北看了他一眼，见他满眼渴望，不由起了逗弄的心思：“你真想买？”对，龙小云毫不掩饰：“我不缺钱，只要你肯卖，价钱随你开。”其实我也不缺钱。林北赤裸裸的目光在龙小云身上游离，坏笑道：“不过我这个人向来都不忍拒绝美女的好意，更何况还是你这种穿着黑丝踩着红高跟的成熟少妇。所以你如果真想要的话，就把你卖给我吧。我也不要求你做其他的事，只要每天晚上给我暖暖床，睡睡觉就好了。你长得这么熟，技术一定很好，而我呢，也不赖，一宿几10次不在话下，保准让你满意。你看如何？”听着林北的污言秽语，龙小云气得娇躯狂颤，脸色通红，咬牙切齿地说道：“好啊，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活过今晚了。”龙小云怒火中烧，尖尖的高跟鞋忽然朝着林北的裤裆狠狠地踢了过去。断子绝孙脚，一脚定乾坤，而且速度极快，显然是有些武功底子。林北没心思跟他纠缠，一个女人简单教育一下得了，轻轻一挥手，卷起一道气浪，将龙小云震退了回去，随即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人生路漫漫，尽量别疯狂。今日是我，换做别人，你已经被先奸后杀了。林北的声音从远方传来，龙小云抬头望去，发现对方已经不知所踪，眼中顿时闪过一缕寒芒。我堂堂帝都公主，天云集团总裁，岂轮得到你一个小舞者随意侮辱？还想跑？你跑得掉吗？龙小云冷然一笑，掏出电话迅速拨了出去。林北离开古玩城，朝着酒店走去。路上遇到一个露天酒馆，浓郁的酒香飘散而来，勾起了林北肚子里的馋虫。此刻天色天黑，正是喝酒的好时候，他有些没忍住，便准备小酌2杯。服务员，把你们这里最好的白酒拿来，再弄2个小菜。好的，先生。服务员恭敬答应，不多功夫就连同熟食和酒一起拿了过来。先生，此酒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名为美人醉，是尘封30年的佳酿，您先尝尝，看看是否合口味。林北点了下头，打开盖子，倒了一杯，轻轻抿了一口，顿时一股醇厚的酒香弥漫了整个口腔，回味无穷。好酒，不错。林北点头称赞，接着便仔细品味了起来。喝酒为的是放松压力，舒缓心情。自从出狱以来，他终日奔波，不曾休息过。今日好不容易忙里偷闲，必须要喝个痛快。只是可惜缺个酒友，要是三嫂在就好了，她可是出了名的能喝。但也只能想想了。听二嫂说，三嫂正在办一件大事，
也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别说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就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呵，你竟然还有心思喝酒，看来你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然而就在林北正喝得尽兴的时候，一道讥笑声突然在耳边响起。他放下酒杯，扭头一看，见是龙小云，眉头顿时一皱。没完了，辱完我就想走，你以为本公主就这么好欺负？龙小云冷然一笑，随后将一把匕首扔在了桌子上。既然你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事，那个东西我看也没必要留着了，自己把自己阉了，这件事就算了。不然……龙小云一挥手，身后立刻走过来10多个气息强横的武者，把林北给围了起来。林北波澜不惊，淡笑道：怪不得你敢来找我，原来是带了帮手啊。知道就好，我身后的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的武道宗师，就算你是武者，且天赋惊人，也不可能是我身后这些人的对手。奉劝你还是识趣一些，免得悔恨终身。龙小云高高在上的威胁道，仿佛已经掌控了全局。林北呵呵一笑，正常来说，你的想法没错，像我这种年纪的武者，能突破到宗师就已经是极限，可惜我不是正常人。说到这里，林北突然顿了一下，摆了摆手道：算了，看在你并没有做出太过分的事情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要不然一旦惹恼了我，后果你承担不起。听闻此言，龙小云顿时暴怒，杀意凌人地说道：我承担不起？好好，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如此，我也没必要再对你仁慈了。龙小云懒得再废话，大手一挥，命令道：去，把他给我阉了。身后的宗师武者们立刻朝林北围攻了过去。而龙小云身为帝都公主，自幼就见过无数天骄，但即便是当年的帝都第一天才，在20多岁左右的年纪，也不过才突破到了大宗师境界。至于林北，他就算天赋再高，还能比当年的帝都第一天才厉害？根本不可能。因此，即便林北的天赋非比寻常，充其量也就是一位宗师武者罢了。自己可是带来了10多名宗师，还拿不下他？开什么玩笑！龙小云是打心底不信，但看着面对10多位宗师围攻，仍旧面不改色，悠闲喝酒的林北愈发恼火。继续给我装，等一会把你阉了，看你还怎么嘚瑟不好，有危险。然而就在那些人要动手的时候，林北忽然皱起了眉头，察觉到了一股十分强悍的气息。废话，那可是10多名宗师武者的围攻，能没危险？龙小云嗤笑一声，他的手下都要动手了，他才感觉到危险。这小子该不会是个傻子吧？嗡！但下一秒，龙小云就愣住了。只见一把大刀突然从天而降，朝着林北身后凶狠砍去。这一刀势大力沉，凶猛无比，一股惊人的能量宣泄开来，空间仿佛都扭曲了，威力无穷。不仅是龙小云，就连他带来的那10几名宗师武者也全都变了脸色。这一刀十分恐怖，至少也是王境，甚至超过王境的武者才能使出的一刀，不可阻挡。这小子死定了！嗖！然而就在大刀即将落下，所有人都以为林北要被劈成2半的时候，只见他头也不回，身体一个平移，瞬间出现在了旁边的座位上。砰！大刀凶狠落下，一股狂猛的刀浪袭来，实木制成的桌子瞬间碎为了粉末，地面也裂出一条深坑，连同那10几名宗师武者也都被震飞了出去。呀，不好了，有人要杀人了，赶紧跑啊！正在吃饭的客人们皆是被这一幕吓得肝胆俱裂，再也没心思喝酒，纷纷落荒而逃。好小子，竟然能躲过我的刀，果真有点本事。也就在这时，一道有如肥猪般的身影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地上，地面立刻剧烈地晃动了起来，犹如地震了一般。他屈手一招，大刀飞回他手中，被他紧紧地握在手里，遥指向林北。谢家，谢七刀，今晚请君赴死。什么？他竟然就是谢七刀，陈俊谢家的第一刀客，武道界的刀魔。据说他当年曾一人一刀打得武盟盟主跪地求饶，可是在20年前，不是说他暴病身亡了吗？怎么又活了？龙小云带来的宗师武者们皆是一脸震撼，发出道惊呼声。龙小云也是如此，眼中充满了惊骇之色。谢七刀，一个在武道界久负盛名的名字，成名于30年前打遍大夏武道界无敌手，武盟盟主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东瀛剑皇被他打得抱头鼠窜，自踏入武道界的那一天起便没有过败绩。有人曾说谢七刀就是武道界的天下第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字逐渐被世人忘却。不曾想今日竟重出江湖，而且还是来杀眼前的这个小子。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值得谢七刀亲自出手？龙小云感觉到了不对劲，
觉得自己低估了这个小子，他绝对没有自己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而对于周围的惊呼声，谢七刀置若罔闻，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北。我既出手，神仙难走，你是自裁，还是让我亲自动手？谢七刀冷漠道，给予了这位北京世子足够的尊重。然林北面对谢七刀的威胁，神色一如既往的淡然。不愧是武姓七望，即便过去1000年，这份目中无人的凡人傲气依旧存在。只可惜你今天杀不了我。所谓的武姓七望，便是清河崔氏、柏林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以及陈郡谢氏。这5大姓氏、7大家族，早在1000多年前就左右国家朝政局势。如今1000年过去，虽然时代变迁，但他们的后人依旧传承下来了祖辈们的荣耀，是大夏最强大的门阀世家。他们的族人遍布大夏各地，甚至在国外也有他们的族人称霸一方。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可以操控国家局势，即便是国主和4境的藩王也要低他们一头。只不过他们一直隐藏在暗中，不为世人所知晓罢了。而如今这位谢家的谢七刀亲自来杀他，其原因不言而喻，要么是参与了当年覆灭林家的事件，要么就是受到了幕后真凶的主使。不然他与谢家无冤无仇，对方为什么要来杀他？你确实很强，但我境界之下7刀可杀，你还不行。谢七刀轻蔑摇头，再次发出警告。看在我和你父亲相识一场的份上，你就得自裁，我们谢家会给你风光大葬，不然你今日不仅要死，还要遗臭万年，成为搅乱大夏安宁的千古罪人。林北闻言，脸色瞬间一沉。整个大夏的安宁是他父亲抛头颅洒热血打出来的，什么时候他成了搅乱大夏安宁的罪人了？我之罪便是没把你们武姓七望列为嫌疑人，现在看来你们定跟当年之事脱不开关系。今日我要让你把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林北目光冰寒，怒声道，机会给你了，既然不珍惜，那就去死吧。谢七刀淡淡道，自始至终他都面无表情，仿佛一台冰冷的机器。而后他握紧手中大刀就要动手。等一下！突然龙小云挡在了林北身前，深吸口气道，谢前辈，今天给我个面子，饶他一命，算我龙家欠你一个人情。龙家？谢七刀身体一顿，龙惊天的龙家？龙小云点头道，没错，龙惊天正是我爷爷，还希望谢前辈看到我爷爷的面子上，给他留条活路。话音落下，林北当场愣住，怪不得他敢自称帝都公主，原来她竟然是龙老的孙女儿，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只是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为什么要帮我？林北满头雾水，不理解龙小云到底玩的是哪出，刚才还跟他不死不休的呢，这才多大一会就变了态度，心思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要是别人，我可以给龙老一个面子，但是他不行。谢七刀态度坚决，提刀朝林北走去。龙小云秀眉一邹，诧异地看向林北，对他的身份更感兴趣了。到底是什么人能让谢七刀非杀不可？谢前辈，当真不能给我们龙家面子吗？只要你今天肯罢手，我愿意让出天云集团的1成股份。龙小云再次恳求道。武姓七望一直在暗中操纵大夏局势，以至于就算是龙惊天，在很多事情上都要受制于他们。因此龙惊天早就做出了要覆灭武姓七望的计划，却因为力量单薄，迟迟没有动手。而眼前这个小子既然能让谢七刀亲自出手索命，就证明他不是一般人，又如此年轻，只要能救下他，日后必成大器，很有可能成为他们覆灭武姓七望的关键。谢七刀不知道龙小云的想法，但却被他提出的条件给震惊到了。天云集团是大夏第1财团，市值数万亿，单是龙小云自己的资产就已经过了万亿。天云集团的1成股份不是小钱，但龙小姐的条件很丰厚，可是想要她活命，这还远远不够。谢七刀只是心动了一下，便迅速冷静了下来。龙小云一脸震惊，对林北的身份越发好奇了。天云集团1成的股份都不够买他的命，这小子到底是谁啊？龙小姐，闪开吧，一会要是伤到你，可就不好了。不过你若真跟他关系好，等他死了之后，倒是可以给他买一口好点的棺材。谢七刀神色淡漠，出声建议道。龙小云神色一冷，这么说，你今日是非杀他不可了？非杀不可？谢七刀语气决然。龙小云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怒火，他刚才之所以要跟收拾林北，只是因为被林北破坏了他要做的事。从小到大，他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对于林北的破坏自然不能接受。现在
谢七刀竟然也要来破坏。哼，给脸不要，那就别要了。你是谢七刀又如何？本公主要保的人，就算是阎王爷也休想带走。青鸟，出来！当，随着龙小云的声音落下，一杆黑色铁枪从天而降，狠狠地扎在谢七刀身前，溅起漫天飞尘。一位身着青色汉服、身材略显消瘦却容貌清秀、气质清冷的青年女人从远方疾驰而来，瞬息之间，光影闪过，长枪拔地而起，落回少女手中。随之一扫长枪，在身前画出一条长线，冷声道：“过此线者，杀！”青鸟手持长枪，立于龙小云身前，消瘦的身躯却如山峰一般，给人以无限的安全感。刹那枪，你是枪仙之女。谢七刀看着青鸟手中的黑色铁枪，眼中闪过一抹金光。青鸟不语，眸光冰冷，长枪遥指谢七刀，战意升腾。面对青鸟的挑衅，谢七刀轻哼一声，不自量力。随之他手持大刀，率先朝青鸟攻杀了过去。青鸟依然不惧，长枪横扫而出，卷起一股恐怖的气浪，与谢七刀激战在一起。王静后期的恐怖实力被青鸟展现无疑，即便面对谢七刀，一时间也没有落下风。这就是龙小云敢自称帝都公主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她是战部委员长龙惊天的孙女儿，最关键的是她掌控着天云集团数万亿的资产，以及青鸟这位肯为她付出生命的死士。如此牛逼，还不配帝都公主这4个字吗？狂傲点又怎么了？老娘就是有这个本钱。而就在青鸟和谢七刀打得如火如荼之际，龙小云急忙对林北说道：“不管怎么说，谢七刀都是曾经武道界的第一，虽然消失匿迹20年，但他的实力一定比以前更强。我怕青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你现在赶快跟我走。”林北不为所动，问道：“你这个女人真是奇怪，之前明明一副跟我不死不休的架势，现在突然就要救我，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龙小云不耐烦道：“不为什么，我就想亲手阉了你，不行吗？”林北笑而不语，对于他这口是心非的回答，傻子都不会相信。你到底还走不走？见林北不说话，龙小云焦急地催促道：“不走，除非你说实话。”林北笑了笑，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你……龙小云气急，他现在当然不能说自己是看中了他的潜力，想要用他来对付5姓期望。如此不纯洁的目的，林北是指定不会跟他合作的。但眼下谢七刀和青鸟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而且青鸟已经隐隐落入了下风，要是还不走，搞不好青鸟都得交代在这儿。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走不走？龙小云脸色低沉，最后问道：“除非你说实话，要不然我就不走了。”林北像孙悟空似的放弃了赖。好，你既然不要命，那就去死吧。龙小云彻底没了耐心，抬头喊道：“青鸟，回来！”轰！青鸟闻言立刻虚晃一枪，飞身退了回来。此刻他的脸色有些发白，气息紊乱，显然再继续缠斗下去，输的一定是他。而谢七刀虽占据了上风，却十分恼火，对付一个小娃娃竟然用了这么长时间，让他感到很没面子。陡然间眯起眼睛，迸射出一缕阴冷杀意。“龙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龙小云随便找了个理由说道：“谢前辈，青鸟一直仰慕您的风采，刚才只是想跟你切磋一下罢了，还望谢前辈见谅。”对方执意不走，他虽恼怒，却没办法，只能叫回青鸟不再插手此事，不然要是把青鸟也搭进去，可真就是得不偿失了。理解。谢七刀默然点头，他也不愿意跟龙家闹得太僵，况且此次的目标乃是林北。你也看到了，连青鸟都不是谢七刀的对手，你若是执意如此，我就只能给你收尸了。龙小云还是有些不甘，尝试再劝说一下，然林北的态度却是一如既往的坚决。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这谢七刀，你去买口棺材，一会给他收尸。你说什么？龙小云面色微正，一脸好笑。他的意思是能杀了谢七刀。开什么玩笑，连青鸟都不是谢七刀的对手，他又是个什么东西？要知道，青鸟可是他花费千亿重金精心培养出来的，并且青鸟本身的天赋也算绝顶。至于林北，他就算天赋惊人，可如此年轻，又怎么会是谢七刀的对手？这不纯粹在找死吗？哼，骄狂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死了也是活该。龙小云气得银牙直咬。而此刻谢七刀再次攻了上来，他不想再浪费时间，劈出最强一刀，恐怖的刀气蕴含毁灭性的力量，有如风暴一般汹涌袭来，空间仿佛都破碎了，带来一股恐怖的撕裂感。青鸟脸色瞬变，急忙带着龙小云后退出老远。这一刀
比刚才谢七刀对他使出的所有招数都要强。显然，他动了真格。而龙小云看着威力如此惊人的一刀，瞳孔瞬间猛缩。如此恐怖的力量，他拿什么抵挡？为什么非要装逼？不装逼能死吗？龙小云想不通，又气又恨。但在他看来，结果已经出现了，那就是林北要被谢七刀劈成两半。我境界之下，7刀之内可杀。这是第一刀，杀你可够？谢七刀暴喝一声，声若惊雷，气势惊人。远远不够。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势，林北的脸色一如既往的平静，冷笑道：你境界之下，7刀之内可杀，那我今天便高一劲杀你。话音落下，林北大手一挥，周身气势暴涨，有如汪洋大海一般，无穷无尽。雕虫小技，谢七刀不屑一顾，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他现在是武宗境界强者，已是世俗武者的极限。林北就算再强，又怎么可能比他的境界还高？吹牛皮！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林北屈指一弹，一道恐怖的气劲激射而出，精准地击在了大刀刀口上。嗡！大刀瞬间破碎，连带着一股恐怖的冲击力，将谢七刀也给击飞了出去。这怎么可能？谢七刀倒飞出老远，眼中充满了浓浓的惊骇之色。这可是武宗强者的全力一击，可摧山断江，怎么可能连他的一招都接不住？难道他的境界真的比自己还高？谢七刀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可还不等他回过神，那股并未消散的气劲精准地射入了他的胸口。噗嗤！谢七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半跪在地上，整个人都傻了。自己堂堂武道界第一人，竟然输了，而且还是输在了一个年轻人手里，难以置信，细思极恐。谢七刀看着气势惊人的林北，有如盖世战神一般，无可匹敌，心中瞬间万念俱灰，失去了想要继续与之对抗的念头。他小小年纪，竟然真的比自己境界还高，他是怎么做到的？还是人吗？而龙小云瞧得此幕，整个人都是愣在了原地，双眼睁得老大。他竟然真的打败了谢七刀，而且还是一招。这青鸟心中也是充满了震撼。他一直都认为以自己王境后期的实力，在同龄人中是无敌手的，可林北刚才所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让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总裁，他是个变态。一向惜字如金的青鸟目光闪烁，罕见地蹦出了7个字：我知道。龙小云怔怔地看着林北，眼神痴迷。此刻的林北在他眼中就有如君临天下的大英雄，凡是女人都要崇拜羡慕，毕竟慕强是女人的天性。龙小云有些激动，娇躯轻轻地颤抖了起来，脸上更是布满了喜色。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北竟然这么猛，如果把林北拉拢过来，覆灭武姓期望，岂不就在弹指之间？想到此处，龙小云急忙掏出电话，跑回车里，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龙惊天。青鸟见状，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他就是龙小云的影子，有危险的时候自会出现。现在危机解除，他不会多停留一分。而林北则是身影一闪，来到谢七刀身前，居高临下的说道：你输了，现在还有何话说？谢七刀自嘲一笑，颓然道：成王败寇，作为失败者，没什么好说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谢七刀绝不会皱一下眉头。说完，他视死如归地闭上了眼睛。林北不由高看他一眼，心中的杀意减轻了几分，倒是有些骨气，也算没给武姓期望丢脸。本世子愿意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说出杀我的目的，我就饶了你，如何？谢七刀嗤笑道：你以为我怕死吗？你当然不怕死，可你们谢家人难道都不怕死吗？以我如今的实力，灭了你们谢家很难吗？林北笑容戏谑，威胁道：你！谢七刀顿时大怒，咬牙骂道：卑鄙，卑鄙吗？林北不屑一笑：你们武姓期望是大夏最顶级的门阀世家，但你们这些年都为大夏做过什么？占据社会上的大量资源不说，还压榨穷苦百姓。如今国内经济日渐衰退，底层员工的工资更是一降再降，失业率增加，物价却一直在上涨。试问这种情况难道跟你们谢家没原因吗？林北目光逼视，痛恨道：像你们这种门阀世家，灭了你们只会让百姓拍手称快。既如此，本世子卑鄙一些又能如何？说到最后，林北明显也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几分。谢七刀心神狂震，说不出话来。林北所言句句属实，他们武姓期望为了保护住自己的地位，便以资本家的形式剥夺底层百姓，只有这样，他们武姓期望才能操纵大夏局势，与国主乃至四境藩王抗衡。但此举乃是喝着百姓的血才成长起来的，遭人痛恨，还准备负隅顽抗吗？
见谢七刀不说话，林北眼神一凝，继续道：“你听着，本世子是在给你机会，不是在跟你商量。我父亲征战一生，所谓的不过是2个字：百姓。本世子自问做不到像父亲那样心怀天下，但秉承父愿，我还是能做到的。你们5姓期望传承1000年，势力根深蒂固，这又能如何？现如今，本世子归来，有暗殿向我主动投诚，南有龙王殿跪地臣服，而东海王和平西王已死，散落在4境的镇北军，不日便会重新归来。届时，只要本世子一声令下，4境之内哪方势力敢不遵从号令？30万镇北军马踏帝都，灭了你们5望7姓，很难吗？”林北越说越激动，声若惊雷，气势惊人。谢七刀大脑嗡嗡作响，周身气血翻涌，满眼惊恐地看着林北。他难以想象林北怎么会有如此威严，就好似帝王一般不怒自威，让人下意识地想要臣服。林家又要出真王了吗？谢七刀身躯颤抖，再也没了想要继续隐瞒的心思，颤声道：“我可以把杀你的目的告诉你，但你必须要保证放过我们谢家。”林北淡漠点头，只要你老实回答，本世子说话算话。好。谢七刀用了吞了一下口水，而后道：“是靖南王要杀你，我是受他指派而来。当年是他伙同我们5姓期望灭了你们林家，但那时我正在闭关，对这件事了解的不是很详细，只是听说谢家给靖南王提供了一些武力上的帮助。现如今你强势归来，我们谢家害怕受到牵连，便准备先下手为强。但是我敢对天保证，当年谢家只是提供了一丁点的力量，绝对没有对你们林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靖南王才是灭亡你们林家的真凶。”林北闻言，眼中浮起一缕冷芒，寒声道：“不是主力，但也是出手了，因此谢家还是要为此付出代价。”谢七刀一脸惊慌，连忙道：“我知道，我愿意代表谢家向你赔罪，只求你能饶过谢家。”林北淡漠道：“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砰！话音刚落，谢七刀就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丹田上，辛辛苦苦修炼数十年的海量真气瞬间烟消云散，随后身子一软，犹如死狗般躺在了地上。林北满意点头，还算识趣，既如此，我便饶了你们谢家。谢七刀身为5宗强者，是谢家的顶梁柱，他被废了，也就意味着谢家要没落了，这对于谢家算是比较狠辣的惩罚了。多谢世子恩典。谢七刀艰难开口，满心不甘，却没有丝毫后悔，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不这么做，以林北如今的实力，必然会灭了谢家。无论如何，谢家都不能倒。靖南王此刻又在何处？林北再次问道。我不知道，他的行踪一直都很隐秘，跟我们谢家联络，也是凌云战神出的面。谢七刀神色虚弱，如实道：凌云战神。林北眉头一皱，他知道此人乃是大夏10大战神之首，只不过他不是司徒镇的人吗？怎么成了靖南王的人了？奸细。想到此处，林北心中有了计较，摆了摆手道：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可以滚了。谢谢世子。谢七刀虚弱的道了句谢，随后踉踉跄跄的走了。林北眼中闪过一抹金光，现在只要找到凌云战神，差不多就可以问出靖南王的下落了，真相很快就能浮出水面了。然而就在这时，刚打完电话的龙小云脸色难看的走了回来，仿佛受到了什么委屈，一脸怒火的来到林北身边，毫不见外的将裹着黑丝的大长腿搭在了林北的肩膀上，再然后他如女王一般猛地抓起林北的衣领，把他拉到了自己眼前，彼此间能感受到双方呼吸的温热。听说你们男人都喜欢撕丝袜，敢不敢跟我去树林把我的丝袜撕开？只要你敢，今晚我随你玩弄。龙小云的这句话浪荡又狂野，无形中透着一股骚气。林北很喜欢，情不自禁地摸向了龙小云的黑丝，缓缓抚摸游走，尽享丝滑。龙小云心跳加速，看着一脸享受的林北，突然间有些后悔了。他刚才在电话里跟龙惊天闹了点不愉快，一时冲动之下才做了这个决定，但现在冲动是魔鬼，我若不是正人君子，你现在已经在树林里嗷嗷大叫了。这时林北似乎看出了龙小云眼神中的挣扎，轻轻一笑，挪开了龙小云搭在自己肩膀上的大长腿。龙小云倍感意外地看了林北一眼，对他的好感再度增加了几分。他不仅实力强，人品也不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男人属实不多了。你这个女人很奇怪，我想对你深入了解一下，要是不介意的话，坐下喝几杯。林北指向对面的酒馆，笑问道：这里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不能再喝酒。好。龙小云心情难受，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下来。走。林北给这家店老板扔下10万块钱，
当做设备损坏的赔偿，而后便带着龙小云走向了对面的酒馆。说来也巧的是，对面酒馆的镇店之宝也是美人醉，价钱也一样。于是林北二话没说，直接要了2坛。能喝白的吗？林北打开酒坛问道。龙小云不语，竖起右手食指。林北愣了一下，什么意思？一直喝？龙小云扬了扬眉毛。你呢？林北笑了笑，学习龙小云，竖起4根手指，唯独把中指给收了回去。啥意思？无中指喝？噗嗤！龙小云没忍住笑出了声，风情万种。他没想到，在林北强大的外表下，竟然还隐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意思，这种男人才是他龙小云的未来伴侣。北京那个纨绔世子也配？来，喝！对于好酒之人来说，看到酒如同看到了亲爹。龙小云也是个能喝的主，立刻捧起酒坛，仰头猛喝了起来。林北自然不能落了下风，几乎是龙小云喝多少，他就喝多少。没过半个点的功夫，两人就各自喝了1斤多。林北自始至终都跟个没事人似的，反观龙小云，脸颊微微发红，已经有了些许醉意，仿佛一个醉美人，娇艳欲滴。哥，突然龙小云打了一个酒嗝，眼神有些迷离地问道：对了，咱俩今天也算一起经历不少事了，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到底是哪个大家族的子弟啊？面对龙小云的问题，林北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卖了个关子。想要知道我的名字，你得先回答我2个问题。好，你问。龙小云拍了一下桌子，痛快道。林北笑了笑，问道：首先，你为什么要救我？许是因为酒意上头，龙小云毫无隐瞒地说道。因为我想用你覆灭5姓期望。林北愣了愣，他猜想到了龙小云救他是看中了他的个人实力，却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为什么？5姓期望得罪你了？龙小云怒哼一声，愤愤不平道。他们倒是没得罪我，可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导致大夏经济衰退，底层百姓的生活越发艰难。当然也不乏为我爷爷巩固权力的心思。林北微微颔首。5姓期望确实可恨，他们不仅搞资源垄断，还威胁到了很多军政要员的权利。龙小云想要灭了他们，确实情有可原。第一个问题我清楚了，下面我问你第2个问题。林北语气一顿，眼中闪过一抹戏谑的光芒，笑问道：我看你虽然身材饱满，成熟妩媚，但性子高冷，不像那种浪荡女人。可是你刚才为什么要对我发骚？面对林北直白赤裸的话语，龙小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笑意盈盈的。我刚才很骚吗？还行吧。林北给了一个很中肯的回答，比起花想容要差上很多，但比起其他人已经够骚的了。黑丝袜，大长腿，小树林里就是一般男人估计都受不了。呵呵，你认为骚就骚吧，反正过了今晚，明天我就算想骚也骚不起来了。龙小云自嘲一笑，神色突然落寞了下去。林北见状似乎明白了什么，猜测道：你该不会是受到了家人逼迫，要嫁给你不喜欢的人，所以才准备把自己给我，好好恶心一下那个人吧？没错。龙小云点了下头，眼中忽然浮起强烈的恨意。我龙小云自幼在国外读书，于5年前回国，短短5年时间，我就将天云集团发展成为了大夏第一财团，市值数万亿，各方军政要员、商界精英无不赞我敬我。我也一直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爷爷扳倒5姓期望，完成他的心愿，却不曾想在爷爷心中，我始终是一个弱女子，而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于是爷爷便百般逼迫我，让我嫁给不喜欢，还是一个只知吃喝玩乐，终日流连花丛的纨绔。说到这里，龙小云变得十分激动，握紧了拳头，许是因为过度的痛恨，指尖都是嵌入到了血肉里。林北感同身受地点了下头。龙小云虽然做事强硬，性格傲慢，但她确实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人，让她嫁给一个纨绔，确实是龙老的不对。你要是真反对这门婚事，我可以帮你。不用。龙小云果断拒绝，一脸不屑地说道：一个废物罢了，我能收拾他。明天是我爷爷寿辰，不出意外，他定会到场，到时我会当众驳回爷爷的决定。如果他不愿意，我就阉了他，让他这辈子都做不成男人。感受着龙小云话语里的强烈恨意，林北有些好奇，抿了口酒问道：能让你恨成这样的，想必一定很废物。这个人叫什么名字？龙小云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道：北境世子林北。噗嗤！林北闻言直接一口把刚刚喝到嘴里的酒给喷了出来，眼睛瞬间瞪得老大，嘴角狂抽。谁？林北？那不就是我吗？